舔了校花3个月，却被好兄弟们揍了300次。就在他们被我的毅力所折服的时候，我却决定不舔了，只因我在3个月前获得了人设系统，每隔100天系统就会随机刷新人设，而我需要做的就是保持这个人设满100天就会获得丰厚的奖励。可我获得的第一个人设竟是传说中的甜子，为了能拿到奖励，我盯上了人称最难追的高冷校花雪珂，而他也确实没有让我失望，不管我怎么舔他都无动于衷。而现在随着系统的声音响起，舔狗的我终究成为过去。平复了心中的激动后，我看了一眼新人设，结果一眼看去差点没当场开心。新的人设竟是渣男。就在我琢磨着该怎么贯彻新人设的时候，手机却响了起来，快去给我买5杯奶茶。这样理直气壮的话已经不是雪珂第一次说，但我确信这是最后一次。想到现在的新人设，我还是回复了一下，然后慢悠悠的出了门。此时的另一边，5个风华正茂的女生成为了校园内的焦点。她们同属老6宿舍，由于其中一个女生顶不住其他5人在颜值上的压制，从而含泪转宿，其余女生也不愿与之为伍，导致其宿舍一直都是5个人，这也让他们的宿舍成为了女神宿舍。此时的宿舍楼下聚集了无数的人，许珂对于这样的情况早已免疫，她无视了周围人的目光，对几个室友说道：“我们在宿舍门口等一会儿吧，大冤种去给我们买奶茶。”穿着靓丽的姚妍妍轻笑道：“那多不好意思，又让他泼肥了。”许珂闻言满不在乎的说道：“又没几个钱，再说男生追女生就是要花钱啊，不然怎么知道他到底爱不爱我？”听见他的话，一旁气质宛若大家闺秀的唐敏叹了口气说道：“话可不能这样说呀，你不能因为他喜欢你就理所应当的接受他对你的好，不喜欢他你就说清楚，不要老是吊着他。我怎么吊着他了？我虽然没有明显拒绝他，但我的态度很明显了，是他自己非要贴上来的，关我什么事？”见他又当又立的样子，唐敏叹了口气，无奈的摇头放弃。5人就这样在宿舍楼下等了很久，直到许珂等得有些不耐烦，我才拎着几杯奶茶晃晃悠悠的走进。围观的人见到我后纷纷出言讽刺：“啧，玩塔姆只图一落，真舔狗还得看洛神。”我看许珂都等得不耐烦了，这下洛神惨了，我赌100块，一会儿洛神第一句话一定是对不起。我擦，你明明可以直接动手抢，但你还要跟我赌，我真的哭死。这时万众瞩目地，我终于来到了许珂的面前，还没等我说什么，他就飙出一句：“你干什么去了？怎么现在才来？”我并没有和他一般见识，毕竟3个月都过来了，也不差这1句2句的。我对他笑了笑，然后直接掠过他来到唐敏的面前。“茉莉奶绿，我记得你喜欢喝这个吧？”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给女神团买奶茶了，自然记得几人都喜欢喝什么。而唐敏显然被我这一手骚操作给整懵逼了，下意识地看向旁边的许珂。许珂的脸色铁青，本就气质冰冷的她此时就像是一只老冰棍，浑身冒着寒气，一双眸子死死地盯着我。周围的吃瓜群众也被惊得不行，一副活见鬼的样子。我擦，不给许珂先给唐敏是几个意思？莫非是准备换人舔了？放屁！就凭他之前对许珂那股丧心病狂的劲，他要是移情别恋，我围着学校裸奔3圈。吃瓜群众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着，而我直接将手里的奶茶递到唐敏手，拿着吧。唐敏看了看许珂冰冷的脸，犹豫了一会儿，最终接过我手中的奶茶，轻柔的说道：“谢谢。”我客气的笑了笑，转过身看向楚四锦：“这是你喜欢的那家甜品店新出的雪妹奶茶。”楚四锦不受控制的咽着口水，不顾许珂那杀人的眼神，默默接过奶茶，倒了上心。而这时我又将第3杯奶茶递给了楚流年。间谍过家家的阿尼亚联名奶茶。楚流年本想说些什么，但听见我的话后又硬生生的憋了回去，赶忙接过奶茶，开心的说道：“算上这个杯子，我就凑齐阿尼亚，能白嫖一个全家福呢。谢谢你哈。”我笑了笑，舔许珂的3个月虽然没怎么和他们说话，但却对他们的性格了然于心。唐敏温柔大方，是个有礼仪的大家闺秀。楚家姐妹一个是吃货，一个是重度2次元少女。周围的吃瓜群众见到这一幕，纷纷张大了嘴巴。我擦，有没有屌大的来解释一下？屌小的我表示看不懂。别说你这种屌小的，连我这种拖着走路的也看不懂。随着我的一番骚操作下来，吃瓜大军越来越多，议论声也越来越大。听着众人的议论，一旁生闷气的许珂再也憋不住，怒气冲冲的说：“秦洛，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着急喝奶茶吗？急有个屁用！马上就轮到你了，再等一等。”许珂满脸不可置信的看着我，他实在想不到能从我这个究极舔狗的嘴里说出这么冰冷的话。面对他的震惊，我并未躲过，而是看向面前的姚妍妍：“你喜欢的红豆奶茶。”姚妍妍在一旁看了半天热闹，从最开始的惊讶到后面的兴致盎然，见终于轮到自己了，她直接毫不犹豫的拿过奶茶。“你这样就不怕许珂生气？”“我为什么要怕他生气？”姚妍妍下意识的随口说道。“因为你喜欢他呀。”“我喜欢他，那他喜欢我吗？”听见我的话，姚妍妍愣住了，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许珂只是一直吊着你，看吧，连你也知道他不喜欢我，那我为什么要怕他生气？而且说实话，现在我更喜欢你，你要不要做我女朋友？此话一出，在场中人纷纷愣住，不可思议的张大嘴巴。姚妍妍拿在手中的奶茶更是直接掉在了地上，许珂难以置信的眼神中冒出火苗，死死的盯着我。一旁的唐敏眯起双眼打量着我，楚家2姐妹嘬着奶茶，兴致盎然的加入了吃瓜大军。姚妍妍愣了许久后干笑一声，不做回答，然后捡起地上的奶茶，以此平复内心的波动。见她这样，我毫不在意的对着气头上的许珂说道：“不好意思啊，奶茶没有了，下次再给你买。”见到袋子里还有4杯奶茶的许珂胸口剧烈颤抖，冰冷的开口说道：“那不是还有4杯吗？”闻言我拿出1杯奶茶，当着他的面捅开薄膜嘬了一口，“这杯是我的，还有3杯是我室友的，我先走了，有空再来找你们。”说完十分潇洒的转身离开。许珂看着我离开的背影，拳头攥得梆紧，直到看不见后才低着头转身走进女神宿舍。随着几位女神的离开，吃瓜群众才从僵硬的状态中脱离出来。有没有屌大的出来解释下？我 CPU 都干冒烟了，能不能别老是麻烦我们这群屌大的？我每天盘着他走路已经很辛苦了，要我说无外乎2种可能，要么是洛神想通了，要么是不想通。短短2个小时，我的名字在学校论坛上再次霸榜。上一次是在女生宿舍楼下摆满玫瑰花的时候，而此时的我正躲在被窝里颤抖，不是因为难受的，而是因为终于完成了第一个人设系统的奖励到账。至今为止，我
我一共日签100次，每次1万元，周签14次，每次10万块钱，外加随机属性1，月签3次，每次30万，外加属性点2点和随机道具1。如今百日签到，直接获得100万和属性点10点，外加一个道具和技能。就在我兴奋的时候，宿舍门被大力撞开，不容易啊，洛哥，你终于想明白了。啥也不说了，老七，趁着这股劲头开2局，我感觉我今天能上黄埔。王晨激动的攥紧拳。吴轩则是直接拉着我坐到电脑前，李成刚满面红光喊道：“我去买烧烤，今天有一头算一头，必须2斤起。”谁怂谁洗内裤1个月。说完便头也不回的跑了出去。然而刚开游戏的我手机却响了。你到底什么意思？你给所有人奶茶唯独不给我，还有你给姚妍妍表白又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秦洛，我现在很不高兴，很不好的那种，你立马过来给我道歉。你说话呀，你以前都是女的。看着许科发来的一连串消息，我的表情不由得变得有些耐人寻味。自打和许科认识以来，这还是他第一次主动给我发消息。一旁的吴轩注意到我的表情后，看了看手机里许科发来的消息，忍不住说道：“老秦，虽然兄弟们觉得你今天做的事很笨，但我们也知道你还是喜欢许科的。要不……”没等吴轩把话说完，我直接甩了自己一巴掌。我真不是个东西啊，怎么能做出这种事？见我给了自己一巴掌，吴轩也是急了。不至于啊，老秦真不至于。打游戏怎么能分心呢？快点合到一集团了。说完，我直接点击删除好友，随后和吴轩以及另外3名约德尔人奔向河道。不过15分钟，我方便在欢声笑语中打出了 GG。相比于我们宿舍的欢乐，此时的女神宿舍气氛却是相当压抑。许科一言不发地坐在椅子上，时不时地咬牙切齿，时不时地拿出手机看一看。唐敏静静地看着他，对他此时的心里十分好奇。一旁的姚妍妍坐在椅子上逛校园论坛，时不时地抬头看一眼许科，然后又抿着嘴抖动肩膀，一副想笑又不敢笑的模样。至于楚家两姐，一个边喝奶茶边看美食视频，另一个全神贯注地看着供脑。就这样持续了一会儿后，许科猛地起身，将手机重重地拍在桌子上。秦洛这个混蛋居然敢拉黑我再也不会理他了，再也不会。唐敏看着许科的模样，忍不住瞅了一下手机屏幕，四眼醒目的红色感叹号让他陷入了沉思。想了一会儿后，像是想通了什么，抬起头安慰着许科：“好了好了，犯不着为了一杯奶茶生气，我的这杯给你好了。你觉得我是为了一杯奶茶生气吗？他给了你们所有人奶茶，唯独没有我，他就是故意想看我出丑。”这时一旁的姚妍妍漫不经心地说道：“说到底还不就是为了一杯奶茶吗？”说完还浮夸地嘬了一口自己的红豆奶茶。许科见此像是被刺激到了，忽然上前就要抢那杯红豆奶茶。姚妍妍皱着眉头说道：“干嘛呀？这杯我都喝了，怎么秦洛给你买的很好喝吗？说吧，你们什么时候勾搭上的？”听见这话的姚妍妍直接站起来和许科怒视，眼看两人快要掐起来了。唐明赶忙说道：“许科，你先冷静下，妍妍不会做那种事的。秦洛之所以那样做，无非就是不喜欢你。”许科顿时瞪大眼睛：“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姚妍妍赶忙刺激道：“有什么不可能的？他要是还喜欢你，又怎么会向我表白？”姚妍妍，你给我闭嘴！许科大声地喊道，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气势。他不敢相信之前对自己那么好的人突然就冷淡，他凭什么不喜欢我？追女孩子是这样追的吗？追到一半就放弃了？听见这话，一旁的2次元少女忍不住开口：“你说他追你到一半就放弃了？可恋爱又不是玩游戏，没有进度条，他怎么会知道对你攻略了多少？如果我在攻略一个角色不成功的时候还看不到进度，我会早早的放弃，毕竟那完全是在浪费时间。有那时间，说不定都后宫3000了。”土流年的一席话让宿舍陷入了短暂的安静。过了一会儿后，许科像是反应过来了什么，所以他现在是觉得追我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要换一个人了。唐敏这时一脸认真的看着他说：“许科，你老实说，你到底喜不喜欢秦洛？”“我当然不喜欢。”许科几乎是擦着唐敏的尾声吼：“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在意一个你不喜欢的？你不是他的女朋友，他想怎么做是他的自由，你没有束缚他的权利。”面对唐敏的问题，许科陷入了沉默。往日的画面在脑海里浮现，自己有痛经的毛病，他知道后会专门熬鸡汤送过来。一次下课时外面下大雨，他把伞送给自己，而他却是淋雨跑回宿舍。还有今年过生日的时候，那个男孩在女生宿舍楼下摆满了玫瑰花，因此被学校记过。3个月来这样的事情很多，多到他的生活里习惯了有我。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他无法接受我今日的行为，更无法接受满眼都是他的我突然向别人表白。这时姚妍妍见状笑着说道：“秦洛现在不喜欢你了，以后估计也不会再追你了，你也不用看见他，这不是皆大欢喜吗？”许科看着姚妍妍冷冷地说道：“这么着急让我撇开秦洛，你打算跟他在一起吗？这就不关你的事了，反正他又不追你了，我又刚好单身。”没等他把话说完，许科像是炸毛的小母猫扑向他：“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把那杯奶茶给我。”姚妍妍直接拿着奶茶跑出宿舍，将门关上。许科看着紧闭的宿舍门，最终没有追出去，转身看向其他3人。唐敏端坐在书桌前，一边喝奶茶一边看书，对他的目光视若无睹。楚四景则是连忙将杯口抠大，直接将奶茶往嘴里灌。一旁的楚流年将封口撕开，把奶茶倒进水杯中，又将空荡荡的奶茶杯藏在被窝里，这才端起奶茶递给许科：“诺，奶茶。”一夜过后，第2天我早早的起床，向着音乐教室走去。为了贯彻渣男的人设，我将目光转向了同为校花的姚妍妍，所以才有了昨天当中表白姚妍妍的事。姚妍妍也算是学校里的名，因为经常会有女性在学校论坛上公开撕逼姚妍妍，说她性格放荡，专门勾引有妇之夫的男人，等到男人被迷得神魂颠倒后，再将其一脚踹开。女生们整天防贼似的防着她，男生们更是对她又爱又恨，单身的追不到，有对象的又怕丢了夫人又丢丁，所以我便在茫茫人海中盯上她。此时的我一大早就来到了姚妍妍必修的音乐课，伴随着我的到来，周围学生的表现相当精彩。那个就是秦洛吧？没想到本人居然这么帅，之前都只是在论坛上了解他追许科的事。你们没看昨天的论坛吗？他现在已经不追许科了，好像是喜欢上了姚妍妍。喜欢谁也不能喜欢姚妍妍吧？那女人不是个好东西。我没有理会这些人的闲言碎语，大大方方的坐在姚妍妍的身边。姚妍妍则是疑惑的看着我，小声问道：“难不成你真想追我？”而我则是反问道：“不行吗？你有没有男朋友？就算是有也无所谓。”
只要锄头挥得好，就没有墙角挖不到。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人还挺有意思的？我以前心思都在许科身上，和你们说话怕惹他生气，你自然不了解。姚妍妍没再接话，翻了翻白眼，然后掏出手机玩了起来。渣男渣女的交锋就这样悄然展开，又在无声中结束，过程全是技巧，没有丝毫感情。第一波的交锋让我看清了姚妍妍的段位，实锤高端渣女实力恐怖如斯。想到这，我果断拿出系统赠送的道具听心耳机，可以听见目标当前的心声，但最多只能使用5次。将耳机戴上后的一瞬间，姚妍妍的声音便在我的脑海里响了起来。哼，狗男人，你的名字叫幼稚，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就你舔许科那丧心病狂的劲，怎么可能突然就不舔了？还说喜欢我，无非就是拿我来刺激许科。可惜和姑奶奶玩这套你还太嫩了点，看我一会儿怎么让你秃头。我复杂的看着面前的大美女，实在没想到她那看似平静的外表下竟有这么丰富的内心，同时也在揣测她准备怎么算计我。这时上课铃响了起来，音乐老师走进教室扫了一圈后，当看到我的时候突然愣了一下，你好像不是我们班的同学吧？我惊讶地说道。老师记忆力很惊人呢。男人笑了笑说道，要是其他人我还真认出，但你在学校里可比院长都有名。听见这话，哪怕我的脸皮早已堪比城墙，此时也不禁老脸一红。这几个月因为疯狂追许科的事被全校熟知，说我比院长出名倒是真没错。随着老师开始讲课，拥有了音乐精通的我很快便投入其中。几分钟后，老师拿起一把吉他道，大家学音乐也有段时间了，现在有没有人上来为大家弹唱一曲？此话一出，姚妍妍顿时眼睛一亮，压低声音对我说道，你不是喜欢我吗？只要你上去唱一首歌，我就给你约我的机会。明白姚妍妍的高端段位后，我知道这是在给我挖坑，想让我出丑，所以故意露出一副为难的表情，这让姚妍妍更加确信了我不会唱歌的想法。当即便站起来说道，老师，我们大家在一起这么久，谁唱得好谁唱得不好都知根知底，不如让秦洛给大家唱一首吧。老师笑道，那行，秦洛你上来给大家唱一首吧。我硬着头皮走上讲台，接过老师手中的吉他，我就会一点点，唱得不好大家别见怪呀。老师微笑着说道，没事没事，尽管唱，我们都经过专业训练，一般情况下绝对不会笑。这时姚妍妍又说道，你唱什么歌？我帮你放伴奏吧。我礼貌地笑了笑，不用了，我唱的歌网上没有伴奏。此话一出，众人都露出惊讶的表情，只有原创才会找不到伴奏。这个想法一出来，众人都忍不住笑了出来。呆愣一会儿后，老师说道，那么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秦洛同学带给我们的原创歌曲，叫什么？我好喜欢你。话落，一缕轻快悠扬的旋律在教室里响了起来，原本还有些喧闹的教室瞬间安静下来。下着雨的天气，好像你可爱的坏脾气，我的爱，我的心，早就已经交给了你。充满磁性的歌声开始回荡在众人耳畔，所有同学不由自主瞪大眼睛，一副活见鬼的样子。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台上的男人，听着那轻快的旋律和动听的歌声，整个人沉醉其中。姚妍妍满脸惊愕，满脑门写着狗男女扮猪吃虎。叫我如何不想你？喜欢你迷人的眼睛，思考的表情，动听的声音，我是你，你就是唯一，已经没有人可以代替。一段高潮结束，姚妍妍看着我的目光发生了变化，变得有些惆怅。她想到了许科，认为这首歌是写给许科的，那一句句唯美的歌词全部都是我对许科的爱，不由得让她开始嫉妒起许科。周围同学也都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和许科的故事，几个感性的女生不由自主地捂住嘴，眼角沁出点点泪水，就连老师也同情地看向我，一个劲地摇头叹息。歌声散去，众人依旧沉浸在悲伤中。过了好一会儿，姚妍妍站起来使劲地鼓掌，好听好听。随着姚妍妍的掌声响起，教室内众人才回过神来，纷纷鼓掌。老师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肩膀，眼神中闪烁着狂热的兴奋，你很有天赋，转系和我学唱歌吧。不聊老师，相比于唱歌，我更喜欢打篮球。说完便将吉他还给他，走下了讲台。老师伸出手刚想挽回，下课铃声突然响了起来，回过神来，教室里已经没有了我的踪影。与此同时，在另一边，许科看着论坛上的甜蜜照片和唱歌视频，不由得大哭，直接起身朝着宿舍冲去。老六宿舍的大门被一脚踹开，正在屋内追剧吃零食的楚四锦吓了一大跳，手里的零食洒落在地，他本能的想要抱怨，但在看到满脸杀气的许科后，缩了缩脖子，一声都不敢吭。许科冰冷的目光扫过宿舍，见只有楚四锦一人，随后掏出手机拨打了姚妍妍的电话。电话那头很快便传来了姚妍妍轻快的笑声。许科呀，怎么了？听着电话那头隐约有着男人声音，许科顿时一股无名火窜了上来，叫秦洛接电话。不行啊，他没空，我俩忙着呢。说完不等许科有所反应，便把电话挂断。许科再次拨打电话过去，却是被秒挂。他顿时感觉胸口隐隐作痛，无力的瘫软在椅子上，双眼无神的看着天花板。这一举动吓得楚四锦赶忙发消息给他们的老妈子。没过多久，收到消息的唐明喘着粗气出现在宿舍门口，刚进来便看见瘫坐在椅上失神的许科。唐明赶忙过去扶着许科，许科你怎么了？哪不舒服吗？赶紧起来，我带你去医务室。许科依旧失魂落魄的坐在椅子上，像是对外界没有了感觉。一旁的楚四锦惊呼一声，把手机递给唐明。看完视频后，两人才明白过来，许科之所以这样，肯定和这个视频脱不开干系。他想要说些什么劝解许可，但最终还是叹息一声闭上了嘴。此时的另一边，整整一下午我都和姚妍妍厮混在一起，干了很多情侣在一起干的事，直到晚上我才将她送到宿舍楼下。看着她进入宿舍大楼的背影，我拿出一个无边框眼镜戴上，脑海里瞬间便出现了一些信息，基本信息都和我预料的差不多，就是这个特殊分95让我感到很意外，因为从系统那了解到，女人的特殊分代表着与异
异性之间的交互深浅，分数越高代表与异性充电越少，分数低则代表与异性充电越多，而90分往上则代表着目不识丁。所以这说明姚妍妍在看似浪荡的外表下，却藏着一颗无比单纯的心。回到宿舍的姚妍妍刚进屋就被唐敏拉到了阳台，并锁上了阳台门。长达半小时的深情交流后，姚妍妍面无表情地推开阳台门。此时的许克依旧坐在椅子上，眼神幽怨地盯着姚妍妍。今天玩得很开心吧？把秦洛从我身边抢走很得意吧？此话一出，楚家姐妹顿时停止手上的事，竖起耳朵准备吃瓜。唐敏无奈地扶着额头，姚妍妍用同样冰冷的语气回答他：他又不是你的什么人，我也没抢过你什么。许克冷笑道：那句告白，那杯奶茶，还有今天那首歌本来都是我的，现在不都被你抢走了？听见这话，姚妍妍顿时忍不了了。我再说一遍，我没有抢你什么，他喜欢谁是他的自由，你管不着。随着姚妍妍的话音落下，两人的战斗瞬间展开。上一秒还寂静的宿舍瞬间雷鸣炸响，许克大吼道：别人我管不着，但他就是不行，他喜欢的是我。经过一晚上的激战，女神宿舍个个都上了一副黑眼镜，而我也早早的起床前往图书馆，因为对于我来说，想要当好渣男，脚踏两只船只是基操。所以在拿下姚妍妍后，我又将目光转向了唐敏，因为唐敏平日除了上课和学生会，其他能找到她的地方就只有食堂和图书馆。路上我不断的翻看着论坛上关于唐敏的信息，作为女神团成员之一，唐敏的人气隐隐的超过了许克。仅从样貌和气质来说，两人都是一等一的货色。许克的高冷气质让他稳坐校花宝座，而唐敏则是更加的平易近人。男生们每谈起许克大都是保持着一种倾慕却又畏缩的态度，女生们则是都会说上一句就他喵的知道装逼。而唐敏则恰恰相反，本就性格和善的他加上端庄的姿态，仿佛是从贵族府邸中走出来的大家闺秀，对待任何人都是温和大方，所以不仅男生们对他青睐有加，就连女生们也对他赞不绝口，而且其个人能力也是相当出色。2年前保送进入魔都大学，入学第一天便众望所归的当上了班长，随后又进入外联部展露出自己的才能。当其他新生们还在帮学长的跑腿打杂的时候，他便已经为学校拉来了远超预期的赞助，也因此一跃成为外联部副部长。大一结束前又转副为正，大二刚开学又以一场完美的策划成为了学生会副主席。我来到图书馆后，一眼便看见了那个曼妙的身影端坐在书桌旁看书，于是随便找了一本书坐在他的不远处看了起来。没过多久，耳边便传来了唐敏柔和的声音：你喜欢看推理小说吗？不知何时，唐敏已经坐在了我的对面，微笑地看着自己。我早有所料地点头笑道，这种通过不同视角根据有限的线索去一步步播散迷雾的感觉让我很上头。唐敏看了一眼只翻到一半的书，问道：那你推理出最后的凶手是谁了吗？我笑了笑，便开始了一顿天花乱坠的分析。唐敏兴致盎然地听着，眼神逐渐放光，不断点头。待我结束表演后，他看着我问道：所以最后谁才是凶手？是那个中年妇女的儿子。他杀害死者的原因就是单纯的喜欢杀人，没有任何动机。唐敏闻言忍不住赞叹道：厉害厉害，只看一半就能推理出凶手，而且还能猜到凶手的心理状态。我以前还真不知道你这么厉害。看着他的模样，我不由笑道：其实我是先看的结局。唐敏闻言顿时愣住：你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呀？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还有这一面？我们虽然认识挺久了，但其实也没什么交集，说不定我对你的了解还远大于你对我的了解呢。比如我知道你喜欢喝茉莉奶茶。唐敏闻言复杂地看着我说道：是为了讨好许克才刻意去了解我们的吧？我笑了笑表示默认。唐敏叹了口气说道：你对许克的喜欢整个学校的人都看在眼里，但大家都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一步。不过你能醒悟过来，我还是挺为你高兴的。听见此话，我的嘴角抽了抽，内心直呼卧槽。姚妍妍的性格和许克处不到一起，她能跟我乐呵呵的正常，可一向温柔知性的唐敏这样就让我感到很疑惑。看着眼前的唐敏，我默默地戴上了听心耳机，随后脑海里便出现了他的声音：他应该还是喜欢许克的，虽然只是猜测，但没关系，我会想办法从他那里验证的。许克应该也喜欢他，否则之前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应。但许克的脑回路和正常人不太一样，就很烦。话说我才发现他长得还挺帅的，而且成熟稳重，和大部分同龄的男生都不一样。哎，明明我自己都没谈过恋爱，现在还要帮别人解决感情的问题，臭弟弟臭妹妹们好烦啊，害得我昨晚一夜都没睡好，黑眼圈都出来了。听见唐敏的内心后，我愣在了原地，神他妈许克喜欢我，我看你脑回路也没好到哪去。唐敏见我一直盯着他看，不自然地说道：我脸上有东西吗？闻言我点头说道：黑眼圈蛮重的，想不到你这样的好学生也会熬夜啊。唐敏下意识地摸了摸眼睛，忍不住地抱怨他：还不是因为你搞得我一宿都没睡好。话刚出口，唐敏便察觉到了不对劲，赶忙说道：我的意思是我一直在操心你和许克还有姚妍妍的事，所以才没睡好。我点了点头说道：小姐姐辛苦了。唐敏闻言突然愣了片刻，瞪着眼睛说道：你叫我什么？小姐姐啊？我20你21，比我大1岁，叫你小姐姐没什么问题吧？是比你大1岁没错，但我们也没有好到可以叫姐姐的地步。闻言我小声地说道：好吧，是我草率了，我们确实没那么熟。唐敏看着我的模样，内心莫名的冒出一股愧疚感。也不用道歉，虽然我们之前是没怎么说话，但也认识挺久了，而且你之前给许克送吃的也还想着我们，这样一算我也收到过你很多礼物。所以没等他把话说完，我赶忙说道：所以可以叫你小姐姐吗？唐敏闻言内心直呼臭弟弟厚颜无耻，正常称呼就可以，我去处理工作先不聊了。说完他便从包里取出一沓资料摆在桌子上，而我也没在意，自顾自地翻起了手中的小说。但男人的第六感告诉我他一直在偷瞄我，而坐在我对面的唐敏假装看着面前的资料，实则内心很是焦急。在刚刚看见我的那一刻，他便想要从我这儿套出我心里还有没有许克，可是两人交谈的节奏一直都被我牢牢把控，于是只好暂避锋芒另寻契机。可自己都假装看了10分钟的资料，眼前的男人却愣是没看自己一眼，这让一向遇事沉稳的他变得有些急躁起来。意识到这一点后，唐敏赶忙强行镇定心神，将全部精力投入到面前的工作
当中，直到脖子处传来微微酸痛，才抬起头准备活动活动。可当抬头，就见我戴着一副平平无奇的眼镜正盯着他。与此同时，我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唐敏的基本信息。看着唐敏已经放下手中的工作，我摘下眼镜笑着说道：“都说男人工作的样子很帅，但这句话对你同样适用。如果3个月前我先遇到的是你而不是许克，我可能会去追你。”唐敏闻言内心并没有太大波动。类似的话你之前只会对许克说，但现在不仅对姚妍妍表白，还对我说这种话，难道你心里真的没有许克吗？你现在的行为已经影响到我们宿舍的和谐了，所以还是尽早解决这些事。闻言我笑了笑，拿出手机看了下时间，到饭点了，吃饭时再聊吧。唐敏犹豫片刻便答应了下来。随着我和他一出现在食堂，周围的人纷纷目瞪口呆地看着我，震惊程度远超于我和姚妍妍走一起时。姚妍妍因为个人作风问题让人不齿，所以她和我走到一起，众人虽然惊讶，但也能接受。可唐敏是无数学生为之倾慕的天之娇女，连校领导都对其赞赏有加。如今这样一个完美的女人和我走到了一起，这让众人实在难以接受。兄弟，用你的大调抽我，我怀疑我是在做梦。算了兄弟，我怕你禁不住，你们都别拦着我。本来还觉得这小子不去舔许科是醒悟了，现在看来这就一整个大渣男，人家就一起吃顿饭，说不定有什么正事呢。别瞎想了，吃饭吧。道理我都懂，但你一边盯着他一边磨刀是几个意思？唐敏对于周围的闲言碎语并没有太过在意，而是不忘初心的直奔主题。听姚妍妍说你不喜欢许科，我沉默了2秒后点头说道：“我确实那样说过。”唐敏闻言忍不住再次说道：“那如果我说许科喜欢上了你，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觉得许科喜欢上我，我也不想知道我的答案。还是那句话，不喜欢了。”本以为我说完这句话他会继续追问下去，可他却什么也没问，低下头安静的吃饭。不知是不是错觉，我竟感觉他的眉眼好像舒展了几分，就连嘴角似乎也在微微上挑。吃完饭后，唐敏擦了擦嘴角说道：“我吃饱了，先回宿舍了，下次见。”闻言我叫住了他：“等等，你把眼睛闭一下。”唐敏疑惑地看着我：“你要做什么？闭一下就好。这大庭广众的，你还担心我对你做什么坏事吗？”犹豫了一下后，唐敏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不多时，他便感觉什么东西触碰到了他的脸颊，而这一幕也被有心者拍照发到了学校论坛上。一时间，学校内舆论四起，女生们大骂渣男，男生们则是疯狂地问候我的祖宗18代。此时的女神宿舍内，许科看着刚回到宿舍的唐敏怒道：“唐敏，想不到你平日那么正经的一个人，居然也会干出这种事。秦洛就那么好吗？让你们都为了他背叛我？”相比姚妍妍，现在的唐敏更加让他感到气愤。明明昨天还在安慰他，可就过了1天，2人就勾搭上了，这实在让他难以接受。面对他的讽刺，唐敏只是淡淡笑道：“我觉得你挺没眼光的。”一旁的姚妍妍闻言心领神会的点了点头。这一举动让许科的脸色更加难看起来，因为同样的话在昨天姚妍妍就说过一次，他很清楚这句话的意思，无非就是说自己没有接受秦洛的表白是自己没眼光，于是咬着牙回对道：“有没有眼光关你们屁事？秦洛喜欢的是我，还轮不到你们来说3道4。”姚妍妍闻言忍不住笑出声，可怜。唐敏也是配合着说道：“可悲。”说完没给许科发狂的机会，转身走出宿舍。许科看着紧闭的宿舍门沉默良久，最后往桌子上一趴，伴随身体的抽动，整栋宿舍楼都充斥着他的哭声。与此同时，在宿舍楼下，姚妍妍用微妙的眼神打量着唐敏，时不时的咂咂嘴，表情要多玩味有多完美。唐敏被他看得浑身不自在，有屁就放我，还有实事。面对他的虎狼之词，姚妍妍耸了耸肩说道：“如果说秦洛还喜欢许科，拿我来刺激许科我能理解，毕竟我口碑本来就不怎么样，但除了我他还找上了你，你不觉得他接近我们的目的很耐人寻味吗？”唐敏闻言表情顿时变得微妙起来。那按照你的思路，他接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姚妍妍眯着眼睛说道：“我感觉他这样是在选妃子，不出意外的话，他接下来还会去接近小景和小年。”唐敏闻言看智障似的看着姚妍妍，他突然觉得老六宿舍不光许科的脑回路不正常，眼前的姚妍妍也不是什么池中之物，一个小小的老六宿舍竟然能聚齐当代的卧龙凤雏。姚妍妍没在意那冒犯的小眼神，眯着眼睛询问道：“你会跟我抢人吗？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怕你喜欢上秦洛跟我抢，只要你不抢，凭宿舍里那些麻瓜对我完全没有威胁。”唐敏闻言眉头上扬，目光微妙的看着姚妍妍：“你喜欢他不行吗？他长得帅又有才华，而且还专情。许科之前那样对他，他都能追求3个月，这样的好男人我为什么不能喜欢？”唐敏闻言内心莫名出现一股复杂的情绪。与此同时，另一边我的脑海里也传来了系统的声音：“你的渣男人设深入人心，周签到成功，获得奖金10万元，外加厨艺精通。”听着脑海里的系统提示，我并没有太过激动。自从更新渣男人设已经过去1个星期，这1个周签后和姚妍妍、唐敏2人建立了深厚的交集，有事没事跑去找姚妍妍维持下感情。她偶尔会说一些带有暗示的话，但都以相同的套路应付过去。在了解了渣女的路数后，应付起姚妍妍来愈发的得心应手。可唐敏那依旧是中规中矩。自打第一次深入交流后，唐敏在我面前便有意无意的保持着距离，但这些对我来说都无所调问，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人给我打上了渣男的标签。当舔狗遭遇的那些鄙夷和不屑，现在都变成了羡慕嫉妒恨。毕竟姚妍妍和唐敏2人都是顶级大美女，不知是多少男生的歪歪对象，以至于现在的学校里多了很多动不动就要问候我2句的文雅人士。就这样，在众人的惦记下，我度过了平稳的1周。这天正前往教室上课的途中，看到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议论着，而他们聚集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娇小的身影蜷缩在地上。看到这一幕后，我皱着眉头走上前，一个公主抱将她拦腰抱起。突然的举动让楚四锦有些惊慌，她下意识的想要惊叫，但肚子的疼痛让她嘴里的惊叫变成了痛苦的呻吟。小小的一团窝在我的怀里，就像是一只受伤的小兽，呜呜咽咽的。见此模样，我不敢耽搁，赶忙朝着医务室跑去。这一幕看得周围人纷纷张大嘴巴，赶忙掏出手机对着我的背影一阵猛拍，而我并未在意，一路抱着楚四锦跑到医务室。可医务室中却是空无一人。我轻轻地将楚四锦放在床上，你先在这躺会儿，我去找医护老师，马上回来。可刚转身，却感觉自己的衣袖被人拽住，回过头，楚四锦正睁着一双纯净无瑕的大眼睛
睛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似有银光流转的眼睛配上他那柔弱痛苦的样子，饶是我这样混凝土般的猛男也是心软的不行。楚四锦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我没事，你去帮我买一袋乐事薯片就好了。”闻言，我愣愣地看着床上一脸痛苦的楚四锦说道：“先别想着薯片了，我先去找医护老师给你看看，确定没问题了再去给你买薯片。”说完就准备离开，但楚四锦却是倔强地抓着我的衣袖不松手。买零食就可以了，等吃了零食我就不疼了。要德克萨斯烧烤味的。看着他倔强的模样，我只能无奈地点点头，打算出去找老师的时候带一包薯片给他。好吧，你在这儿等会儿，我现在就去。说完便跑到了离医务室仅有20米远的超市。此时正值午间休息时分，超市排起了小长队。我来到收银台，对着最前面的女生说道：“不好意思，可以给我插一下吗？”周围人闻言顿时惊呆了，敬佩无比地看着我。而那个女生刚要生气，转头来见是一个大帅逼，脸蛋绯红糯糯地说道：“不好吧？”而我并没意识到刚刚说的话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我很急，很快就好。女孩脸色越来越红，默不作声地低着头拧着衣角，就算你再急也不能再整，而且这种事也不幸快啊。见此我愣是没搞懂这货在扭捏个什么劲，插个队至于脸红成这样吗？于是我决定先上车后补票，直接扔了一张100元大钞便匆匆离去。见到这一幕，众人才反应过来我说的是插队，而那个女生尴尬的直接扔下东西，头也不回的跑出了超市。一个男生见状感叹道：“龟龟，这都激动到直接追出去了，现在追女生已经直接到这种地步了吗？”他站在原地犹豫了一下，然后看向面前的一个女生：“美女，能让我插一下吗？”女生闻言看了他一眼，脸上浮现出温柔的笑容。男生见此心里顿时狂喜，然而不等他有下一步动作，便看见女生掏出手机默默地输入了110个数字。别，都是误会，有话好好说，你可以开始编了，我让警察叔叔过来打分，加油，我看好你。另一边出了超市后，我马不停蹄地赶回病房，一路上没有见到医护老师。回到病房的时候，屋内也只有楚四锦一人。见我回来后，楚四锦眼睛一亮，挣扎着发出激动的声音：“快给我，我要！”闻言，我心情复杂地走到病床边，打开一包薯片，用手夹起一片送到他的嘴边。楚四锦立即张大嘴巴，一口将薯片吃了进去，甚至连带着我的手指头也一并给吃了进去。我的手指瞬间传来一种美妙的触感，我赶紧将手指抽了出来，身体战术性后退一步。可楚四锦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在吃到薯片的一瞬间，就好像是治愈了一样，表情不再痛苦，原本僵硬发颤的身子也平静了下来，甚至一边咀嚼还一边露出享受的表情，仿佛吃进嘴里的不是薯片，而是让人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回味过后，楚四锦目光灼灼地看着我还要。我纠结片刻后，又捏起一片递了过去。楚四锦依旧一口下去，将我的手指吞了下去。异样的感觉让我逐渐上瘾，发觉到自己的不对劲后，我赶忙将袋子递给他，问道：“能自己吃吗？”楚四锦连忙点头，将袋子接过，抓起一把薯片就往嘴里塞，本就略带婴儿肥的脸蛋被塞得满满当当，看上去就像是个可爱的小仓鼠。看到这一幕，我强忍着想要撸他的冲动，拆开薯片吃了一口。楚四锦见状，立马焦急地说道：“不许抢我的，都是我的！”说完还一把夺走我手上的薯片，藏在身后，眼神警惕地盯着我。见此，我装作生气的样子说道：“好歹是我给你买的，吃一片都不行吗？”楚四锦撅着嘴巴沉默片刻，然后不舍得递给我一片：“那你吃吧。”见此，我哭笑不得地接过薯片，又送到他的嘴边。楚四锦本能地张开嘴巴，连着我的手指吞了进去。又一次异样的触感让我不禁开始心猿意马，直接拿起一袋薯片，自己一片他一片地吃了起来。正当胃的兴起的时候，医护人员推门走了进来，眼神定格在我的手指和楚四锦的嘴巴上，短暂的沉默后开口说道：“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们继续。”说完直接扭头退出房间，还将门给关上。待愣片刻后，我赶忙抽出自己的手指追了上去。哎，别误会。医护老师看着追上来的我，理解的说道：“放心，我都懂，年轻人喜欢追求刺激也是能理解的，不过我的建议是这种尺度就可以了，再大就不合适了，毕竟医务室里有监控。”说完还拿出手机说道：“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上次有对小年轻玩的比你们还花，他俩的珍贵录像现在还在我的手机里存着呢，你有兴趣瞅瞅不？”闻言我吞咽口水，眼神忍不住的瞥向手机里的画面。而这时楚四锦焦急的跑了出来，原来是因为学校的美食社要比赛，有免费的美食可以吃。在得知这一消息的楚四锦再也顾不了那么多，直接拽着我往美食社飞奔而去，生怕自己赶不上比赛的试吃环节。此时的美食社内里里外外站满了慕名而来的吃货。一个娇俏的女孩见到楚四锦后，立马上前打招呼，声音不小，一嗓子下去，周围人纷纷将目光射了过来。卧槽，洛神怎么跑这儿来了？也是来蹭饭的吗？你以为谁都跟你个饭桶似的？这明显是陪楚四锦来的。不对啊，他不是和姚妍妍打得火热吗？之前不是还和唐敏一起吃饭吗？怎么现在又跑到楚四锦身边了？坏了，这小子可能是奔着整个女神团聚，其心可诛啊！听着众人的议论，我不由得会心一笑。自从和唐敏等人厮混在一起后，不管我走到哪都会引起一些文雅人士的亲切问候。如今的我对这样的情况早已习惯，完全能做到视而不见。而一旁的楚四锦丝毫没有觉得气氛的微妙，还在哪一个劲的跟美食社的人打招呼。嘿嘿，我又来吃东西了。刚刚打招呼的女孩用异样的眼光看了我一眼后，对着楚四锦笑道：“那你来的正好，等会儿我要做我最拿手的爆炒鼻屎，保证让你回味无穷。”最拿手3个字让楚四锦直流哈喇子，完全忽略了后面的菜名。不久后，随着美食社社长的一番激情演讲，美食大赛随之拉开序幕。我兴致盎然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幕，因为没什么兴趣爱好，所以开学到现在都还没参加什么社团。正当我看得新奇的时候，社长突然走了过来说道：“秦洛，要不咱俩比比谁的手艺更好？不好意思，我就是来看看，没打算参加。”听见此话，
华胖子社长哼哼笑道：“那看来你和楚思锦注定没什么缘分。这样一来，我也就放心了。”闻言，我无语地看着面前的小胖子，看出我的疑惑后，小胖子解释道：“楚思锦那么喜欢美食，将来肯定会找一个擅长做饭的男人，就比如我这样的就很巴适。”而一旁的楚思锦闻言，偏着脑袋，下意识地点头道：“有道理。”看着楚思锦的模样，我无奈地抚着额头，看得出面前的小胖子喜欢楚思锦，不过这也正常，毕竟许科三人都有很多的追求者，同为校花的楚思锦没理由就少了。之前和姚妍妍、唐敏接触的时候，我甚至在想会不会出现一个弱智的追求者跳出来挑衅我，然后我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打脸装逼。毕竟类似的情节在网络小说里层出不穷，可谓是点中点中的点中点。可让我遗憾的是，和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出现无脑反派，但现在楚思锦居然能引来一波。不过小胖子的言谈举止并没有让我感到厌恶，反而让我感觉他有那么点天真可爱，实在让我生不出什么争抢的心思。小胖子看着我的模样，一时间惊疑不定：“你确定不努力一下试试吗？”闻言我轻笑道：“我和他认识到现在说的话加起来都没有今天一天的多，压根就没什么交情。你不会是因为我在追他吧？”小胖子闻言呆愣片刻道：“可据我所知，你已经把魔抓伸向整个女神团了。许科就不说了，姚妍妍和唐敏相继拜倒在你的雄风下，这么可爱的楚思锦，你没道理放过才是。”闻言我正准备开口反驳的时候，一旁的楚思锦却突然拽了拽我的衣袖：“要不你就参加一下？”我惊讶地看着他笑道：“你想让我追你吗？”楚思锦犹豫了一下，说道：“你要是参加的话，我就可以多吃一道菜。”说完，他还朝我眨了眨眼睛，看着那清澈的眼眸中闪烁的希冀色彩，我无奈地叹了口气。在他祈求的眼神中，我成为了本场比赛的第7位参赛选手。小胖子对此表现得十分兴奋，他甚至没有再去看其他选手，而是非常中二地大喊道：“作为美食社的社长，我于胖今天就要光明正大地扫除你这个情敌！来吧，让我们在厨艺上来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吧！”此话一出，刚刚还在全程看戏的吃瓜群众也激动起来。一旁刚刚和楚思锦打招呼的女孩捂嘴笑道：“于胖是老2次元了，动不动就发癫，炒个菜就说是什么食神对决。今天来的都是他的朋友，你别介意。不过我们社长的厨艺确实挺厉害的，所以你要是真的喜欢小锦，那就得加油了。”闻言我奇怪地看着对方问道：“现在所有人都说我是渣男，你还让我追他？虽然不知道你最近怎么和那么多女生走得那么近，但一个渣男又怎么会坚持追一个从没正眼瞧过自己的女孩3个月呢？”闻言我沉默片刻，转头看向不远处的楚思锦，他的2只小拳头横在胸前，像是拿着空气组成的刀叉，婴儿肥的脸蛋上满是期待，目光死死地盯着台上几人。没过多久，一位做刺身的兄弟便端着自己的作品走到吃瓜群众面前，而那些嗷嗷待哺的吃瓜大军早已按耐不住，抄起生鱼片就往嘴里塞，可刚入口，一个个的纷纷捂住口鼻，眼中流下了沉痛的泪水。做生鱼片的兄弟见此顿时喜笑颜开：“你们居然都感动得哭了！”闻言，一个男孩抽了抽鼻子说道：“妈的，兄弟你是盐贩子吗？”生鱼片兄弟闻言尴尬地挠了挠头，而一旁的楚思锦却是忍着芥末的冲击，一口一口地吃着生鱼片。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眼泪簌簌地直往下掉，但又偏偏不肯停下手中的动作，看得众人都忍不住肃然起敬。待到他将一盘生鱼片吃完后，一个做甜品的兄弟也走了过来，楚思锦也不含糊，直接拿起甜品就往嘴里塞，随即露出开心的笑容：“好吃好吃！”闻言，众人纷纷上前疯抢，生怕自己漏掉任何一种美食。随着时间的流逝，比赛场上只剩下了我和于胖了。一顿翻炒后，于胖将火关掉，扭头看了我一眼后，端着盘子来到观众面前，大气十足的喊道：“九转大肠！”一个嘴馋的男孩眼疾手快地夹起一块大肠放进嘴里，紧接着他的五官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凝成一团，勉强从嘴里挤出一句：“兄弟，你说实话，你这个大肠洗干净了吗？怎么有股骚味？”于胖闻言冷哼一声说道：“我在制作过程中保留了一些食材的原味，味道特别点也是正常的。”话刚说完，面前的男孩却是直接吐了出来。其他人见状纷纷远离于胖，用惊恐的眼神看着那盘大肠，只有楚思锦吞咽口水，一副又期待又畏惧地看着大肠。于胖见此没舍得把这玩意儿给楚思锦吃，自己夹起一块吃了起来。而这时我端着一盘炸薯片走向人群，看着色泽金黄的炸薯片，众人不由得狂咽口水，但却是很默契的没有争抢，一致认为这第一口该由楚思锦来吃。而楚思锦也确实没有客气，直接用手抓着薯片往嘴里塞，随着嘎嘣一声，薯片的香味夹杂着一股奶香从他的嘴里传了出来。楚思锦眼神发亮的尖叫道：“好吃好吃，比起超市卖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听闻此话，众人也不再客套，直接一人一爪子将桶里的薯片分了个精光，就连遗留在桶里的碎末也被吞得干干净净。好吃啊！这个薯片让我想起了已经去世2年半的奶奶。在众人的一致好评下，我的这道炸薯片以满分成绩位居全场第一。而于胖显然是对这一结果很不满，这不合规矩吧？薯片也能算是炒菜吗？闻言，众人齐齐反驳道：“输了就是输了，别耍赖呀，有损你社长的身份。”于胖见此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手下的社员却指着楚思锦说道：“社长要我说，美食虽然是厨师做出来的，但真正能给他做出定义的还得是食客。你看小锦他吃得多开心。”于胖下意识地看向吃得正欢的楚思锦，粉嫩的嘴唇满是油渍，甚至吃完后还将盘子舔得干干净净。见到这一幕的于胖如遭雷击，整个人瘫软在地上。过了好一会儿，他的表情瞬间变得激动，眼神也渐渐坚定下来。我顿悟了，只有让人吃到发自内心感到满足的美食才是真正的美食。说完便站起身来，走到我的面前说道：“我输得心服口服，我承认你比我更适合楚思锦，所以请带着我的那一份爱和他一起走下去吧。”当再次走出美食社的地盘时，已经是傍晚了。一旁的楚思锦摸着明显圆润了几分的小肚子，一脸的满足感。
他那粉色的包包里除了我之前给他买的薯片之外，现在又多了2个没有标签的透明包装袋，里面满满当当的都是我在美食社现场制作的薯片，兜里还揣着一张从美食社那要来的招待券。看着他这模样，我忍不住吐槽道：“你能活这么大还没被人用一包零食骗走，还真挺不容易的。”楚四锦闻言脚步突然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也显得没那么幸福了，而且眼神显得有些黯淡，似乎是这个话题触碰到了他的什么伤心处。见此，我内心一阵疑惑，他不会真被人用吃的诱骗过吧？于是我赶忙换了一个话题道：“刚才吃爽了没？”吃爽了。楚四锦感激地看着我：“你今天不仅帮了我还给我买了零食，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薯片，以前我都没发现你居然是个这么好的人。”看着他的可爱模样，我不由得有些哭笑不得。那你以前都是怎么看我的？楚四锦用一根手指摸着下嘴唇，想了想才说道：“许科说你是普信男，妍妍说你是小舔狗，唐玉说你是不争气的男人，我和流年只知道你很喜欢许科。”说到这儿，楚四锦像是想到了什么，又道：“对了，你现在还喜欢许科吗？这个问题我最近已经是第3次听到了，前2次也是你们宿舍的人在问我，你们是不是串通好了要一人问我一遍啊？”楚四锦闻言犹犹豫豫地说道：“许科最近的状态有点不对劲，老是走神不说，还总和妍妍吵架，甚至那天还和唐玉也吵架了呢。唐玉是我们宿舍最温柔的，大家都喜欢他。许科虽然经常和妍妍拌嘴，但可从来没和唐玉吵过架过。虽然我以前第1次见到许科的时候也觉得他冷冰冰的样子有点吓人，但成为朋友之后觉得他还是挺温柔的。他现在的样子和以前一点都不一样，我觉得问题应该出在你身上，但我又搞不懂到底是为什么。流年也说看不懂，我没谈过恋爱，感觉你们的事情好复杂呀。”他嘟嘟囔囔的说了一大堆，最后抬头看了我一眼，弱弱的道：“所以你真的不喜欢许科了吗？”听完他的话后，我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轻声回应道：“不重要了。”说完不等他再开口，便挥手离开了。看着我离去的背影，楚流年呆愣一会儿后追了上来。流年想约你明天去逛漫展。闻言我疑惑的问道：“你妹妹约我一起逛漫展？”楚四锦点了点头，一脸肯定的道：“她一直都不好意思去找你，所以就只能由我这个当姐姐的来帮她约你了。”我疑惑的看了他好一会儿，就掏出听心耳机戴在耳朵。楚四锦的心声瞬间便在我的脑海中响起：“哎，他突然戴耳机干什么？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应啊？应该会吧。妍妍之前说男生对漂亮女生都没抵抗力，流年还是挺漂亮的。哼哼哼，臭流年仗着自己是妹妹，就非要让我先来问他问题。这下我直接把秦洛送过去，看他还怎么躲。话说我说谎会不会被他拆穿了？他看起来好聪明的样子，不过应该不会吧，毕竟我也不笨啊。”听着楚流年的心声，我又一次愣住了。每次对女神团成员用听心耳机时，他们在我心里的形象都会被刷新一次，而这次我也是深刻的理解了什么叫做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说实话，魔都大学的工作人员显然是有着一双慧眼，当初能把他们凑在一起，也不单单是因为他们都是高颜值的美，或许是早就发现了这群女人那华丽的外表下所掩藏的逗逼内心，比如表面妖媚实则戏精的姚妍妍，比如表面端正实则喜欢在心里叫人臭弟弟的唐玉，还有眼前这个表里都是吃货的楚四锦。我感慨一番后，把耳机摘下来了，直接说道：“可以把地址和时间告诉我吗？我明天我去找他。”楚四锦眼前一亮，惊喜道：“太好了，这下流年就跑不了了。”他说完后，过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自己好像是说漏嘴了，于是紧张的看了我一眼，发现我并没有什么反应后，才松了一口气，然后和我交换了微信，便各自离开了。楚四锦抱着满满一包零食，开开心心的回到宿舍，只是在进门的时候和焦急的楚流年撞到了一起。“流年，你干嘛呀？你才是，干嘛突然进来都撞疼我了？”楚流年同样委屈巴巴的说道。话落，他又紧张的看向姐姐：“我刚才听人说你在教学楼里突然生病，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我正打算去找你呢，怎么看你也不像啊。”其他几人闻言也是反应过来，他们也是刚刚才知道楚四锦今天突然生病的事，于是纷纷朝楚四锦投去关怀和疑惑的目光。楚四锦听到这话，脑海中自然而然的浮现出秦洛的身影。已经没事了，秦洛把我送到医务室了，然后他帮我去买了零食，我吃过之后就好了。对了，之后我们还一起去美食社参加活动了。本来我只是打算去试吃的，但是秦洛也上去参加了，他炸了好多薯片都特别好吃，最后他还拿了第1呢，把赢来的招待券送给我。他真是个好人。楚四锦像是在诉说什么美好的经历，脸上满是发自内心的喜悦笑容，一边说着还一边扬起那张招待券，像是一个小女孩在炫耀自己的宝贝一样。其他人默默听着，心里虽然不再担心他的安危，但看向他的眼神却愈发古怪起来。但楚四锦却丝毫没有注意到，反而打开了自己的小包包，说道：“看，这是秦洛炸的薯片，他还特意打包了几袋让我带回来吃呢。”他一边说着一边把薯片拿出来，其中一共有4袋是秦洛炸的。楚四锦拿了3袋出来，打算把这些送给舍友们吃，但一看包包里就还剩下孤零零的1袋，想了想又塞回去1袋，拿着剩下的2袋可怜巴巴的问其他人：“我也不多的，2袋应该够你们吃了吧？”看到他这副小心翼翼的可爱模样，除流年之外的几人都有些忍俊不禁，脸上那古怪的神色也逐渐褪去。秦洛这个关键词的出现让他们本能的产生了某种情绪波动，再加上楚四锦又是他们的舍友，他们当然不会什么反应都没有，就好像姚妍妍和唐玉先后与秦洛有所接触时一样，当时大家也会因此而产生各种反应。但事情到了楚四锦这儿就又是不同的情况，毕竟一个小脑袋瓜里只知道吃的零食袋子转世又能有什么坏心思？你自己留着吃吧，我不怎么吃零食。唐玉温柔地看着他说道。姚妍妍则是说：“我尝尝味道就好了，我对零食也没什么兴趣。”楚四锦闻言开心的不行，你们都是好人。这时一旁的许科缓缓说道：“我要1袋。”这短短的4个字差点让楚四锦心痛到无法呼吸。他恋恋不舍地将1袋薯片拿给许科，又拿着另1袋薯片给姚妍妍。姚妍妍取出1片吃了一口，点点头道：“还不错哎。”没想到他居然还会做吃的。闻言唐玉似乎来了兴致，也捏了1片来吃，咀嚼之后点头称赞，味道确实不错。我也没想到他还有这种技能，似乎和他接触的越多就越能发现他和以前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唐玉这话只是一句发自内心的感慨，但须知屋里还有个和秦洛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偏偏那人的脑回路还不太正常。于是唐玉理所当然的受到了来自许科的死亡注视。唐玉干咳两声，转过脸去，摆出一副我刚才什么都没说的样子，把薯片递给了楚四锦。楚四锦眉开眼笑，刚要把薯片拿回来，一旁的流年便小手一伸，将其接走了。楚四锦当时就急了：“流年，你还我！”楚流年强硬道：“这本来就是你分给我们的，那就有我的份，你自己还有2袋呢，吃你自己的去。可是2袋不够我吃啊，那我不管，吃完你再让秦洛给你炸去。我刚才为了去找你，可是消耗了很大的能量的，现在得补回来。你连宿舍都没出，消耗什么能量呀？”楚四锦愤愤不平地怒视着双胞胎妹妹，但楚流年丝毫不以为然，拿着满满一袋薯片就坐回了自己的桌前，一边吃薯片一边看起了动漫。这时一旁的许科看着手里的薯片，突然抬头问道：“秦洛他有和你说什么吗？”话音落下，正在床上玩手机的姚妍妍默默从躺姿变成了一旁，很想听听接下来楚四锦会说什么。桌前伏案处理校庆会策划工作的唐玉也下意识挺直了腰背，只有楚流年仍旧在看着动漫吃着薯片。楚四锦则是郑重地说道：“不重要了。”简单4个字直接把宿舍给干沉默了。姚妍妍和唐玉表情疑惑，一时间没理解他这句话是在回答许科的问题，还是有什么别的含义。许科沉默了2秒后问道：“你问了他之后，他就跟你说了这4个字？”许科在沉默了好一会儿后缓缓说道：“小金可以把你今天和秦洛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都详细的告诉我吗？”楚四锦闻言有点难为情的说道：“说的话太多了，我记不太清了呀。”没关系，只要把你记得的告诉我就可以了。楚四锦见状，心里纵然觉得这有点难为人，但他本身就是逆来顺受的性格，再加上还有许科许诺的零食大礼包的诱惑，只好老老实实的把自己记得的对话内容和一起做过的事情说了一遍。长达半个小时，楚四锦才把今天的事情交代完毕。听完后，许科那一直都保持着面无表情的漂亮脸蛋终于露出了一丝笑容。果然他还是喜欢我的，谢谢你了，小景，我明天就去给你买零食。许科像是重新恢复了自信一样，脸上的笑容洋溢出几分满足。楚四锦一听到零食2字就开心，脸上顿时绽放笑容，随后又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说道：“许科，我觉得你真和秦洛在一起也挺好的，毕竟他那么温柔，还会做好吃的。如果是我把他弄丢了，流年肯定要嘲笑我没眼光。”他这话一出，室内突然静了一下。姚妍妍和唐玉同时看向许科，眼神显得很内涵。所谓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类似的一句话，在这宿舍里已经是第3次出现了。许科当然也知道这一点，于是他脸上的笑容僵硬了几分。之前姚妍妍和唐玉也说过他没眼光，楚四锦虽然没直接说，但意思却是一样的。不过许科觉得楚四锦是无意的，因为他的小脑袋里装的只有吃吃吃，肯定不会玩什么阴阳怪气，所以许科没埋怨他，还倔强的不肯把自己现在复杂的情绪表露出来，转而对楚流年说了一句：“流年，接下来就交给你了。”楚流年身子一抖，为难道：“你不是都确定他喜欢你了吗？我就不用了吧？”许科摇了摇头，强硬道：“我需要的是他肯定的答复，肯定的承认他还喜欢我，而不是那种冷漠两可的回答。”楚流年顿时哭丧了脸，本想再说些什么，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小嘴一瘪自闭去了。楚四锦看到他这样子就很开心，谁让他刚才抢自己薯片呢？至于姚妍妍和唐玉，他们看了许科一眼，没说话，随后收回目光，自顾自地玩手机或是处理工作。只是在这一刻，他们心里都冒出了同一句话，有心想对许科说，但最后却还是被压在了心里。你根本不清楚，只要你一天不表达出你对他的喜欢，那他的回答就永远不会变。就像他说的那样，现在还喜不喜欢你，真的重要吗？真正重要的是你喜不喜欢他。秦洛，你在哪儿？今天我没事儿，你不约我一起出去逛街什么的吗？小景都告诉我了，你昨天没有再说不喜欢我，其实你还是喜欢我的，对不对？只要你告诉我你还喜欢我，我就同意你继续追我，这样你满意了吧？说话别装看不见，我知道你一直都在看消息，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一连串来自许科的消息。秦洛想了想，没有装死，而是编辑了一条消息回复了过去。手机没油了，回头聊手机用什么油啊？你耍我是不是？赶紧回我消息。这次秦洛选择了视而不见，正要将没油的手机揣进兜里，突然手机又弹出来一条消息，这次不是许科的，是楚四锦的，而且他发来的不是文字，是转账，且金额高达1万元。秦洛当时就愣了，迅速发了消息过去。转错了？没啊，这是你昨天帮我买零食的钱。秦洛睁大眼睛，不由自主地倒吸一口凉气，他寻思自己当时买零食为了赶时间而甩给收银员几张钞票的行为已经挺豪的了，但现在看到楚四锦的操作，他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毫无人性。就那么点薯片，这抬手就是1万块钱，这谁顶得住啊？富婆竟在我身边，是不是有点多了？没关系的，你就拿着吧，毕竟你当时可是救了我呢。还有啊，你现在在漫展了吗？流年已经在那边等你了。在呢，那就好，祝你们俩今天约会愉快。顺便一说，流年今天出的是琼妹的 cos。 看着楚四锦发来的最后一条消息，秦洛脑子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楚流年穿着琼妹 cos 服的画面，接着又把目光挪到了上面那1万块钱的转账上，正犹豫着要不要收呢，楚四锦就又发来了一句快收。于是秦洛只好勉为其难地收下这笔飞来横财。说起来，他现在好歹是身怀好几百万的有钱人了，1万块钱对他来说确实不算什么，既然楚四锦都不在意，他也懒得为这种小事扯皮。一旁的吴轩看了他一眼，问他：老秦，你傻乐啥呢？秦洛淡淡道：没什么，随便赚了1万块钱而已。
然后就换来了3个舍友鄙视的目光。哎，有钱人的世界你们不懂。秦洛一脸高处不胜寒的唏嘘，收起手机后将目光散向四周，入眼之处是一张巨大的海报，海报中竟是各类动漫人物，有手持天锁斩月的死神一护，浑身蒸汽腾腾的海贼王路飞，仙人模式的火影鸣人等等，囊括的竟是些知名度甚高的动漫人物。当然了，也少不了在全球都有着极高知名度的龙主主角，赤裸上身，浑身肌肉爆棚的自在极意宫悟空。他浑身缭绕着银白色的微光，眼神充满冷漠和蔑视，满脸写着无敌2字，造型又酷炫又霸气。这海报非常大，其中的动漫人物也相当多，引得不少人纷纷驻足观看，或是凑过去手持相机啪啪合影。此时此刻，秦洛所处的地方是一个学校附近的一个漫展会场，规模算是不大不小，每周末都有漫展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越来越多的新兴文化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当中，其中2次元文化更是作为佼佼者的存在。华夏作为邻近岛国的人口大国，这些年来深受岛国的2次元文化入侵，如今有不少年轻人都喜欢上了看动漫看漫画，而像是漫展这样的2次元活动，他们自然不会缺席。秦洛不是老2次元，基本没怎么逛过漫展，但他的舍友王晨是，这货虽然不会出 cos， 但却很喜欢看动漫，如果遇到漫展活动且刚好自己有空的情况下，他都会跑过来转一转。比如今天他就没有缺席，算上另外3个，整个404宿舍都到齐了，这就让王晨觉得很开心，开口对秦洛说了一句：洛哥，今天怎么这么有兴致陪我一起来逛漫展啊？偶尔还是要搞一下团建的嘛，有助于促进宿舍关系的和谐。秦洛乐呵呵的回道，说起瞎话来一点都不含糊。他今天会跑来漫展，完全就是冲着楚四锦昨天说的那番话来的。虽然他知道这是楚四锦的阴谋诡计，楚流年实际上没有约他，但无所谓，反正都已经和女神团的另外几个都接触过了，剩下一个也就捎带手的碰一碰。就像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收集癖一样，如果一开始没奔着那个目标去，那也就无所谓了，但眼看着都快要集齐了，那就会升起极满的欲望。秦洛现在差不多就是这个心态，当然了，他不是在收集什么美女，只是为了让自己在渣男的道路上继续精进。对于自己的定位，秦洛向来很清晰。不错呀，铁子，自打不追许科之后，你现在是越活越通透了。作为你们的义父，我心里甚是欣慰啊。所以虽然我对漫展不感兴趣，但还是陪你们来了。李成刚一把搂住秦洛的胳膊，脸上满是欣慰的笑容。吴轩推了推镜框，很鄙视地看了他一眼，在你说不感兴趣之前，可以先把你的眼珠子从那个叶琪的大腿上挪开吗？什么话这是？什么话？我可什么都没看，你别冤枉人啊！李成刚大声叫冤，俩眼珠子却一眨不眨的落在不远处一个 cos 叶琪的妹子身上，挪都挪不开。吴轩不屑地哼了一声，转而看向另一边，那里还有个 cos 纲手的，虽然长相不怎么样，但身材着实够劲。就冲这一点，吴轩愿意给他一个高分。王晨看到这一幕，表情显得有些痛心疾首，肤浅，实在是太肤浅了。我本以为你们都是我的知心好友，是陪我来看漫展的，没想到终究还是冲着妹子来的，我的心很痛，非常痛。一顿狠狠批判之后，他调转目光看向不远处的雷电将军，咂着嘴道：这主饭婆不行啊，一看就营养不良，以后还怎么奶孩子？另外3人闻言收回目光，纷纷朝他拱了拱手，齐声感叹道：还得是你呀！4人一路走一路看，入眼处竟是 coser 萌妹，双马尾的初音未来，光脚丫的小草神，黑丝兔女郎的樱岛麻衣，各种各样的 coser 萌妹，一眼看去主打的就是一个眼花缭乱。唯一可惜的是，秦洛没找到穷妹的 coser， 当然也就没找到楚流年的身影。不过他也不着急，虽说今天是奔着楚流年来的，但他现在对人设的巩固已经偏向佛系了，心里觉得继续这样下去也不至于崩人设，所以也就不会特别执着于去和过多的女人产生交互。而逛了一会儿后，他发现漫展其实还挺有意思的，并且还得知了一个事实：很多人来参加漫展，似乎并不一定是真的喜欢2次元，或者是想要来交一群同好朋友什么的，还有那么一群人，他们是专门冲着穿着各类 cos 服的萌妹子们来的。在当今这个年代，很多东西都在已经默默发生了变化，漫展的性质不再纯粹， coser 们的衣服布料也越来越少。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悲哀。当然了， LSP 只会狂喜，比如404式的几条大汉。不过也有个别比较特别的，他们的眼里没有色色，只有整活。比如一个 cos 成粉色猩猩模样的人，此时正躺在地上接受着身边另一群元神 coser 的膜拜。再比如一个浑身肌肉爆棚，却穿着可爱连衣裙，头顶牛角包的阿尼亚，此时正在秀着自己粗犷的背阔肌。还比如一个白发中分，身穿背带裤，手持篮球的男子，一边跳着动感的舞蹈，一边唱着熟练的 rap， 周围人们纷纷叫好，然后送上了一只尖叫鸡。和那群漂亮又窈窕的 coser 萌妹不同，这群人主打的就是一个抽象。几人一路走一路看，李成刚、吴轩和王晨都是在欣赏妹子，只有秦洛不同，他在欣赏萌妹的同时，自己也在被别人欣赏。受益于高挑匀称的身子、出众的气质以及不俗的颜值，秦洛出门在外时，在一众男同胞中也算是鹤立鸡群。走在大街上被妹子要微信的事，简直再正常不过了。比如一个 cos 成神李玲华的妹子，她注意到李成刚目不转睛的注视，本来还想扭头走人呢，结果回头一看，就一路小跑的来到了秦洛面前，脸上带着几分娇羞和期待的问道：小哥哥，可以加个微信吗？3个舍友当时就瞪眼了，脸上写满了对命运不公的控诉和愤怒。
秦洛笑了笑，正要回应妹子的好意，李成刚便一把搂住她的肩膀，脸上带着和神里灵华同样的3分羞怯，娇滴滴的道：“老公，外面的妖艳贱货哪里有人家好呀？”秦洛猛地一愣，鸡皮疙瘩差点掉一地，而那妹子则是不由自主的瞪大了眼睛，然后一脸惊恐的扭头跑路了。哈哈哈，笑死我了！哈哈，刚跟你牛逼，这波操作实在是太骚了，我服了呀！哈哈。吴轩和王晨笑得差点裂开，秦洛也被恶心的差点裂开，忙不迭的将李成刚对到了一边。李成刚得意一笑，正要说话，却见王晨的脸色突然变得有些严肃起来。顺着他的目光看去，李成刚看到了3个身穿洛丽塔的女人，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但体胖腰圆的身形却让她们看上去宛如行走的煤气罐子一般，和那些高颜值好身材的萌妹 cos 一比，只能用辣眼睛来形容。李成刚立马就把目光挪开了，对王晨劝道：“铁子，看不下去就别看了，我都觉得辣眼。”秦洛和吴轩也往那边看了一眼，然后一脸沉痛的点了点头。不过王晨却并没有因此而挪开目光，而是解释道：“我认识那几个和我一样都是动漫社的，他们特别讨人嫌，我们一个社团的人都不怎么喜欢他们。”李成刚了然的点点头道：“多大点事儿啊，不看他们不就完了吗？走走走，去别处看妹子去，抓紧时间洗洗眼。”几人对此表示认同，正要离开，却发现秦洛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边。吴轩当时就惊了：“卧槽，老秦你不会对煤气罐子感兴趣吧？”秦洛没搭理他，任由视线路过那3个煤气罐子，最后落在了角落处的一道人影身上。那人一头黑头长发，此时凌乱地披散下来，遮盖了大半容貌，但依稀可见娇俏的面孔。其身体被包裹在一件白色的连衣裙下，虽然看不出具体身材，不过光看气质就是极好的。不过他盯着对方看，倒不是因为他气质好，而是因为他穿着的衣服是琼妹的 cos 服。缘分的天空作为秦洛小时候看过的第一部动漫，他对里面女主角的印象还挺深的，再加上楚四锦告诉他楚流年今天就是 cos 的琼妹，所以他就忍不住多看了2眼。但因为没法看清楚对方的具体模样，所以秦洛还把神奇眼镜拿出来戴上了。下一秒，有关对方的基本信息便呈现在了秦洛眼前：姓名楚流年，颜值97，身材90，特殊97，爱好2次元特长，演绎还真是楚流年。秦洛把神奇眼镜摘下，眉头不由自主的上挑，他有点没搞明白为什么楚流年名字后面还带了3个问号。不过没等他再仔细去想，一旁听到他嘀咕声的李成刚便惊讶道：“谁？楚流年？”吴轩凝神往那边看了一会儿，点头道：“是他没错。话说老秦，你啥时候又惦记上楚流年了？”王晨也往那边看了一眼，随后脸色变得愈发严肃起来。他好像遇到麻烦了啊。这话说的，秦洛听后下意识便问道：“怎么说？”王晨皱着眉道：“就那3个煤气罐子，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他们挺讨人嫌的，平时的所作所为，包括但不仅限于鄙视别人的 cos， 贬低别人喜欢的作品，还有排斥自己不喜欢的人加入社团。大一我刚进动漫社的时候，他们仨就在了，是大2的学姐，现在是大3的学姐了。本来我没觉得有什么问题，等认识时间久了才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好人。后来有一天，楚流年也想加入我们社团，但被他们3人赶走了，还阴阳怪气的骂了楚流年一顿。后来他们有事没事就喜欢针对楚流年，比如在路上碰到就刺2句，在贴吧上发些乱七八糟的流言蜚语什么的。”说到这儿，他稍微顿了一下，又继续补充道：“看两边那2个，一个手里拿着兔子玩偶，另一个手里拿着白色的假发，那都是琼妹 cos 的一部分。楚流年今天应该是打算出琼妹的 cos， 但他的东西却跑到他们手里去了。”话说到这儿，情况已经很清晰了。李成刚是个暴脾气，最见不得欺负人的事，眉头当时就竖起来了。吴轩也是推了推眼镜，厚重镜片下的眼神显得有些愠怒。王晨见状，连忙又补充了一句：“不过你们也不用太担心，楚流年也不是什么乖乖女，之前那3个煤气罐子在学校里找他茬，被他好一顿喷呢，不用担心他会吃亏。”李成刚和吴轩听后，表情稍稍没那么严肃了，同时心里还有点纳闷，像是没想到楚流年是个能和人对喷的类型。但秦洛并没有因此而放心，因为从他的视角看去，楚流年现在的情况显然没那么好。若是不会吃亏，他会躲在墙角，会任由别人拿着他的东西？那显然不会嘛。所以要么是王晨听到的消息有夸张成分，要么是楚流年有哪里不对劲，还给我。楚流年瑟缩在角落里，他低着头，任由头发遮掩自己的大半面孔，嘴里发出颤抖的声音，却又连看都不敢看前面那3个人一眼。3个煤气罐子见状，脸上满是得意的笑容，那嘴角子一扯，满脸横肉都快堆到一起了。中间一个穿黑裙子的女人扯着嘴角说道：“大声点，我听不见，你声带丢家里了是吧？”楚流年抿了抿唇，微弱的声音中带着颤抖的哭腔：“求你，还给我。”黑裙子女人冷笑一声，但心里却有些疑惑，因为平日里的楚流年并不是这么怂的，只是他们刚才意外撞到一起，楚流年玩偶假发一掉，直接就变成了鹌鹑。当然了，他也不在意楚流年为何会有这种表现，他只知道自己不能放过这次痛打落水狗的机会，于是转而看向两边的同伴。穿红裙子的女人掂量了一下手里的假发，嘴里啧啧有声：“这质感，这颜色，一看就不便宜啊。”一旁穿绿裙子的女人点了点头，看着手里的玩偶说道：“这玩偶的牌子我认识，就是不记得叫什么了，好像是国外一家专门做高端玩偶品牌的，
估计比假发还贵，没想到他还挺有钱的。说完，他们两个对视一眼，表情都显得有些迟疑起来，欲言又止地看向黑裙子女人。黑裙子女人咂了咂嘴，道：“有钱了不起啊，咱们只是借来看一下，又不是抢他的。”说完，他又居高临下地盯着楚流年，阴恻恻地道：“哎，还记得你上次在学校里怎么骂我们的吗？别说我不给你机会，只要你现在给我磕个头道个歉，我就把东西还给你。反正这里是漫展，你们这群沙雕二次元干出什么事儿来，别人都不惊讶。那边都有一群人对着个粉猩猩磕头呢，你也没必要觉得丢人了。瞧我替你考虑的多周到，赶紧的磕头道歉吧。”黑裙子女人的声音一句句传入楚流年的耳中，让他那被白色连衣裙覆盖着的身体颤抖得愈发明显起来。他紧紧咬住嘴唇，试图想要大声说话来要回自己的东西，但声音却好像卡在喉咙里一样，怎么都发不出来。于是他身体动了动，像是真的打算按照对方的说法去做一样。这一幕落在那三个煤气罐子眼里，让他们皆是露出了快意的笑容。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身影突然走了过来，并一把抓住了楚流年的肩膀，制止了他接下来的动作。楚流年能感受到自己的肩膀被人抓住，但他却没有抬头去看是谁碰了自己，只是继续保持着低头蜷缩的姿势，身体也颤抖得愈发明显起来。至于那三个煤气罐子，他们看着眼前这个突然横插一脚的男人，表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有人惊讶，有人诧异，有人面露不善。很显然，他们认出来这人是谁了。黑裙子女人率先发声，用调笑的语调说道：“哟，这不是咱们学校的大秦种吗？不去追许克，跑这儿干嘛来了？哦，我知道了，人家许克不要你，所以就移情别恋，跑去找别人了是吧？现在呢，又开始来找他了。还真是个渣男。”另外两个女人没说话，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秦洛，在惊讶之余，那眼神中还带着明显的倾慕。而楚流年似乎也听到了秦洛二字，这让他身体颤抖的幅度不再显得那么剧烈。秦洛眼神冰冷，看了他们一眼，随后目光扫过他们手上的假发和兔子玩偶，淡淡道：“刑法第263条规定，犯抢劫罪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抢劫数额巨大的，判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三个煤气罐子听得一脸懵逼。黑裙子女人下意识问道：“你没头没脑的说什么玩意儿呢？那假发和兔子玩偶加起来至少值10万，你们猜猜，这算不算数额特别巨大？”秦洛扯了扯嘴角，当姐姐的都能随便给她转1万，当妹妹的花10万买个玩偶和假发，很合理吧？而他此话一出，三个煤气罐子也是齐齐懵在了原地。手持假发和兔子玩偶的两个女人更是大手一抖，险些没把手里的东西丢出去，满脸惶恐地看向黑裙子女人。黑裙子女人脸色变了又变，最后故作镇定地笑了笑：“你唬我呀？先不说这玩意儿值不值那么多钱，就算值，那我们是朋友，本来就是一起来玩的，我们借他东西玩玩怎么了？你说抢劫就抢劫，我还说你在这非礼我们呢。”另外两女一听，脸色又重新变得镇定起来，看向秦洛的眼神中多了一丝不善和敌意。秦洛叹了口气：“是不是抢劫？你们说了也不算，让他和你们说吧。”三人愣了一下，正好奇秦洛说的他是谁呢，就见秦洛突然拿出手机操作了一番，随后将手机屏幕对准了他们。随即一个身穿警服、面色刚毅的男人出现在了他们的视线当中。“我劝你们自首！”他铿锵有力地说道。三个煤气罐子脸色一白，愣是没想到秦洛居然认识警察，而且还现场来了手视频聊天。手持假发和兔子玩偶的那俩更是直接慌了，忙不迭地将手里的东西放在了地上，摆着手开始自辩：“我们没有抢他东西，是想要捡起来还给他的。”“就是啊，我们刚才看他东西掉地上了，把东西捡起来给他而已。”他们显得非常慌张，这不单单是因为眼前的视频聊天，更因为他们知道这假发和玩偶不便宜，他们刚才就因为这个原因而有些迟疑了，现在被秦洛这一唬，直接就有点大脑短路。黑裙子女人现在也没法保持淡定了，连忙陪着笑脸对手机里的警察说道：“警察叔叔，我们都是朋友，就是在一起开玩笑呢，不算抢他东西啊。你看我们都把东西还给他了。”他话音未落，手机里的警察便又是一声中气十足的呵斥：“我劝你们自首！”他一身皮肤的威慑力太大，三个煤气罐子被吓得虎躯一震，一脸横肉迅速扭曲，当场就想扭头跑路。然而他们才刚刚转过身去，身后便突然传来一阵优美的女声逗音，记录美好生活。秦洛，三个煤气罐子，他们缓缓转过身来，表情僵硬地看着秦洛手机屏幕里那已经暂停的视频，随后将目光定格在秦洛身上，肥胖的脸蛋很明显地抽搐了起来。黑裙子女人当时便是一声略显扭曲的尖叫：“你耍我是吧？”秦洛无奈地叹了口气，默默朝旁边使了个眼色。接着三条大汉从一边围了过来，并个个面色不善地盯着那三个煤气罐子。王晨和吴轩且不说，李成刚可就不一样了，那脖子一扭，手腕一掰，嘎嘎声接连不断，再配上那狰狞的笑脸，杀伤力比之那三个煤气罐子可要强多了。见状，三个煤气罐子刚刚涌起的怒火一下子就被浇灭了一半。秦洛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拿着手机调出一张照片，淡声道：“我要是帮你把照片发出去，夸夸你们，再让他那个当学生会副主席的室友添点油加点醋，你猜你们接下来在学校里还能不能有好日子过了？”三个煤气罐子浑身一抖，脸色一再变幻，
心里止不住的有些发怵，因为那照片中赫然是他们面色不善地盯着瑟瑟发抖的楚流年的画面。黑裙子女人咬了咬牙，似是还想再说些什么，却被秦洛的一个冷眼直接瞪了回去。滚，别给脸不要脸！看着秦洛那淡漠且冰冷的眼神，黑裙子女人终究是没敢再说些什么。他们本就是那种欺软怕硬的人，虽然知道这时候可以借着场地优势和自己的性别优势胡搅蛮缠，把场面搅浑，但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办法。如果是陌生人也就罢了，关键他们都是一个学校的，日后有的是碰面的机会。若是他们现在敢犯浑，那秦洛日后报复怎么办？尤其秦洛刚才说的话也很有道理，他在学校里高低也算个名人，名声怎么样暂且不说，肯定是有不少人关注的，再加上学生会副会长唐玉还是楚流年的舍友，那风险就更大了。所以他们不是怕秦洛等人真的动手，也觉得他们不敢动手，只是他们不想去担事后的风险罢了。尤其一想到楚流年光是一顶假发和一个玩偶都价值10万以上，那家里肯定老有钱了，这样的有钱人指不定多有权势呢。所以几番衡量之下，最后还是没敢耍浑，狠狠瞪了秦洛一眼，便转身离开了。眼下这社会，不是每个性格跋扈的人都是傻子，他们三人看似脑子有坑，实际上也懂得权衡利弊，否则又怎么会欺软怕硬呢？周围似乎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有点不对劲，此时正在对着这边指指点点。李成刚没有在意，而是对着3个煤气罐子离开的方向狠狠骂了一句：呸，欺软怕硬的东西，什么玩意儿啊！吴轩则是乐呵呵地对周围人们解释道：不好意思啊，各位，我们都是同学，刚才闹了点小矛盾，现在没事儿了。周围人们一听也就没多在意了，其实这个社会就是这样，陌生人之间基本不会太过去关心别人的情况，无非就是遇到特别的事情就多看2眼罢了，看了之后也就忘了，没人会闲到去深究你们是什么关系，又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毕竟大家都挺忙的，看得乐呵也就得了。王晨看了楚流年一眼，小声对秦洛说道：洛哥，他这和平时有点不一样，你瞅瞅咋回事啊？秦洛没说话，表情显得有些严肃。楚流年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蜷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如果说是因为畏惧那3个煤气罐子，那现在他们都走了，楚流年也就没必要再害怕了。可他现在依然是低着头蹲在那里一言不发，害怕的好像一只被逼到墙角的小兔子一样，这就让人有点费解了。于是秦洛蹲下身子，凑到他跟前轻轻说道：楚流年，我是秦洛，他们已经被赶走了，没事了，你起来吧。楚流年低着头默不作声，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慢慢伸出有些颤抖的右手，细若蚊蝇的声音穿过遮掩他面容的长发，勉强落在秦洛耳中。还给我。秦洛皱了皱眉，随后将那假发和兔子玩偶拿起来递给了他。他的手指触碰到假发和兔子玩偶，像是触电一样猛地往回缩了一下，过了10多秒，他又再次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来，将那假发和兔子玩偶拿了回去。接着他突然起身，弯着腰埋着头，快速跑向了不远处的更衣室。哎，你干嘛去？秦洛对着楚流年的背影喊了一声，他的行为太过突然，让秦洛有点始料未及。许是因为刚才楚流年的样子显得太过可怜，又或者是担心楚流年的身体状况之类的，总之秦洛在喊完之后便快步追了上去。他的3个舍友面面相觑了一番，随后也迈步跟了上去。等他们追上秦洛的时候，秦洛已经站在原地没动了，而他视线锁定的地方是漫展中被临时搭建的更衣室。楚流年刚才就跑进里面去了。李成刚挠了挠头，疑惑道：他突然跑那里面去干什么？不会是突然想换衣服吧？顿了顿，他继续问道：要说是因为刚才被那3个煤气罐子吓着了，所以害怕，那也能理解，但现在那3个煤气罐子都走了，他还怕什么？吴轩推了推眼镜框，镜片下的眼神中闪过睿智的光，不知道。李成刚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秦洛此时也在疑惑这个问题，扭头一看，发现王晨的表情有点惊疑不定，不由问道：你是不是看出什么来了？王晨想了想，反问道：你们还记得我刚才跟你们说楚流年之前在学校里骂了那3个煤气罐子一顿的事吗？李成刚和吴轩齐齐一愣，秦洛则是若有所思道：是不是你听到的消息有夸张成分，或者干脆就是别人编造的？就他刚才那怂样，怎么看也不像是能把别人骂一顿的呀，被别人骂倒是可惜。王晨无奈道：然而这确实是真的，不然我刚才怎么和你们说他不一定会吃亏呢？不过他刚才的表现的确和他骂那3个人的时候有点不一样，我猜可能和他穿的衣服有关。这话说的连秦洛都有点懵逼了，下意识道：穷妹的 cos 服，那能有什么问题？我听说也是听说的呀，你们信就信，不信就当我扯淡。王晨先是打了个预防针，这才一边斟酌着用语一边解释道：之前在校园论坛有人发过帖，说楚流年性格很奇怪，有的时候挺随和的，有的时候挺沉默的，有的时候又挺招人厌的，说话夹枪带棒，特别能对人。本来大家都没怎么当一回事儿，就觉得他是那种性格比较怪的人，但后来有个暗恋楚流年的人说，通过观察后发现楚流年性格变化的时候，身上的衣服都会跟着变。你们也知道，楚流年平日在学校里都是穿 JK 的，要么就是各种各样的 cos 服，从来没穿过什么正常衣服。就因为这，大一的时候不是还有人叫他宅男女神吗？所以那个暗恋楚流年的人就说，他可能是在根据穿的衣服不同，在刻意的去扮演那身衣服所匹配的动漫角色，所以性格才会显得那么怪，
王晨慢条斯理地解释完，随后看了看另外3人懵逼的脸，两手一摊，耸着肩道：“很离谱是吧？我也觉得挺离谱的，所以我当时就把这个帖子当乐子看。”李成刚一阵欲言又止，像是有满腔的槽想要往外吐，但最后还是只说了5个字：“是挺离谱的。”王晨点头道：“就是因为离谱了，所以看过那个帖子的人都说是那个暗恋楚流年的人想多了，或者说楚流年是个重度2次元中二病什么的。我个人也觉得这个解释比较合理。”李成刚挠了挠头，不过如果这是真的，那就说明之前他骂那3个煤气罐子是因为他扮演了一个比较强势毒舌的角色，而这次之所以怂了，是因为他扮演的角色比较怂。吴轩试图分析一波，那也不合理啊，就算楚流年真的是在刻意扮演动漫人物，那他刚才的表现也不对劲啊，角色虽然自闭内向，不擅长和人交流，但也不至于怂成那样啊。李成刚和吴轩一听都觉得有道理，随后又好像想起来什么似的，3人的目光在一瞬间碰撞到一起，眼睛皆是瞪大了几分。他们齐声道：“卧槽，你们都看过那番？”说完，3人又齐齐挪开目光。一群傻屌。秦洛一阵哭笑不得，随后说道：“我去趟厕所。”厕所就在旁边不远处。秦洛说完便径直走了进去。他现在需要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来思考一些奇怪的事情。只可惜越是临近厕所，他就越是没法冷静。毕竟当你看到一个身穿中山装的男人大摇大摆地走进女厕所，又有一个身穿粉色连衣裙的魔法少女走进男厕所后，是怎么都没法做到视而不见的。不过既然这里是漫展，那这一切就又显得合理了起来。据说这世上最不能信的事有3件，分别是男人的我就蹭蹭不进去，女人的随便，以及漫展的厕所。前2种秦洛目前还没体验过，但最后一种现在是真的见识到了。于是他加快脚步，默不作声地来到了男厕所，一边解放一边思考问题。王晨刚才说的那些话确实离谱，毕竟这又不是什么科幻片，现代社会是讲科学的，哪里会出现那种奇奇怪怪的情况。但其实仔细品一下他说的话，就会发现这事儿其实也没那么离谱，因为哪怕他说的有关楚流年的事是真的，那这件事没有超脱科学的范畴。楚流年会根据自己所穿的 cos 服装的不同而扮演不同的动漫角色，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有点像是人格分裂患者的另一个人格。但楚流年这个又比较特殊，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人格分裂、多重人格，还是单纯的比较戏精、比较碍眼，又或者是真的沉迷2次元，沉迷到了一个比较离谱的地步。再退1万步来说，哪怕这件事真的涉及到某种不科学的领域，秦洛也不是不能接受，毕竟他都有系统了。相比之下，楚流年这种情况还真不算多么离谱。而想起系统，秦洛便想到了刚才通过神奇眼镜探查到的楚流年的情况。迄今为止，秦洛先后用神奇眼镜看过姚妍妍、唐钰和楚四锦，他们的名字都没什么问题，唯独楚流年在名字后面还缀了一串问号。本来秦洛还有点纳闷呢，但听了王晨刚才那番话后，脑子里突然就有了某种猜测。只是这猜测还需要验证，在那之前他也不能确定楚流年到底是不是真的如王晨所说的那般离谱。思绪在脑海中翻飞时，秦洛突然感觉到似乎有一道微妙的目光聚集在了自己身上。他下意识扭头，就看到之前在外面见过的肌肉阿尼亚正站在一边，此时正一脸复杂地盯着他看。见秦洛扭头看来，他露出了一个礼貌而不是尴尬的笑容，然后默默往旁边挪了2步。很显然，在这场突如其来的一较长短的胜负中，他已经败北了。自取其辱吗？这不是。秦洛小手一抖，慢悠悠地走出厕所，结果出来后发现那3个沙雕都不见了。于是他掏出手机，在一个名为父慈子孝的群里发了条消息：秦洛，你们干嘛去了？李成刚，你甭管，我们仨去其他地方看妹子去。吴轩，老秦啊，我现在才发现论坛有人说你是奔着整个女神团去的，还真没说错呀。王晨，洛哥，之前别人骂你渣男，我还挺生气的呢，以后我不会生气了，我要跟着他们一起骂李成刚与吴轩与王晨。熊猫人大骂禽兽点 JPG 秦洛，你们开心就好。他收起手机，转而看向楚流年刚刚进入的更衣室。恰在这时，更衣室的门开了，随着一条纤细的小腿从更衣室中迈出，少女展现出了全新的模样。她有着一头银白色的齐腰长发，耳鬓两侧的发梢分别系着黑色的蝴蝶结，发丝成缕，一股股的吹在她的肩膀和身后，像是自9天之上倾泻而下的白色银河，有着一种梦幻般的美感。稀疏的刘海下，她的脸蛋白皙到几乎病态，五官更是精致到让人惊艳，漆黑的眸子宛若蕴含着万千思绪，有着让人看一眼就无法挪开目光的奇异魅力。洋装式的纯白色连衣裙包裹着她纤细消瘦的身躯，衣服的中线部分带有艺术性的线条，胸口位置开了一个棱形缺口，但露出的小片肌肤却被白色的蝴蝶结所遮盖。虽然看不出什么身体曲线，但这身漂亮的衣服却为她平添了一分不带有丝毫瑕疵的纯美。裙摆之下，她纤细的2条小腿暴露在空气之中，有着和脸不一样的白皙，纯白色的袜子包裹着她的脚踝，其下是一双黑色皮鞋。她就这样俏立在更衣室门口，双手环抱着一只脖子处系有白色蝴蝶结的黑色兔子玩偶，不断张望着四周。外面的人们注意到她，无论男女都是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眼神中不断闪烁着惊艳的色彩，嘴里止不住地发出惊呼与赞叹声。卧槽，这琼美也太漂亮了吧，这是哪个 cos 博主啊？没见过呀，美的犯规了。可能不是博主，应该就是纯路人，否则以我经营 cos 圈多年的见识，不可能不认识。这也太好看了，
比我见过的所有琼妹 coser 都好看，我刚差点还以为2次元和3次元接轨了呢。少女似乎在寻找着什么，因为一直没有找到，以至于抱着兔子玩偶的手臂越来越用力，那纯美无瑕的脸上也明显透露出一丝不安。尤其是在看到周围正在有不少人聚集过来，听到他们持续不断的议论声后，那脸上的不安便又迅速变成了惶恐。突然，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身影，于是惶恐之色迅速消失，他紧紧抱着黑色的兔子玩偶，迈动纤细的小腿，一路小跑着来到了那男人面前。你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在门口等我？他开口就是一句质问，眉眼间透着丝丝埋怨。可这娇柔的声音听入耳中，非但不会让人觉得不耐烦，反而只会激起人心中的怜爱与疼惜。看着眼前的楚流年，秦洛不由得有些恍惚，甚至莫名产生了一种眼前这人不是楚流年，而是一个真正的动漫角色一样。不过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哪怕自己身怀系统，那种事儿也着实太离谱了。眼前这人就是楚流年，他有着和秦洛印象中一模一样的长相，并且仔细看也能白色的假发下面也能看到黑色头发的痕迹。只是因为他扮演的实在是太好了，甚至连声线都和平时说话的声线有所不同，再加上那移娇移嗔的语气，就让他的琼妹形象显然格外的活灵活现。我去了趟厕所，秦洛的话语中带着点点歉意。他和楚流年不熟，并且也没有约好就要在这儿等他。秦洛本可以对楚流年漠然以对，但面对现在的他，秦洛却本能的想要去呵护怜惜。不许离我太远。还有，楚流年抿了抿唇，像是有些犹豫，眼神也有些飘忽不定。过了几秒，才用很小的声音说道：刚才的事谢谢你了，不客气。这动漫一样的对话是几个意思？秦洛的看向楚流年的眼神有些微妙，和刚才那个被3个煤气罐子堵在墙角瑟瑟发抖的楚流年完全不同。现在的她好像是一个全新的少女，无论是气质、眼神还是言语动作，都很难让人把现在的她和刚才的她联系到一起。这时，一个手持摄影机的男人突然走过来说道：你们好，琼妹 cos 实在是太美了，我可以给拍张照吗？楚流年像是被吓了一跳，如同受惊的小兔子一样躲到了秦洛身后，一手用力抱紧怀里的兔子玩偶，另一只手用2根手指紧紧捏着秦洛的衣角，看向那男人的眼神中满是警惕。男人被他这有些过激的反应搞得有点尴尬，秦洛见状也是回复了一句：不好意思，他有点社恐。理解理解。男人点了点头，又用倾慕的眼神看了楚流年一眼，赞叹道：不仅在形象上还原了琼妹，就连性格也和琼妹很贴合，这才是完美的 cos 啊！可惜不能拍照留念，实在是太可惜了。他就像是见到了世间最美的风景，却又没法将其记录下来一样，喜悦的同时却又充满了遗憾。说完后便一步3回头的走了。另外有些环伺在周围的摄影师们，他们手里拿着长枪短炮，本来也是想给楚流年拍照的，但听到秦洛和那个男人的对话后，也都很遗憾的离开了。显然他们都是一群有素质的人，不会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随意拍照。楚流年见状总算是舒了口气。这时秦洛突然回头问了他一句：你平时也这么胆小吗？楚流年捏着秦洛的手指微微一僵，随后慢慢松开，又稍稍和秦洛拉开了一点距离，这才小声说道：你怎么会在这里？他没有回答秦洛的问题，秦洛也不在意，甚至还有点欣慰，因为他能问出这个问题，说明他还有着足够的自我认知，而不是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动漫角色，否则就不该说出这种和他的琼妹人设不符的问题。秦洛随口道：陪舍友过来转转，倒是没想到会突然碰到你，而且还是在那种情况下。你平时经常被他们欺负吗？他说起谎来草稿都不打一下，毕竟他今天来之前就能预计到能在这里巧遇楚流年了，唯一没预料到的是相遇的过程以及楚流年的表现和他想象中有较大的差异。那几个人，楚流年咬了咬嘴唇，用略显倔强的语气说道：我只是懒得和他们计较而已，可我刚才看你被他们凶得瑟瑟发抖，不用你管。楚流年像是有些羞耻，抬眸瞪着秦洛，这该死的2次元既视感。秦洛忍不住嘬了嘬牙花子，他觉得自己现在不是在和一个正常人对话，而是在和楚流年演绎动漫场景。饶是他脸皮厚如城墙，现在也稍微有点尴尬，于是一边挠着脸一边问道：一起逛逛漫展？楚流年眨了眨眼，随后挪开目光，用平静的语气说道：你要是想逛的话，陪你逛一下也没关系，反正我现在也没其他的事要做。出现了，2次元美女经典的傲娇发言出现了。秦洛在内心疯狂吐槽，面上则是有些心累的叹了口气。他发现楚家这对双胞胎都不是一般人，姐姐是个满脑子都是吃的零食代转世，妹妹又是个完全不讲人话的老2次元。回想起和姚妍妍与唐钰接触的画面，秦洛都有一种自己是不是接触这对姐妹的方式不对的感觉。明明前2次都挺正常的，怎么到了这对姐妹身上就连画风都变了呢？漫步在漫展的会场当中，秦洛和楚流年并肩而行，他时不时扭头看一眼旁边的银发少女，心情复杂的有些难以言喻。秦洛这不是第一次见楚流年，相反，之前在追许克的过程中，他见过楚流年很多次，甚至从大一到现在，他也不止一次的听过楚流年的名字，在校园论坛里见过楚流年的照片。诚如王晨之前所说，楚流年因为每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都是穿着 JK 或是动漫角色的 cos 服，因此在大一的时候就被誉为宅男女神或者宅男杀手，明里暗里追他的男同学简直不要太多。
但他们的下场往往比追许克的那些群人好不了多少。在面对他人追求和告白时，许克大部分时候都是冷眼无视，以沉默作为对他人告白的应答。楚留年就不一样了，每当有人跟他告白，他都会回一句我对3次元的男人不感兴趣，就算要找男朋友也要是2次元的男朋友，就很抽象。虽说钟爱2次元的美女在很多影视、小说等作品中都算是一种很有萌点的人设，但当这种人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时，大家都会觉得挺离谱的，因为他们接受不了这么抽象的拒绝理由，觉得这只是楚留年不喜欢他们，而非他真的是对3次元的男人不感兴趣什么的。盖因如此，楚留年在女生的群体中也算不上多受欢迎，就像王晨说的那样，他性格有时候会突然变化，以至于很多人都对他敬而远之。以往大家都觉得他只是性格古怪，直到刚才秦洛听了王晨的解释，才知道他疑似是在扮演和他所穿服装相匹配的人物，所以才会有那么明显的性格变化。那么问题来了，他到底是单纯的在玩角色扮演，还是真的对2次元痴迷到在 cosplay 的时候真的把自己当成了相应的人物？秦洛对这个问题好奇的紧，于是忍不住问了一句：你是谁？楚留年前进中的动作顿了一下，然后他扭头看了秦洛一眼，那眼神带着一丝疑惑。过了2秒，他才用略显轻蔑的语气说了一句：我拒绝回答这种像傻瓜一样的问题。秦洛他有点尴尬，因为在问完那个问题之后，他也觉得自己挺白痴的。不过紧接着他又听楚留年说道：话虽如此，但考虑到我们虽然见过很多次，但今天还是第一次有交流，所以我还是愿意告诉你我的名字。顿了顿，他又轻声说道：我叫楚留年，请多指教。说完，他回过头去继续迈步。秦洛看着他的侧脸，不知为何他耳根好像稍稍有些发红，还好还知道自己叫什么，没有真的把自己当成什么动漫角色，这就还有救。秦洛莫名觉得有些欣慰，但紧随其后的就是一阵疑惑。之前因为从神奇眼镜那看到了楚留年的名字后面还追着一串问号，他本以为楚留年是有人格分裂什么的，会在 cosplay 的时候把自己当成所扮演的角色。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他刚才的自我介绍或许就会说我叫春日野琼，而不是我叫楚留年。但事实是，楚留年对自己的身份有着很清楚的认知，这就和秦洛的猜测有些不符，也让他更加疑惑神奇眼镜里显示出来的那一串问号所代表的含义了。秦洛想了好一会儿都想不通，最后干脆将乱七八糟的思路抛之脑后，懒得去想了。当姐姐的是个吃货，当妹妹的也不是啥正常人，要么你们俩能是姐妹呢？他心里默默吐槽了一句，接着看到旁边的楚留年停下了脚步。秦洛跟着停顿，顺着他的视线看去，发现他正在盯着旁边一家摊位。这摊位是卖漫画的，一眼望去全是各种漫画书，还有一些精致小巧的手办什么的，2次元味儿很浓。你想买漫画？秦洛开口问道。楚留年没有回答，而是反问了秦洛一个问题：你喜欢漫画吗？秦洛想了想，说还好吧，平日里是看小说或者动漫比较多，漫画没怎么看过，但也说不上讨厌。楚留年迟疑了一下，这才说道：那你要不要去买一本？漫画很好看的。秦洛注视着他的眼睛，发现他眼神中暗藏着几分期待，像是在一个小女孩在向自己的好朋友推荐自己的喜好，其中的天真和纯粹让人不忍拒绝。于是秦洛点了点头，在楚留年开心的目光下走进漫画店。楚留年落后了他半个身位，似有似无地躲在秦洛身后，像是把秦洛当成了盾牌。打扮成灶门炭治郎的摊主第一时间迎了上来，笑着说道：欢迎光临，想买什么直接拿就可以，有些是2手的，带着塑封的是原装的，还有些市面上已经没在卖的古早漫画呢，价格公道，童叟无欺。说完，他又注意到跟在秦洛身后的楚留年，顿时被惊艳的不轻，忍不住赞道：哥们儿，你女朋友这琼妹 cos 的绝了呀，太漂亮了，我能给你们拍张照吗？不是女朋友。楚留年用只有自己和秦洛能听到的声音小声纠正，同时下意识地用手指捏住了秦洛的衣角，接着又往秦洛的后背贴近了些许，动作很轻，但秦洛还是能感觉到他的紧张。虽然第一次看缘分的天空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女主角真的给秦洛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秦洛依稀记得动漫里的琼妹也是一个比较自闭、怕生、敏感的女孩，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自动躲在哥哥身后寻求保护，所以现在扮演琼妹的她是把我当成类似于她哥哥一类的人物了吗？秦洛心里如此想着，面上微笑着回绝了摊主：不好意思，他有点社恐。那真是太可惜了。摊主有点遗憾，但也没得多说什么，自顾自地走到了一边。秦洛在摊位里转悠了一圈，本来是打算找找有没有缘分的天空的漫画版的，但最后没找到，不知道是这部电影没有漫画版，还是这个摊位没有这本漫画书。于是他就问楚留年：缘分的天空有漫画版吗？楚留年有些无语地看了他一眼，这是 Gal Game 改编成的动漫，原作只是一款游戏而已，哪来的漫画版啊？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秦洛点了点头，然后买了一本蜡笔小新。正要付钱的时候，楚留年却突然说道：我来付吧。顿了顿，他又对着秦洛补充了一句：是感谢你刚才帮了我的事。秦洛看着他那眼神飘忽的样子，笑而不语地让到了一边。不多时，两人从售卖漫画的摊位里走出来。秦洛拎了拎手里装有漫画书的袋子，突然扭头问他：我之前看过一部动漫，男主角逛漫展的时候在里面买到了本子，那玩意儿真的能在漫展买到吗？楚留年愣了一下，下一秒反应过来，脸色略显羞赧的道：笨蛋，
你突然间在说什么呀？秦洛对他眨了眨眼，表情显得有些无辜，好像自己刚刚问的是多么正常的一个问题似的。楚留年见状就有些无奈，过了一会儿才小声说道：“那种情况在岛国是有的，在国内也有。”真有？那我刚才怎么没找到？秦洛当时就惊了，他没想到这那玩意儿真能在漫展上买到。笨蛋，那种东西当然不会光明正大的摆在货架上了。楚留年白了他一眼，那该怎么才能买到？这个，那个。楚留年陷入了纠结，支支吾吾了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最后抿着嘴唇答道：“等下次我换了衣服再告诉你。”秦洛眼睛一眯，点点头没说话，心里的一个疑惑也跟着解开。楚留年这句话透出来的信息量有点大，他不仅对自己有很清晰的自我认知，知道自己是楚留年这个人，而且他也知道自己现在是在进行着对动漫角色的扮演，知道自己的性格对应的是不同的 cos 服装。之所以现在不回答秦洛的问题，而是要等换了衣服再说，八成是为了维持人设。得出这个结论的瞬间，秦洛差点就要问他一句：“您也有人设系统是吧？”不过吐槽归吐槽，从楚留年的这句话，秦洛可以基本确定，他应该不是多重人格，这让他莫名有点成就感，觉得这种从对话和观察中探查一个人的秘密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正打算再说点什么，一个男人就突然凑了过来：“你好，可以加个微信吗？”男人长得白白净净，脸上带着柔和的笑容。楚留年下意识地躲到了秦洛身后，像是一只胆小的兔子。秦洛对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不意外，楚留年现在的形象实在是魅力值爆炸，哪怕走在大街上都能获得不小的回头率，就更别说这里还是漫展现场了。所以他应对起来也显得很自然。不好意思，他不想加你。他说完便打算带着楚留年掠过这个男人，但对方却对着秦洛再一次说道：“我是想加你的。”秦洛脚步一顿，脑袋上冒出3个问号。饶是他这一路上也经受过各种目光的注视，但那些目光也全都是来自于妹子们的，只是碍于楚留年在身边，所以他们很识趣的没敢上来要联系方式。现在冷不丁冒出个男人来，结果居然也是奔着他来的，连楚留年表情都呆了一下，反应过来后便捂嘴笑着看向秦洛，眼神中满是戏谑。抱歉，不 gay。你可以 gay。我真的不 gay。你真的可以 gay。漫展会场，秦洛带着楚留年一路往前走，那位勇敢追爱的仁兄贼心不死的跟在一边，试图用真挚的态度打动秦洛的心。这就让秦洛很无语，上天给了你一根定海神针，你却拿它当搅屎棍，你对得起他吗？秦洛都快忍不住想骂街了。一旁的楚留年似乎能猜到他在想什么，一路上都在捂着嘴轻笑，声声悦耳，宛若清灵。换成一般男人，估计光听声音都能被攻略个差不多。可惜这位仁兄年少不知女人香，一心想把老哥刚，满脑子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秦洛身上，不仅注意不到楚留年那悦耳的笑声，也注意不到秦洛那快要杀人的眼神。他甚至再一次劝道：“兄弟，你听我说，异性都是邪道，同性才是真爱。或许你现在觉得你喜欢的是女人，但那是因为你还没有遇到你喜欢的男人。等你遇到了你，就会发现，相比起男人，女人根本一文不值。”秦洛脚步一顿，深吸一口气，正打算用强硬的态度将这个男人对走，结果一旁的楚留年先开枪了：“你这家伙，能不能不要这么不知羞耻？男人也好，女人也罢，难道你看不出来他身边是有人的吗？”之前面对陌生人时还社恐的要死的楚留年，现在居然摆出了一副强势的姿态。他怒视着那位仁兄，像是在一只护食儿的小狗。不对，护食儿的小狗是他姐姐，他应该是护崽的小猫，好像还是有哪里不对。秦洛在心里默默吐槽，心里想着这位仁兄应该要知难而退了，可他显然是小觑了这位仁兄的决心。只见他毫不退避地和楚留年对视，铿锵有力道：“我只是在追求我的真爱，我有什么错？”秦洛听得太阳穴突突突个不停，待发现周围有人已经注意到了这边的动静，且纷纷投来暧昧又微妙的眼神之后，更是感觉头皮有点隐隐发麻。眼见楚留年还想要再说什么，他赶忙插嘴道：“131xxxxxxx，微信名小钢炮，你加我吧。”说完，他直接牵着楚留年的小手开溜了。那位仁兄这下总算没再继续追，只是很得意地对楚留年说了一句：“看吧，同性才是真爱。”说完，他快速拿出手机，输入了秦洛刚才留下的手机号。见他没有追来，秦洛这才松了一口气，接着就感觉楚留年在挣扎，于是顺势放开了他的小手。“你干嘛？”秦洛问他。“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楚留年用一种很愤怒的眼神看着秦洛。秦洛当时就乐了：“我是哪种人？你说呢？你不说我不知道啊。就是喜欢男人。谁说我喜欢男人？你不喜欢？那你刚才给他留手机号？”“是啊，我不喜欢，所以我给他留的是另一个人的手机号。”秦洛话音刚落，就感觉到手机震了一下，掏出一看，果然是父慈子孝群的消息。“李成刚，狗东西你报位置，我他妈今天不把你报了，我就不姓李。”秦洛，哟，之前在一起的时候就叫人家老公，现在不在一起了就叫人家狗东西，真让人伤心呀。滑稽点 JPG。吴轩，老秦好像是11月的生日来着。王晨，可怕，天蝎座恐怖如斯。秦洛乐呵呵地看着他们的消息，然后把手机屏幕转向楚留年，笑着道：“莫，有人破防了。”楚留年看了一眼，皱着的眉头这才舒缓开来。
还小小的舒了口气，像是刚刚经历了什么虚惊一场。秦洛就忍不住逗他：“我喜欢男人还是女人，跟你也没关系啊，你这么紧张干什么？”楚留年顿时挑眉，眼神飘忽的道：“平时无所谓，你喜欢许科还是喜欢男的，或是其他女人都跟我没关系，但现在不行，为什么？不让你管！”楚留年像是恼羞成怒了，说完之后便大踏步的往前走去。等走了一会儿，他就想要用眼角的余光去瞥秦洛，结果什么都没瞥到。再扭头一看，身边没人。楚留年的表情顿时有点慌了，连忙回头看去，就看到秦洛正站在刚才的地方，朝他面露微笑，甚至还很贱的招了招手。楚留年气得不行，很想就这样扭头走人，但想了想，还是狠狠一跺脚，然后又走到了秦洛身边。笨蛋！他气得对秦洛破口大骂，像是有些气急败坏，但无论是那娇柔的声音还是骂人的用词，都毫无杀伤力可言，甚至还把秦洛给骂爽了。于是秦洛就说：“再骂一次。”楚留年愣了一下，顿时后退一步，用很嫌弃的眼神对秦洛喊道：“变态！”这声音可不小，而且用词也有点微妙，以至于周围很快就有人看了过来。他们不知道这俩人发生了什么，但还是直接朝秦洛投去了好一个人模狗样的衣冠禽兽的眼神。秦洛顿时急了，连忙道：“我又没偷拍你，这俩字可不兴骂。”他说完就先一步往前跑去。楚留年见状连忙跟上，一路坠在他身边，嘴里还喋喋不休地喊着变态变态变态。不过这次他声音不大，所以也只有秦洛能听到，于是他不慌了，甚至很荒诞的产生了一种见鬼的打情骂俏的既视感。直到两人路过一个小舞台，楚留年停下了脚步。秦洛站在他身边，抬头向前看去，发现这个小舞台上正在举办一场和动漫相关的活动。主持人从现场抽取幸运观众参与活动，被选中的两人需要各写3句某部动漫里的台词给对方，然后互相用台词对话，且全程不能告知是什么动漫。如果最后两人能猜出来，那就可以获得他们准备的奖品。秦洛看到楚留年看向舞台的眼神中透着点点向往，也不知道是想要获得奖品还是单纯想要玩游戏，于是他开口问道：“要上去试试吗？可以吗？”楚留年露出惊喜的表情。秦洛点了点头：“你想玩的话就上去试试好了，不过我看过的动漫不算很多，不一定能赢。”楚留年笑着道：“没关系，只要能玩一下就可以了。”说完，他像是反应过来什么似的，连忙把眼神错开，假装不在意的说道：“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去玩的话，我可以陪你玩一下。”傲娇的妹子在动漫里很萌，但放在现实世界中让人有种说不出的违和感啊。秦洛忍不住在心里吐槽。不过说实话，违和归违和，但不至于让人觉得尴尬，因为楚留年的角色扮演实在是太好了，无论是形象还是言谈举止，她就真的好像从动漫里走出来的美少女一样。也就是秦洛知道她的真面目，所以还能吐槽得了，否则换成个钟爱2次元的死宅，分分钟就要被楚留年清空血条。还有没有人想要参加活动？哦，瞧瞧我发现了什么？和我同一个学校的宅男女神，以及我们学校的风云人物洛神。突然间，舞台上传来了主持人激情的喊话声，周围人们顺着他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了秦洛和楚留年，先是被楚留年完美的 cos 形象惊艳了一番，随后又心生好奇，不知道这个男人到底有何等过人之处，居然能被冠以洛神之名。这一刻，一位自诩茅房拉屎脸朝外的混凝土板的硬汉羞涩地低下了头。接着秦洛又抬起头看向小舞台，想看看到底是哪个憨批这么好胆，然后他下一秒当时就惊了，卧槽，于涛！他瞪着舞台上那个有过一面之缘的小胖子，喊道：“你大肠吃多了是吧？不好好在你那美食社待着，跑这儿干嘛来了？”台上的小胖子哼哼笑道：“别误会了，我可不是我那愚蠢的欧尼桑，我是他的双胞胎弟弟于静，于寰宇之中诞生，要将世界化为灰烬的于静。这尼玛是何等的中二啊！我错了，我偏以为你的哥哥已经是人中之龙，结果是你这个当弟弟的更加令人闻风丧胆，这他妈谁能又想得到呢？”秦洛倒吸2口凉气，只感觉后槽牙都被冻得隐隐作痛。楚留年小声吐槽了一句，其实是进步的进，他是动漫社的社长，是个无可救药的重度中二病，不要和他说太多话，会变得不幸的。你又好到哪里去了？算我求了，你们这群2次元能不能正常一点啊？秦洛的表情前所未有的狰狞，他很是努力的忍了2忍，终于是忍住了，没有扭头就走，硬着头皮带着跃跃欲试的楚留年登上了小舞台。那个男的好帅啊，身材比例也好好，可惜没穿西服，他要是穿上塞巴斯蒂安那种执事服，肯定帅炸了。男的有什么好看的？那个女生才是真的美啊！我之前也出过一次穷妹的 cos， 本来还觉得挺不错呢，结果和她一比，简直没眼看。主持人说他们和她是一个学校的，那就是附近魔都大学的喽。女生那个宅男女神的称号我能理解，男生那个洛神是什么意思？我怎么觉得那个男生有点眼熟呢？好像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过他唱歌来着，歌挺好听的，就是忘记叫什么了。他还会唱歌啊，太优秀了吧！就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等下我去加他微信试试。你别搞啊，人家那2个看着就是一对好吧？那也不一定啊，万一是兄妹呢？那不是更完蛋吗？随着秦洛和楚留年走上舞台，周围的人们把目光全部都聚集在2人身上，止不住的议论起来。议论声中有男有女，
其中甚至还是女生居多。其中有个想找秦洛要联系方式的女生，在和朋友对话之后，抬头看了秦洛身边的楚留年一眼，又想了想他现在的形象所属的作品，险些流下了沉痛的泪水。确实是兄妹更完蛋，来了，他们来了，他们迈着坚定的步伐走来了。于静两眼发亮地看着朝自己慢慢走来的两人，激动地对着话筒大喊：瞧瞧他们现在的形象，女生不愧在我们学校有着宅男女神的称号，单单是这一副完美的穷妹扮相就已经拿到了整个漫展的 MVP。 而说起这幅形象所属的作品，那就更是令人闻风丧胆。毫无疑问，这部作品的男主诞生的瞬间就已经震惊了整个德国骨科界。所谓有妹恨妹不是穷，无妹恨穷不是妹，所以很明显的，眼下走向我们的这位男生就是著名的德国骨科病人优哥。喂，我特么没玩 cos。 秦洛隔着一段距离对于静大喊，然而于静对他的自辩充耳不闻，继续喊道：传说中优哥曾凭借一场玄关之战一举成为动漫界著名的军事家，同时优哥还是一名杰出的外交官，凭借一句你有信心为我穿好和服吗，签订了著名的和服条约。同属妹控家的高坂京介表示，当我在缘分的天空中看到第11集18分40秒时，我就知道再多的挣扎都多余了。远在美国的5星上将麦克阿瑟曾表示，我是一个从不关门的人，但我看到了这小子之后，我认识到了关门的重要性。就连著名的纯爱大师伊藤诚都做出了评价，如果主角是我，那我将分头行动，于茫茫大海之上慢慢飘往德国。流行歌手许山高甚至还特意为他写了首歌。说到这儿，于静先是清了清嗓子，然后深情地唱道：她只是我的妹妹，妹妹说紫色很有韵味，她只是我的妹妹，我在担心你是否误会。一段亲情演唱之后，于静再次对着话筒激情澎湃的道：让无数人成为妹控的穷妹与优哥到底是何方神圣？各位，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在于静那近乎破音的嘶吼声中，周围人们的情绪全部都被调动了起来，有一个算一个，都狠狠地把两只手拍在了一起，脸上尽是狂热和激动。我燃起来了，妹控就是正义，成哥你死得好惨啊。或许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激动的什么劲儿，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反正大家都在发癫，那跟着一起发癫就行。现场二次元浓度太高，秦洛觉得有点缺氧，险些也要跟着发癫，比如他现在就想把那个被喷了不知道多少口水的话筒塞进于静的眼里之类的。但该说不说的，他得承认，这个于静带动情绪鼓动气氛是一把好手。如果他以后真的成了一名正式的主持人，那主持人界的各位显然要迎来他们此生最大的劲敌。秦洛尴尬地扣紧脚趾，然后看了一眼楚留年，发现他非但没有丝毫的尴尬，反而眉眼带笑，一副很开心的样子。不是很懂你们二次元，秦洛默默在心里吐槽。二位，欢迎来到我们的舞台。于静上前2步，迎上秦洛和楚留年，询问道：不知道你们是否已经了解了我们活动的规则？秦洛和楚留年点了点头，他们刚才在台下的时候就看明白怎么玩了。说实话挺简单的，尤其是提前有所准备，且是相互认识的2个人一起参加的话就更简单了，完成任务轻而易举。或许主办方也压根儿没想设置多大难度，就是想借这个活动搞点噱头和关注，所以奖品也比较一般，都是些手办和动漫周边什么的。很好，既然这样，于静大手一挥，来，上道具。于静说完，直接就自己跑到一边，拿了6张纸和2根笔过来。秦洛看了他一眼，一阵欲言又止后，终于还是沉默着把纸笔收下了。不知为什么，他有一种吐槽就输了的感觉。楚留年毫不含糊地接过纸笔，2只大眼睛扑闪扑闪的，其中闪烁着灵动的色彩，似乎在思考要写什么。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将舞台交给2位。随着于静声情并茂的最后一句台词说完，舞台上很快就只剩下了秦洛和楚留年2人。他们分别在2张桌子前相对坐，中间隔着1米的距离。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在纸上写上自己想写的某部动漫里的角色台词，然后再交给对方，互相用纸上的台词对话，最后再一同猜出所写台词出自的动漫，这样就算是任务完成了。楚留年似乎对这种活动非常拿手，下手不见丝毫犹豫，显然是早就想好了要写什么。但写完第1句台词后，他突然抬头看了秦洛一眼，然后犹豫着要不要把第1句台词删掉。短暂的迟疑后，他还是没有删掉第1句台词，而是拿出第2张纸继续写下去。秦洛没有注意到楚留年的小动作，他此时端坐在书桌前，表情显得有些纠结。作为一个非二次元人士，冷不丁让他去写一些动漫里的台词，他还真有点写不出来。尤其是他还要猜测楚留年会写什么动漫里的台词，只有2人写的台词出自同一部动漫，这样才能完成任务。换句话来说，这游戏还挺考验默契的。秦洛和楚留年虽然认识蛮久了，但今天才是第一次深入交流，所以彼此间当然没有什么默契可言。不过秦洛看了眼楚留年现在的模样，心里很快做出了决定。他在纸上写道：我喜欢你那部动漫里应该有这句台词吧。他继续在第2张纸上写道：我爱你那部动漫里应该也有这句台词吧。秦洛不是很确定，毕竟他看那部动漫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如今对他印象深刻的也只有男女主角了，台词什么的压根儿不可能记得。想着那毕竟是一部纯爱动漫，所以这2句理应是存在的，但第3句就有点难了。秦洛完全没有头绪，他挠了挠头发，感觉自己的脑细胞正在飞速去世。突然间他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大笔一挥，直接在第3张纸上写下一句话：
你有信心为我穿好和服吗？看着这句台词，秦洛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刚才于静所说的一大堆中二度爆表的话，显然就是在描述那部动漫的。而你有信心为我穿好和服吗？这句话也很像是其中的一句台词，所以秦洛便毫不犹豫地将其写了下来。恰在这时，楚留年也抬起了头，两人四目相对，秦洛微微一笑，楚留年的目光却有些躲闪，眼神中似乎流露出丝丝娇怯。秦洛注意到了，然后他盯着自己写的前2句台词，陷入了沉思。说起来，这活动是要把台词给对方，然后互相念出来的。这就是说，楚留年接下来要对着我说这几句话。擦，这谁顶得住啊？秦洛一阵哭笑不得，但也没打算再去修改，毕竟这只是一场很普通的小游戏，他对此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也相信楚留年同样如此。哦，看来我们的2位选手都已经写好台词了，来，让我康康。于静大步流星地走上舞台，拿走了秦洛和楚留年手中的纸张，瞄了一眼后，他脸上顿时露出了暧昧且微妙的笑容，然后将纸张互换后分别递过去了一张。楚留年看着纸张上的内容微微一愣，他抬头看向秦洛，粉嫩的嘴唇微微张开，脸上的表情明显有些错愕。而秦洛则是有点不敢去直视他，因为相比起他写的那几句台词，楚留年写的可正常了太。2位准备好了吗？于静手持话筒开口询问。见秦洛和楚留年点了点头，他便又慷慨激昂地说道：很好，那么接下来请2位用足够的感情对着对方念出你们手中的台词，男生先请。该来的还是来了。秦洛深吸一口气，将目光从第1张纸上移开，一边看着楚留年，一边轻声说道：真正的天空广阔，且无论到哪里都紧紧相连，而且就算我们互相远离，但我们一直在同一片天空下。哇，好美的台词啊！这个女生好厉害，写的台词也很有水平，不知道男生写给她的台词是什么样的。秦洛话音刚落，围观群众们便不由自主地发出感叹声，因为他们刚才观看这里的游戏活动时，很多人写的都是什么错的不是我是这个世界，你也想起我吗之类的台词，虽然很有辨识性，但中二程度太高了。当然了，这种活动本身就是带有乐子性质的，所以也不能说那些台词不好，只是相比之下，楚留年写的这句台词更加具有深度，让人听了之后便能产生一种很唯美的观感。于静也同样是这么认为的，忍不住夸赞道：真的是很棒的一句台词啊！那么接下来请女生用男生写给你的台词给予回应。楚留年收到指令，那捏着纸条的手指不自觉地开始用力，以至于手里的纸张都有点微微变形。他像是有些紧张，有些羞于启齿，但最后还是看着秦洛说了一句：我喜欢你。哦，磕到了。哇，这个回答虽然普通，但2句台词搭配在一起真的很美啊！吃瓜群众们再一次激动起来，嘴里直呼内行，觉得2人的台词匹配度相当到位。秦洛则是稍稍有点尴尬，他看着眼前的楚留年，见他眼神飘忽，面染红晕，不用猜也知道他的内心是紧张且羞怯的，但他也没有因此去过多的联想什么，只是默默地接过于静递来的第2句台词。看了一眼之后，待于静宣布第2句台词对话开始，他再次看着楚留年，柔声说道：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在我们的头顶都是同样悠远的天穹，就好像是永远都无法分开的羁绊一样。吃瓜群众们适时发出呼声，于静则是感叹了一句：不愧是我们学校的宅男女神，对于动漫台词方面的研究也让人叹为啊。光是这么听着，我的脑子里都能自动浮现出一对恋人正在深情对视的画面。顿了顿，他又一边递出纸张，一边笑着说道：就像你们2个一样。好了，女方可以说台词了。楚留年这次依然没能第一时间把台词念出来，因为相比起刚才那一句，眼下这句台词对他造成的冲击更大。他脸上的潮红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晕开，眼神飘忽不定，不敢和秦洛直视。这落在他手里的第2张纸也很快被蹂躏得面目全非。最后他深吸一口气，用微微颤抖的声音说道：我爱你啊！不行了，我要流鼻血了，求求你们原地出道吧，我第一时间给你们点关注，这也太好磕了吧。兄弟冷静，什么都磕只会害了你。放屁，什么都磕只会让我营养均衡，你们也给我来磕，狠狠的磕。宛如表白一般的话语匹配上直抒情意的回应，2句台词结合在一起，直接让周围的2次元们来了个原地高招。一旁的于静更是激动不已，一张小胖脸比楚留年的脸还红，抓着话筒便是催促道：快，该第3句台词了。秦洛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在激动个啥，反正他是完全把这个活动当成是一个游戏来玩的。度过了最初的尴尬之后，他现在听到楚留年的我爱你也没什么太大的心理波动了。不过楚留年显然不太平静，他这第2句台词的杀伤力比第1句更大，念完之后直接就耷拉了脑袋，好长时间都没敢去看秦洛。秦洛也不在意，接过第3张纸后直接念道：如果因为感情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话，那我想对你做很多事。楚留年写给他的台词前2句都是那种表达内心情感和爱意的台词，有着很唯美的意境，而第3句则是带了一丝侵略性。如果这句话出自霸道总裁文，那就该是这样的：女人，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秦洛在心里乐呵呵的吐槽，默默等着楚留年念出第3句台词，同时心里有些无奈，因为相比起2人的前面2次台词对话，这第3次肯定就有点不和谐了。在秦洛的目光注视下，
楚流年久久没有出声，他一双水亮的眸子聚集在手中的纸张上，表情突然变得有些微妙起来，一双纤细的眉毛也紧紧皱起。他像是在氤氲着怒气，手指用力到近乎能看出突出的指节，以及那白皙的手背上若隐若现的青筋。伴随着一阵窸窣的声响，整张纸都被他捏成了一团，而他也是抬起头来，朝秦洛投去了满含愤怒的目光，然后直接抬手将纸团丢到了秦洛身上。秦洛看得有些惊讶，他知道自己给楚流年写的第3句台词明显和楚流年写给自己的台词匹配不上，楚流年因此略有埋怨也是正常，但他没想到楚流年的反应会这么大，那明显一副生气的样子，着实让秦洛有些措手不及。他下意识地将砸在胸口然后弹开的纸团接住，正想说些什么，楚流年却是头也不回地转身跑开了。这什么情况？不是，那个琼妹怎么突然跑了？看上去好像还生气了，不会是那个男生写的台词和他的匹配不上吧？那也不至于扭头就走啊，会不会是那个男的写了什么很过分的台词，所以女生才生气的？什么过分的台词有这么大威力啊？不会是其实我喜欢的是你姐姐吧？也不是没那个可能。话说你这句话是哪个动漫里的？没别的意思，就是单纯好奇。周围的人们看得一阵错愕，一个个的你眼看我眼，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止不住的议论起来。唯一知道原因的人是于静，但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朝秦洛投去了一个调侃的目光。秦洛正要去追楚流年呢，突然就注意到了于静的小眼神，便扭头问他：你知道他为什么生气？于静不怀好意的嘿嘿笑道：废话，你把优哥对别的女角色的说的台词让琼妹说，琼妹当然会生气啊。这话说的有点绕，秦洛品了2秒才品出来是什么意思。他当即一愣，惊道：这句话不是优哥和琼妹对话的内容？那不是你之前说过的吗？于静乐呵呵道：不是，那是主页对优哥说的，而且我刚才说那句话的时候也没说那是优哥或者琼妹的台词啊。说完他还贱兮兮的朝秦洛眨了眨眼。秦洛记不得主页是谁，但他知道自己这台词明显是踩了楚流年的雷点。楚流年本就是个性子奇怪的，当他穿上一身 cos 服装后，便后全身心的投入到与之相匹配的角色当中。虽然他对自己是谁有着很清晰的认知，但他却会用心去演绎好与自身衣服相匹配的那个人物。就像今天的他，因为穿上了琼妹的 C 服，所以他就演绎了琼妹，性格也变得腼腆、傲娇、内向、社恐。这样的他几乎是都已经把自己当成是琼妹了。而现在秦洛写了一句别的女人对优哥说的台词让琼妹去说，琼妹当然会生气了。擦，他自己当琼妹就算了，不会还把我当优哥了吧？秦洛忍不住咂了咂嘴，他想起刚才楚流年的一系列表现，想起他在害怕不安时下意识躲到自己身后的行为，好像还真有点把他当依靠的意思了。只是作为一个脑子正常的人，秦洛真的很难带入到楚流年的那种精神世界当中去，所以和楚流年的相处一直都有点割裂感。如今见楚流年被气到扭头跑路，他才知道这小姑娘在角色扮演上到底是多么的认真，那是一种近乎病态的，让人看了之后都会直呼不正常的认真程度。思绪在脑海中翻飞，秦洛不再迟疑，迈开步子跳下舞台，朝着楚流年离开的方向追去。他这一走，吃瓜群众们下意识地让目光跟了过去。过了几秒，他们又纷纷回头看向于静。那个女生为啥生气啊？那个男生刚才写给女生的第3句台词是什么？老于，你和刚才那个男生说是啥了？是不是他写给女生的第3句台词惹女生生气了？面对吃瓜群众们的询问，于静也没卖关子，直接说道：他踩雷了，我埋的。一个男生愣了一下，问他为啥？因为我从大一的时候就喜欢楚流年啊，虽然告白后很快就被拒绝了，但我还是喜欢他。于静的音量突然放大，表情也变得激动起来，随后手持话筒冲着秦洛和楚流年离去的方向声泪俱下的大喊：你这个让人羡慕的家伙，一定要给楚流年幸福啊！呜呜呜，漫展的人很多，楚流年只是在秦洛的视线中消失了片刻，秦洛就有点找不到他了。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奇装异服，看得人眼花缭乱。秦洛本来还觉得这些 coser， 尤其是长得漂亮的萌妹子们都挺养眼的，但现在觉得有些心烦，什么白花花的大腿完全看不下去。好在这样的状态也没持续多久，又往前找了一段路之后，秦洛在一个摊位旁看到了楚流年。他身子缩成一团，捂着脑袋蹲在地上，银白色的长发垂落而下，将他那绝美的容颜尽数遮脸。此时的他就像是秦洛今天刚见到他时那样，像是只生命受到了威胁的幼兽，身体止不住的颤抖。而在他的旁边还有个打扮成可莉的萌妹子，手里正拿着一个黑色的兔子玩偶，此时正一脸焦急地对楚流年道着歉：对不起啊，我刚才真不是故意撞到你的，这是你的兔子玩偶，给你。他一边道歉一边将兔子玩偶递给楚流年，但楚流年就是不为所动，只是抱着脑袋蹲在地上，仿佛已经屏蔽了外界的一切声音。这让娜可莉急得不行，同时又有点害怕，觉得眼前这人是不是突然生病了什么的。于是他慌张地看向四周，想要试图寻求他人的帮助。这时一个高大帅气的身影映入眼帘。我来吧。秦洛朝他伸出手去，我是他朋友。可莉下意识地将兔子玩偶交给秦洛，然后犹豫着说道：我刚才一个没注意和他撞到了，然后他就一直蹲在那儿不动弹，我跟他说话他也不理我，
不知道是怎么了，真的很对不起。他说完还不忘对着秦洛道个歉，显然是个心地善良的姑娘。不怪你，她只是……秦洛斟酌了一下，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于是摇摇头没再说话。那女生也有点害怕，试着往旁边走了2步，见秦洛没有要拦她的意思，便迈着小短腿跑路了。秦洛看了一眼缩成一团瑟瑟发抖的楚留年，又转头看向手里的兔子玩偶，表情显得有些微妙。他之前其实就有点纳闷，动漫里的琼妹虽说是个自闭社恐，但也不至于在面对他人的责难时害怕成那个样子，有的时候甚至还挺刚的。可楚留年在面对那3个煤气罐子时却怂得有点不像话，包括他现在也是之前那副表现。秦洛之前还在疑惑他为什么会这样，现在他明白了，问题是出在兔子玩偶身上，或者说是角色扮演这个行为身上。楚留年现在扮演的是琼妹，而兔子玩偶是他扮演环节中的一部分，正因为缺少了这个兔子玩偶，他的扮演不完整了，所以他才没法完全进入到琼妹这个角色当中。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他是因为没能完全进入琼妹的角色状态而表现出这副模样，那他现在这副样子又是他的哪一面呢？秦洛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于是他掏出了听心耳机塞进了耳朵里。下一秒，楚留年的心声便回响在了他的脑海当中。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害怕好害怕好害怕，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好想死好想死好想死。秦洛他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尽管楚留年现在表现得很害怕很没安全感，但他也万万没想到他心里会恐慌成这个样子。那夹杂着无助、恐惧与绝望的心声在秦洛脑海中响起的瞬间，甚至让他的呼吸都停滞了一下，因为他难以想象一个人到底是在遭受着多大伤害的情况下，内心才会害怕成这个样子。怪不得那3个煤气罐子之前能把他欺负成那样。秦洛眉头狠狠皱起，由于担心楚留年的心理状态，他也没有再去细想什么，直接将手里的兔子玩偶塞到了楚留年怀里。两人有所接触的瞬间，楚留年的身体剧烈颤抖了一下，然后变得僵硬，像是突然变成了一个没有生气、动弹不得的雕像。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3秒，直到楚留年用双手抓住了那个兔子玩偶后，他才总算恢复正常。在秦洛的目光注视下，楚留年缓缓站起身来，他轻轻拨拢鬓角凌乱的发丝，然后将兔子玩偶紧紧地抱在怀里，用愤懑的目光盯着秦洛。哼的一声，他把脸扭到一边，语气幽怨的道：明明写了那种过分的台词，现在居然还有脸跑来追我吗？秦洛看向他的目光复杂到了极点，比起刚才那个蜷缩在地上瑟瑟发抖的楚留年，现在的他简直就像是突然间变了一个人一样，甚至刚才的事情对他来说就好像没发生似的。他表现的是那样的自然，就仿佛一个吵架离开之后被男朋友追上的女生应有的正常反应。他身上的迷雾太浓了，秦洛有心想要探究一番，但考虑到听心耳机还只剩下最后一次使用次数，最后还是将耳机摘了下去。抱歉，是我的错。秦洛对着楚留年轻声道歉，他一改之前仿佛朋友般相处的状态，那温柔的神态和语气仿佛是把楚留年当成了自己的恋人。既然他把自己当成了琼妹，那我就当一次优哥，他心里如此想着。当然了，是纯爱版，目的也只是为了楚留年那奇怪的心理状态着想。楚留年注意到了秦洛的变化，以至于看向秦洛眼神中多出了一抹诧异。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最后却只是偏过头去，用微微发红的侧脸对着秦洛，语气略带骄傲地说：毕竟是个笨蛋，算了，这次就原谅你了。秦洛摇了摇头，语气依然显得极其温柔。你可以原谅我，但我可没法原谅我自己啊，毕竟刚才是我害得你那么害怕，所以得补偿你才行。楚留年回头看他，有些期待也有些好奇地问：你想怎么补偿？秦洛笑而不语，转身走进了一旁的手办摊位。浏览了一圈后，他从展柜里拿起一个造型精致的琼妹，结账后将其送到了楚留年面前。诺，送给你。秦洛说道。楚留年接过琼妹手办，嘴角止不住的往上翘，嘴里却说着和内心完全不符的话，说是补偿，结果只是送一个手办而已，你根本一点诚意都没有吗？秦洛眨眼眨眼，问他：既然你觉得没诚意，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怎么样？楚留年下意识问道：什么地方？秦洛笑着说：一个谁都不认识我们，只属于我们2个人的地方。这是缘分的天空优哥对琼妹说过的一句话，因为是结局时的台词，所以秦洛还有点印象，也是刚刚才想起来的，并且他也确信楚留年能听懂这句台词。果不其然，楚留年听到这话后便直接怔在原地，他傻傻地看着秦洛，瞳孔时而放大时而缩小，像是内心遭受了什么巨大的冲击一样。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终于平静下来，将琼妹手办和兔子玩偶一起用力地抱在怀里，转过身去背对着秦洛，很冷淡地说道：这世上哪有那种地方，而且就算有，我干嘛要和你一起去？咦，难道你不是我的琼妹吗？现在的我是琼妹没错，但我也是楚留年。楚留年又转过身来，目光定定地看着秦洛。楚留年不会喜欢3次元的男人。秦洛在渣男人设刚刚绑定，秦洛想要通过许科的舍友来建立自己的渣男人设时，他曾对女神团的几个女生做过一个简单的心理评估，根据她们的性格、魅力以及受欢迎程度，他推测最难追的应该是许科和唐钰。前者的心太冷太硬，像是根本不会对别人动情，而后者则是看似柔情似水，实则时时刻刻的与他人保持着距离，追他等于拳打棉花。小妖艳排在他们之后，因为他虽然名声不好，
好像很喜欢勾搭男人似的，但实际上他的特殊分却在90以上，这意味着他也是个目不识丁的，再加上他还自称渣女，无论是说话还是行事都是暗含套路的，所以追起来也绝对不容易。至于楚家的双胞胎姐妹，秦洛觉得自己想要追楚四锦的话，小吃货基本是白给。他本来觉得楚流年这个当妹妹的也强不了哪去，但今天与他接触一番之后，他觉得这个排名可以改一下了。小吃货排名不变，其他人统统往后烧，楚流年名列第一。因为如果从他那句楚流年不会喜欢3次元的男人来考虑，就将代表着这个世界上将没有人能俘获他的心。学校里的人将他这句话当成是一个拒绝别人追求的拙劣借口，但秦洛知道他是认真的。买完手办之后，秦洛本打算再和楚流年一起在漫展逛逛，看能不能继续挖掘一下他身上的秘密什么的，但楚流年却说自己要走了，秦洛也只好收起自己的想法，将他送到了漫展外面。你怎么回家？打车吗？秦洛问他。楚流年摇摇头，指着不远处的一辆车说道，我姐姐来接我了。秦洛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入眼就是一辆奢华大气的劳斯莱斯。有那么一瞬间，秦洛觉得楚四锦今天转给自己的那1万块钱转少了，仅从这辆劳斯莱斯来看，楚流年的兔子玩偶和假发加起来可能就不止10万行吧。那你去吧。秦洛颔首应道。楚流年点了点头，他往前走了2步，突然又回头说道，等我一下。说完，他便一路小跑地钻进了那辆劳斯莱斯的后排。车窗防窥，再加上隔着一段距离的原因，让秦洛看不清里面发生了什么。而过不多时，车子的后门打开，楚流年又下来了，然后朝着秦洛一路小跑而来。秦洛默默地看向楚流年，发现他的形象已经有了变化，白色的假发和黑色的兔子玩偶都不见了，那一身纯美的洋装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身时下很流行的 JK 套装，白色衬衣搭配黑红色的百褶裙，裙摆下那双腿被包裹在黑色丝袜当中，勾勒出笔直纤细的大腿轮廓，那丝袜的边缘直达大腿，虽然没有男生喜闻乐见的勒肉，但和裙摆一起构成的绝对领域也依然充满吸引力。如此一副岛国女子高中生的形象，正是她平日里在学校里的形象。秦洛以前只当她是喜欢穿这类衣服，但现在却知道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他一路小跑到秦洛面前，开口就问，你还喜欢许科吗？突如其来的问题打了秦洛一个措手不及。秦洛眉头一挑，心里倒是也不意外，因为仅从前面和女神团另外几人的接触来看，楚流年会问这个问题也正常，并且以他现在的心态来说，相比起这个问题，他更惊异于楚流年的变化。真的只是换了一身衣服就完全不同了，无论是气质、眼神还是说话的语气，都和刚才装扮成琼妹的她完全不同。饶是秦洛身怀系统，都觉得这种情况有点过于神奇。见秦洛一直不说话，楚流年眨了眨眼，道，赶紧说了，说完我好回去给许科交差。果然也是许科让他来问的。秦洛叹了口气，没说话，只是沉默着摇了摇头。楚流年有点疑惑，这是什么意思？秦洛没有回答，指着停在路边的劳斯莱斯说，没什么意思，好了，你赶紧走吧，你姐姐在喊你了。楚流年扭头看去，发现车子后排的窗户已经落下，而楚四锦正在朝着这边招手。楚流年想了想，说，那好吧，等许科问起我就跟他说你摇摇头没说话。他说完便要转身离开，然而刚走2步却又突然停了下来。在秦洛的目光注视下，他偏偏转身，双手叠在身后，身体微微前倾，脸上展露出一个明媚的笑容。夕阳暮色下，他的身上仿佛笼罩了一层不属于人间的梦幻色彩。今天我们都很开心，谢谢你啦，秦洛。他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之所以特意换衣服再来问问题，是因为以琼妹的身份问不出口。那这身装扮下的你扮演的又是谁呢？秦洛心里如此想着。秦洛看着他的背影，看着他坐上车，看着容貌相似的姐妹俩朝他挥手告别，看着那辆车子在视线中慢慢远去。然后他掏出手机，点开了楚四锦的聊天框。奢华的劳斯莱斯平稳地行驶在公路上，车水马龙的噪音不小，但车子良好隔音效果却将那些噪音全部隔绝在外。楚四锦和楚流年并排而坐，宽敞的后排空间让他们可以随意活动身体，视线的正前方就是液晶平板，中间部分还有隔离层，能够完全隔绝后排乘客和前排开车的司机。流年今天玩得开心吗？楚四锦突然问道。楚流年捏着下巴想了想，笑着说，挺开心的，他后来好像在有意配合，还送了礼物呢。他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个造型精致的琼妹手办，显摆似的在楚四锦面前晃了晃。楚四锦对手办不感兴趣，但听楚流年说开心，他也就跟着开心。于是他抓了一把薯片塞进嘴里，边吃边问道，那你有没有问他那个问题？问了呀，不然我专门回来换衣服干嘛？楚流年一边说着，一边掏出手机，直接给许科打了个电话过去。许科，我问过秦洛了，他没回答，就是摇了摇头没说话。对，就是摇了摇头没说话，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好的，周一见拜。怎么了？眼见楚流年露出疑惑之色，楚四锦也跟着看了过来，然后他就勉强听到手机里传来许科迟疑的声音，你不会也觉得我没眼光吧？楚流年被他问得愣了一下，随后笑着说道，本来我没打算说的，但既然你这么问了，我确实也觉得你挺没眼光的。
这次许科迟迟没有回复，过了没几秒，通讯就被中断了。一旁的楚四锦奇怪道：“许科干嘛突然问你这个？”楚留年想了想，说：“大概是觉得你们3个都说过一样的话，我如果不说的话就不完整了，毕竟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整整齐齐嘛。”楚四锦觉得有道理，于是认同似的点了点头。这时楚留年又好像想起什么事似的，有点疑惑的道：“话说，为什么我今天会遇到秦洛呢？”听到这个问题，楚四锦的表情顿时僵了一下，然后他缓缓转过头去，不再看楚留年，故作镇定的说道：“应该是巧合吧，毕竟是漫展嘛，他会去那儿玩也正常啊。可是那里每周末都有漫展，我也经常去玩，从来没见过他，倒是他那个姓王的舍友我见过几次，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肯定是巧合就对了。你看唐玉和我之前见到他不也是巧合吗？”楚留年点了点头，觉得姐姐说的有道理，但又觉得好像有哪里不对。这时楚四锦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小吃货拿起一看，惊讶的发现是秦洛打来的语音聊天。咦，他突然给你打语音干嘛？楚留年凑过来看了一眼，皱着眉道：“不会是想问你关于我的事吧？他今天跟我相处下来，应该能看出点什么。”楚四锦闻言也是犹豫起来，问他：“那我要不要接？他问的话，我要不要告诉他？”“接呗。”楚留年毫不在意的道。“不过他要是问起那个问题，你就别说了，以后有机会我自己和他说。”“好吧。”楚四锦点了点头，然后摁下接通。下一秒，秦洛爽朗笑声的笑声就传进了姐妹俩的耳朵里。“楚四锦，你妹妹在你旁边吗？”“在啊，有什么事吗？”“哦，没什么事，就是想跟你说声谢谢。”“谢谢？谢什么？谢你帮我转达流年约我的事啊，不然我还不知道这世上有这么有意思的人呢。谢谢了哈，拜拜。”至此，秦洛的声音戛然而止。楚四锦看了看手机，又看了看楚留年，两人视线交错，姐姐的表情逐渐僵硬，妹妹的眼神逐渐犀利。“我亲爱的欧奈酱哟，请问一下，帮我转达约他的事是什么意思啊？”“我也不知道啊，我都没听懂他在说什么。”“哈哈，真的吗？那你为什么突然流这么多汗？有吗？错觉吧？我说他今天怎么会那么碰巧遇到我？觉悟吧？车门已经焊死了，今天你说什么都下不了车。”“对不起，我错了，不要抢我的薯片啊！”606宿舍，许科放下手机，脸上虽然面无表情，但眼神中却透出点点尴尬和羞恼。他真的后悔自己最后多余问那么一句话，简直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不过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的4个舍友都出奇的默契，每当他们和秦洛有过一次深入接触之后，居然都会产生同样的想法，都觉得他没眼光。这就让许科很不服气。他承认秦洛的确是有点优秀的，不像是其他人那么普通，但他不追自己，又不是自己不让他追的，是他自己自作主张要放弃的，怎么就是我没眼光了？而且他真的就那么好吗？值得你们所有人都觉得我没眼光？许科暗自羞恼的了一会儿，随后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询问似的嘀咕道。他摇了摇头没说话，这是什么意思？姚妍妍和唐玉也都在场，并且由于许科刚才开的是免提，所以他们也听到楚留年传来的消息了，此时正在沉思当中。眼下是周五傍晚时分，学校放假，楚留年和楚四锦是魔都本地人，所以接下来2天会回家住。姚妍妍和唐玉都是帝都人，所以除了长假之外基本不会回去。至于许科，他也是魔都本地的，平日周末都会回家，但今天他一直迟迟不肯走，就是为了等楚留年的一手消息。当然了，因为是电话传讯，所以他回了家也是能收到消息的，只是他故意想要将这个消息分享给姚妍妍和唐玉，目的是为了在第一时间让他们知道秦洛还是喜欢自己的，以此来出自己前些天从他们2个身上受到的气。只可惜楚留年传来的消息有些微妙，就和上次他回答楚四锦时说的那句不重要了一样，既没有说还喜欢，也没说不喜欢了，甚至这次比上次还要奇怪，干脆连话都不说一句了。这让许科在疑惑的同时又忍不住有点烦躁，甚至他都忍不住去问姚妍妍秦洛是什么意思。姚妍妍忍不住笑了一下，“你问我？”许科面无表情道：“你最近和他走的不是很近吗？”“是啊，他经常动不动不就跑去陪我上课呢，不过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我不信他一次都没有在你面前提过我。你有没有再问过他那个问题？他是怎么回答的？”“很可惜，他就是一次都没提过你，而且我也没问过他那个问题，毕竟他都说了他不喜欢你了，我也不知道你一直在纠结个什么劲儿。”“你胡说，他不可能不喜欢我。”两人你一句我一句，没几个回合就开始滋生火药味了。唐玉听得直摇头，不得不站出来打断节奏，对许科说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许科皱了皱眉，明白什么？他又没有正面回答，我怎么明白？唐玉张了张嘴，但又半天没说话，似乎有些犹豫，又像是在斟酌用语。姚妍妍则是冷笑一声，直言道：“说你脑残你还不乐意了？你俩现在这情况，他还喜不喜欢你根本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还喜不喜欢他。”许科眉头一挑，刚要生气反对，但听到姚妍妍的后半句话后，整个人就陷入了茫然的状态。什么意思啊？他像个看不懂天书的凡人一样，怎么都理解不了他们说的话。姚妍妍像是有点受不了许科的智商，翻了个白眼没说话。唐玉忍不住叹了口气，解释道：“我就跟你明说了吧，许科，秦洛或许是还喜欢你的，
毕竟他当初追你的时候有多认真，有多深情，这些大家都看在眼里。人的情感是最复杂的，他对你的那份情谊不会说消失就消失，但因为你对他的冷漠和不屑一顾，所以那份情谊总归是在不断被消减，直到最近消减到了一个让他不得不选择放弃的地步。你要知道，今时不同往日了，纵使秦洛心里还喜欢你，但现在的他已经不会再像是以前那样追求你了。所以他回答小景说不重要了，所以他面对流年时只是摇摇头，因为他知道自己还喜欢你，但他不会再主动了。而如果你想改变这个局面，让他重新喜欢上你，你就得变成主动的那一方。所以说到这儿，唐玉停顿了一下，这才继续说道，你现在纠结他还喜不喜欢你已经没意义了，重要的是你喜不喜欢他，愿不愿意为他主动一次。许科静静地听完唐玉的讲解，表情先是从迷茫转变为恍然，又从恍然更换为故作不屑。我主动？他像是接受不了这个说法，又像是在质疑什么，语气不忿的道，我从来没有对任何男人主动过，既然他还喜欢我，那就该他来主动追我，哪有让我一个女孩子主动的道理。唐玉眯了眯眼，眼眸中闪过一道犀利的光，所以你并不否认自己喜欢他？许科被唐玉问得愣了一下，反应过来后立即反驳道，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他？唐玉失望地摇了摇头，他正要再说些什么，未出口的话却被姚妍妍的突如其来的举动打断。只见姚妍妍噌的一下翻身下床，然后大步走到了许科面前。许科像是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往后挪了一步，有些警惕地问道，你干嘛？姚妍妍眼神不善地盯着许科，面带嗤笑的道，一天天的光看你纠结这点破事儿，自己做的要死还不自知。说真的，我长这么大以来，你是我见过第二蠢的女人，我的耐心也差不多要被你耗光了。许科眉头一挑，正要开口反驳，姚妍妍便继续说道，我不管你是喜欢他还是不喜欢他，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如果你不肯主动，那好，接下来他会和谁在一起，和谁发生什么，那都不关你的事，也请你到时候不要来找茬儿。唐玉看了姚妍妍一眼，似乎已经猜到了她的内心想法，表情一时显得有些微妙。许科则是从他的话里听到了浓浓的攻击性和侵略性，他骄傲的性子让他不肯对任何人低头，但姚妍妍的话却让他没法不产生警惕。你什么意思啊？许科略显紧张地问道。姚妍妍冷笑一声，我没有和你解释的义务，你记住我刚才的话就好，反正到时候别来找我哭鼻子就行了。他说完便打算回到床上躺下，但许科哪里允许，正要上前一步将他拦住，突然响起的手机铃声却打断了他的动作。许科脸上闪过一抹烦躁，本打算直接将电话挂断，但看到来电显示后还是迅速接通了电话。喂，妈，临时有点事耽搁了，我马上就回家。好，我知道了。挂断电话，许科长吁了一口气，转而目光冰冷地盯着姚妍妍，默然道，不管你想做什么，秦洛喜欢我，这是事实，我承认我可能的确是对他有一点好感，但我不可能主动对他做什么，他也休想让我对他低头。姚妍妍耸了耸肩，嘴里蹦出一句英语 You happy I suck。 许科品了2秒才品出来这句话的意思，随后愤愤地瞪了姚妍妍一眼，拿上自己之前收拾好的东西离开了。他一走，606宿舍里便只剩下了唐玉和姚妍妍2人。唐玉仰头看向床上的姚妍妍，问他，你想做什么？姚妍妍笑着说，我们4个人都说他没眼光，就他自己再傲的不行，明明喜欢秦洛，却偏偏不肯承认。那好啊，以后就都别承认了，我也不会再给他承认的机会了。唐玉眉头一挑，你要和秦洛谈恋爱？谁知道呢，万一他看不上我呢？姚妍妍语气显得很是随意。唐玉闻言一阵欲言又止，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他突然有点开始担心了，担心起毕业时这个宿舍的几个人还能否像秦洛离开许科之前似的那么和谐。妈，我回来了。许科回到家里，第一时间便是开口打了声招呼。拖鞋踩地的声音接连响起，一个风韵犹存的美妇人从厨房走了出来，脸上带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疼爱。科科回来了，快去洗漱吧，你看你瘦的，最近是不是没好好吃饭啊？肯定是学校里的东西不好吃是吧？没关系，妈妈给你炖了排骨，另外还有其他菜，都是你爱吃的。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许科的手里接过行李，像是个舍不得孩子瘦一点类的慈爱母亲。谢谢妈妈。许科乖巧地应了一声，换好拖鞋后又去卧室找出了换洗的衣服，然后来到了浴室。伴随着哗哗的水声，许科曼妙的身躯被包裹在淋浴之下，缕缕雾气升腾而起。许科一边用手指划过自己完美到令人嫉妒的雪白肌肤，一边看向镜子里自己那张渐渐模糊的绝美脸蛋。是他喜欢我，要主动也是他主动，只要他在追我，我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许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喃喃自语。不多时，许科从洗手间里出来了，毛巾将他潮湿的头发包裹得鼓鼓囊囊，点点水珠从他的鬓角滑落，又沾染在锁骨和片片肌肤之上，将本就绝美的他衬托的更是有如雪山白莲一般，圣洁中又透出一丝不属于世俗的美。刚好他的母亲柳慧端着一盘菜走了出来，看到许科之后便是眼前一亮，开口夸赞道，不愧是我女儿，真美，比妈妈年轻时还要美得多。许科有些腼腆地笑了笑，哪有，我又不是没看过你的照片，你年轻时候比我漂亮多了，当时肯定有很多人追你吧。听到这话，柳慧脸上的笑容稍有收敛，显出了和许科平日里如出一辙的漠然。是又怎么样，最后还不是被男人骗了？男人都是骗子，这世上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许科抿了抿唇，很理智的没有再接话茬儿。那句话是母亲的口头禅，从小到大他已经听母亲说过了无数次。许科知道，这是因为母亲以前被父亲抛弃了，所以心有怨念，且这么多年来非但没有放下，反而对父亲的怨念愈发深重。作为一个女人，许科觉得自己能对母亲感同身受。她虽然从未见过自己的父亲，但一想到当初年轻的母亲在怀着自己的时候就被父亲抛弃，一个人孤苦无依，后来又坚强地把自己养大，其中付出的辛劳肯定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而柳慧也正是因为有着这般经历，所以在许科小时候就一直教育他，这世上最不能相信的就是男人，否则最后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许科深受母亲的影响，因此从小便与异性隔绝，哪怕他身边从来都不乏追求者，但他也依然恪守本分，从不与任何男人有过多的交际。多年来，身边更是连一个男性朋友都没有。许科知道自己受到了母亲不小的影响，他这些天偶尔也会想，如果不是因为母亲，那自己是不是早就要答应秦洛的告白了呢？如果真是那样，自己现在和秦洛又会是怎么样的？不知为何，许科居然莫名有点期待那样的场景。但想起母亲当年的惨状，以及至今还未消散的怨念，他便又把秦洛从脑海中驱散出去，自顾自地坐到了客厅的沙发上，想着吃饭还要再等一会儿，他便掏出手机，百无聊赖地刷起了短视频。结果第一个视频便给了许科一记重锤，让他整个人都直接愣在了原地。此时此刻，呈现在许科面前的是一个发布于不久前的视频。视频现场相当热闹，周围尽是穿着奇装异服的少年少女，他们装扮成各种动漫人物，手里拿着花里胡哨的道具，将其当成荧光棒一样应援。而被他们围着应援的是舞台上的一男一女。男人身姿高挑，体态匀称，五官端正，棱角分明，有着不弱于彦祖于彦的男性魅力。女人则是身体纤细，面容白皙娇俏，那一头银发和一尘不染的白色洋装共同组成一个亮眼的光环，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兔子玩偶，被他拿在手里也能为他平添几分魅力。秦洛和流年，许科忍不住喃喃自语，眼神中闪过疑惑和不解。之前接到流年的电话后，他脑子里的思绪都被某个渣男所搅乱，都忘了问楚流年是在什么情况下问的秦洛了。如今看到这个视频，他才惊觉，原来秦洛和楚流年居然是在漫展碰到的。不，看他们现在这样子，是在一起参加游戏活动，所以很可能是早就约好一起去的。流年是为了帮我问他问题，所以才找到的他，没必要多想。许科心里没由来的感觉有些发酸，他像是为了安抚自己似的开口自言自语，但越往下看去，他的表情就变得越是难看。尤其是当他眼睁睁看着秦洛用那样深情的眼神对着楚流年说出那样唯美的话语，而楚流年又用我喜欢你和我爱你给予了回应之后，他的脸色已经变得有些铁青。恍然间，姚妍妍的面容在他的脑海中浮现，想起姚妍妍之前展现出来的强势，许科心里便止不住的冒出危机感。而在看了这个视频之后，他更是有种压力倍增的感觉，以至于连呼吸都变得有些不顺畅。没关系的，流年和姚妍妍不一样，他不可能对秦洛有什么兴趣。许科再次用自言自语来安抚自己。和楚流年认识这么久了，大家朝夕相处，楚流年的秘密他也知道一些，这让他的压力稍稍有所缓解。尤其是看到楚流年最后把纸条往秦洛身上一丢，然后转身离去的画面时，他更是忍不住笑了一笑。在他想来，这肯定是楚流年觉得那些台词冒犯到他了，所以才会生气的。这让他心里的压力再次减退，随即又点开了评论区。我去，这俩人是谁啊？明星吗？这男的有点东西啊，帅成这样，差点就要追上我了。我以为我自己在颜值这一块一直是拿捏的死死的，直到看了这个视频，我才发现，原来这世上已经有人和我如此接近了。兄弟们快看，楼上有几个做梦的，赶紧用尿来滋醒他们。糖尿病的别来，不能让尝到甜头。我尿黄我先来。家人们谁懂啊？刚打开抖音就被一个仙女穷妹美哭了。咱就是说，很快啊，啪的一下，这颜值直接就撞我心巴上了。他怎么长得这妖牛逼啊？出生之前给自己的脸定义了是吧？我看了一眼之前去漫展的时候，我 cos 穷妹后拍出来还装框的照片，然后默默把它砸了。小姐姐真的美哭了，小哥哥也超帅，他俩真的配一脸。就是啊，尤其是他俩互相对台词的时候，那种唯美的画面感，简直了。妈妈问我为什么一边看视频一边在床上扭成一条蛆，我跟她说了一声，现在她跟我一起在床上扭，谁知道他俩是什么关系啊？这个小哥哥真的太戳我了，我好想做他女朋友啊。那个小姐姐美哭我了，兄弟们上，1分钟内我要她的联系方式。快拉倒吧你们，人家一看就是一对儿，主持人都认识他们，好像是一个学校的，我当时在场呢。他俩走的时候，主持人还祝他们幸福呢。这条由路人拍摄的视频热度很高，明明才发了没多久，却已经有了超过10万的点赞和上万的评论。许科默默地看着那一条条评论，脸色愈发的阴沉起来。尤其是当他看到那些说想要和秦洛在一起，说秦洛和楚流年是情侣的评论时，就更是有些咬牙切齿。原本稍稍散去的压力又重新冒了出来，甚至还伴随着一股浓浓的危机感，让许科有些难以保持平静。尽管他知道楚流年和姚妍妍不同，很可能真的不会喜欢上普通的男人，但谁又敢打包票呢？再加上姚妍妍今天展现出来的强势态度，以及她说过的那些话，许科现在真的有了一种秦洛随时会被人抢走的感觉。
而一想到他们两个真的会和自己争夺秦洛，而秦洛又真的可能被他们夺走，许科就感觉心里一阵阵的发堵，甚至让他的呼吸都变得有些滞涩起来。有那么一瞬间，他心里冒出来一股冲劲儿，一股想要主动去找秦洛的冲劲儿。科科科科科科，突然响起的声音将许科的意识从纷乱的心绪中拽回现实。他有些茫然地看了眼不远处的母亲，询问道：“怎么了吗？我刚才叫了你好几声，你怎么都不答应啊？干嘛呢？”“哦，没事，就是有点走神。”柳慧惊疑不定地看着许科，但却也没多问，招呼道：“来吃饭吧，菜都做好了。”“好的。”许科收起手机，乖巧地坐到餐桌边，捧起碗筷。餐桌上摆着各色各样的菜式，光是看着都让人食指大动。许科平时最喜欢妈妈做的饭，但不知为何，他今天居然觉得有些没胃口，吃起饭来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柳慧坐在他对面，将他异于平常的样子看在眼里。身为母亲，她养育了许科20年，自然看得出来女儿这是有心事的表现。于是她直接问道：“科科，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许科被问得有些心虚，目光顿时变得飘忽起来。没有啊。撒谎。柳慧放下碗筷，表情严肃地说道：“妈妈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从小我就和你说过，一定要做一个诚实的孩子，无论如何都不能骗妈妈。难道我跟你说的那些话你都忘了？”“没忘。那你还不说？快告诉妈妈到底是什么事？”许科缩了缩脖子，从小他母亲就是这样，平日里表现得非常温柔慈爱，可一旦许科说的话和做的事不合他意了，他就会表现出强势霸道的一面。这么多年来，许科一直生活在他的管控之下，虽然偶尔也会觉得有点不自在，但他知道这都是因为妈妈爱他，所以他不会对柳慧产生什么逆反的情绪。想了想，许科试探性地询问道：“你先答应我，听了之后不生气，我就告诉你。”见许科愿意配合，柳慧的表情也缓和了下来，轻声道：“你是妈妈的女儿，无论你做了什么，妈妈都会原谅你的，说吧。”许科听后稍稍放心了一些，然后迟疑着道：“妈，如果呀，如果我喜欢一个男生，你会怎么想？”“你说什么？”许科的话就像是刺痛柳慧的伤口一样，他先是惊呼一声，随即猛地站起身来，那精致的面孔瞬间被寒霜笼罩，眼神中迸出怒火，显然是已经生气到了极点。许科不由得瑟缩了一下，他被母亲这少有的愤怒吓得有些慌神，忙不迭地解释道：“我就是那么一说，妈，你答应我不会生气的。”“你……”柳慧咬着牙吐出一个字，但却没有继续把话说下去。他用满含怒火的眼神盯着许科，随后长舒一口气，散去了满脸的寒霜和怒火。他重新坐回到椅子上，目光灼灼地看着许科，发出低沉的声音：“科科，你记不记得你以前答应过我什么？你说你大学毕业之前不会谈恋爱，这是你自己亲口跟我说的。我不知道你最近到底接触了什么人，是不是对哪个男人产生了好感，但如果真的有，那我劝你最好赶紧放弃。从你小时候我就一直和你说，男人都是骗子，这世上的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妈妈当年被骗得那么惨，这些难道你都忘吗？”他一口气说了好多话，满腔的怒气似乎有些无法遮掩，顺着语气都能明显感受得到。而越说，他的情绪就越是激动，尤其是提起当年，话语中更是掩藏了一丝悲怆。许科没想到自己简单的一句话会引起母亲这么大的反应，连忙解释道：“妈，你别担心，当初的事我都记得，你和我说的话我也没忘，我就是那么随口一问，真的只是随便问问而已，你千万不要多想。”柳慧皱了皱眉，惊疑不定地问他：“真的？你没骗妈妈？”许科连忙点头：“真的，保证没骗妈妈。”“那就好。”柳慧长舒一口气，像是放下了什么心事似的，脸上重新扬起温柔的笑容：“抱歉，刚刚是不是吓到你了？其实妈妈也是担心你，怕你喜欢上了不该喜欢的男人，最后落得个和妈妈一样的下场。好了，不说这些，快点吃饭吧。”许科看了看母亲，终究还是没有再说什么，拿起碗筷继续吃饭。只是他心里原本冒出来的那股冲劲儿，似乎已经被母亲刚才的样子给吓回去了。“你的渣男人设深入人心，每日签到成功，你获得了奖励，金钱1万元，和几个舍友度过了一个平平无奇的周末。一觉醒来，秦洛就收获了1万块钱的渣男基金。”有的时候他其实也会想，自己真的算是一个合格的渣男吗？无非就是去接触不同的女孩，然后故意营造出一些暧昧的氛围，利用旁人喜欢看热闹的心理引导他们拍照，任由他们把照片传得到处都是，以此来塑造自己的渣男人设。相比起那些动不动就一掷千金，聊这个女孩包2个女孩睡3个女孩的真正渣男，秦洛觉得自己真的是弱爆了。如果他没钱也就算了，毕竟那种操作是需要资本的，但问题是他有钱啊。不仅如此，他如今的颜值和气质，只要勾勾手指，还真就有女孩愿意送上门来。再加上兜里躺着的那几百万，能抵抗住他攻势的女孩还真不多。和3个因为通宵打游戏和精神不振导致哈欠连天的舍友走在教室的路上，秦洛心想自己要不要去买个大 G 啥的，用来给自己打扮打扮。毕竟渣男开大 G 嘛，虽然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老梗了，但那的确是有助于他巩固人设的操作。之后再随便从主动贴上来的女孩里选几个玩得开的，没事就带着他们打打扑克什么的，一天换几个，想想还似乎还挺得劲儿的。想到这儿，秦洛忍不住讪笑一声，然后叹了口气。有些事情纵然心里清楚，但做不出就是做不出。
眼下的操作已经是他能为渣男人设所做到的极限了，他骨子里的教养不允许他做出那样伤风败俗的事情。真要是变成一个靠着自身条件就去各种滥交的人，那就不叫渣男，而是烂人。秦洛不想变成那样的人，尽管他知道自己拥有那样的资本。系统的确是个好东西，他也愿意为了薅系统的羊毛去付出一些东西。比如他不顾尊严地舔了许克3个多月，那就是他从小到大做过的最卑微的一件事。讲真的，天天走在路上动不动就被人用鄙视的目光看一眼，然后喊一声那不是谁谁谁的舔狗马吗？那种滋味还真不是一般人能体会得到的。洛哥，你怎么了？有心事儿？老秦不会是想女人了吧？王晨和吴轩注意到秦洛刚才叹了口气，于是相继发出提问。秦洛看了他们一眼，乐呵呵的道：女人有什么好想的？两人下意识道：那你是在想男人？秦洛点点头，确实在想小钢炮和某人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此话一出，一旁昏昏欲睡的李成刚顿时就精神了，瞪着一双牛眼怒道：狗贼，你信不信我和你拼了？秦洛闻言立马摆出一副浮夸的嘴脸，哟，现在知道生气了？不知道当时是谁嫁了人家之后还热情的邀请人家打游戏呢？平时都是咱们4个组队，结果这次周末愣是打了2天5黑，硬生生把我从白银带到黄金了，这都得多亏你的小宝贝啊！李成刚听得面色一窘，辩驳道：你还好意思说？还不是你把我手机号给他了？我当时都明明白白的拒绝他了，还骂了他一顿呢，骂完直接就删了。不信你问王成和吴轩，那后来怎么又联系上了？他说他打游戏厉害，你们不是也看见了吗？人家是王者，所以呢，你就心甘情愿的做他的胯下之臣了？你怎么凭空误人清白？我那是为了集体利益着想，而且人家也确实厉害啊，把咱们的带到黄金了。李成刚一阵面红耳赤，接着便是难懂的话，什么人家亚索贼溜，没他带咱们一辈子都上不了黄金，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整个上学路上都充满了快活的空气。直到4人踩着点来到教室，他们对李成刚的嘲笑才算是停了。打了一宿游戏的3条大汉往桌上一趴，准备这节课直接睡过去。秦洛倒是没那么困，他身体素质好，但考虑到这节课是没什么意思的英语课，于是也打算睡觉。而就在这时，上课铃声悠然打响，一道倩影突然出现在班级门口。他戴着一个皮质贝雷帽，帽檐压住他那带有蓝色挑染的黑色波浪长发，一双美眸银波闪闪，眼角下的泪痣平添2分妩媚，本就多情的狐狸脸被那精致的妆容渲染得更加美艳。顺着那线条精致的锁骨往下看，他窈窕的身躯被包裹在绑带抹胸之下，外衬一件黑色皮夹克，纤细的小腹暴露在空气当中，尽显女性的妖娆美感。同为黑色的半裙长至膝盖，侧面微微开叉，若隐若现的白皙腿肉惹人浮想联翩，单是看一眼便很难再让人挪开目光。他乍一出现，班里便有人看向了他，结果一双眼珠子便死死地定格在了他身上，再也难以移开。随后重复这个行为的人越来越多，同时他们还在不断地发出惊呼声：卧槽，美女！这脸蛋，这身材，绝了！有人认识这美女吗？屁话，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咱们学校的牛头人战神你都不认识？我勒个去，姚妍妍怎么跑咱们班来了？不会是奔着谁男朋友来的吧？坏了，她肯定是冲着我男朋友来的。什么？我男朋友和我不是一个班的？那没事了。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冲着秦洛来的？某位仁兄仿佛一下子道破了天机，周围的人们听到后先是一愣，随后齐刷刷地看向了坐在后排的秦洛。而此时此刻，秦洛正在隔着一段距离和姚妍妍对视，两人的视线交织在一起，少女展露笑容，红润的嘴唇微微上翘，尽情地彰显出妩媚动人的风姿。秦洛则是眯起双眼，不用猜也知道他是奔着自己来的，于是便在心里思忖起姚妍妍突然到来的目的。自打和姚妍妍有了第一次的深入交互以来，他是偶尔会去陪姚妍妍上课，但姚妍妍主动跑来找他，这还是头一次。卧槽，姚妍妍怎么跑来了？洛哥，这不会是冲着你来的吧？老秦，你说实话，你俩是不是真勾搭上了？姚妍妍的出现引起了全班人的注意，秦洛的几个舍友本来都快和周公的闺女约上了，见状直接就清醒过来。毕竟他们可是知道秦洛最近和姚妍妍打得火热的，姚妍妍会突然跑来他们班，除了找秦洛之外，他们想不到其他理由。秦洛摇摇头没说话，他隔着一段距离与姚妍妍对视，后者对他笑了一下，然后对讲台上的老师说道：不好意思老师，我来晚了。英语老师推了推眼镜框，他知道姚妍妍不是这个班的学生，但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点了点头，示意他可以进来了。大学本就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地方，越好的大学越是如此，学生串班蹭课什么的一般不会有老师排斥，除非那个学生特别惹人厌，一过来就捣乱。英语老师虽然听说过姚妍妍的大名，但觉得她不是个会在课堂上生事儿的人，所以也就没管太多。得到了老师的应允，姚妍妍迈开套有黑色中靴的小腿，在人们的注视下一步步走到秦洛旁边。他对坐在秦洛一侧的王晨问道：同学你好，请问我可以坐这里吗？王晨深深地看了秦洛一眼，然后二话不说挪到了后排的空位上。秦洛另一侧的吴轩和李成刚也是如此，他们麻溜地跟王晨坐到一起，睡觉什么的完全不想了，一双眼睛瞪得斗大，就想看看姚妍妍这次跑来是想着做什么妖。谢谢，
姚妍妍对王晨道了声谢，然后很自然地坐到了秦洛身边。这个过程中，秦洛一直在看他，像是在琢磨他的内心想法。姚妍妍注意到他的目光，坐下后就笑着问了一句：“我很好看？”秦洛翻了个白眼，问他：“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上课啊？刚好最近想要提升一下英语水平。你都跑去找我蹭了那么多次课了，不会介意让我蹭一下吧？”姚妍妍一脸笑嘻嘻的样子，很明显的就是在扯淡，于是又换来了秦洛的一个白眼。好了，各位，现在开始上课，请大家在上课过程中保持安静。英语老师敲了敲桌子，强制性的让那些看着姚妍妍和秦洛的人把注意力挪开，这才开始上课。而嘴上说着想要提升一下英语水平的姚妍妍，在上课刚开始没几分钟便开始玩手机了。她像是有些无聊，玩了一会儿就把手机放在左手边，也就是靠近秦洛的那一边，且是正面朝上。接着她又便掏出了一把瓜子，许是怕直接用牙齿磕会发出较大声响，所以她是用手指去剥的。秦洛瞥了她一眼，目光落在她的手上。姚妍妍不止妆容精致，穿着靓丽，就连手都带有不俗的魅力。那10根手指宛如青葱白玉一般修长且纤细，墨绿色的美甲将她的手指渲染得更加白皙，其上还附有各种小饰品的点缀，看上去精致又华丽。秦洛觉得这样的一双手总该有些别的用途，他本应有着成为一名优秀的炮手的潜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慢条斯理的剥瓜子，而且一颗一颗剥得十分认真专注。这时他放在一边的手机亮了一下，屏幕上显示是收到了微信消息，但消息被自动折叠，所以看不见具体内容。秦洛瞥了一眼，小声提醒了一句：“你有消息。”姚妍妍满不在意的道：“你帮我看一下，我腾不开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剥炒瓜子是吧？秦洛撇了撇嘴，心里又觉得有些微妙。这些天他偶尔去图书馆看到过一本心理学的书籍，那本书上说，人在面对他人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有些防范意识，这种防范意识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有意无意的保持距离，刻意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和情绪表达等等。拿女生举例，如果女生在和你约会的过程中，她在左你在右，而她又是将背包放置于自己的左侧，还有吃饭的时候将手机扣在桌面上，若是有这些行为，则说明她对你是有一定防范心理的，反之则是说明对方对你拥有相当大的好感。有多大呢？大到他不介意被你窥探到自己的隐私。在如今这个社会，人们对隐私都是非常注重的，没有人会愿意自己的秘密被别人随意窥探，哪怕那只是相册里的一张照片，聊天记录里的一句简单的问候，虽然看似没什么，但被别人看了总是会不舒服的。而如果当一个人不介意被你看到这些，那就已经能说明很多问题了。换算成秦洛眼下的状况就是，姚妍妍不仅将手机正面朝上放到了靠近他的这一边，还不介意他去看他收到的消息，这种感觉就很微妙。秦洛压下心中的千丝万绪，拿起手机，然后屏幕中弹出了密码输入界面。秦洛看了姚妍妍一眼，姚妍妍头也不转地说道：“521103。”秦洛沉吟了一下，1103这个数字就很微妙，刚好是他的阳历生日，甚至他自己的手机密码都是1103。换作是其他人设置这个密码，秦洛会觉得这只是一个巧合，但当这个人变成姚妍妍时，那就很耐人寻味了。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秦洛心里如此想着，键入密码解锁了手机，点开微信后，他还没看到姚妍妍刚刚收到的微信消息，就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了置顶的位置，且备注昵称为阿洛。秦洛又看了姚妍妍一眼，姚妍妍目不斜视，依然在专注地剥着瓜子，精致的侧脸无时无刻不再散发着迷人的魅力。秦洛忍住了没说话，点开手机里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小声道：“备注叫桃子的人，他说帮你点到了，问你今天怎么没去上课。”说完，秦洛不由得眉头上挑。虽说他这段时间动不动就去找姚妍妍蹭课，但那也是在他自己没课的时候，只有在闲着没事的情况下，他才会查一下从论坛里找来的姚妍妍班里的课表，然后过去找姚妍妍交流下感情。至于像是当初追许科那样哪怕翘课都要去陪许科上课的行为，他还从来没有对姚妍妍用过。倒是这姚妍妍居然翘课来找他，这着实有点出乎秦洛的意料。姚妍妍看了秦洛一眼，随后收回目光，说道：“你就跟他说有个男生在追我，我想要给他一点机会。”秦洛没有按照他的说法去回复，而是开口问他：“你说的这个追你的男生不会是说我吧？”姚妍妍笑着道：“谁知道呢，我也忘了那天在女生宿舍楼门口问我要不要做他女朋友的人是谁了。是我没错，不过你当时也没给我准确的答复啊。当时是当时，说不定现在已经有了呢。”秦洛眯了眯眼，他有点摸不准姚妍妍的心思了，甚至觉得他今天刚的有点离谱，以至于让他开始有些招架不住了。不是那种随时可能被攻略的招架不住，而是那种因为摸不透对方的真实想法而导致的疑虑感。不过饶是如此，秦洛也没有把这一点表现出来，而是很配合姚妍妍似的问他：“那你现在的答案是？”姚妍妍嫣然一笑，反问道：“你想要个什么答案？那肯定是好的答案了。那什么是好的答案呢？你不是知道我想要什么答案吗？”姚妍妍笑着没说话，又回过头去继续剥瓜子，徒留秦洛一个人在那儿想东想西，愣是摸不清这小妖艳是什么路数。乍一看，她像是对秦洛之前的追求行为有了回应，但她这种言语表达又和一般的女人完全不同。秦洛明知道她这很有可能是套路，
但又因为他这前所未有的言谈举止而感到疑惑，甚至萌生了一种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的错觉。这就是渣女真正的实力吗？尽恐不如私。两人对话的声音不大，但也都被坐在后排的秦洛的3个舍友听见了。李成刚表情有些猛然，忍不住小声发问：什么答案？啥答案？我怎么听不懂啊？王晨的样子比他也好不到哪儿去，一脸呆呆地说：我不知道啊，别问我啊。吴轩推了推镜框，厚重镜片下的眼中闪过一道犀利的光。不出意外的话，姚妍妍是在问老秦喜不喜欢他，而老秦则是在问姚妍喜不喜欢他。什么玩意儿就喜不喜欢了？我也没听他们说到这个字眼啊。李成刚瞪了瞪眼，感觉脑子突然有点发痒，像是有什么东西要长出来了，最后可能是生长失败，干脆往桌上一趴，直接放弃了思考。而这个时候，姚妍妍扭头看了秦洛一眼，突然问了一句：哎，我听说你挺受欢迎的，这段时间有不少女孩主动找你呢，你怎么不从里面挑一个喜欢的谈恋爱啊？这次轮到秦洛不去看他了，闻言也只是随意的答了一句：没遇到喜欢的呗，你呢？他最后把问题抛给姚妍妍，打断姚妍妍的节奏，试图按照第一次与姚妍妍深入交流时那样掌控对话的主导权。但火力全开的小妖艳显然不会轻易中招，闻言后便是微微一笑：我倒是遇到喜欢的了，就是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秦洛眉头一挑：要不我帮你问问？可以啊，我能不能脱单就全靠你了，到时候成了的话我请你吃饭，到时候你都有男朋友了再请我吃饭不好吧？我觉得他应该不会介意，你会介意吗？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面对姚妍妍的反问，秦洛暗中嘬了嘬牙花子，心里直呼内行。当注意到姚妍妍现在那副游刃有余从容不迫的样子后，他才终于发现之前与姚妍妍的唇枪舌战那都是小打小闹，他自以为能免疫渣女的套路，实际上人家姚妍妍之前可能压根儿就没认真过，而现在不一样了，他明显是认真起来了，字字珠玑，句句撩人，明明没有一句话是带有表白性质的，但偏偏把暧昧2字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简直像是传说中的情蛊一样，不声不响的就开始给别人下套缠绳。怪不得当初那么多情侣都被他拆散了。秦洛以前还鄙视过那些被姚妍妍勾搭的有妇之夫，但现在他必须得承认，有些事真不能怪他们，毕竟他真的是太强了。避而不答，以问作答，渣女强者恐不如斯。后排的吴轩从牙缝中挤出一句话，敬佩之意溢于言表，显然是被姚妍妍给震惊到了。啊！王晨一脸茫然，下意识问他什么意思啊？你听懂他俩在说啥了？吴轩摇了摇头，没听懂，但可以肯定的是，老秦已经落入下风了。王晨闻言，脸上的猛然之色更甚，眼看着脑瓜子就要冒烟了，那是超负荷 Cup 正在对他发起抗议。于是他直接步了李成刚的后尘，趴在桌子上开始摆烂。而秦洛见姚妍妍如此来势汹汹，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否则主动权早晚要被姚妍妍彻底拿捏，到那时他就会非常被动。无论姚妍妍心里到底藏了什么小把戏，他都必须得扭转这个局面。你这是在给我机会？秦洛主动发出提问，迈出了向姚妍妍进攻的第一步。姚妍妍表情不变，反问他：你这是在跟我表白？秦洛两眼一眯：撩我是吧？姚妍妍嘴角微翘，表情似笑非笑：只有对我心动的人听到我的话才会觉得我是在撩他。秦洛进攻的第一步直接被打断，主动权再次被姚妍妍牢牢掌控，这让他放弃了和姚妍妍比拼套路。那如果我有心动呢？秦洛直接重拳出击，将计就计，借力打力，他倒是要看看姚妍妍的防御力有多强。而姚妍妍在听到他这句话后，依然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只是始终保持着恬淡的笑容。心动啊！他声音轻轻拉长，随后在秦洛略显疑惑的目光下，他突然拉过秦洛的手，然后将刚刚在对话过程中包好的一大把瓜子轻轻放在了他的手掌中。那就不如行动。他笑着做出应答，眉眼稍弯的瞬间，他那妩媚的笑脸夺走了周围所有的光彩。看着那被放在自己手里的一大把瓜子，秦洛的嘴巴都不由自主地张大了些许。在这一刻，即使他心里1万个不愿意，他也必须得承认，有那么一瞬间，他的心跳加快了许多。而在他身后，倒吸凉气的声音接连响起。李成刚、吴轩和王晨齐齐瞪大眼睛，纵然牙关紧咬，但一股股的凉气依然顺着牙缝不断钻入口腔。他们在感受着透心凉、心飞扬的同时，看向姚妍妍的眼神中也充满了惊惧。此时此刻，他们深切地知道了学校里的唯一真神到底是多么的强大，牛头人战神这个称号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令人绝望的实力。不夸张地说，单单是这一手包瓜子操作就已经他们瞠目结舌。他们扪心自问，如果自己现在有女朋友，而姚妍妍又主动跑来勾搭自己，结果又会是怎样？全军覆没，无一例外。3个雄鹰般的男人垂下了高傲的头颅，随后看向秦洛，他们仿佛在目送一位即将踏上战场的战士一般，3双眼睛中都蕴含着汹涌澎湃的情绪。兄弟，一定要坚挺住，千万不能着了这个女人的道啊！秦洛没有辜负3个舍友的期望，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不可能因为姚妍妍的几句话就真的对他心动不已。尽管他刚才的操作的确是撩到秦洛了，但秦洛是个很清醒的人，他知道姚妍妍是个什么样的人，知道他不会无缘无故的突然说这些话，做这些事。如果换成一个普通女孩，秦洛或许会觉得对方是真的对自己有好感，
是想和自己谈恋爱。但姚妍妍是什么人？学校里的牛头人战神，无数女孩对她闻风丧胆，甚至被迫害者还建立了反牛头人联盟，是他们眼中的最终大 boss。这样一个女人，怎么可能轻易喜欢上别人？秦洛虽然不知道她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她这么做必然不是因为喜欢自己，或许是出于某种玩乐的心态，就好像她之前把别人的男朋友勾走，然后一转眼就直接踹掉。秦洛不敢确定，毕竟他又不是有妇之夫，按理说不应该成为姚妍妍的目标。他甚至好几次都想要用听心耳机来听姚妍妍的心声，但考虑到耳机只还剩下一次的使用机会，觉得不该用在这种无关紧要的事上，所以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想法。而最终秦洛和姚妍妍的这一次交锋，以秦洛的完全败北收场。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小妖艳全力开火时的强悍，于是果断选择了战略性沉默，一边默默吃瓜子，一边假装认真听课，整一节课都没有再和姚妍妍说一句话。而姚妍妍也没在意，只是自顾自地玩起了手机，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和秦洛待到了下课。当下课铃打响的瞬间，秦洛突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第一时间就想要远离这个危险的女人，正要起身离开，却突然被姚妍妍抓住了手。秦洛动作一顿，扭头看她，表情显得有些纠结。干嘛？姚妍妍笑着说，别急着走嘛，我有点事要和你说。你刚才上课的时候怎么不说？因为我想在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说啊。她对着秦洛妩媚一笑，那媚骨天生的眼睛中流转着万般春情，媚得让人不敢直视。秦洛直接被晒干了沉默，然后重新坐了回去。他倒也不是非得配合姚妍妍，只是他很想知道姚妍妍这次跑来找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答案等下就会由他亲手揭开。随着老师宣布下课，同学们三两成群的纷纷离开，而在走出教室的过程中，他们的目光始终定格在秦洛和姚妍妍身上。有人表情微妙，有人眼神暧昧。显然秦洛和姚妍妍迟迟没有起身的行为，让他们已经开始联想一些少儿不宜的画面了。秦洛的三个舍友看了一眼秦洛的背影，然后齐齐叹了口气，纷纷起身离开。路过秦洛身边时，他们分别拍了拍秦洛的肩膀，然后给了秦洛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你们这一副我马上就要被渣女拿下了的眼神是几个意思？秦洛被他们搞得有些哭笑不得。不多时，除他们之外的所有学生全部离去，偌大的教室里顿时便只剩下他们两个人，安静的让人有些不适。秦洛开口说道，说吧，你来找我到底是什么事？姚妍妍笑嘻嘻地说，没什么事啊，就是有点想你了。秦洛眉头一皱，你要这么说，那我可就走了呀。他说着就要离开，但姚妍妍却再次抓住他的胳膊，眼神中闪过一抹焦急。别走，你到底想做什么？我喜欢你，我想做你女朋友。秦洛错愕的神色瞬间覆盖了秦洛的整张脸，他张了张嘴，愣是没想到姚妍妍居然还能打出这种直球。而这个时候，他发现姚妍妍的脸上居然浮现出了两抹红晕，且眼神中也不再是单纯的妩媚，而是多了几分羞涩。这个小妖艳居然也会有这种动情的一面吗？秦洛下意识地吞了口水，但却又很快清醒过来。他没有忘记姚妍妍是个什么样的人，更清楚她最擅长的就是演戏，所以他褪去满脸的错愕，脸上重新露出轻松的笑容，用调笑的语气说道，如果你真的喜欢我，那应该不会拒绝这个吧。话音落下的同时，他已经俯下身子凑向了姚妍妍的脸，这是在秦洛想来对姚妍妍最为强而有力的反击。如果他接下来躲开了，那他刚才营造的一切都将不攻自破，这场名为套路的交锋也将以秦洛的胜利而告终。而如果他没躲开，那压根儿不可能。一个特殊分高达95分的女人，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和一个自己不喜欢的男人打爆？秦洛料定姚妍妍必然会躲开，所以他的动作没有丝毫迟疑，像是真的想要吻上姚妍胜，只是眼神中带着一抹胜券在握的戏谑。这一幕落在姚妍眼里，让他的表情明显有了一瞬间的诧异，但下一秒，这份诧异就转移到了秦洛眼中，因为姚妍没有躲开，不仅没躲开，她甚至还闭上了眼睛。随着眼皮的闭合，她那修长漆黑的睫毛微微发颤，在水润口红覆盖下的嘴唇显得娇艳欲滴，她的紧张肉眼可见，她的妩媚令人沉迷。秦洛本想就此终止自己的动作，但不知为何，见姚妍这样一副姿态，他居然鬼使神差的继续往前凑去。离得近了，两人甚至都能感觉到对方呼在自己脸上的灼热气息。寂静的教室内，某种微妙的气氛正在迅速蔓延开来，它不断地影响着两人，让他们的身体越靠越近。而就在他们两人的嘴唇即将贴近的时候，突然间，教室的门被人重重推开，伴随着砰的一声，教室大门被直接推到最大，径直撞到了墙壁上，一声满含怒气的娇喝声也随之响起。姚妍突然响起的动静让秦洛身子一僵，而当那熟悉的声音响起的瞬间，他下意识地扭头看去，入眼却是一张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清冷面容。姚妍睁开双眼，却没有扭头去看来的是谁，只是轻轻抚了抚自己的胸口，在悄悄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他感觉心跳前所未有的剧烈，像是一头蒙头乱撞的小鹿，怎么都停不下来。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教室里的安静，也让秦洛和姚妍之间那份暧昧的氛围彻底消散。秦洛目不转睛地看着门口的人儿，两眼中尽是纷杂的色彩。那是一个极美的女孩，
有着一头碳纤般乌黑柔顺的长发，3-7分的斜刘海下是一张精致到让人惊艳的脸蛋，白皙纯美。她五官的每个部分都漂亮的恰到好处，无论是那高挺的鼻梁、红润的嘴唇，还是明亮的双眸，都仿佛最精美的艺术品一般，完美到让人挑不出丝毫的瑕疵。随着视线下移，她白皙的天鹅颈下，娇柔的身段被包裹在一身素白色的连衣裙中，纤细的腰肢被裙子的腰身勾勒出一道精致到惊心动魄的线条，裙下的双腿更是纤细而笔直，腿型完美到不可思议，耀眼且夺目。只一眼看去，她就宛如天山之上的白净雪莲一般，圣洁而傲然，让人在满心憧憬着仰望的同时，却又生不出丝毫的觊觎和玷污之心。唯一可惜的是，她那双眼睛中此时正氤氲着如火山般澎湃的怒意，而她面色冷硬的样子又像是如照寒霜。火山与寒霜碰撞，纵然是让她看上去更有韵味，却也能让人感觉到她满腔的愤然。姚妍妍、秦洛，你们……许柯隔着一段距离瞪视着秦洛和姚妍妍，他咬牙切齿地挤出几个字，却又怎么都组不成一段完整的话，像是已经被怒火摧垮了理智，激动的那攥紧的拳头都有些微微发抖。秦洛没有说话，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许柯，眼神中流露出些许的恍然。他不记得自己有多久没有见过许柯了，自打上次在女生宿舍楼门口那次之后，至今为止他一次都没见过许柯。尽管这些天许柯动不动就给他发消息，让他去陪他上课，让他帮忙买奶茶什么的，但秦洛也都是敷衍应对，完全没有回应许柯的任何意愿，更没有再去见过他一面。好像也才过去了10多天吧。秦洛有些不确定，因为再次见到许柯，他竟莫名有种恍然隔世的感觉。这时他身边的姚妍妍站起身来，满脸笑容地调侃道：你说说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故意想要坏我好事是吧？他的一句话成功吸引了许柯全部的仇恨。许柯满脸怒然地瞪着他，咬牙切齿地道：姚妍妍，你到底什么意思？不明显吗？姚妍妍看了秦洛一眼，表情似笑非笑，这让许柯再一次受到了刺激。他咬了咬牙，转而看向秦洛，大声向他质问道：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我了？你是不是想要和姚妍妍在一起？你说啊！面对许柯的质问，秦洛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他既没有那种被捉奸的慌乱，也没再次面见前女友时的尴尬，他只是保持着淡然的表情，用很平淡的语气说了一句：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了，而且你应该也已经得到过4次回答了，所以我不会再继续重复。许柯咬紧下唇，对秦洛的话不置可否，尽管他的确已经从4个舍友那都得到了一份答案，但他最想得到的依然是秦洛给予的回答。接着秦洛再次说道：至于你问我是不是想要和姚妍妍在一起，我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身份问的这个问题，我的朋友，我的女朋友，还是别的什么？许柯被他问得哑口无言，他注视着秦洛的眼睛，想要试图从里面看到以前总能看到的那抹温柔与情意，可他失败了，他没有看到任何自己想看到的东西。秦洛的眼睛里只有平静，宛若无风掠过的湖面一般，平静到让人窒息。多日来时有出现的滞涩感再次出现，许柯张了张嘴，从喉咙里挤出有些沙哑的声音：我不是你的朋友，也不是你的女朋友，但你明明是喜欢我的，你明明是喜欢我的才对。如果你这时候喜欢上别人了，那你把我当成什么了？你之前对我的那份喜欢，之前3个多月对我的追求，又算什么？如果你就这样放弃我了，那你之前做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啊？他的声音逐渐尖锐，越来越大，甚至透出几分歇斯底里。姚妍妍饶有兴致地看着他现在的模样，随后看向秦洛，似乎在期待他接下来会做出怎样的回应。是心软低头，重新变成许柯的小舔狗，还是将冷酷贯彻到底，从此与许柯一刀两断，陌路终生？你觉得我之前做的一切都没有意义吗？秦洛开口问道。如果你现在就放弃了，那你之前做的事就是没有意义的。许柯倔强的道。如果你真的喜欢我，就该一直追求我，一直到我答应为止，而不是说放弃就放弃。这样啊，你是这么想的呀？秦洛突然笑了，笑得很轻柔，很温暖，那是许柯熟悉的笑容，但不知为何现在看来却满是陌生，甚至就连秦洛这句意味不明的话都让他的心跳跟着停滞了一下。某种慌乱的情绪自心头滋生，让他莫名产生了一种懊恼的感觉。他突然觉得自己似乎不该说刚刚那句话，以至于他现在也不想再去听秦洛后面会去说些什么。可他现在不会转身就走，同样的，秦洛的话也一定会传达到他的心里。说实话，你是我的初恋。他轻声开口，像是诉说真心，语气轻柔到能抚平他人焦躁的情绪。读中学的时候就有很多同学在谈恋爱了，当时我就在想，等我以后谈恋爱，我喜欢的那个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大概在3个多月前，我遇到了那个他，她穿着一身素白色的裙子，美得让人不敢直视。喜欢她的人有很多，而我只是其中一个。还好，因为她的冷漠，那些人都坚持不了多久，所以他们都不如我。因为我一直坚持下去了，哪怕他再冷漠，我也相信他会有心动的那一天。毕竟，就算他真的是一块冰，也总该能有武化的那一天吧。于是，我开始变着法子追求他。我专门查了他的课程表，经常去跑去他班里陪他上课，哪怕换来只是冷眼和无视，我也甘之如饴。我知道他有痛经的毛病，所以我专门学了怎么炖鸡汤，只希望能在他难受的时候能给他一些温暖和照顾。我知道他喜欢吃甜品店新出的蛋糕，
于是我顶着大太阳排队几个小时帮他买回来。我知道这些都只是我的自我感动，但那又如何呢？我心甘情愿，因为我始终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回头看看我。毕竟，就算是天上的月亮，也总会倒映在水里。秦洛面带笑容，声音轻柔，他毫无保留地展现出自己的心意，像是在诉说着一个甜蜜的爱情故事。姚妍妍亦是这个故事的见证者之一，所以她在听了这些话之后，脑海中不由自主的便浮现出这3个多月来秦洛做过的那些大大小小的事，心里不由得感到有些郁郁。同样的画面也浮现在许科的脑海中，造成的影响还要更甚。他嘴唇越咬越紧，像是想要说些什么，但喉咙却仿佛生锈的水管一般，满腔的言语变成了尖锐的钉子，始终划不出去，却又刺得他喉咙生疼。可事实证明，不是每一份真挚的情谊都会得到回应，水里的月亮终究只是倒影，世界上也真的有化不开的坚冰。他终于勉强开口，但秦洛却没有给他说下去的机会，直接用一句话打断了他的声音。许科的牙齿越来越用力，以至于在那本该娇嫩的下唇上留下了明显的齿印，甚至一度变得愈发鲜红，像是要渗出血来。秦洛平静地看着他，脸上的笑容渐渐褪去，在开口时语气依然轻缓，但却没了那份柔和。在你看来，我没能一直坚持喜欢你，追求你，就让我之前所做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但对我来说，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的情谊表达，纵然他始终没有得到回应，但也改变不了他的纯粹和真意。我从未埋怨过你什么，尽管我认为真心总能得到善待，但感情并不应该被强求。说到这儿，秦洛声音一顿，脸上再次扬起微笑。许科，我不会再试图摘月了，我只要那奔我而来的月亮。话音落下的瞬间，秦洛突然转身，他一把擒住姚妍妍的下巴，随后在其错愕的目光当中一口吻了下去。霎时间，姚妍妍如遭雷击一般愣在原地，她瞳孔骤然收缩，似是怎么都没想到秦洛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情。许科的眼睛猛地瞪大，秦洛刚刚说的那一番话还在脑海中缭绕不散，如今他紊乱的思绪还未平缓，秦洛的所作所为就又是给他当头一棒。一时间，整个教室像是被摁下了暂停键一样，安静到了一种让人窒息的地步。直到几秒之后，秦洛的嘴擦过姚妍妍细腻的面庞，最后停在她的耳边。虽然不知道你到底在想些什么，不过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就算是我的回礼了。当那轻柔的声音传入耳中，姚妍妍总算从惊愣当中回过神来，她怔怔地看着秦洛，瞳孔中倒映出她略显轻佻的笑脸，眼神中闪烁着复杂到极点的色彩，本来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心跳也跟着失控。她嘴唇轻轻蠕动，像是要说些什么，但话音未出，秦洛便已经迈步离去。姚妍妍眼睁睁看着秦洛走到许科身边，然后直接掠过，不带有一丝的停顿和迟疑。那一瞬间，她看到许科的身体很明显的颤抖了一下。别走！许科用很艰涩的声音吐出几个字，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秦洛听到了，但他依然没有止步，只是自顾自地走出了教室。然后他看到墙边正站着3个高低不同、各有千秋的美少女。唐玉用复杂且震惊的目光盯着他，目不转睛，欲言又止。楚四锦手里拿着零食袋，一只手停在里面，却久久没有从里面掏吃的出来。一身 JK 装的楚流年眨着眼睛看他，脸上的笑容中透着几分惊奇，像是看到了一出精彩的好戏。秦洛目光扫过他们3人，微微一笑，随即伸手从楚四锦的零食袋里掏了一块薯片出来塞进嘴里，然后还趁着楚四锦发愣的功夫捏了捏他的脸。拜拜。他摆了摆手，大步离去。那挺立宽阔的背影处处都透着潇洒和不羁。唐玉以复杂的眼神目送了他一路，知道他的身影渐渐消失，这才对另外2人问道：你们有什么想法？楚四锦抿了抿唇，讷讷地说：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有点难受，有点没胃口了。他说完，从零食袋里拿出一片薯片，有心想要塞进嘴里，最后却又将其放了回去。楚流年双手抱胸，饶有兴致的道：这样的操作，即使是放在动漫里，也能称得上是经典了。如果我以后能画漫画，一定要把这段情节，说不定漫改后就能经典永流传了。能让小吃货楚四锦没了胃口，能让老2次元楚流年都奉为经典，可以看得出秦洛刚才的一番操作给他们造成了多大的冲击。唐玉心里同样也不平静，在他的视角看来，秦洛对许科3个多月的追求，只不过是很简单的一场少年默爱罢了。可正因为他是旁观者，所以才能用这样简单的一个成语来概括。若是无法设身处地地带入到秦洛的视角当中，谁又能说得清其中的情感纷杂？唐玉说不清，也理不顺，只是在听了秦洛的那番话后，他突然就有点心疼他了，甚至对于秦洛突然吻了姚妍妍的事，心里也没有产生什么过多的想法。秦洛既然已经决意要放弃许科，那再去青睐别的女人也实属正常。尽管他知道这一切都是姚妍妍主动造成的，他唯一不知道的是，眼下这个结果又是不是姚妍妍想要看到的。我们进去吧。唐玉一边说着，一边走进教室。相比起姚妍妍，他现在更好奇许科会是什么反应，是后悔、懊恼、感动，又或者一如往常继续展现出骄傲的姿态，大声说着那都是他的一厢情愿之类的话。唐玉的好奇心很快地得到了满足，他刚刚走进教室，脚步便顿在了原地。一眼看去，许科就站在不远处，他像是遭了一记晴天霹雳，
又好像是被一双大手抽走了魂魄，整个人显得僵硬又麻木。那本就白皙的俏脸，现在更是透出一丝病态般的苍白，像是一朵毫无生气的纸花一般。一双眸子也失去了高光，显得空洞又涣散。尽管已经习惯了许科平日里面无表情的清冷样子，但他现在的状态可是和那所谓的清冷不太一样。硬要形容的话，就像是大脑在受到剧烈的刺激之后，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从而让他整个人都处在了一种屏蔽的状态。许科，你没事吧？唐玉轻轻出声呼唤许科，但却没能得到回应。许科像是没有听到任何声音，始终傻傻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唐玉皱了皱眉，随即看向不远处的姚妍妍，却发现她此时正坐在原地摸着嘴唇发呆，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许是感觉到了来自唐玉的目光，姚妍妍回过神来，表情又恢复成了平日里那副玩世不恭的模样。她一步步走到唐玉身边，随口说道：“看样子这次他受到的刺激足够了，先带他回宿舍吧。”唐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一阵欲言又止后，还是沉默着点了点头。随后他和楚留年一左一右扶住许科，准备将其带回宿舍。然而走出教学楼之后，姚妍妍却没有跟在他们身边，而是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唐玉下意识地问他：“你去哪儿？”姚妍妍对他的话充耳不闻，一言不发地离去。于是唐玉就知道了，姚妍妍表面上的平静只不过是在掩藏内心的波澜，秦洛刚才的所作所为影响的也绝不仅仅只是许科。妍妍怎么了？楚四锦忍不住问道。唐玉摇摇头没说话，楚四锦也就憋着嘴没再追问。他默默吃了一口薯片，目光扫过面前的三个朋友，又看了看正渐渐走远的姚妍妍，总觉得他们今天都怪怪的，连自己也是，平日里最爱吃的薯片都没什么想吃的兴致了。话说秦洛刚才是不是偷吃我薯片了？楚四锦纳闷着，又打开一瓶可乐，开始囤。不多时，一行人回到606宿舍，唐玉和楚留年将许科扶到椅子上坐下。他们正要思考该怎么让许科恢复正常的时候，突然惊讶地发现许科的脸上不知何时居然流下了2行清泪。另外3人看到这一幕，皆是不由自主地睁大了眼睛。同窗这么长时间，他们还是头一次见他流眼泪。许科，你还好吧？心善的楚四锦走到许科身边，他从包包里拿出了一袋零食，小心翼翼地说道：“我给你吃零食，你别哭了好不好？”许科这次终于有了反应，他红唇轻启，像是想要说些什么，可话一出口，却只剩下了颤抖的哭腔。他不能就这么放弃我，他不能就这么放弃我。满腔的情绪顺着他的声音一起流露而出。许科像是再也难以按捺自己的感情，任由泪水汩汩流出，任由哭声在小小的宿舍里回荡。余几人都被许科的模样惊得不轻，他们见惯了许科平日里那副清冷骄傲的样子，又何曾见过他现在这副模样。楚四锦和楚留年显得有些束手无策，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于是只好朝唐玉投去求助的目光。唐玉没有坐视不管，他走到许科身边，轻轻握住他的手，问他：“你现在明白自己对秦洛的心意了吗？”“对不起，我知道错了，我真的喜欢他。唐玉，你帮帮我好不好？你帮帮我，帮我把秦洛找回来好不好？他不能不喜欢我的，不能不喜欢我的。”许科的哭声微微颤抖，而这一次，他也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许科紧紧抓住唐玉的双手，就像是即将溺死之人抓住了救命稻草，用力之大，甚至让唐玉感觉有些刺痛。不过眼下这个情况，唐玉也没有把手抽出来，他只是微微蹙起眉头，一时间也不知该跟许科说些什么。如果许科是在几天之前说出这句话，那唐玉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帮他，这种能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事，唐玉不会排斥。可现在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当秦洛在教室里说了那些话，并且吻了姚妍妍之后，这场感情的游戏就已经不是1对1的对局了。以唐玉对姚妍妍的了解来说，他不觉得姚妍妍会置身事外，哪怕许科现在已经明了了自己对秦洛的心意，但也终究晚了一步。这让唐玉想起曾经在网上看到的一句话，叫做迟来的深情比草都贱。唐玉没有感情经历，当时只是对这句话嗤之以鼻，因为觉得这句话贬低了小草，毕竟小草又做错了什么呢？可现在看到许科这副模样，他真切地了解到了这句话的含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算了吧，许科，我知道你现在很难受。唐玉犹豫着开口，既想要让许科能够接受现状，又不想说太直接的话刺激到许科。可许科不等他说完，便直接粗暴地打断道：“不可以算了，他不可以就这么算了。他以前那么喜欢我，怎么可能说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他只是为了刺激我而已。他成功了，我现在知道我喜欢他了。只要我再去找他，只要我主动说我喜欢他，他就已经还会回到我身边的，一定会。”他像个不肯承认现实的小丑，歇斯底里地否定着眼下的一切。而眼看着他情绪愈发激动，唐玉眉头一拧，大声说道：“你清醒一点，他已经不喜欢你了。”平日里柔和温婉的唐玉难得有这样动怒的时候，当那张古韵十足的鹅蛋脸呈现出冷硬的一面，其威势便生生扼住了许科的发言。许科咬了咬嘴唇，他似乎还想要再说些什么，但一旁的楚四锦却突然小声地嘟囔了一句：“我是不懂什么喜欢不喜欢了，不过互相喜欢的人应该会亲嘴吧？我看秦洛刚才和谣言亲嘴了，所以他们应该是互相喜欢的吧？”他此话一出，整个宿舍里顿时静了一下。许科愣愣地待在原地，他表情一再变化，时而迷茫，时而恍然，最后竟然像是说梦话似的开始呓语。秦洛和姚妍妍在一起了，他们怎么可以在一起呢？他们不可以在一起的。他的声音不大，但在这安静的宿舍里
却是清晰可闻。而他说着说着，突然便站起身来，走到自己的床下。他像是一具行尸走肉一般，一边一语一边爬上床，然后慢慢躺上去，望着天花板开始出神。那嘴里的一语声越来越小，三人在下面看着躺在床上的他，分不清他到底是在发呆还是已经睡着了。许克这诡异的表现让楚四锦感到有些不安，于是缩着脖子弱弱地问了一句：我是不是说错话了？易楚流年瞪了他一眼，小声说道：你说呢？许克都这样了你还刺激他，生怕他答得不够快啊。这种被同寝好友当面 NTR 的情节，除非是在李帆，否则放在哪部作品里都是相当炸裂的啊。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说的是事实嘛。楚四锦有些委屈，于是憋着嘴吃了口零食。一旁的唐玉有些欲言又止，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朝楚四锦投去了一个赞许的眼神。他刚才没忍心直接把姚妍妍搬出来刺激许科，但眼下看来，这其实才是最直截了断的能让许科接受现实的方法。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与其沉浸在懊恼与悔恨当中，不如快刀斩乱麻，这样想必许科难受个几天也就能恢复了。说到底也只是些情情爱爱的小事罢了，难道还真能把人伤得千疮百孔？唐玉理所当然的想到，然后摸了摸楚四锦的头，轻声道：你说的没错，至于许科，放心吧，他过几天应该就好了。楚四锦一听这话，顿时又硬气起来，毕竟在他想来，唐玉一直都是宿舍里最聪明最靠谱的，比笨蛋2次袁流年不知道强了多少。他说自己没错，那自己就肯定没错。于是他狠狠地朝着楚流年瞪了回去，小声逼逼道：看，唐玉都说我没错。楚流年撇了撇嘴：我没说，你说错了，我的意思是，算了，你脑子里只有零食，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楚四锦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补一补脑地说道：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在骂我笨？你给我说清楚。楚流年摇了摇头：以你的智商，我很难跟你解释，或者等以后唐玉和你喜欢的人在一起了，我到时候再在你旁边戳你一下，你大概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楚四锦一脸茫然，唐玉一脸问号。而与此同时，校外的某家酒店内，姚妍妍正在床上打滚。这个狗男人居然真的敢亲我，他怎么敢的呀？姚妍妍抱着枕头在床上不断打滚，嘴里时不时发出咬牙切齿的声音，处处都彰显着内心的不平静。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他今天主动找到秦洛，本来就是为了刺激许科，他可没想着真把自己送进秦洛嘴里。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在许科及时赶到的时候长舒一口气。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秦洛在对着许科深情表白之后，居然扭过头来就吻了自己。这样炸裂的骚操作，绝对是姚妍妍未曾设想过的道路。当枕头被全部踢到床下后，姚妍妍捞了2下没捞到，于是变成大字形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开始发呆。不久前在教室里发生的一幕再次浮现在脑海当中，姚妍妍不由自主地摸着自己的嘴唇，恍然间仿佛再次感受到了当时被亲吻的感觉，湿滑温热，那从未有过的触感，那一刻在心里萌生的悸动，直到此刻都在姚妍妍的心头缭绕不散。对姚妍妍来说，那种感觉是陌生的，是前所未有的。可即使如此，她依然明白自己内心悸动的原因是什么，但她不愿意去承认。原因也很简单，我不会再试图摘月了，我只要那奔我而来的月亮，来而不往非礼也，这就算是我的回礼了。当那轻柔的声音再一次回响在耳畔，姚妍妍不由轻笑一声：漂亮话说得不错呀，还回礼，果然是个渣男。她将双手垂落在身侧，想要极力将秦洛烙印在自己心头的痕迹抹去，可越是这样，那身影反而在脑海中显得愈发清晰。之前在教室里经历的一幕幕再次浮现，姚妍妍一只手臂落在额头上，看向天花板的眼神渐渐空洞涣散，嘴里发出无人听闻的喃喃自语：你最好是个渣男。一路回到宿舍，秦洛推门而入，坐在椅子上长舒了一口气。现在是上午第1节课刚结束，3个逆子还有第2节课要上，所以宿舍里并无他人，没人陪着扯淡，秦洛也就只好自娱自乐。他先是给几人发了消息帮忙答到，随后打开电脑进入召唤师峡谷，并在连续3次打出 GG 后躺到床上开始摆烂。宿舍里静悄悄一片，秦洛有些出神地看着天花板，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之前在教室里的一幕幕，心绪纷乱的根本平静不下来。一开始他以为这是因为许科，然而想着想着，眼前便隐约间浮现出一张妖媚的脸，于是他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自己的嘴唇，上面仿佛还残留着属于姚妍妍的温度。他不知道这个吻是否会让姚妍妍印象深刻，但姚妍妍的身影却已经牢牢刻印在了他的脑海当中。不对劲啊，这可不是渣男该有的心态。秦洛咂了咂嘴，强行将姚妍妍的身影从脑海中抹去，随即拿出手机刷起了论坛，想要看看沙雕同学们最近又在扯什么蛋，也好换换心情。结果这一看，还真看到件有意思的事儿。有人拍下了一身 JK 装的楚流年怒喷3个煤气罐一样的大3学姐的画面，因为不是视频，所以不知道楚流年具体说了什么。不过仅从他双手叉腰，气势非凡，以及3个煤气罐子那难看的脸色来看，胜负就已经很明显了，还挺帅的。秦洛笑着评价了一句，然后退回主页继续往下刷。然后他又刷到楚流年了，只不过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几人。照片中楚四锦走在前面，唐玉和楚流年一左一右扶着许科，许科两眼无神，表情木讷，像是在梦游，而姚妍妍不在其中。
秦洛的目光扫过许科，眼神却没有丝毫变化，甚至觉得内心深处也没有泛起什么波澜。与他的那些纠葛，仿佛真的在秦洛离开教室的那一刻便已经被彻底斩断。怀揣着平静的心情，秦洛关掉论坛，又刷起了短视频。美食、修驴蹄、野外求生、断刀大赛、美女、黑丝、白丝、蕾丝，渔网前面4个是秦洛自己刷到的，后面几个来自于3个好蛋的分享。我唾弃你们！秦洛一脸不忿地给他们发了消息，然后细细地品鉴了一番他们发来的这些视频。再往下一刷热门视频，秦洛不由眼前一亮。追女人你不能硬来，硬固然是好的，但技巧也同样重要。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些追求女人的小技巧。如果你想追渣女，那就得保持着足够的清醒与理智。渣女将感情视为游戏，与渣女的交互就是一场博弈，谁先认真谁就输了。切记，真正的渣女永远不会把渣女2个字写在脸上。如果你想追聪明人，那就要想办法制造误会，让她聪明反被聪明误，引导她对你产生愧疚的心理，让她难以拒绝你的要求。如果你想追小吃货，那就得练就一手好的厨艺。男人会做饭，竞争对手少一半，要想抓住吃货的心，就得抓住吃货的胃。如果你想追2次元，元神启动。秦洛一边看着一边咂嘴，脸上写满了不屑，手上却毫不迟疑的点赞收藏，最后甚至还不忘分享给自己的3个舍友。5秒钟后，3个舍友同步回信：我们唾弃你。这一夜，许科久未入睡，姚妍妍一夜未归，秦洛消化着满脑子的薪资，睡得安详。而一觉醒来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打扮了一番。大早上的干嘛呢？早上第1节没课呀。老秦，你又整什么幺蛾子？3个舍友被他起床的动静吵醒，他们睁开惺忪的睡眼看向秦洛，随即眼睛渐渐睁开，表情都变得有些怪异起来。此时的秦洛顶着一头清爽的黑色短发，英气的眉毛，深邃的眼眸，共同组成了他精致的面容。从侧面看，更能感受到他五官的立体，仿佛是被最高级的艺术家亲手打磨的雕像一般，让人挑不出丝毫毛病。他1米8多的高挑个子，匀称的身材被包裹在白色的休闲衬衣和黑色休闲长裤下，领口的扣子被解开2颗，袖管也被撸到手肘的部位。如此简约的穿着搭配，但衬在他身上却给人一种卓越的美感，整个人看上去充满了放荡不羁的气质，仿佛一个潇洒的浪子。404式的颜值担当之位一直颇有争议，但在这一刻，秦洛的3个舍友不得不承认，秦洛已经短暂的胜过了他们。只是有一点，他们很纳闷，平日里的秦洛帅是帅的，但整体来说都比较内敛，哪像现在这样毫不保留地释放着那该死的魅力，连那几缕微微翘起的头发丝都显得异常妖娆。狗东西，打扮得这么风骚，勾引谁呢？3条猎狗般的大汉忍不住在心里唾骂。而这时秦洛也扭头看向他们，乐呵呵地问了一句：像渣男吗？3人皮笑肉不笑地扯了扯嘴角，很默契地说道：就差把渣男2字写脸上了。于是秦洛满意地点了点头，扬长而去。上午8点，当秦洛走进教室的瞬间，男同学们并没有显得太过意外，毕竟秦洛这段时间时常跑来他们班蹭课，恍然间甚至觉得秦洛和自己都是同班同学了。尤其是昨天姚妍妍还跑去找秦洛上课了，这在很多人眼里看来就是他们俩已经勾搭上了。话虽如此，但看到秦洛今天的形象后，他们便又忍不住地议论起来。秦洛又来了，不会又是来找姚妍妍的吧？废话，不然找谁？叶问吗？感觉这狗东西今天又帅了呀，差一点就要追上我了。不可否认，他的帅气已经快要威胁到我了，但我怎么觉得他好像怪怪的？确实，光看着就给人一种渣男的感觉。瞎说，秦洛之前那么深情一个人，怎么就成舔狗了？就是，你们明明是嫉妒我们家秦洛小哥哥比你们帅。几个男同学嘴里啧啧有声，个别声音大一点的引来了几个女同学的反驳。男同学们闻言，只是朝他们投去了一个鄙视的目光，然后又默不作声地保持了沉默。毕竟他们不是人族大帝，抵不住随时可能到来的那能将他们轰到西伯利亚的一击。像是上次那个差点发起武士决斗的仁兄，此时就老实得很。而之前给秦洛和姚妍妍拍合影的某位女同学，此时又有些按耐不住自己狠狠拍狠狠射的冲动了。秦洛对周围的议论声充耳不闻，他一步步走进教室，目光穿过诸多学生，最后精准地落在了坐在后排的姚妍妍身上。今天的姚妍妍化了很明显的妆，她平时都会化妆，但基本都是较为精致的淡妆，而这次则有些不同，那眼部的妆容明显较浓，像是为了遮掩什么。两人隔着一段距离对视，当目光交织在一起的瞬间，都没能从对方眼中看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能看出的只有一如往常的自然。恍然间，就仿佛昨天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走，秦洛一屁股坐在姚妍妍身边，笑着对她打了声招呼，然后从兜里掏出来一盒 Pocky， 这是他来的路上在小超市买的。姚妍妍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嘴里啧啧有声：你好像个渣男哦。秦洛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微笑着应道：跟你学的。他这略显轻佻的回应，让姚妍妍不由自主地挑起眉头。他想起之前秦洛第一次来找自己，那时的他也是表现得轻佻且浮夸，尽管姚妍妍当时没说，但那种刻意做戏的感觉对他来说是相当明显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当时认为秦洛来接近自己是想要把自己当枪使，觉得他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利用自己刺激许科。如今一段时间过去，姚妍妍发现秦洛又有些不一样了，
之前那种刻意做戏的感觉好像淡化了许多，仿佛一夜之间他整个人就发生了某种变化。是因为昨天的那件事？姚妍妍如此想着，忍不住开口说道。秦洛不等他吐出第二个字，直接就取出一根巧克力棒塞了过去。别说话，吃。刚刚张开嘴巴的姚妍妍下意识的就把巧克力棒含在了嘴里，连带着还未出口的话也咽了回去。感受着嘴里那略甜的滋味和硬硬的触感，姚妍妍眼角微微一抽，瞪着秦洛的同时恶狠狠地咬了下去。咔嚓一声，巧克力棒应声而断。秦洛的目光落在那断口处，不由自主地吞了口口水，然后面色平静地把手里的半截巧克力棒吃了下去。他这个动作做得十分自然，但看在姚妍妍眼里却又是另一种感觉。一时间，姚妍妍看向秦洛的眼神变得有些微妙。昨天他想了很久，思考秦洛当时为什么会突然亲吻自己，是真的臣服于自己的魅力，还是因为许科的刺激？姚妍妍想了很久也想不分明，可看到秦洛现在的所作所为，他觉得许科二字似乎真的已经在秦洛的心中渐渐淡去。一番咀嚼后，姚妍妍咽下嘴里的巧克力棒，说道：昨天的事，昨天的事？什么事？昨天发生什么了吗？姚妍妍的话再一次被秦洛所打断，他眨着眼睛看着姚妍妍，一脸天然的表情，就好像真的在表达好奇心一样。姚妍妍定定地看着他，试图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些什么东西，但可惜的是最后什么都没有发现。短暂的沉默后，他微微翘起嘴角，笑着说道：没什么。他眨眼间就又恢复成了平日里那副笑盈盈的样子，就像是和秦洛达成了某种默契一样，都不再提及昨天发生的事情，尽管那是他们人生的第一次亲吻。叮，上课铃声打响，前来上课的音乐老师几乎是踩着铃声走进来的。他抱着一把吉他走上讲台后，先是扫视了一眼台下的学生们，当他看到秦洛时，那双眼睛便是骤然一亮，随即就朝姚妍妍投去了一个欣慰的眼神。同学们，再过不久就是校庆会了，咱们班同学也有不少报名参加节目的，今天学生会那边要进行审核，所以今天这堂课你们可以上来先热热身，争取等节目审核的时候也能有更好的发挥。老师说完一番话，台下的同学们顿时跃跃欲试起来。有关校庆会的事早已在学校里传开，因为是30周年纪念，所以校方会举办的颇为隆重，届时不光是学生和校领导们，就连很多社会人士也会前来参加。于是很多同学就想着接着这次的校庆会大展身手，尤其是音乐系的学生们恨不得一举成名天下知，在校庆会上被某娱乐圈人士相中，这样就能平步青云，少走几十年弯路。有个别人甚至都做好了付出水稻或者旱稻的代价，这不怪他们想得多，而是在很多人的眼里，娱乐圈的风气惯常如此。老师，我先来吧。一个颇有姿色的女同学开口说道。老师点了点头，正要招呼她上来，耳边却传来砰的一声闷响。那是教室的门被人从外面重重推开，但推门的人应该也意识到这个举动有点不太礼貌，于是在门刚被打开一半的时候，就又拉住了门把手。所有人都被这个动静所吸引，齐齐朝门口看去，入眼便是一个表情冷硬的美少女。卧槽，许科，他怎么也跑咱们班来了？而且他这身衣服……此起彼伏的议论声接连响起，所有人的目光全部聚集在门口那人的身上，一个个瞪大眼睛，张大嘴巴，无论男女，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不单单是因为突然造访的人是有着校花之称的许科，更因为许科现在的形象与往日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平日里许科都是穿着素色的连衣裙或者 T 恤牛仔裤之类的，而今天他却换上了一身 JK 亚麻色的韩范衬衫，包裹着他娇柔的身躯，因底部扣子没有完全扣上的缘故，衬衫的衣摆微微开岔开，连携着将小腹遮盖的黑褐交织格子裙，裙摆之下露出一指长宽的雪白腿肉，剩下的部位则是完全被黑色的过膝袜紧紧包裹，尽显完美的腿部线条，绝对领域的魅力无人可挡，单是看一眼都能让人心潮澎湃。而当这样的画面出现在许科身上，那视觉冲击力更是成几何倍数增长。毕竟曾经的许科总是一副清冷高傲的模样，当他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始终保持着面无表情，其淡漠的眼神能够让人望而却步，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的清冷气质，更是让人连走近他都需要勇气。而现在就不一样了，一身 JK 打扮的许科虽然还是一副面无表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但其清冷的气质却依然被消减大半，光是看一眼都会是让人止不住的心荡神驰。这一刻，不知有多少男同学的心跳开始加速，又有多少女同学羞愧地低下了头颅。大家都知道许科的校花之名，但不是所有人都近距离接触过她，甚至很多人都没有亲眼见过她，而只是在论坛上见过她的照片。这些人曾经也觉得，一个女的就算再美也该有个限度嘛，许科或许真的很漂亮，气质也很加分，但怎么也达不到女神的地步吧。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想，校花之名是有着一定的水分的。可当他们现在亲眼见到了许科之后，那一切的质疑都被不攻自破。许科仅仅是往那儿一站，便已经聚拢了所有人的关注。他像是生来就自带一个魅力光环，无时无刻不在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让人看他一眼之后便再也难以将其从脑海中抹去。然而很多人看了一会儿后又发现，今天的许科和以往那个风华绝代的许大校花有些不同。首先就是脸色，他的脸色看上去有些暗沉，眼眶周围也显现着浓浓的黑眼圈，尽管有着妆容遮蔽的痕迹，但黑眼圈也依然清晰可见。同时他的身上还隐约透出几分怨念，
那平日里便清冷的眸光此时显得更加凛冽，以至于让人有些不敢去直视他的双眼。随着他的到来，教室里突然就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寂静当中。老师和学生们的目光定格在他身上，脸上的表情有些惊讶，似乎在疑惑他突然跑来的原因。有人忍不住看了秦洛一眼，心里猜测许科会不会是跑来找秦洛的，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太可能。毕竟秦洛之前追许科追了那么久都没能换来许科的一次正眼，如今秦洛都不追许科了，他就更没理由接近秦洛了呀。那是因为姚妍妍？也不科学呀。姚妍妍和许科是舍友，这点大家都知道，但许科之前可从没来找姚妍妍上过课。而既然不是找姚妍妍和秦洛，他又是来干嘛的呢？许科能感受到来自他人的目光注视，但他早已习惯这种感觉，并从来不予理会。此时的他只是背着2只手，静静地看着教室的角落。秦洛正坐在那里，隔着一段距离与他对视。许科的眼睛里闪烁着复杂的情绪色彩，而秦洛则是稍稍有些意外，因为在他想来，昨天的事情之后，2人要么就是再也不会见面，或者碰巧见了面也会形同陌路。秦洛已经开始将他彻底从自己的世界中摘除出去，却没想到仅仅隔了1天，居然就再次见到了他，并且还是在自己来找姚妍妍上课的情况下。而从他进来之后就一直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的眼神来看，秦洛不用猜也知道他是来找自己的。虽然不知道他想干什么，他今天的打扮还蛮顶的。秦洛忍不住上下打量许科，这无关乎情绪的影响，而是很纯粹的见色起意，以至于见惯了美女的他此时也忍不住把神奇眼镜给掏出来了。姓名许科，颜值99，身材92，特殊99，爱好特长。这是何等标准的一个花瓶啊！秦洛不禁咂嘴，随即收起眼镜。魔都大学最漂亮的5个女孩，他现在都用神奇眼镜看过了。虽然之前一直觉得她们的魅力不相上下，但仅从数值来看的话，许科的颜值还真就是最高的。就是有一点，她居然没有爱好和特长，这就说明她除了长得漂亮之外一无是处。连楚四锦那样的小吃货都有个很能吃的特长，许科却是啥都没有，这不是花瓶是什么？秦洛忍不住在心里一顿吐槽。那个许科同学啊，现在是上课时间，你突然跑过来有什么事吗？讲台上的老师终于开口了，话语中带着浓浓的疑惑。许科看了老师一眼，面无表情的应道：不好意思老师，打扰了，请问我可以在这儿上一堂课吗？啊？老师不由一愣，随后挠了挠头，一脸犹豫的问道：你自己的课呢？我那边已经请过假了，因为我很喜欢音乐，很想上您的音乐课，所以特意跑过来上课，麻烦您了老师。许科没有丝毫的退却，他像个正准备冲锋陷阵的勇士一样，冷硬的面孔下掩藏着的是一往无前的坚毅，开口的语气更是不容置疑。而老师也是被他的真诚和诚意所打动，看向许科的眼神中也流露出了一丝欣赏，笑着说道：那好吧，你随便找个位子坐吧。谢谢老师。许科礼貌地应了一声，随后一步步走向秦洛和姚妍妍所在的方向。他的动作吸引着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同学们把目光聚集在他身上，心里满是惊疑不定。有些人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忍不住开始小声议论起来。许科不会是来找秦洛的吧？不可能吧，他不是不喜欢秦洛吗？而且秦洛现在都不追他，改追姚妍妍了，他干嘛要专门跑来找秦洛？这你就不懂了吧？有些女人是这样的，她可以不喜欢你，但又不允许你喜欢别人。卧槽，真的假的？那他这不会是要跑过来要和姚妍妍干架吧？不能吧，就许科那性格，他会为了抢男人和别的女人撕逼？以前我也觉得不可能，但现在就很难说了。打起来打起来，我要看到血流成河。吃瓜群众们嘴里啧啧称奇，眼神戏谑，更多的人则是一脸的兴奋，眼睛里都快冒光了。当看向秦洛时，那眼睛里既有敬佩又有酸涩，同时还带着一些幸灾乐祸的意味，显然是已经开始脑补秦洛接下来的好下场了。而作为当事人的秦洛并未在意周围人们的目光，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许科一路走来，随后便摘下眼镜挪开目光，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中也没什么情感波动，好似来的那个人和他并无关系。尽管许科现在正一脸怨念注视着他，连带着一旁的姚妍妍也在他怨念的针对范围内。不过姚妍妍也并没有因为他的出现而表现出什么负面情绪，她反而和那些同学们的反应差不多，看向秦洛的眼神中充满了戏谑，仿佛想要看看他要怎么应对接下来的局面。终于，他在所有人的目光注视下坐在了秦洛的身边。这一刻，不知多少同学眉头一挑，甚至就连老师都露出了兴致盎然的表情。他们注意到许科坐下好后没有去看秦洛和姚妍妍，甚至都没有和他们说悄悄话，仿佛真的只是单纯来蹭课的。然而在座的所有人都知道，某种腥风血雨已经在暗中拉开帷幕。虽然置身于风暴之外的他们有些看不分明，但这也丝毫不耽误他们看热闹。尤其是几个好事的，那激动的小模样，就差把快打起来几个字写在脸上了，好似正在观看某渣男脚踏2条船惨遭柴刀的时事新闻。然而作为主角的秦洛却丝毫没有置身于风暴中心的觉悟，尽管已经陷入了脑的微妙境地，但却一直保持着淡然的神态，那泰山崩于眼前而面不改色的沉稳姿态，看得不少男同胞都是默默竖起了大拇指。大家保持安静，现在继续上课。那个谁，刚才谁要上来唱歌的，可以上来了。音乐老师轻咳一声，终于试图开始让课堂秩序走向正规。
那听到招呼的女同学一步三回头地走向讲台，目光始终在那一男两女身上转悠，幽怨的小模样像是看小说看到高招时刻突然遭遇了断章狗的背刺，一副遗憾又郁闷的样子。唱歌的时候也是要死不活的，就连老师都没能专心去听他唱歌，目光一直瞟向那一男两女，看热闹的心思俨然不弱于学生们。然而可惜的是，那3个人始终没有弄出什么动静，尤其是许科和秦洛，那副专心听女同学唱歌的样子，甭提有多认真了。自打许科坐下之后，他们都没有互相看过对方一眼。倒是姚妍妍没有去管那台上唱歌的女同学，此时她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许科。由于离得比较近，她能清楚地感觉到许科这面无表情的模样下掩藏的是怎样的幽怨和怨念。那怨念始终缭绕在他的周围，将姚妍妍和秦洛全部覆盖其中，甚至连坐得稍远一点的同学都莫名有种如坐针毡的感觉，不知道的还以为教室里来了个女鬼呢。姚妍妍不知道秦洛现在心里是什么想法，反正她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于是她想了想，在台上那女同学下台之后，便突然起身说道：“老师，我也想唱首歌。”众人循声看去，却见姚妍妍已经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笑盈盈地看着讲台上的老师，脸上的表情显得有些跃跃欲试。同学们见状都是颇有些意外。作为姚妍妍的同班同学，他们当然知道姚妍妍有着几斤几两，论颜值论身材论气质，这班里的女生或许没人能比得过她，男同学们也难以抵挡她的魅力。可要是比唱歌，那姚妍妍就是班里垫底的存在。同学们对此心知肚明，所以压根没想到姚妍妍会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一部分人的表情甚至还显出几分不屑。老师也诧异地看了姚妍妍一眼，他表情显得有些狐疑，目光扫过秦洛和许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他们3个人 play 中的一部分。但既然学生有表现欲，那他这个当老师的也不好拒绝，于是点头应道：“那好，你上来试试吧。”姚妍妍笑了笑，做事就要去往讲台。由于座椅是折叠的，平日里没人坐的时候便是连接着后排课桌，整体类似于电影院的布局，所以当秦洛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姚妍妍是不方便出去的，除非她直接从秦洛和课桌之间那狭窄的距离中间直接挤过去。秦洛长得不胖，算是身材匀称的类型，但即使整个人贴在椅背上，和课桌之间的空间依然有限，所以他就想要起身给姚妍妍让路，却不想姚妍妍直接摁住了他的肩膀。秦洛看了他一眼，正对上姚妍妍调笑的目光，然后他就看着姚妍妍直接挤进他和课桌之间的那部分狭窄空间，以几乎是半个身子都贴在他身上的姿势艰难地挪了出去。坐在外侧的许科刚起身把路让出来，看到这一幕先是一愣，随即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昨天秦洛和姚妍妍亲吻的画面。这一刻他身上的怨念更重了，一双冰冷的眸子死死地盯着姚妍妍。姚妍妍无视了他那敌意的目光，只是对着他微微一笑，随后从他身前走过。许科下意识地挑了挑眉，只感觉姚妍妍这抹笑容中蕴含着几分挑衅的味道，于是他咬了咬牙，转身就把2只手摁在了秦洛的肩膀上。许科这个举动搞得秦洛有点猝不及防，他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你干嘛？”许科咬着牙，声音中透出几分愤然和倔强：“我要坐里面。”他说着，然后就挤进了秦洛和课桌中间的那狭窄空间。秦洛眉头一挑，却没有做出什么反应，只是目光微妙地看着近在咫尺的许科。众所周知，力的作用是相互的，那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令他心跳加速，手脚发软。明明只是很短的一个距离，只需要一下子就能从秦洛身前挤过去了，但他却莫名有种深陷泥潭的感觉，好似随时都可能深陷进去。一抹明显的红晕自耳根蔓延至脸庞，许科咬了咬牙，终于从泥潭里挤了过去。随后他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低着头喘起了粗气，任由胸口一阵阵的起伏，努力平复着心中那股从未有过的躁动思绪。周围的同学们齐齐倒吸一口凉气，狠狠地为全球变暖做着贡献。他们一会儿看看秦洛和许科，一会儿又看看姚妍妍，嘴里止不住的咂舌。此时此刻，他们是多么的希望手里能冒出一份爆米花和可乐。而姚妍妍也是在刚才许科从秦洛面前挤过去的时候，用戏谑的眼神的打量了几眼，接着便收回目光，慢悠悠地走向讲台。老师显然是个机智的，知道这种没有硝烟的战争不能随意掺和进去，于是当场化身李清绝活歌，主打的就是一个视而不见。待姚妍妍来到讲台之后，他便一边掏出手机一边问道：“你要唱什么歌？需要伴奏吗？”姚妍妍笑着应道：“你是人间四月天，这首歌网上也没伴奏，所以我清唱就好了。”听到这个熟悉的歌名，同学们的表情又是微妙了许多。老师也是强行控制住了没往秦洛和许科那边看，一脸淡定地说道：“秦洛同学的这首歌的确很不错，我上次听了之后也想练练，只可惜没有曲谱。”他说完，终归是没忍住，朝秦洛投去了一个幽怨的小眼神儿。秦洛对他的目光视而不见，一旁的许科也因为那个熟悉的歌名而有了反应，忍不住抬头看向了讲台上的姚妍妍。与此同时，姚妍妍红唇轻启，唱出了许科不知道偷偷听过多少次的情歌。不少同学一开始是抱着不屑的态度去听的，但听了一会儿之后，表情就显得有些意外了，因为他们发现姚妍妍这首歌居然唱得还不错，虽然还是比不上班里那些水平高的同学，但却比他以前唱的要好多了。这是私底下偷偷练过吧？不少同学如此想着。老师也是不由自主点了点头，他能感觉到姚妍妍的进步，但可惜的是，如果姚妍妍只是这种程度的话，
那他就算报名了校庆会，学生会那边的审核也过不去。秦洛静静地听着姚妍妍的歌声，以专业的角度来看，他能轻而易举地看出姚妍妍的优点和缺点。姚妍妍有着磁性的嗓音和娇媚的声线，这算是她的天然优势。如果放到 KTV 里，那就是一把好手，就算是不熟悉的歌，只要不跑调，搭配上她的声音也能很好听。但如果细品的话，她的水平就有点上不得台面了。乍一听是不错，但实际上比起刚才那些上台唱歌的同学都有不如。这让秦洛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倒不是他对姚妍妍有什么不满，而是因为身怀高水平的音乐鉴赏能力，所以对她的唱歌水平有些看不上眼。一旁的许科一脸怨念地盯了姚妍妍一会儿，随即他又看向秦洛，却发现秦洛居然是一脸皱眉沉思的模样。他这个表情是对姚妍妍唱歌很不满意。许科眨了眨眼，像是想到了什么好主意似的，嘴角翘起的同时，连带着脸上的怨念都化开了几分。啪啪啪啪，姚妍妍一曲终了。尽管大家都觉得她的水平依然比不上大多数同学，但不少人依然在她唱完之后给予了肯定的掌声。老师开口说道：“还不错，你要报名校庆会吗？”姚妍妍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看了眼不远处的秦洛，随后笑着说道：“我想报名。”这样啊。老师迟疑了一下，有心想要跟姚妍妍说你这种水平报了也白报，但他又不想打击学生的自信心，便只好说道：“那行吧，等下课后你和其他报名的同学一起去学生会那边参加审核，能不能通过就看你自己了。”好的，谢谢老师。姚妍妍礼貌地道了声谢，随即在周围人们的目光注视下走向教室后面。她一路上都在笑盈盈地看着秦洛，待看向许科时，表情却是变得有些狐疑。这倒不是因为许科占了他的位子，而是他发现许科此时也在盯着他看，而且不知为何，脸上的表情还显出几分跃跃欲试，连眼神中都透出几分浓浓的斗志。这让姚妍妍有些迟疑了，生怕许科不管不顾地在教室里发火。这不是姚妍妍想要看到的局面，真要是出现那种情况，大家都会变得很尴尬。一般女生或许不会干出那种事，但许科难说。以姚妍妍对许科的了解，以前的她肯定干不出这种没脑子的事，但现在的她精神明显不太正常，好像只要事情涉及到秦洛，她干出什么事儿来都有可能。君不见曾经的高冷校花，现在都主动跑来找男人了吗？还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呢？姚妍妍一边泛着嘀咕，一边坐到秦洛身边，而与此同时，许科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秦洛和姚妍妍下意识地朝他看去，却发现他并没有要发火的意思，而是对着老师说了一句：“老师，我能上去唱首歌吗？”他此话一出，秦洛便不由自主的眉头一挑，姚妍妍则是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话中之意，意外之余，表情还显出几分兴致盎然。讲台上的老师微微一愣，忍不住问道：“你也想参加校庆会？那你应该去找你们班的老师啊。”许科摇了摇头，不想。那你就是单纯想唱首歌，可以吗，老师？啊，这老师嘬了嘬牙花子，只感觉后槽牙有点隐隐作痛，最后终究还是没有拒绝，咬着牙说道：“那行，你上来吧。”谢谢老师。怎么说呢？就感觉大学的包容性真心挺强的，很多人忍不住在心里吐槽。许科礼貌对老师道了谢，随即不等秦洛有所反应，直接就从他面前挤了过去。一回生二回熟，这一次的许科依然有些不太自然，但动作上已经熟练利落了许多。那微妙的触感对两人来说都是稍纵即逝，即使如此，但依然感觉清晰。秦洛面无表情，许科也故作平静。随后他看着坐在秦洛另一侧的姚妍妍，试图用眼神逼退他。面对表面强势的许科，姚妍妍丝毫没有起身的意思，她只是小声问了一句：“你想让秦洛回心转意？”许科眯了眯眼，没有回应，而是直接摁住姚妍妍的肩膀，在姚妍妍微闪烁的目光中从她面前蹭了过去。当两人面面相觑的那一瞬间，姚妍妍能清楚地感觉到他眼神中所蕴含的战意，她对此丝毫不怵，眯着眼睛笑盈盈地与许科对视。不多时，许科来到了讲台上，不等老师询问他要唱什么歌，他便开口说道：“你是人间四月天。”老师刚要说出口的话，直接咽了回去。而同学们在听到这句话后，脸上的表情也是显得愈发兴奋。恍惚间，那没有硝烟的战争似乎已经悄然升级。修罗场中心的男人稳坐钓鱼台，两个女人没有扯头发撕衣服，而是选择了用同一首歌来进行比拼。这是同学们未曾设想的道路，但他们必须得承认，这可比单纯的撕逼打架好看多了。在他们兴致盎然的目光注视下，许科深吸一口气，唱出清灵动听的歌声。老师和同学听到后都是显出几分意外，因为他们是第一次听许科唱歌，本来没抱什么期望，却没想到他的歌声还挺惊艳的。秦洛也是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在他看来，许科和姚妍妍有着共同的先天优势，嗓音和声线都很不错，但许科的歌声却多了一种空灵的味道，这是姚妍妍的歌声中所没有的。当然了，这也不是说许科就完胜姚妍妍，相比之下，姚妍妍虽然水平不够，但唱得足够带感，而许科的歌声中却有些缺乏情感，难以引起听众的共鸣。仅从这点来说，许科的上限就被锁死了。秦洛觉得这大概和他那冷漠的性格有关。这时，两人的目光隔着一段距离交织在了一起，许科一边唱歌一边静静地看着秦洛，一如秦洛当初一边唱歌一边和姚妍妍对视一般。但秦洛却很快挪开了目光，像是对他的演唱完全不感兴趣。许科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歌声变得低落起来，
满腔的负面情绪甚至顺着歌声流露出来，以至于这首唯美的歌曲突然就变得有些莫名伤感。一旁的姚妍妍看了看秦洛，冷不丁问了一句：“我俩谁唱的好听？”秦洛瞥了他一眼，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假话。你唱的好听。哦豁，那真话呢？大哥别笑二哥。姚妍妍微微一愣，随即抬手捂住嘴巴，强制性的没让自己笑出声来。她眉眼弯弯，一副很开心的样子，丝毫没有因为秦洛的评价而感到不满。我倒是觉得他唱的比我好。对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什么？我觉得你昨天的回礼不够有诚意。他突然提起昨天的事，这让秦洛多少有些诧异。不过秦洛很好的隐藏了这份情绪，只是似笑非笑的问他：“那怎么样才算有诚意呢？”姚妍妍笑盈盈的反问：“你觉得呢？”秦洛没说话，目光落在他那红唇的嘴唇上，眼神中闪烁着微妙的光芒。随后他看向姚妍妍的眼睛，想要从捕捉到紧张、羞怯之类的情绪，但可惜的是，姚妍妍始终都是一副笑盈盈的样子，甚至看向他的眼神还略带调笑，丝毫没有因为他的眼神而产生什么特别的反应。啧，不愧是顶级渣女，秦洛在心里咂嘴，嘴上说道：“有话直说。”姚妍妍听后就笑了，像是赢了一场无声的争斗，直言道：“我想参加校庆会，你帮我写首歌。”他说着又朝秦洛眨了眨眼，眼神中闪烁着期待的色彩。秦洛眉头一挑，心里稍有意外，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挺合理的。第一次找姚妍妍上课时，他随口一说姚妍妍适合当演员，当时的姚妍妍就表现得挺开心的，于是秦洛就判断她有一个明星梦。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姚妍妍想要通过在校庆会上表演唱歌来打响名气，那也就理所当然的。秦洛如此想着，却没有立即将姚妍妍的要求答应下来，而是笑着说了一句：“我的一首歌价值可不低啊。”他话中似乎藏有深意，但姚妍妍丝毫不以为然，还笑嘻嘻道：“我的初吻价值也不低哦。”谁还不是个初吻咋的？秦洛差点就乐了，但却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他只是静静地盯着姚妍妍看了一会儿，随后低下头拿出纸笔，询问道：“想要什么歌？深情的、欢快的、悲伤的？你写了很多歌吗？”“算是吧。”姚妍妍显得有些意外，她有想过秦洛在音乐方面是颇有才华的，但仅从秦洛现在的表现来看，他的才华显然是不俗的。他的言语间表现出对各种风格的歌信手拈来，虽然姚妍妍都还没看到，但也能感觉到他那浓浓的自信。你到底还藏着多少是我不知道的呢？姚妍妍眯了眯眼，想了想后才说道：“我想要一首不需要什么技巧和水平，曲调轻快、朗朗上口，并且很容易学会的口水歌。”秦洛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姚妍妍似乎能感觉到他的内心想法，笑着说道：“我水平什么样你也听到了，或许你写了很好的歌，但以我的水平未必能唱好啊。与其这样，还不如剑走偏锋，你说呢？”秦洛点了点头，对姚妍妍的话深以为然。一首歌的含金量多少，取决于歌词内涵和编曲水平，只要能把握住这两点，那基本就能写出一首好歌。但一首歌再好，那也是得需要人唱出来的。你让一个天后去唱口水歌，他或许能化腐朽为神奇；你要是让一个不怎么会唱歌的人去唱世界金曲，那肯定是难以发挥出这首歌应有的魅力。姚妍妍的水平非常一般，所以就算给她一首好歌，她也未必能唱得好。但若是给她一首口水歌，以她的形象搭配嗓音条件，倒是能创造不错的效果。这女人还挺能拎得清的，秦洛心里如此想着，随后掏出纸笔，直接开始秀操作。笔走龙蛇之间，每每音符跃然纸上，交织成一段段曼妙的旋律。姚妍妍看得很认真，她的目光掠过歌词和曲谱，脸上的表情愈发显得满意起来。不多时，一首歌写完，秦洛正要询问姚妍妍有什么看法，却发现她并没有在注意那张写有歌词和曲谱的纸，而是将目光落在她的脸上。当两人目光交汇，姚妍妍突然凑到秦洛的耳边，呵气如兰地说道：“认真的男人果然很帅呢。”秦洛嘴角一抽，随即恢复平静的表情，同样凑到姚妍妍的耳边轻声道：“情窦初开的女人的初吻也很甜。”这下抽嘴角的人变成姚妍妍了，她表情在一瞬间变得有些微妙，随即又化作那副笑盈盈的样子：“我说是初吻你就信了？呵，男人真好骗。”秦洛对此不置可否，看向他的眼神像是在关爱一只傻狍子，这让姚妍妍有些维持不住笑脸了，于是干脆不再搭理秦洛，直接一把拿过那张写有歌词和曲谱的纸。那略显粗暴的动作颇有一点恼羞成怒的韵味，是他平日里鲜少展现出来的姿态。秦洛饶有兴致地打量了他一番，随后又小声地说了一句：“我也是初吻，你信吗？”姚妍妍没搭理他，仿佛整个人的注意力都已经集中在了那张纸上，但在秦洛的目光注视下，还是能看到他的耳根浮现出点点红晕。愿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安然无恙。正在唱歌的许科突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卡顿，虽然还有再继续往下唱，但刚才那种空灵悦耳的感觉却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仿佛棒读一般毫无感情的歌声。原本还在静静欣赏他唱歌的人们不由主地朝他投去了疑惑的目光，但许科却并未在意其他人的反应。此时的他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秦洛和姚妍妍身上，在他的目光注视下，两人正凑在一起交头接耳，不知道是在说悄悄话还是怎么的，总之他们两个人已经贴得很近了。
这幅画面落在许克眼里，就仿佛一团火苗一般，轻而易举的便点燃了他从进来之前便一直深埋心底的炸药，连带着他的脸上也覆盖了一层明显的阴云。一时间，他不由自主地咬紧牙关，因为用力过大，甚至还不断蹦出轻微的咔滋声。歌声理所当然的停止，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下，许克那一双拳头攥了又松，松了又攥，最后终于是没能按捺住心中那翻腾的怒火，转身离开了教室。人们的目光追随着许克的身影，一直到他离开教室，这才又转而看向秦洛。那一个个的小眼神微妙的跟看见什么珍奇动物似的，无论男女，嘴里都是啧啧啧个不停，满脸都写着对渣男的鄙夷。秦洛没有去在意周围人们的目光，脸上也没什么表情，仿佛许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一般，刚才的所作所为也没能激起他的半点情绪涟漪。他只是对着老师道了声歉，不好意思老师，给您添麻烦了。他不是在替许科道歉，只是心知这一切都是自己引起的，所以一声道歉理所应当，这是对老师应有的尊重。老师嘴角一抽，他抬手指了指秦洛，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最后也只是叹了口气，没有过多的言语，招呼着其他想要参加校庆会的同学一一上台唱歌。直到下课铃声响起，老师才如释重负似的叹了口气，说道：报名参加校庆会的同学记得去学生会那边参加节目审核，下课。他说完便离开了，学生们也没有继续滞留，三五成群的开始走出教室，只是口中不断议论纷纷，中心主题也绕不开秦许瑶三个名字。秦洛和姚妍妍没有在教室里滞留，他们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远远地坠在人群后头，行走间时不时交头接耳一番。和以往那些不着调的交流内容不同，这次他们聊的内容倒是颇为正经。姚妍妍打算现在就去学生会审核节目，于是想要抓紧时间学会秦洛写的这首歌，便抓着秦洛问东问西。然而别人听不到他们的交流内容，只看得到他们一副很亲密的样子，如同正在热恋中的情侣，连走路的时候都要腻歪一番。一时间，许多看到这一幕的同学都止不住的啧啧有声，有关秦洛和姚妍妍在一起的消息不胫而走。许科上门捉奸的新闻更是已经出现在论坛，直接就让秦洛的渣男人设变得更加稳固了。哎，你看，那不是秦洛和姚妍妍吗？他俩怎么走一起了？秦洛这阵子经常找姚妍妍一起上课呀，你村里刚通网吗？一起上课而已，那也不用这么亲密吧？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俩在一起了呢。你们快看论坛啊，刚才秦洛去找姚妍妍上课，许科也过去了，俩女的还唱了秦洛写的那首歌呢。最牛逼的是，秦洛和姚妍妍当着许科的面腻腻歪歪，许科歌唱一半直接就气跑了，贼刺激。许科不是不喜欢秦洛吗？为啥会专门跑过去啊？我特么有点看不懂了呀。WDNMD， 这什么两女争妇的戏码？狗渣男，能不能去死一死啊？后槽牙，这把高端局在眼下这个信息时代，各种消息的传播速度无疑是非常快的，尤其是在充斥着沙雕大学生的学校里面，只要事情涉及到几个名人，那消息刚发出去，估计10分钟后就能传遍了。秦洛和姚妍妍穿过走廊，窸窸窣窣的议论声持续响起。秦洛对此充耳不闻，姚妍妍倒是调笑了他一句：这下你成渣男喽。秦洛笑而不语，和姚妍妍一同走出教学楼。也是在这个时候，一股强烈的怨念直冲脑门而来，明明还是6月的大晴天，居然硬生生让秦洛有种温度骤降的错觉。一旁的姚妍妍明显也有同样的感觉，于是两人齐齐看向了不远处的一棵树下。那里，许科一半身子藏在粗大的树干后，一双冰冷的眸子死死地定格在两人身上，那面无表情的样子搭配上那双明显的黑眼圈，着实是让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这尼玛是要变厉鬼啊！秦洛忍不住嘬了嘬牙花子，很明显的感到有点蛋疼。姚妍妍同样是抽搐着眼角，心想今晚要不要再去昨天的酒店睡一晚，否则她怕自己晚上睡觉的时候被许科叨了。这时许科在两人微妙的目光注视下走了过来。许科一步步走来，他没有去看秦洛，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姚妍妍，开口发出冰冷的声音：你和秦洛在一起了。他摆出这样一副敌视的态度，姚妍妍也就没有再跟往常一样吊儿郎当，而是面色冷硬地回了一句：关你什么事？许科两眼一眯，声音中透出浓浓的怨念：秦洛喜欢的是我。姚妍妍眼角一抽：关我什么事？神经病一样，懒得理你。他像是不想与许科继续纠缠，说完便直接离开了。而许科也没有去拦他，转而看向秦洛。这一刻，他的眼神和表情依然尽显幽怨，但刚才面对姚妍妍时的那种锋芒毕露的敌意却已经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从他的话语中透出的浓浓的希冀。秦洛，你告诉我，你还是喜欢我的，对不对？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秦洛，翻涌的情绪化作他眸光中的繁杂的色彩，最后全部汇聚成紧张和期盼。秦洛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一眼，然后默不作声地转身离开，像是连一个字都懒得和他说。许科眼睛稍稍睁大，他看着秦洛的身影在目光中远去，直到彻底消失，连带着他眼中的那抹期盼也跟着消失。我不会放弃的。他攥紧拳头，咬牙切齿地挤出几个字，正要离开，却突然注意到在不远处的大树后面鬼鬼祟祟的女孩。许科眉头一蹙，随后大步走了过去。那女孩此时正嘿嘿笑着捣鼓着一个相机，突然间就感觉到某种莫名的危机感在心头浮现。女孩下意识地抬头看去，然后就对上了许科那冰冷的眼眸，这让女孩表情一下子变得有些慌乱起来，于是她下意识地想要扭头跑路。
站住！冰冷的声音止住了女孩刚刚迈开的脚步。她抿了抿嘴唇，转过身面向许科，垂头丧气的样子显得有些郁闷。对不起，我就是一时手痒没忍住。刚才的照片真的很好看，只要你不让我把照片删了，怎么都行。许科没有理会他，一双清冷的眸子定格在他手里的相机上，声音冰冷地说道：“把相机给我。”此话一出，那女孩顿时变了脸色，她像是护犊子一样把相机捂在怀里，连忙说道：“不行，这是我的命，你就算要我狗头，也不能要我相机。”许科脸色一冷，偷拍是犯法的，这点你应该清楚，要么把相机给我，要么我现在就报警。许科这话可把女孩给愁坏了，尽管他心里清楚自己拍的那些照片够不上犯法，但如果许科硬要较真的话，他也免不了要惹上麻烦。而眼看着许科都要掏手机了，那女孩心头一晃，直接把相机递了过去，又是心疼又是害怕的说道：“那你小心点，别用指甲把它刮伤了。她和我一样，都是又软萌又脆弱的可爱小女孩，经不起一点伤害的。”许科偏没有因为这女孩柔弱的表现而心软，他只是一把将相机拿过，然后翻看起里面的照片，其中最新的一张正是他和秦洛同框的照片，随后是他、秦洛和姚妍妍的合照，地点此时所处的教学楼门口以及刚才所在的教室，另外还有其他背景不同的照片，男主角只有秦洛，女主角则是还包括了唐钰和楚四锦。许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些照片，大部分他都是一扫而过，最后只停留在刚刚拍摄不久的那张他和秦洛的合影上，眼神莫名显得有些恍然。女孩一脸紧张地站在一边，怯怯地说了一句：“对不起嘛，我就是看到好看的画面就忍不住想要拍照，我只是想记录美的事物而已，没打算拿这些照片干什么的。你非要怪，就怪你们长得太好看吧。”说到最后，他像是放弃了抵抗一样，梗着脖子说了句很硬气的话。许科没有理他，只是静静地拿着相机里的照片。过了几秒，他才开口质问了一句：“你是那个爱拍照的娜娜？”“啊，我叫王小娜，娜娜是我小名，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呵呵。”许科冷笑两声，之前秦洛第一次找姚妍妍上课，就是这个爱拍照的娜娜拍下了两人的合照，许科对此印象深刻，当然记得。于是他又问了一句：“秦洛在论坛里那些照片都是你拍的？”王小娜似乎有些畏惧许科的冷硬，缩着脖子说道：“没有，我基本都是拍来收藏，不怎么发论坛的，最多只发过那么一两次。我只是个无辜的摄影师，记录美好事物是我的本能，大不了我下次拍的时候小心点，不让你们发现就是了。”他说起话来怂怂的，偏偏说的话内容却让人忍俊不禁。可惜许科明显不是个会被轻易逗笑的人，他闻言也没再说话，目光在相机和王小娜身上扫来扫去，眉头微蹙的样子似乎是在思考些什么。一旁的王小娜心慌的不行，生怕许科会一怒之下砸掉自己的相机，直到他忍不住想要开口求饶，许科终于说道：“有件事找你帮忙，你答应的话，我就不追究你偷拍的事，并且以后还会给你提供拍照的机会。”王小娜眨了眨眼，怯怯地问道：“什么事啊？”许科淡淡道：“很简单，我要你帮我拍些照片。”一听这话，王小娜顿时松了口气，她还以为许科要提什么困难的要求呢，结果居然只是拍照片，这甚至让王小娜开心的差点原地蹦高了。她没想到许科居然这么好说话，不仅没有删掉她的照片，还愿意继续让她拍，而她唯一要做的就是帮她照片，而这对她来说非但不算是什么代价，反而是一个惊喜。没办法，因为许科长得实在是都太好看了，王小娜从小就喜欢各种美丽的事物，时常感叹那些事物因为各种原因而导致最后走向衰败，于是她便想要用相机将那些事物最美的一面永远记录下来。以往她最喜欢拍的是山水风景，如今再则是对帅哥美女情有独钟，比如在她相机里出现次数最多的秦洛，以及她身边各式各样的美女，许科理所当然的也属于其中之一。于是王小娜忙不迭地答应道：“没问题，你想拍什么照片？写真照、闺房照、艺术照，还是合照？”许科开口打断道。王小娜愣了一下：“合照？和谁？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把电话告诉我。”“啊，好吧。”王小娜有些好奇，但又畏惧于许科的冷硬，于是也没敢再继续追问，乖乖地与许科交换了联系方式。与此同时，学生会主席团办公室，唐钰的眉头已经皱了许久，将目光从手机上移开。唐钰长吁一口气，又揉了揉紧皱的半天的眉心。为了能全面地了解学生们的生活状态以及各种欲求，学生会的成员闲来无事基本都会刷论坛。唐钰本来没这种兴趣，大部分时候都是让自己手下的人把需要关注的事情进行罗列，然后自己再从中挑选一些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来看。然而近段时间，因为秦洛的种种骚操作，他刷论坛的频率开始变高了，并且只要是看到和秦洛有关的话题，就总会点进去看一眼。唐钰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过，当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开始感兴趣，那就证明她离沦陷不远了。唐钰对此嗤之以鼻，他当然不会觉得自己是对秦洛感兴趣，而是单纯的因为自己的几位朋友已经展开了一场不带硝烟的战争。比如现在许科和姚妍妍二女争夫的戏码，此时已经在论坛上传开了。唐钰在刷论坛的时候碰巧看到，待了解了事情经过之后，他的内心只感到深深的无奈。遥想曾经秦洛对许科的情深意浓，那是连唐钰看在眼里都会为之感慨的情谊，但偏偏许科总是置之不理。如今秦洛幡然醒悟，不再追求许科，而许科却又反悔了。
唐玉能理解许科现在的心理状态，无非就是昨天秦洛的那一番话让许科意识到了自己的心意，所以他想要再让秦洛回心转意。可事情又哪有那么简单？如果他只是单纯的想要放弃许科也就罢了，但偏偏他又和姚妍妍开始纠缠，许科在这个时候闯进去，9成9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唐玉忍不住叹了口气，他强制性的想要摒弃这些杂七杂八的念想，试着让自己平静下来，可越是不去想，那些事情就越是在他的脑海中缭绕不散，以至于让他都开始感到头疼。唐玉忍不住叹了口气，他知道这是自己的性格在作怪，但他没有办法。606宿舍的几个女孩是他在这所学校仅有的几个朋友，如今又多了一个秦洛，而现在其中的3个人都已经被卷入了这场名为感情的纷争当中，唐玉没办法对这件事置之不理。可没有谈过恋爱是他的硬伤，平日里对处理事情都能游刃有余的唐副主席，在这件事上一度有些束手无策，怎么都想不出一个解决的好办法，导致连眼下的工作都没办法再集中。也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学生会成员突然敲门走了进来，他很恭敬地说道：“学姐，音乐系那边的学生来表演节目了，学生会负责审核，您要不要去看一下？”这件事本来是交给文艺部那边负责的，唐玉对此没什么兴趣，本打算开口回绝，但想了想还是说道：“你先去吧，我一会儿过去。”好的。男生应了一声，随后转身离开。他走后，唐玉草草地处理了一下手头的工作，抱着转换心情的想法，不紧不慢地来到了学生会专门用以审核节目的房间。房间很宽敞，里面也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一排长桌旁坐着学生会文艺部的部长和副部长，以及另外一些学生会成员。本次校庆会由唐玉负责主策划，他们都是唐玉手下的打工人，专门负责节目审核这一块。那刚刚去招呼唐玉的学生会成员看到他，里面走过来打招呼：“唐玉学姐，你来啦，快到那边坐吧。”唐玉点了点头，正要走过去，眼角的余光却突然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姚妍妍，她怎么在这儿？唐玉一时间有点疑惑，因为据他所知，姚妍妍并没有参加这次校庆会的打算，否则的话，他作为姚妍妍的舍友，怎么也该知道的。既然如此，姚妍妍跑这儿来是干嘛的？想参加校庆会？就他那半吊子水平，他正在这边纳闷呢，另一边的姚妍妍便好像感觉到了他的目光似的，笑盈盈地看了他一眼。两人也没有互相打招呼，对视之后，唐玉也只是朝他点了点头，随后压下心中的好奇，默默走到学生会成员所在的长桌旁坐了下来，一脸从容地和其他人寒暄交流。文艺部的部长乐呵呵地说道：“唐主席，这次的校庆会不光校领导重视得很，同学们也都很有热情，光是报名参加节目的人数就要比往年多了不少，这都是你的功劳啊。”他开口就是一顿彩虹屁，明明年龄不大，却已经深谙交际之道。唐玉微微一笑，矜持着敷衍了几句，脑海中却是不由自主地浮现出秦洛的面孔。想起他对自己给予的帮助，唐玉心里便忍不住唏嘘感叹，因为无论秦洛和其他人有怎样的关系，对他的帮助都是实打实的。如果在开学时他能就任学生会主席，那这里面理应有秦洛的一份功劳。想到这儿，唐玉突然又看了人群中的姚妍妍一眼，眉头不自觉地微微上挑。之前秦洛去找姚妍妍上课，他现在会突然跑这儿来，会不会和秦洛有关？唐玉的疑惑很快就得到了解答。随着文艺部的部长宣布节目审核开始，学生们一个个的开始表演。过了约莫半个小时，姚妍妍走上前来，一个学生会的学生问她：“你要唱什么歌？我帮你开伴奏。”姚妍妍随口应道：“不用了，这歌网上没伴奏，我清唱就好了。”那和他同班的学生闻言，一下子就联想到了姚妍妍不久前在班里唱歌时的画面，并理所当然地认为她是要唱那首《你是人间四月天》。那学生会的成员也是这么认为的，但还是问了一句：“是要唱那首《你是人间四月天》吧？”“不，这首歌叫《学猫叫》。”姚妍妍摇了摇头，笑容突然变得有些狡黠，顺便一说，这首歌也是秦洛写的。他此话一出，周围人们顿时便露出了惊讶的表情，而在惊讶之余，心头涌起的便是浓浓的期待。前阵子秦洛在姚妍妍的班里弹唱了那首《你是人间四月天》，当视频被传到校园论坛后，便受到了很多学生们的喜爱。大家都说那是首很不错的歌，如今听说秦洛又有了其他作品，那自然会很有兴趣。唐玉同样如此，只不过在感兴趣之余，他更纳闷的是秦洛为什么会突然给姚妍妍写歌？莫非他在放弃许可之后，真的有要和姚妍妍在一起的打算？唐玉的疑惑终究得不到解答，而在周围人们期待的目光注视下，姚妍妍也开始了她的表演。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我要穿你的外套，闻你身上的味道，想要变成你的猫，赖在你怀里睡着，每天都贪恋着你的好。轻快欢脱的歌声渐渐散去，待姚妍妍一曲唱罢，整个现场都陷入了寂静当中，人们的沉默震耳欲聋。在场的人们有一个算一个，表情都显得十分微妙，就算唐玉也不例外。毕竟姚妍妍之前可是说这首名叫《学猫叫》的歌是秦洛写的，所以他们当然对这首歌抱有期待。他们本以为这首歌会惊艳，觉得秦洛写的会是一首和《你是人间四月天》那般唯美的歌，可现在听了这首《学猫叫》之后，那心情的复杂程度就甭提了。见惯了姚妍妍平日里成熟妖媚的模样，陡然间看到她以一副可爱的姿态唱出这样一首可爱的歌，那种视觉冲击、听觉冲击，直接让他们头皮发麻。
说不出的怪异感席卷了他们的全身。但有一说一，起码在姚妍妍的唱歌的时候，他们真觉得她有种不同于以往的奇异魅力，那种从未在她身上展现出来的活泼与可爱，让在场不少男生怦然心动。至于负责审核的学生会成员，他们一个个面面相觑，表情也是说不出的怪异，忍不住开始交头接耳。这首歌你们怎么看？我和南平其实还挺可爱的，就是感觉和那首你是人间四月天不是同一个人写的，感觉和秦洛的创作风格有点不搭。岂止这首歌和姚妍妍的个人风格也不搭，我以前也见过她不少次，愣是没想到她还能走可爱风。但有一说一，这首歌要是放到校庆会上演唱，估计反响会挺不错的，你们觉得呢？随着文艺部部长发出提问，其他几人也是纷纷点头。因为无论这首歌的风格怎么样，又如何的和姚妍妍的个人风格有多不搭调，起码它的特点就决定了它会是一首很适合在校庆会用来演出的歌曲。于是最终这个节目得到了学生会所有成员的认同，包括唐钰也是一样。姚妍妍对这个结果并不感到意外，她笑嘻嘻的对着唐钰等人道了声谢，正要离开，唐钰却在她走出房间的时候追了上来。你和秦洛在一起了？唐钰开口就是一发直球，他倒不是在质问什么，只是想着解铃还须系铃人。姚妍妍作为这场感情游戏的参赛者之一，唐钰觉得从她身上入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唐钰虽然一直觉得姚妍妍和秦洛并不合适，但昨天他俩毕竟都亲嘴了，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了，唐钰也会毫不吝啬的献上祝福。这样一来，唐钰就会想办法去开导许科，如果一切顺利，那也不至于让两位好友的关系分崩离析。而面对唐钰的询问，姚妍妍也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笑盈盈的反问了一句：你觉得呢？唐钰微微皱起眉头，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了，没在一起就是没在一起，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姚妍妍闻言耸了耸肩，我可没跟你藏着掖着，只不过在一起这种事儿又不是一个人说了就算的，且不说我有没有那个意思，就算我有，难道秦洛也有吗？他这话说的直接就让唐钰有些迷茫了。你俩昨天都亲都那样了，难道还不算在一起了？噗，想不到平日里端庄大气的唐副主席，在感情的事上居然这么纯洁。啧，也对，毕竟你没谈过恋爱嘛。姚妍妍忍不住笑了一声，看向唐钰的眼神一下子就变得慈爱起来，这让唐钰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他忍不住瞪了姚妍妍一眼，试图让她了解到自己此时有多么正经。而姚妍妍也没有继续扯淡，撇着嘴道：这都什么社会了，亲个嘴而已，多正常啊。酒吧里多的是那种因为一场酒桌游戏就打啵的人，真要是这样就能算在一起了，那你让那些只想玩却不想负责的人怎么活啊？姚妍妍以最直接的言语道出了一番能让纯爱战神头皮发麻的话，也非常强力地冲击了唐钰的三观。但唐钰偏偏没法反驳，他虽然没有感情经验，但对于社会现状却颇为了解，尽管没有见过姚妍妍所说的那种情况，却也知道这就是事实。然而姚妍妍的话还是让他感觉很不舒服，于是忍不住驳斥了一句：有些事情的确常有发生，但那并不意味着那就是对的，还是说你也觉得这种事是正确的？说到最后，他的话里明显已经带了一些攻击性。姚妍妍能听出那话中之意，他眯了眯眼，却没有直接回答唐钰的问题，而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我知道你什么心思，但你找我没用，事情的关键点从来都不在我身上。顿了顿，他又似笑非笑的补充道：还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的话吗？你有这时间，还不如多关心下你自己。什么意思啊？唐钰下意识地问道。他的确是有心想要维护住几位好友的关系，但自己又不是参赛玩家，干嘛要关心自己？然而姚妍妍却没有解释什么，只是笑了笑便大步离去。临走前他还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或者你也可以去找许科聊聊，否则这宿舍我还真有点睡不踏实了，他现在就跟个咒怨似的，我怕哪天晚上睡着就被他给刀了。唐钰目送着姚妍妍慢慢离去，唐钰又转回了屋里。剩下的学生们还在继续表演，学生会的成员也时不时找唐钰交流，但唐钰现在完全没法去顾及他们。姚妍妍的那句还记得我曾经和你说过的话吗，让他想起了上个星期两人的对话。我和他今天的相遇只是一个巧合，就算按你的思路说他接近我们是另有目的，那能是什么目的？很简单，选妃，算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吧。总之我觉得他是真的不喜欢许科了，并且打算在我们里面寻找下一个追求的目标，我和你都只是他的目标之一而已。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接下来还有可能会去接近小景和流年。想起当时的对话内容，唐钰陷入了沉思。当时的他只当是姚妍妍想太多了，尽管秦洛之后的确与楚四锦和楚流年有了接触，但那也都是巧合的因素居多，甚至其中还有许科的授意，因此唐钰就没有把姚妍妍的那番话当回事儿。可姚妍妍刚才临走前的那句话，明显是意有所指的表示秦洛之后还可能再继续接触唐钰，这让唐钰有种莫名怪异的感觉。想起那一次和秦洛的接触，以及他给予的帮助和从未在许科之外的女人身上展露过的温柔，唐钰就有些不愿相信秦洛是那样一个有心计的人。相比之下，他觉得这件事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比如秦洛因为对许科爱而不得，于是剑走偏锋，用种种攻心的技法彻底攻破许科的骄傲，让他心甘情愿地为之低头。许科现在的心态变化和行为模式就是他的最终目的，而这也是一种效果显著的破爱手段。能够做出这种事的人到底有着怎样的心机和算计？想到这里，
唐玉突然又觉得有些荒唐，随后讪笑一声，将刚才脑补的东西全部抛之脑后。眼看着校庆会已经越来越近，唐玉也不得不将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除了要在各个部门之间走动之外，还得频繁的去找校领导汇报工作，以至于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了。此时楚四锦正在床上吃零食追剧，那小胖手不断在零食袋里进进出出，略带婴儿肥的小脸蛋鼓鼓囊囊的，看上去就像个呆萌的小仓鼠。楚流年正在电脑前打游戏，伴随着他鼠标一摁，几颗流星划破天际，最后化作一道金光，显现出一个手持大剑的红发帅哥。楚流年当场大哭：“卢老爷，我求你别来了，你哪怕来的亲妈也行哇！”唐玉他默默收回目光，然后看向浴室的方向，里面正传来阵阵水声。许科此时就在床上躺着，所以里面的人是谁不言而喻。这让唐玉在心里稍稍松了口气。昨天姚妍妍夜不归宿，宿管大妈查寝的时候，还是唐玉帮忙应付过去的。他虽然是有着学生会副主席的职务，但并非是迂腐之人。一般情况下，几个朋友只要不是犯了特别严重的错误，他都不会上纲上线。比如许科今天跑到姚妍妍班里蹭课，却又当着老师和一众同学的面当场跑路，换个较真的人，许科难免要被教导处传唤教训一番。但因为唐玉的从中作梗，所以没人找许科的麻烦。不爱的唐副主席为了宿舍的和谐悄悄卖力，心里止不住的冒出这破宿舍没我迟早得散的念头。他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随即爬到床上，对着临床的许科说道：“许科，你和秦洛……”他话没说完，许科便直接打断道：“你不用劝我，我不管秦洛和姚妍妍怎么样，但我知道秦洛喜欢的是我，我是不会放弃的。”唐玉他揉了揉隐隐作痛的太阳穴，扭头看了眼那无忧无虑的姐妹俩，心里突然就有点羡慕了。有时候想想，做个没心没肺，只对自己感兴趣的事付出热情的人也挺好的，最起码不至于从小到大都活得那么累。唐玉再次叹了口气，随即平躺在床上，掏出手机看了一眼，脑海中回荡着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喃喃自语：“不要让我失望啊！”这一夜，唐玉的脑海中充斥着纷纷杂杂的念想，所以他睡得并不踏实，以至于第二天起来照镜子的时候，看到了自己眼眶周围的黑眼圈。除此之外，他还能从自己的脸上看到明显的疲态。这不是因为校庆会的事，学生会的工作固然繁杂忙碌，但以唐玉的工作能力来说，也不至于让他感到疲惫。要是有那臭弟弟的美颜霜就好了。化妆的时候，唐玉忍不住嘀咕了一句，随后又咂了咂嘴，强行将秦洛的身影从脑海中抹去。等收拾好自己，他不紧不慢地来到班里上课。作为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唐玉上课的时候向来是极为认真的，但这次他却破天荒地走神了，而且一走就是整整1节课。几个对唐玉心有爱慕的男同学上课时候一直在悄悄偷看唐玉，然后就发现他的注意力完全没在老师身上，而是一手撑着下巴在那神游天外，时不时还掏出手机看一眼，也不知道是在想些什么。一个男生盯着看了许久，忍不住偷偷嘀咕了一句：“他不会是在想男人吧？”他此话一出，顿时惹来了周围几个男同学愤怒的目光，于是赶忙缩着脖子噤声了。毕竟在他们想来，唐玉就是个冰清玉洁的女神，她对任何人都保持热情温柔，却又神圣而不可侵犯。如此完美的女人，又怎么可能会冷不丁的开始想男人呢？只可惜他们猜错了，唐玉现在的确是在想男人。姚妍妍昨天的那番话至今还回荡在他的脑海当中，以至于绕得他有些心神不宁，时不时就要拿出手机来看一眼，生怕秦洛突然给自己发消息。待到第2节课的时候，为了让自己的情绪淡定一些，他破天荒的在上课期间刷起了论坛。结果这不刷还好，一刷心里更没底了。唐玉刷了没一会儿，就在论坛里看到了有人刚上传不久的姚妍妍和许科的合照，地点是在姚妍妍的班里，许科和姚妍妍隔着一个座位坐在一起，但他们的身边却没有秦洛的身影。很显然，这是许科觉得秦洛还会去陪姚妍妍上课，所以找过去了。结果一去才发现秦洛今天压根没去。不少同学都在评论区里对这场2女争夫的戏码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但唐玉已经没心思去看了。他开始频频看向教室门，生怕秦洛下一秒就会推门而入。好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这让唐玉的心情越来越放松，心里也愈发觉得姚妍妍的那番话是在危言耸听。毕竟在他想来，秦洛是个很不错的男生，这不单单是因为秦洛帮助过他，更因为秦洛对许科那3个多月的真心付出都被他看在眼里，所以他不愿相信秦洛是个为了某种目的而不择手段的人。待到第2节课进行了一半，唐玉的心情也完全放松下来，一脸欣慰地嘀咕了一句：“还好，他没有让我失望。”他话音刚落，就感觉到兜里的手机突然震了一下，这让唐玉的精神一下子紧张起来。他抿了抿唇，随后迟疑着将手机掏出：“许科，秦洛在没在你那儿？还好，不是秦洛，而是许科。”唐玉悄悄松了一口气，随即脑子里又冒出几个问号。许科会有此一问，似乎证明着他有着和姚妍妍同样的想法，都觉得秦洛会来找唐玉，这让唐玉觉得有些荒唐。姚妍妍也就算了，怎么你也对秦洛有这种误会？他忍不住撇了撇嘴，心里甚至有些为秦洛感到委屈，随手回了个没有。想了想，他又输入了一句：“秦洛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然而不等他点击发送，一个新的消息提示便又弹了出来：“秦洛，你在哪儿？”唐玉失落、无奈、犹豫，他的脸色一阵变幻，最后忍不住叹了口气。
他没想到秦洛居然真的找上自己了，虽然不是直接找上门来，但他这还是第一次给唐玉发消息，有谣言之前的暗示在先，唐玉不得不想到某种可能，这让他有些悲愤莫名。毕竟他刚才还在因为许科的消息而为秦洛打抱不平呢，结果秦洛直接就来打他脸了。在这种情绪下，唐玉开始斟酌用语，想要让秦洛在试图接近自己之前就掐灭他的意图。而这个时候，秦洛又发来了一条新的消息：我和沈芳老师在谈事情，速来一条消息。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定位，位置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咖啡厅。唐玉眉头一挑，表情明显有些诧异，他的目光在秦洛发来的消息上定格了几秒。本来悲愤的情绪因为沈芳二字的出现被迅速抚平，取而代之的则是忧虑。眼看校庆会开办在即，沈芳可是这次校庆会的重头戏，要是他那边出了什么情况，唐玉肯定是要担负一定责任的。但偏偏沈芳之所以答应要过来表演，是因为成了秦洛的情，所以秦洛的这条消息让唐玉本能的有些不安，生怕沈芳是不是临时有事或者反悔了。他接连发送几条消息过去，但却都没有得到秦洛的回复，这让唐玉止不住的开始乱想，比如沈芳是不是真的反悔了？而现在秦洛正在和他谈话，所以急需自己这个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校方的人到场。想到这儿，唐玉终于是没法继续在教室待下去了，直接起身说道：不好意思老师，我临时有点事，可以先早点离开吗？他虽然是用的询问的语句，但话语中却透出不容置疑的气势。上课的老师是个年迈的老教授，为人颇为佛系。他知道唐玉向来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一般情况下轻易不会早退，于是也就没细问，直言道：是学生会那边的事吗？去吧去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摆了摆手。唐玉礼貌的道了声谢，离开的时候表情又有些犹豫，因为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跟老师解释一句自己的早退不是因为学生会的事，而是因为一个男人的突然召唤。不过仔细一想，沈芳的事关系到校庆会，而校庆会就是由他这个学生会副主席负责的，所以总的来说归纳为学生会的事也没问题。啧，臭弟弟竟会给我找麻烦。他在心里骂了一句，走出教室后第一时间就是给秦洛打了个电话过去，但听到的却是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的声音。为什么电话打不通？是他故意不接，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忧虑的情绪不断自心头上涌，唐玉止不住的加快脚步，一路小跑着离开了教学楼，直奔学校大门而去。而他没注意到的是，当他跑出教学楼的时候，一个身影刚好从另一边走了过来。许科目光悠悠地注视着唐玉的身影，随即一路跟了上去。他眼睁睁看着唐玉走出校门，坐上了一辆出租车，自己也紧跟着拦下一辆车，跟上前面那辆车。许科轻声开口，声音有如冰块碰撞一般的清脆，虽然空灵动听，却又好像透着一丝咬牙切齿的意味。司机心里有些好奇，他透过后视镜瞥了一眼，心里难免惊叹于许科的绝世容颜。可当触及到许科那冰冷幽深的目光之后，他便忍不住打了个哆嗦，随后默不作声地踩动油门，跟上了前面不远处的出租车。乘车10多分钟，唐玉赶到了秦洛所发的位置。这期间，他不止一次地给秦洛发消息、打电话，但却都如泥牛入海一般，没有得到秦洛的任何回复。这让他的心情愈发焦躁不安，以至于下车后直接丢了100块给司机，连找钱都没要，推开车门便大步走进咖啡厅。此时临近中午，咖啡厅里的人不算少，但整体还算安静。有西装革履的男人不断敲击着电脑键盘，时不时端起咖啡喝上一口，眉头紧皱的样子像是在处理什么工作。有穿着白衬衫的几个打工人坐在一起小声聊天，时不时露出欢快的笑容，像极了几个好友在一起吐槽反感的同事。还有年轻的小情侣成双成对，言笑晏晏间总是看着对方，男孩笑容温柔，女孩含羞带怯，周身缭绕的尽是恋爱的酸臭味。唐玉的目光扫过他们，却没有找到秦洛和沈芳的身影。而正当他打算再进去里面找找的时候，一个女服务生突然走了过来。您好，请问您是来找朋友的吗？女服务生开口询问，看向唐玉的眼神中带着几分艳羡。唐玉有些意外地看了他一眼。你怎么知道？女服务生解释道，刚才有个很帅的男生跟我说了，说过话会有个朋友来找他，是个很漂亮气质很好的女生，让我看到之后就直接带你过去。唐玉，谢谢，麻烦你了。不客气，请跟我来吧。女服务生微微一笑，随后走在前头给唐玉带路。关于气质好、漂亮这类的夸赞性言语，唐玉从小到大都不知道听过了多少次，但这冷不丁的被秦洛当成被别人识别的标签，他心里还是觉得有些怪异。不过这不是重点，眼下的最要紧的还是先去看看秦洛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和沈芳的谈话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沈芳真的是打算反悔，那这件事又还有没有挽留的余地？跟着女服务生走了一会儿之后，唐玉来到了一个小卡座外。卡座是没有门的，只用了一扇门帘充当屏风的作用。当有人从外面走过时，虽然能看到里面有人，但却不容易看到里面人的脸。就是这儿了，请问你有什么需要的咖啡或者甜点吗？不用了，谢谢，一会儿有需要的话我会再找你。好的。待与唐玉礼貌地交流了一番之后，女服务生转身离开，而唐玉也是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掀开门帘。下一秒，秦洛那张熟悉的面孔便映入他的眼帘。今天的秦洛依然是白衬衫和黑色长裤的搭配，一身休闲装，一如既往的简单朴素。但和昨天不同的是，他既没有让领口松垮，也没有将袖子撸到手肘部位，
整个人看上去干净整洁，搭配上那英俊的侧脸和嘴角噙着的淡然微笑，整个人都透着一种令人舒心的魅力。饶是以唐钰的眼界，在近日来见到秦洛后，也不止一次的觉得他是个很帅的男人。你来了。他转过头，微笑着面向唐钰，整个人显得轻松且自然，又哪里如唐钰在来时路上想的那般艰难。唐钰不由自主地皱起眉头，他目光扫过卡座的每个部位。卡座空间不大，左右两侧各有一条沙发，每条能够容纳2人并坐，沙发中间则是一张圆桌。秦洛此时就坐在左侧的那条沙发上，桌面上摆着2杯咖啡，秦洛面前的那杯没怎么动，另一杯则是已经被喝掉一半，但偏偏那杯咖啡紧邻的沙发上却空无一人。换句话来说，就是这里在唐钰来之前就只有秦洛一个人。沈芳老师呢？唐钰开口询问。此时的他已经皱起眉头，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有些严肃起来。因为当发现沈芳不在这里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了某种可能，某种他从收到秦洛的第一条消息就联想到，却又一直不想去相信的可能。秦洛看了看他，似乎有些惊讶于他这么严肃的表情，不由说道：你想和沈芳老师聊天？那挺不巧的，他刚走。说完，他端起咖啡轻抿一口，而唐钰的脸色却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他没有坐在另一条沙发上落座，而是直勾勾地盯着秦洛。此时此刻，就算他再不愿意相信，心里也已经明白自己是被秦洛给骗了。说什么在和沈芳老师谈事情，这根本就是他为了骗我过来而编造的谎言。他知道一般的情况下约我可能会被我拒绝，所以才用了这种会引起我重视的说辞。他甚至还多点了一杯咖啡，用以迷惑我，想让我相信他的谎话。仔细想想也是，如果是和沈芳老师谈话，就算是真的在谈什么重要的事情，也不至于失联吧。他故意在勾动我的情绪之后不回消息，就是不想给我时间多想。亏我之前还一直相信他不是那种人，没想到澎湃的情绪在心头涌动。唐钰的脸色一阵变幻，那盯着秦洛的眸子中迸射出凛冽的锋芒，就连那张平日里显得端庄温婉的脸蛋也是如照寒霜。是我刚来他就走了，还是他从一开始就没来过？他一开口就是夹枪带棒的质问，言语间毫不留情地对秦洛释放着敌意。秦洛看了他一眼，脸上的表情明显有些疑惑。你在说什么？我在说什么？你自己清楚。唐钰瞪了秦洛一眼，话语中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气氛。我真的没想到，亏我之前一直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和许克的事我不多说什么，毕竟你之前对许克的喜欢做不得假，而他也确实一直没有回应你的心意，你因此选择放弃，这很正常，甚至我还曾因此而欣赏你。可你之后又是怎么做的呢？你接二连三的去接触包括我在内的许克身边的朋友，如果只是单纯的接触也就算了，但你敢说你自己问心无愧，毫无目的吗？如果这些都是你对许克求而不得所施展的手段，那我告诉你，你成功了。他现在已经完全受到了你的影响，再也没法忽略你的存在。如果你现在接受他的情谊，他也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接受你。但如果你是因为对许克因爱生恨，想要通过这种方法报复他，从而将妍妍、我还有小景流年当成是报复他的工具，那我告诉你，唐钰咬了咬牙，正要将积累在心中的满腔怒意释放出来，说上一句极其严厉的狠话。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却突然响起。咦，小洛，这是你朋友吗？这声音略有些熟悉，但唐钰一时间想不起在哪里听过，只记得好像是从某首歌里面听到过的声音。他下意识地回过头，入眼便是一张风韵成熟的脸蛋。当那熟悉的声音与眼前的这张脸结合在一起，唐钰的脑子里瞬间冒出了一个名字：沈芳老师。他有些呆愣地喊出对方的名字，脑子像是被一柄大锤突然敲了一下似的，整个人显得有些猛然。沈芳有些好奇地打量着站在门边的唐钰，眼神中还带着一抹惊艳。他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多年，帅哥美女见得多了，但像是唐钰这样面貌与气质皆为上乘的女孩还真没见过多少。只是不知为何，这女孩看上去一副呆愣愣的，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沈芳倒也没多想，只当唐钰是那种没见过太多世面的女孩，被自己明星的头衔给惊到了，于是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轻声道：没想到去个厕所的功夫就多了个小美女。你好，我是沈芳。沈芳老师您好。唐钰结结巴巴地打声招呼。沈芳见状，心里更觉得这个女孩不太聪明了。不过也对，老天爷是公平的，既然给了她不俗的魅力，那总该拿走她点什么，比如智慧，否则那也过于完美了。别在这站着了，先进去坐吧，不然等下被太多人认出来的话，我就得开溜了。好。唐钰像是个机器人一样应了一声，接着转过身去，默默坐在了秦洛身边。整个过程中，他的肢体动作都显得极为僵硬，更是始终保持着低头的姿势，看都没敢去看秦洛一眼。而在别人看不见的情况下，他的表情正在以1秒3次的频率接连变换着，羞耻和尴尬混杂其中，最后化作欲哭无泪的情绪。唐钰止不住的弓起脚背，10根脚趾死死地扣紧地面。想起刚才他还以为和沈芳只是秦洛引诱自己过来的谎言，而自己还因此破口大骂，他现在就有种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的冲动。人生短短21载，他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么难崩的场面。而他的身边，秦洛此时正一边喝着咖啡，一边眯眼打量唐钰的侧脸。从他的视角看过去，虽然看不到唐钰此时的表情，但却能看到他耳根处那抹明显的红晕，像是气血上涌，快要透过皮肤。
再顺着他微微发红的脖颈往下看，他的双脚被遮盖在一双白色平底鞋下，尽管看不见里面是什么情况，但秦洛猜测这双鞋此时正在遭受着非人的折磨。若是此时把这双鞋子拿掉，再把他脚下的地面替换成沙子，不知道他能不能当场抠出个沙雕来。平日里端庄古韵的唐副会长难得展现出这副姿态，这让秦洛都有点怀念学校里那些狗仔们了。要是有他们在场，说不定能拍下一张经典永流传的照片。可惜啊，秦洛有些遗憾，并持续抿着咖啡，强迫性的不让自己笑出声来。另一边，沈芳坐在他们对面，正饶有兴致地打量着眼前的这对少年少女。以沈芳的审美来看，秦洛和唐钰都是难得一见的帅哥美女，而当他俩坐在一起时，就会很直观地给人一种天造地设的感觉。于是他忍不住问秦洛：“这是你女朋友吧？”他此话一出，唐钰就好像是触发了什么关键词一样，猛地抬起头解释道：“不是这样的。”他正要再说些什么，眼角的余光却触及到了秦洛那略显戏谑的眼神。这眼神刺激的唐钰有些头皮发麻，以至于后面的话怎么都说不出来，直接又沉默着把头低了下去。随即秦洛收回目光，笑着对沈芳说道：“不好意思，他有点怕生。”“臭弟弟，你在说什么？你才怕生，你全家都怕生。”唐钰忍不住在心里咬牙切齿，当强烈的羞耻心又让他难以平静，最后干脆低头开摆，当起了哑巴。沈芳饶有兴致地打量着面前的这对小情侣，笑着对唐钰说道：“你还是个学生吧，太怕生也不是什么好事，否则以后到了社会上会丢掉很多机会。不过你有小洛这样一个优秀的男朋友，相信他会照顾好你的。”“别说了别说了，求你别说了。”唐钰咬了咬嘴唇，耳根处的红晕已经开始朝着脸部蔓延。而秦洛则是笑着应了一句：“其实他挺优秀的，还是我们学校的副主席呢。上次刘哥去学校那边找我签合同，就是他在一边全程负责的。”“是吗？”沈芳明显有些惊讶，她诧异地看了唐钰两眼，心想这么呆的姑娘居然也能当上学生会的副主席。魔都大学这是要娃啊！她在心里啧啧两声，面上则是笑着说道：“未来可期。”那简单的4个字明明是代表着夸赞和欣赏，但听在唐钰耳朵里却怎么听都觉得刺耳。明明屁股下面的沙发柔软又舒适，但唐钰却感觉自己好像坐在了真垫子上，那叫一个刺挠啊，简直怎么坐都不舒服。一直蜷缩着的脚趾此时也已经倍感疲劳，但唐钰又不肯将脚趾松开，好像只要这样就能缓解自己的尴尬与羞耻。他现在真是恨不得能直接开溜，然后接下来至少1个星期以内不和秦洛碰面，哪怕碰见了也得装作不认识。可他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且不说面前还坐着沈芳这样的大咖，直接离开显然是一种很不礼貌的行为，单说心里这一关他就过不去。刚才对秦洛的呵斥此时依然回荡在唐钰的脑海当中，强烈的愧疚让唐钰倍感煎熬。如果不能趁早和秦洛解释清楚，他怕自己接下来好几天都睡不了一个好觉。可是沈芳在这儿，他又不好提起刚才那事儿，于是唐钰越想越麻找，平日里聪明的脑袋瓜子似乎都快要冒烟了。好在沈芳没有多留，他似是看出了唐钰此时的紧张和拘谨，于是在和秦洛简单说了几句后便要离开。他站起身，满眼赞许地对秦洛说道：“小洛，你今天给我的那首歌真的非常棒，甚至可以说是我近几年来看到的最好的一首歌了。到时候我会在你们学校的校庆会当天演唱，希望不会辜负你的创作。”秦洛回以矜持的笑容：“您说笑了，一首歌就算再好，也离不开一个优秀的歌手。希望您复出后能够大放异彩，再续往日辉煌。”见你吉言，沈芳微微一笑，临走前还不忘对唐钰嘱咐一声：“小姑娘，小洛这个优秀的男生，你可得看紧了呀。”低着头的唐钰咬了咬嘴唇，终于还是没有解释些什么，只是小声说了一句：“沈芳老师再见。”他点了点头，随即转身离开，将充足的2人空间留给这对天造地设的小情侣。而在路过隔壁卡座的时候，他恰好看到一抹亮丽的身影掀开门帘走了进去。乍一看到那抹亮丽的身影，沈芳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脸上的表情明显有些惊艳。虽是惊鸿一瞥，但他依然看见了那少女的绝世容颜，甚至感受到了不低于唐钰的魅力。要说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那女孩的表情过于冷硬，而且像是有什么心事似的，浑身上下似乎都缭绕着一股怨念。不过沈芳并未多想，只是在离开咖啡厅的时候掏出小镜子照了照自己的脸，忍不住拿自己和刚才那2个小姑娘做了一番对比。片刻之后，她收起小镜子，又是艳羡又是唏嘘地感慨了一句：“年轻真好啊。”小小的卡座中，秦洛和唐钰默不作声地坐在同一条沙发上。沈芳走后，他们谁都没有说话，任由微妙的情绪蔓延开来，以至于周围安静的有些诡异。想不到平日里对什么事情都游刃有余的唐副主席，也会有这么失态的一面。安静的氛围被突然打断，听到秦洛那略带调笑的声音，唐钰忍不住抿了抿嘴唇。好在他心里的那份尴尬和羞耻已经因为沈芳的离去而得到缓解，此时单独面对秦洛，倒也不至于像是刚才那样失态了。在长吁一口气后，他抬起头，终于再次面向秦洛。可当2人目光交汇的瞬间，那股尴尬和羞耻的情绪便再次翻涌起来。唐钰不由自主地挪开了目光，强装镇定地说道：“沈芳老师是来找你谈上次你说的要给他写一首歌的事。”秦洛淡淡道：“不然呢？”唐钰抿了抿嘴唇，秦洛这3个字说得很淡然，没有夹杂什么明显的情绪。
可即使如此，听到唐玉的耳中依然觉得像是讽刺。于是他低垂眼帘，发出饱含歉意的声音：“刚才的事是我不对，我在没有了解清楚情况的前提下就擅自误解你，对不起。”秦洛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随即挪开目光，有些出神地看着天花板。他轻声道：“没什么好对不起的，你说的对，无论是对许科求而不得的手段也好，还是因爱生恨的报复也罢，我就是带着某种目的性接触你们的，所以你不用跟我道歉。”他像是一个供认不讳的罪人，但唐玉没有相信秦洛的这番话，甚至理所当然地将其当成了秦洛对自己的一种自黑式的反击。这让唐玉内心倍感煎熬，只感觉自己有些无颜面对秦洛，更不敢再去直视他的眼睛。他沉默着，思考着该用什么办法得到秦洛的谅解，以此自己内心的愧疚。可秦洛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又开口说了一句：“麻烦让一下。”“你去干嘛？”唐玉下意识问道。秦洛讪笑一声：“不走还待着干嘛？毕竟你之前可是说把我当朋友的，我也不想被你讨厌的那么彻底啊。”他说话的同时已经站起身来，那面无表情的样子在唐玉看来就像是一个人失望到极点的表现，这让唐玉有些无法保持冷静。强烈的自责让他一把抓住了秦洛的手，有些慌张地说了一声：“等一下，你先别走。”秦洛居高临下地看了他一眼，沉默着没有说话。唐玉咬了咬嘴唇，强制性地让自己看着秦洛的眼睛，嗫嚅着说道：“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我能理解，但起码你要给我一个表达歉意的机会。”“真不用。”秦洛摇了摇头。“不行，不然我晚上会睡不着的。”唐玉抓着秦洛的手又用力了几分，像是彰显着他此刻的决心，看向秦洛的眼神中也透着坚定：“只要是我能做到的，什么事都可以。”他这倔强的模样倒是少见。秦洛的目光在他的脸上定格了几秒，嘴角突然咧起一抹微笑：“什么事都可以？你确定？”说话的同时，他的目光开始上下打量着唐玉，眼神中闪烁着异样的色彩。唐玉不知道秦洛现在在想些什么，但他的眼神让他有种莫名的紧张和危机感，忍不住的想要和秦洛拉开一点距离。可他最后还是坐在原地没动，并且也一直抓着秦洛的手，嘴里说道：“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要求，只要是我能做到的。”“这样啊。”秦洛眯了眯眼，随后重新坐了回去，随口道：“我有点饿了。”唐玉见状，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对于刚才不分青红皂白就误会秦洛的事，他的确心有愧疚，自责不已。他有心想要弥补秦洛，既是表达对秦洛的歉意，也是想要抚平自己内心的愧疚感。可这并不代表他就会无底线的去满足秦洛的要求。如果秦洛真的提出了什么糟糕的要求，他一样会毫不犹豫的拒绝。当然了，经过刚才的事情之后，他已经不会再把秦洛想成那种人，所以纵然心里紧张，却依然坚定的把秦洛留了下来。好在秦洛最终也没有让他失望。想到这儿，唐玉脸上重新浮现出一抹笑容，随即找来了服务生，很自然的点了2份餐。像是卸下了心里的重担一样，唐玉又恢复成了那个在学校里备受领导重视和同学信赖的唐副主席。之前那尴尬和羞耻的姿态尽数消失，或许是被他掩藏得很好，但再次面对秦洛时，他已经能表现得如往常一般自然。起码他不会再动不动就失去表情管理，也没有再不敢去直视秦洛的眼睛，甚至还和秦洛闲聊起来。而秦洛也没有再提起刚才的事，很自然的和唐玉一起吃饭聊天。“你给了沈芳老师一首怎样的歌？”“不好说，歌这种东西，不同的人听来会有不同的感受。同样一首歌，有人听着像是歌颂爱情，有人听着则像是感慨人生，所以具体怎么样，还得你到时候听了才知道。”“这样啊，虽然还没听到，不过从沈芳老师临走前说的那番话来看，这肯定是一首很好的歌。秦洛，你真的很优秀，就算你夸我，这顿饭也还是得你请。”唐玉闻言微微一笑，他感觉两人现在就像是上一次在食堂吃饭一样，虽然刚才发生了很尴尬的事情，但现在又重新变得和谐起来。这种轻松自然的相处状态让他感到很舒适，所以尽管两人至今为止的互动并不算多，但唐玉却依然有种和秦洛已经是相识很多年的好朋友的感觉。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说道：“不光是这一顿，以后你想吃什么都可以随时找我，我请客，随时找你，你确定？”秦洛不由自主地看了唐玉一眼，眼神和语气都变得有些微妙起来。唐玉正要随口应下，但嘴巴刚刚张开，就从秦洛的眼神中品到了一些不同的意味。随时找，两个人是要在多么要好的情况下才能随时回应对方？如果是2个男人，那可能是好兄弟；如果是2个女人，那可能是好闺蜜。那如果是一男一女呢？唐玉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这里，一时间表情又变得有些不自然了。他刚才说那话，单纯只是为了弥补之前对秦洛的误会，再加上秦洛帮了他的忙，让沈芳这样的大咖能够参与到校庆会当中，所以他觉得随时请秦洛吃饭都算不了什么大事。可现在想来，这话明显是有些不合适的，很容易让人误会其中是不是有什么隐晦的含义。尤其是这时唐玉还发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沈芳走后，唐玉没有坐到另一条沙发上，而是始终和秦洛坐在一起。虽然两人之间还隔着一点距离，但仅从眼下这个氛围来看，着实是有点过于暧昧了。奇怪了，明明以前说话做事都挺有分寸的，怎么一到了他这儿就这么容易说错话呢？这臭弟弟是不是有降智光环啊？唐玉有些懊恼的在心里埋怨了自己一句，随即说道：“吃饭而已，又不是什么大事。”
他面上表现得很淡定，像是丝毫不觉得这番话有什么不妥的地方，更没有起身坐到秦洛对面，因为那只会显得太过刻意。而秦洛也没有抓着这句话不放，只是笑眯眯地看了唐玉一眼，随即重新将注意力放到眼前的食物上。而与此同时，隔壁卡座许科正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墙壁那个，请问您想好要点些什么了吗？女服务生站在卡座的另一边，手里拿着菜单，一脸胆怯地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少女。这是她今天见到的第2个漂亮到让自己感到艳羡的女孩。然而和刚才那个相比，眼前这个少女实在是过于冰冷，全程一副面瘫脸不说，浑身上下还释放着生人勿近的气息，尤其是那目不转睛盯着墙壁看的样子，就给人一种随时可能一刀捅过去的感觉，着实是让女服务生有些心惊胆战。也是在她实在忍不住想要落荒而逃的时候，许克终于开口说道：“不用了。”他的声音就像他的表情一样冰冷，但女服务生听了之后却在心里长舒了一口气。那好，有什么需要的话请您再叫我就先走了。他说完连忙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第一时间就是跑去和同事吐槽。恰在此时，一对男女从卡座中走出。接下来你想做什么？这是女人的声音，轻柔且温和。还接下来，这是男人的声音，话语中透出几分诧异。这些声音像是触碰到了许克的神经，让他一下子调转目光看向一旁。卡座的门帘遮挡了他的一部分视线，但他依然能看到那从门外走过去的2双腿，同时那2人的对话声也在不断响起。简单一顿饭而已，代表不了我对你的歉意。这样啊，我本来打算去看电影的，最近有部叫《孤注一掷》的电影挺火，你知道吗？玩手机的时候刷到过，题材倒是让我挺感兴趣的。那成，就这部了，隔壁商场就有电影院，走吧。那一对男女一边交流着一边离去，许克带声音远去后才从卡座里走出来。他隔着一段距离，目光定格在那2个熟悉的背影上，面色显得愈发阴沉。他目送着那2人推门离去，随即掏出手机，一边在网上搜索电影票，一边默不作声地跟了上去。奇怪，总有种被人盯着的感觉。走进商场，唐玉突然嘀咕了一句，随即回头看去，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秦洛不由调笑道：“不会是被背后灵盯上了吧？”唐玉有些无语地看了他一眼，这都什么时代了，还相信那些神神鬼鬼的？好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战士！秦洛笑了笑，随即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对了，你今天下午没课吗？”唐玉闻言微微一愣。自打在咖啡馆找到秦洛之后，那一系列的事情让他根本没有闲心去想其他事情。如今经过秦洛这一提醒，他才想起自己今天下午还有1节课的。于是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发现现在已经快要临近1点了。现在打车赶回学校的话，倒是勉强来得及，最多也就是迟到1小会儿。但这样一来，他就没法再履行自己说要表达对秦洛歉意的承诺。一时间，唐玉的表情变得有些纠结起来。作为一个从来没有无故旷课、很少早退的好学生，他一时间还真有点难以做出抉择。秦洛见状，倒也没什么太大反应，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你回去上课吧，我自己去看就行。”他说着便向前走去，像是真的打算要一个人去看电影。唐玉见状，顿时将心里的那点纠结抛之脑后，快步跟了上去，说道：“我又没说要走，你走这么快干嘛？”他话语中不自觉地带上了几分幽怨，像是在对秦洛表达不满。秦洛扭头看他，脸上重新浮现笑容，毕竟是品学兼优的唐副主席嘛，所以相比起我觉得还是学业对你来说更重要。唐玉瞥了他一眼，淡淡道：“这没什么好放在一起比较的，而且只是一堂英语课而已，我英语6级早都过了。”不愧是唐副主席，果然厉害。秦洛略显浮夸地赞了一句，还朝他竖了个大拇指。唐玉有些无奈地白了他一眼，随即掏出手机和导员请了个假，默默跟着秦洛去往位于6楼的电影院。他们没有乘坐电梯，而是一边闲逛一边乘坐自动扶梯上楼，时不时交流2句，像极了一对正在逛街的情侣。就连唐玉也意识到了这点，原因是周围人们那艳羡的目光。这样一对俊男美女，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自带关注度的。一路走在商场里，唐玉时时能感觉到周围人们投来艳羡的目光。不止如此，当唐玉来到6楼时，发现周围随处可见一对对的年轻情侣，他们言笑晏晏讨论着接下来要看的电影，时不时又做出一些亲密的小动作，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恋爱的酸臭味。这让唐玉莫名有些微妙了，尤其是一想到自己这还是专门请假陪着秦洛来看电影，那心情就甭提有多复杂了。于是他忍不住想要和秦洛拉开一点距离，但仔细想想又觉得这样似乎有些过于刻意，于是还是保持着原本的距离和秦洛走在一起。只是因为之前误会了他，所以想要表达一下歉意而已。看电影也是他提出来的，我胡思乱想那么多干嘛？唐玉忍不住在心里吐槽，强行抚平有些波澜的情绪。直到来到电影院，在靠后排的地方落座，唐玉才总算是舒了一口气。只不过因为周围的其他人大多是情侣，所以他心里还是难免有些不自在。怎么这么多情侣？看上去好像还都是学生，他们不用上课的吗？而且这部电影的题材好像也不适合情侣看啊。唐玉忍不住吐槽了一句，像极了一个对情侣怀有怨念的单身狗。秦洛扭头看了他一眼，略显玩味地问道：“你没谈过恋爱吧？”唐玉眉头一挑，反问道：“你问这个干嘛？”秦洛笑了笑没说话，转而看向正在播放广告的大荧幕。他这话说一半的样子让唐玉有些不满，
唐钰有心想要追问，周围却突然陷入一片漆黑，这代表着电影即将开始。于是唐钰将秦洛刚才那莫名其妙的问题抛之脑后，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大荧幕上。因为这部电影他的确挺感兴趣的，之前他玩手机的时候就刷到过不止一次，周围看过这部电影的同学也对他赞不绝口，唐钰理所当然的也被引起了兴趣。唐钰平时经常看书，因为他觉得能从书中获得知识。很多人觉得电影只是一种娱乐产物，但在唐钰想来，这同样也是一种知识载体，所以他平时也会看电影。只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实在太忙，唐钰完全抽不出空来。如今因为秦洛，他难得有了一次放松的机会，倒是多亏他了，否则换成我自己肯定不会专门请假跑来看电影。唐钰如此想着，忍不住就扭头看了秦洛一眼。巧的是，秦洛刚好也扭过头来看他。当两人四目交织的瞬间，秦洛对着他微微一笑，随即重新把目光落在大屏幕上。唐钰盯着他的侧脸看了2秒，正要收回目光，却看到一道人影凑到了秦洛隔壁的座位。这电影上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颇为火爆，但也不至于场场满座。尤其是秦洛和唐钰坐的都是靠后排的位置，所以周围基本上没有其他看客。电影院内此时已经关闭灯光，仅靠着大荧幕释放出来的光芒可不足以照亮黑暗的后排空间，因此唐钰也没看清那个凑到秦洛身边的人是谁，只能依稀看出好像是个女的。眼看着对方默不作声地坐在了秦洛身边，唐钰也没多在意，转而看向了大荧幕。好不容易有一次放松的机会，他也不想浪费，寻思着好好观赏一下这部电影，说不定还能从中得到某些启发，学到某些新知识。而他不知道的是，此时坐在他一边的秦洛并没有将注意力专注在电影上。当身边有人坐下的瞬间，秦洛就心有所感似的往旁边看了一眼，然后他对上了一双清冷的眸子。尽管周围一片漆黑，但他依然一眼就看出了眼前这人的模样。这绝美的容颜，清冷的眼神，浑身上下缭绕不散的怨念，不是许克还能是谁？这不会真变成背后灵了吧？秦洛忍不住在心里咂嘴。想起刚才唐钰说总感觉有人在盯着他，当时秦洛还没在意，可现在看来明显是许克一直在跟踪他们。秦洛对他的行为有点惊讶，如果只是在学校里也就罢了，但现在可跑到外面来了，许克居然还能跟来，这着实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不过意外归意外，秦洛现在也不会因为许克的突然出现而产生什么过激的反应。他只是在幽暗的环境下和许克对视了2秒，随后便挪开目光，仿佛直接将许克当成了空气一样，专心致志地看起了电影。一旁的许克注意到这一点，他不由自主地瘪了瘪嘴，看向秦洛的眼神又幽怨了几分。他不知道秦洛到底在想什么，明明之前还跟姚妍妍打得火热，现在居然又和唐钰厮混在了一起。最过分的是，他明明询问了唐钰秦洛有没有在他旁边，而他却说没有。虽然以当时的情况来看，秦洛的确没和唐钰在一起，但在许克看来这就是赤裸裸的欺骗。不过许克并没有因此而大发雷霆，他只是做着和昨天同样的事情。昨天秦洛去找姚妍妍，那他就陪在一边，不吵也不闹，就这么陪着。今天秦洛又和唐钰走到了一起，那他就继续待在100年，一句话也不说，就这么待着。许克也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有没有什么效果，他唯一清楚的一点是，秦洛现在是真的不会再主动对他做些什么了。明悟了自己心意的许克难以接受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他想要改变现状，想要重新闯入秦洛的视线当中，只是因为他没有追人的经验，所以就只能用这种笨方法来反复在秦洛面前刷存在感。这样一来，也总比待着什么都不干要好。哪怕秦洛全程都在无视他，但在他看来，自己起码也多了一点参与感。如果我能早点答应他，现在应该就是我们2个人单独看电影了吧？许克如此想着，忍不住在心里叹了口气，随即眼里又冒出来浓浓的斗志。昨天的他可以不怵姚妍妍，今天的他也同样不怵唐钰。而与此同时，电影也已经正式开始播放，秦洛和唐钰都看得很专注，前面的那一对情侣也没人窃窃私语。漆黑的播放厅里便只有电影的声音在不断响起，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电影上，只有许科显得有些心不在焉。他看看大荧幕，又看看一边的秦洛，想了想，突然把手机掏了出来，在将亮度调到最低后，他打开浏览器，在搜索框中输入一行文字：情侣在电影院都会做些什么。点击搜索之后，一条条文字映入眼帘。看电影是情侣约会的必做项目之一，在这样一个安静漆黑的环境下，相邻而坐的2个人可以有很多擦出火花的机会。无论你们是刚刚认识还是热恋当中，以下几个小技巧都可以有效增进你们的关系。第一，互相喂食爆米花。看电影当然要配爆米花，但单身狗只能自己吃自己的，而情侣则可以互相投食。女生若是假装不经意的在吃爆米花的时候轻轻咬到男朋友的手，那一定能让男朋友心荡神驰。第二，抬起2个座椅之间的扶手，然后依偎在男生的怀里，或者将自己的腿放在男生的腿上，进一步的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这样做保证能让男生心动不已。第三，趁着另一半看电影看得入神，悄悄把手伸到对方的手里，然后十指相扣，柔软的手心会将微热的温度以及内心的情意一同传递出去。许科看得极为入神，眼神中甚至露出浓浓的惊讶。他没想到只是单纯看个电影，居然也能有这么多骚操作。以往的他看到这些只会感到不屑，可现在的他却是逐字逐句的分析，直到他看到了下一条。第四，如果想要一步到位，
不妨试试私人电影院。私人电影院有着更为私密的空间，有的甚至还会提供大床。而在这样一个只有2个人的情况下，很多事情自然就能顺理成章的发生。看到这儿，许科先是一愣，随即下意识的想到了什么。那在微弱光芒映照下的青离脸蛋瞬间就浮现出2抹红晕。虽然他的感情经验基本为零，但这不代表他对男女之事一窍不通，连大床这个关键的要素都标出来了。想到那方面，简直太正常不过。唯一让许科觉得难以置信的一点是，私人影院居然也可以用来做那种事，这让他在难以理解的同时，脑子里还不由自主地脑补出了自己和秦洛去私人影院看电影。然后不对，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许科咬了咬嘴唇，强行将那些乱七八糟的画面甩出脑海，随后开始思考这几条小技巧顺利实施的可能性。首先，第一条可以直接 pass 掉，因为无论是他还是秦洛和唐钰进来的时候都没买爆米花或者其他小吃。然后第2条也可以 pass 掉，大幅度的肢体接触很容易引起唐钰的惊觉。虽然这可以强行中断秦洛和唐钰的约会，但这样一来，许科也没得玩了。他虽然很不想秦洛和其他女人接触，但这也是他目前唯一能和秦洛接触的机会，所以他不能轻易打破这个局面。既然如此，那就只剩下第3条了。许科收起手机，缓缓看向秦洛，清冷的眸子中闪烁着幽深的微光。想成功，先发疯，不顾一切向前冲，拼一次，富3代，拼命才能不失败。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加油，加油，加油！伴随一句句激昂的台词，电影剧情正式展开。孤注一掷，这部电影秦洛已经在玩手机的时候刷到过许多次了，所以即使是第一次看，他也已经对全片的剧情了如指掌。整部电影概括来说，就是一群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骗到了国外，随即被迫开始从事诈骗犯罪行为，很直观地揭露了当前社会的一个黑暗面。题材新颖，立意深刻，情节真实且刺激，这是这部电影能火爆的主要原因。所以即使秦洛在手机上都快把剧情看完了，此时看起正片来也依然是饶有兴致。这让他甚至都没心思去关注一旁的唐钰了，主要还是唐钰看得比他还认真。如果这个时候找他说悄悄话的话，不仅不能创造暧昧氛围，说不定还会引来他的不满，这样适得其反的行为做不得。所以秦洛还是决定先安静看电影。至于许科，他刚才有注意到许科掏手机在查些什么东西，不过他并没有去过多地关注，而且完全将许科当成空气，丝毫不在意他的到来。直到电影播放了一段时间后，一只手游过黑暗，悄无声息地落在了他的手上。秦洛，他的注意力一下子就没法集中了，几乎是下意识地扭头看了许科一眼。当眼睛初步适应了黑暗的氛围，许科的模样也在他的眼中愈发清晰。在秦洛的目光注视下，此时的许科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大荧幕，他似乎看得很专注，但那微微颤抖的睫毛还是暴露了他此时紧张的内心。接着，秦洛的目光慢慢下移，落在了他的手上。那只纤细、白皙、修长的手，此时正盖在秦洛的手背上，触感柔嫩，并不断朝秦洛的手背上释放着微热的温度，仿佛透露着他主人此时的心情。秦洛静静地盯着他看了2秒，表情显得有些微妙。与此同时，电影中的陆经理将安娜叫进了办公室，随即叉开双腿，面色冷酷地说道：“跪下。”此情节一出，原本安静看电影的看客们都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男人们露出了心照不宣的笑容，止不住地朝女朋友投去内涵的小眼神；女生们则是有些羞怯，要么朝男朋友甩白眼，要么则是假装羞恼地拧一下男朋友的软肉。此时的许科还沉浸在阴谋得逞的喜悦当中，但这些人的反应却又让他感到疑惑，搞不懂这样一幕明显是为了彰显反派邪恶霸道的镜头，为什么会让他们有这么大的反应。而另一边，唐钰的脸色明显就有些不自然了。有些事情没经历过，不代表就不懂。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很多知识总会以一种诡异刁钻且狡猾的方式钻过你的脑子。比如唐钰，有一次他回到宿舍，发现楚留年一个人玩游戏玩得入神，凑近一看才发现，那电脑中正在显示着某种限制级的画面。这幅画面对当时的唐钰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以至于在看到电影的这部分情节之后，不由自主的就展开了联想。这让他不禁有些脸红，随即看了一旁的秦洛一眼，接着就发现他此时正在盯着隔壁的人看。唐钰忍不住小声问了一句：“你干嘛呢？”唐钰此话一出，那只落在秦洛手背上的小手仿佛受到了什么惊吓似的，一下子就缩了回去。秦洛面不改色的回过头来，他发现唐钰此时正在奇怪地看着自己，目光又时不时掠过自己，看向另一边许科，但因为光线和角度问题，他只能看到许科的半边身子，却看不到许科的脸。秦洛想了想，凑到他耳边小声说道：“没什么，只是突然觉得旁边的人有点眼熟，是我认错了。”唐钰狐疑地看了秦洛2眼，但却没有在意，因为秦洛刚才说话时离他太近，导致有一股微热的空气拂过了他的面庞。这是唐钰从未有过的经历，再加上电影里刚刚的那部分片段，导致唐钰的心里泛起怪异的情绪。不过他还是很快就让自己平静下来，重新将注意力放在大荧幕上。与此同时，秦洛感觉到某只罪恶的小手又朝自己摸了过来，许是因为他在摸过来的时候没有仔细看，所以这一摸先是摸到了秦洛的大腿，然后才攀上了他的手背。接着那只小手又不老实地动了起来。这股诡异的偷情既视感是怎么回事？秦洛在心里吐槽了一句，但作为一个男人，他不得不承认的是，眼下的情况让他倍感刺激。
于是，在短暂的沉吟后，他没有躲开许科的手，而是任由许科的小手开始施为，直到最后，他的大手被许科翻了过来，两只手自然而然地贴在一起，手心对手心，十指交错，交叉结合。这一刻，仰靠在椅背上的许科露出了满足的笑容。秦洛面无表情，不动神色地看了眼一旁唐玉的小手，想了想，终究还是没有去作死。而接下来，许科也没有再做些什么过分的行为，并且还在电影快要结束的时候先一步起身离开。此时，大家的注意力都聚集在电影上，没有人去过多地关注他。唐玉亦是如此。直到电影完全结束，其他看客纷纷起身离开，秦洛和唐玉却迟迟没有动弹。唐玉明显是对这部电影极为满意的，此时的样子像是在回味刚才所看的内容，所以不急着走。而他不着急，秦洛就更不着急了。怪不得这部电影在网上有那么多好评，我本来还怀疑有些名过其实，但现在看了才知道，这的确是一部好电影。唐玉开口夸赞了一句，言语间丝毫不掩饰对这部电影的肯定。秦洛看了他一眼，笑道：“网上说这部电影隐藏了很多细节，你发现了吗？”唐玉点头应道：“确实有很多不容易被发现的小细节，有些地方我一开始也没注意，但看着看着就回过味来了。打手阿才的脖子上有一道疤痕，这说明他也曾遭受过非人的待遇。他到了境内会把疤痕遮挡住，到了境外才会显露出来。我感觉他很可能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安娜很可能一开始就入局了，她在入职的公司里备受重视，随后又被处处打压，巨大的心理落差让她难以接受，所以她才会听信她闺蜜的蛊惑，最终选择铤而走险。男主潘生被迫留在园区后，有好几次自救的行为，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是他在庆生的时候，他拍了很多照片，照片里多次比过6的手势，6的2进制是110，而这一点只有他那当数学老师的好朋友发现了。陆经理的女儿直到后半段才出现，而且那还是在部门获得巨大业绩之后才出现的，这很有可能说明他的女儿被挟持了。只有当陆经理完成任务之后，他们父女才被允许见面，这也说明陆经理并非园区的实际掌控者，他有对潘生说过要立功，这也证明了这一点。我觉得最后那个在诈骗讲座中拿着筹码的人就是真正的幕后主使。唐玉将刚才从电影中注意到的小细节一一道来，有些是秦洛在刷段视频的时候看到过的，有些则是唐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条理清晰，直击要害，言语间皆是显现出强大的观察力和分析能力，尤其是他此时认真的模样，真的给人一种成熟知性的美感。所以秦洛完全没有注意去听他说了什么，始终都是在打量唐玉的脸蛋。唐玉没有注意秦洛的目光，随口说道：“暂时也就这么多了，回头我可能会找机会再看看这部电影，到时候说不定还能发现更多细节。”顿了顿，他又用一种讨教的语气对秦洛说道：“你呢？有没有发现什么我没有发现的小细节？”他说这话的时候还在直视着秦洛的眼睛，似乎想要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出自己强过秦洛的一面。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秦洛都觉得他此时的模样挺可爱的，于是他笑着说道：“我没你观察的那么仔细，从始至终我也只注意到了一个小细节。”什么？唐玉好奇地问道。秦洛直言道：“安娜被惩罚挑5根手指，但其实只被挑了3根。电影后面有一幕是阿才的2根手指上包着纱布，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个小细节还真没被唐玉放在心上。唐玉想了想，沉吟道：“电影里有很多地方都暗示阿才可能喜欢上了安娜，这也是为什么安娜最后能顺利逃走。至于你说的这个细节，是因为阿才帮安娜承担了一部分惩罚。说对了，不过这个细节还挺明显的，你为什么没注意到？”这个，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部严肃向的电影，所以没怎么太注意感情线的发展。倒是你，这部电影能细细品味的地方那么多，你怎么光关注这个？唐玉试图给自己挽尊一波，最后甚至还对了秦洛一句，似乎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彰显自己的正经。秦洛对此并不在意，反而笑着提起了另一件事：“知道电影开始前我为什么说你没谈过恋爱吗？”唐玉眉头一挑：“为什么？”秦洛朝他眨了眨眼，轻声道：“对于心怀爱情的人来说，看什么电影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看。当一个人心向爱情，那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找和爱情有关的点，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看电影的时候。”秦洛此话一出，唐玉的表情明显有些呆愣，那双本该充满着智慧和知性的眼眸，此时氤氲着的却是猛然和错愕。这不是因为他理解不了秦洛这句话所想要表达的意思、想法，他正是因为了解到了话中之意，所以才会有这种反应。他的话语像是带着某种力量，在悄无声息间投过了唐玉的心扉，让他莫名有种心悸的感觉。不对，不是心悸，而是唐玉抿了抿唇，恍然间只感觉心中警铃大作，像是在对他发出某种危险的预警，原始的本能在催促着他赶紧逃离这里。不过他终究还是没有直接离开，而是咬了咬牙，开口质问道：“你和姚妍妍有没有在一起？”类似的问题他昨天已经问过姚妍妍，但得到的却是一份含糊不清的回应。如今他再次质问秦洛，无关其他，只是想打破自己几位好友此时那危险的状态。而面对唐玉的询问，秦洛也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笑盈盈地反问了一句：“你觉得呢？”唐玉微微皱起眉头，在一起就是在一起了，没在一起就是没在一起，有什么好藏着掖着的？这话说完，唐玉就莫名产生了一种诡异的既视感，而秦洛则是耸了耸肩，回道：“我没跟你藏着掖着，
我只是觉得算不算在一起这种事，一个人说了不算。且不说我有没有那个意思，就算我有，难道姚妍妍也有吗？当听了秦洛这话，唐玉感觉到的那种诡异的既视感就更重了，并一下子想起了自己昨天和姚妍妍的对话。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答案，这俩人是不是商量好了？唐玉忍不住抽了抽眼角，语气略显烦闷地说道：你也好，姚妍妍也罢，你们这种含糊不清的说话方式真的让人很讨厌。为什么你们就是不肯把真实想法说出来？为什么就是不能直接一点表明自己真正的心意？许是因为最近这些事情困扰了他太久，他现在明显有些激动，目不转睛地直视着秦洛，似乎迫切地想要得到他一个直接的答复。可惜秦洛依然没有如他所愿，他再次反问道：直接地表明自己真正的心意会换来好的结果吗？他语气平淡，不带有一丝情绪波澜，但直视着他那深邃的眼眸时，唐玉却一下子读懂了他话中的深意。直接地表明自己真正的心意会换来好的结果吗？他难以回答这个问题，于是讪笑一声，转而问道：那你告诉我，那天你为什么要吻妍妍？秦洛微微一笑，看向唐玉的眼神中透出了几分慈爱和关怀。这都什么社会了，亲个嘴而已，多正常啊。酒吧里多的是那种因为一场酒桌游戏就打不的人，真要是这样就能算在一起了，那你让那些只想玩却不想负责的人怎么活啊？熟悉的回应再次传入耳中，唐玉面无表情地看着秦洛，恍惚间只觉得眼前的男人似乎与他的舍友重叠在了一起。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突然笑了一下，当那端正古韵的脸蛋展现出温柔的笑容，这一瞬间所展现出来的风采着实有些惊艳。秦洛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这才问道：你笑什么？没什么，只是突然觉得你不是个好演员。唐玉笑着说道。秦洛眼角一抽，脸上的笑容微微收敛，淡声道：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听不懂没关系，我只是突然发现了一些东西，真是的，差点就被你骗了。他一边说着一边起身，随后居高临下的看着秦洛，轻声道：我和妍妍认识的时间不算短了，虽然很多人都看不惯她，但我知道她其实并不是别人想的那样。而你刚才给我的感觉和妍妍一模一样。秦洛，虽然这可能本来就是你故意为之，但我还是要谢谢你，谢谢你让我难得有了一次放松的机会。学生会那边还有些工作，我就先走了。以后无论你和妍妍在一起了也好，还是你喜欢上了别人也罢，又或者……说到这儿，唐玉声音一顿，没有继续往下说下去，转而说道：总之，你们的事我以后不会再管了，我只希望你记得，我是真的把你当成朋友的。他说完便径直离去，留下秦洛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椅子上。秦洛的目光中倒映出他的背影，直到对方消失在目光当中，秦洛才略显无奈地笑了一声。没一个省油的灯，还是那姐妹俩可爱一点。唐玉前脚刚刚走商场，身后便响起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应声回头，眼眸中倒映出许克那张清冷的脸蛋。唐玉没有因此而惊讶，甚至露出了果然如此的表情，开口问道：刚才看电影的时候，你就坐在秦洛的身边吧？他发现了许克不由自主地眯起双眼，但却并未在意，而是质问道：之前在学校的时候，我问你秦洛在不在你那儿，你是怎么回答我的？唐玉迟疑了一下，说道：他当时的确不在我那儿，如果说我来找他是为了正事儿，你信吗？你觉得呢？许克冷笑一声，瞪视着唐玉，眼眸中释放着毫无保留的敌意。无所谓了，姚妍妍也好，你也罢，我不会把秦洛让给你们的，他喜欢的人是我，这一点谁都改变不了。唐玉并没有因为他这锋芒毕露的言语和态度而生气，但还是本能的想要打压一下，于是笑着问了一句：你就这么自信？哼，你猜刚才看电影的时候，我和秦洛做了什么？许克如此说着，还扬了扬自己的左手，眼睛里满是示威的味道。唐玉眉头一挑，只感觉心里莫名有种的烦躁，但他没有去追问什么，只是一步步走向许科，最后停在他的面前。两人四目交汇，许科倔强的不肯眨眼，唐玉则是淡淡的注视着他，轻声道：如果你真的喜欢他，求保持好现在的这份心意，再也不要轻易改变了。许科皱了皱眉，他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他也不想知道，于是便冷冷的回了一句：不用你说。唐玉微微一笑，不再言语，转身打车离去。而在他离开之后，许科又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有些懊恼。秦洛刚才没和他一起出来，忘了问他秦洛去哪儿了。许科嘴里嘀嘀咕咕，说完就想要回到商场里去找秦洛。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由远及近地朝自己走来。一瞬间，许科的脸上绽放笑容，像是暖阳下的花朵徐徐绽放，其魅力让周围好几个男生都不由自主地看直了眼。秦洛，他开心地走到秦洛面前，毫不迟疑地询问道：你喜欢我吗？秦洛静静地看了他2秒，这次的他没有如昨天那般选择无视，而是反问道：你觉得呢？你肯定喜欢我的。许科的话语中带着深信不疑，在开口时甚至表现出了几分羞怯，毕竟刚才在电影院里我去抓你的手，你也没有拒绝。羞怯状态下的许科比平日里的他更有魅力，但秦洛并未因此而动容，只是笑着问了一句：没拒绝就是喜欢。此话一出，许科脸上的笑容顿时有些僵住了。秦洛的这句话似乎让他联想到了什么，以至于他眼神变得有些慌乱，嘴唇一张一合间像是想解释些什么，可当触及到秦洛那淡漠的目光之后，他心里却一阵阵的感到胆怯。而秦洛似乎也没了再继续和他交谈的兴致，
直接从他的身边掠过，扬长而去。临走前，他有意无意地朝某个方向瞥了2眼。许科有些僵硬地转过身，他看着他的背影渐渐走远，却没有试图去追赶挽留，只是站在原地沉默良久，随即朝某个方向招了招手。不多时，手持相机的王小娜蹦蹦跳跳地走了过来，迫不及待地对许科分享着自己心中的欣喜。你看你看，我刚才拍到了好多照片，不愧是你们啊，简直就是360度无死角的美，这样的照片让我一天24小时拍下我都不会腻。他的笑脸上充斥着满足，就像个刚刚中了彩票一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欲求，对于王小娜来说，她最大的快乐源泉就是拍到好看的照片。许科默不作声地接过相机，查看起里面的照片。自打他跟着唐玉从学校里出来之后，他就已经把王小娜招呼出来了。王小娜甚至为此翘了下午的课，让同学帮忙达到了。不过他显然不怎么把上课放在心上，相比起能拍出好看的照片，翘一节课算得了什么。很快，一张张新鲜出炉的照片映入许科的眼帘，其中最新的一张就是秦洛临走前和许科站在一起的照片。许科没有在意两人在照片中的表情是什么样的，对现在的他来说，只要能看到自己和秦洛站在一起，似乎就已经能够满足。接着他继续翻看前面的照片，然后他就看到了自己和唐玉的合影，以及秦洛和唐玉的合影。其中倒是也有他和秦洛在电影厅里的照片，但因为拍摄的时候周围一片漆黑，所以效果明显不太好，只能依稀看到两人并排而坐的样子，却看不太清他们的模样。许科蹙了蹙眉，倒也没说什么，而是将照片调到最新的那一张，说道：干得不错，下次需要拍照我再叫你。没问题。王小娜铿锵有力地应了一声，随后捧着自己的相机离去。许科没有急着走，他随便找了个路边的长椅坐下来，目光投向秦洛刚刚离开的方向，眼神变得愈发坚毅。我不会放弃的，我一定会让你重新喜欢上我。他咬着牙立下只有自己一个人能听到的决议。唐玉回到宿舍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除了许科不在宿舍之外，另外3个人都在。楚留年正端坐在电脑前玩游戏，这个状态下的他很难注意到周围的动静，整个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电脑上，完全没注意到唐玉回来了。楚四锦吃着零食坐在妹妹身边看他打游戏，听到开门的动静后回头看了一眼，然后笑嘻嘻地对唐玉打了声招呼。唐玉微微点头致意，随即看向姚妍妍，她本来正在桌前翻看着一本时尚杂志，见唐玉回来了，便朝唐玉投去了一个似笑非笑的眼神。两人目光交汇，唐玉一步步走了过去，还未开口说话，姚妍妍便先一步问道：约会还顺利吗？唐玉，他本来要说的话直接哽住了，无语了好半天之后，这才说道：他一直都在演，别告诉我你没看出来。姚妍妍随口说道：看出来了又怎么样，没看出来又怎么样。唐玉嘴角一抽，他实在讨厌姚妍妍这种说话方式，这会让他失去与之交谈的兴趣。不过他还有另外一件比较在意的事，所以还是耐着性子问了一句：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我在意什么？你说呢？唐玉如此说着，目光若有若无地打量着姚妍妍的嘴唇。有那么一瞬间，姚妍妍的表情似乎僵硬了一下，但她很快便又露出笑容，扬着一张写满歌词和曲谱的纸张说道：还好吧，也不算亏。唐玉瞥了眼那张纸，一阵欲言又止后，终究还是没有再说些什么。606的几个女孩，唐玉最看不懂的就是姚妍妍。另一边，楚四锦听了一会儿唐玉和姚妍妍的对话，表情逐渐有些发懵，因为他发现自己好像变傻了，明明那些字都能听得懂，但偏偏凑到一起就有点听不懂了，以至于他开始怀疑这俩人是不是在说什么暗号。于是他敬畏地看了那俩人一眼，随即将小胖手伸进零食袋里，想要吃口零食来压压惊，结果这一掏了个空。没有了。楚四锦瘪了瘪嘴，起身拿来自己的粉色小包包，结果发现里面也空了，这让他瘪嘴的力度变得更大了，于是推了推楚流年，问道：流年，你那儿还有零食吗？楚流年用肩膀对了他一下，不满道：哎呀，别闹，我正打荷包呢。零食，我要吃零食，快给我零食。没有了，想吃自己买去。妹妹那敷衍的态度让楚四锦不满极了，他发现自己在楚流年面前毫无姐姐的威严，于是在不满之余又有些沮丧。这时唐玉不知从哪儿拿了一盒薯片过来，轻声道：我这儿还有点，你吃吧。啊，真的？谢谢你唐玉，你是个好人。楚四锦显得很惊喜，他一把接过薯片，打开后就往嘴里塞了一把。唐玉看向他的眼神中满是母性的慈爱，作为606宿舍的吉祥物，楚四锦总是能轻易激发起唐玉的保护欲。上次秦洛不是给你炸了很多薯片吗？你都吃完了？早都吃完了，他炸的薯片是真的好吃，比我最喜欢的德克萨斯烧烤味的乐事都好吃，我一直还想让他帮我炸呢，但我又怕他不答应，所以一直没敢找他。楚四锦咽下嘴里的零食，说着说着又好像想起了秦洛炸的薯片的味道，明亮的大眼睛里充斥着向往。唐玉眨了眨眼，说道：那你明天可以找秦洛帮你炸薯片。啊，放心，他不会拒绝你的，反正你不找他，他也会找你。唐玉摸了摸楚四锦的头，转而又看了眼正在电脑前激战正酣的楚流年。不出意外的话，这里也跑不了一人。走啊，铁子，单饭去。今天吃食堂吧，还是去外面吃？不如叫个外卖，一边吃饭一边上分，岂不妙哉？中午刚下课，
秦洛的3个舍友便开始嗷嗷地喊着要去干饭。秦洛拿着手机，看着楚四锦发来的1万元转账，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好你个小吃货，我还没动手呢，你倒是先送上门了是吧？一旁招呼他的3个舍友见他没有回应，便凑过来看了一眼。卧槽 ，EW， 洛哥，这谁给你转的钱啊？出手这么大方。备注楚四锦，不会是我们认识的那个楚四锦吧？老秦，你和他又是啥情况？3人瞪大眼睛，表情像是大白天活见了鬼，嘴里接连发出惊呼声。秦洛面无表情地看了他们一眼，眼神睥睨孤傲，淡淡的话语中却透出一股高处不胜寒的凛然。好吧，不装了，我摊牌了。其实我已经被楚四锦包养了，不得不说，萝莉富婆是真的香。3人听得倒吸一口凉气，愣是没想到有人能把吃软饭说的这么理直气壮。但他们也猜得出秦洛是在开玩笑，于是也没深究，只是骂骂咧咧地丢下秦洛一起溜了。这一刻，3条狗熊一般的汉子都流露出了浓浓的酸意。虽然不知道楚四锦给秦洛转钱干什么，但那可是真金白银的1万块啊！这特么搁谁能不眼馋啊？秦洛慢悠悠地追在他们后头，一边往外走一边拿着手机给楚四锦发消息：“小老妹儿几个意思？我想吃薯片了，这是餐费，您的餐费是否有些过于奢侈了？我不管，我要吃薯片，没有薯片吃我要死了！”秦洛看着楚四锦发来的消息，秦洛瞬间就脑补出了一个婴儿肥娃娃脸的可爱小萝莉满地打滚的画面，然后他感觉自己的血条被扫空了一半。没办法，这种可爱小萝莉的要求他是真的很难拒绝啊！尤其是这个可爱小萝莉还带了一个富婆的标签，试问天下英雄谁人能挡？反正渣秦洛难是不能挡，于是在收下钱后，确定了楚四锦现在已经在美食社等着了，他便默默去了美食社。有了上一次和楚四锦在美食社的经历之后，他现在和美食社的人们也算是熟络了，想必过去白嫖一波食材和厨具应该也不会被拒绝。秦洛如此想着，推开美食社的大门，正要和里面的人打声招呼，结果看到里面的场景后，当时就懵了。美食社的人都在，这点他不意外；楚四锦也在，这点他也不意外；但王小娜也在，就让他有点意外了。当然了，最出乎意料的还是出现在这里的许科。此时的许科正穿着一件围裙，右手拿着锅铲，左手小心翼翼地握着锅柄，蓝色的火焰炙烤着铁锅，锅里似乎还炒着什么东西，呲呲声接连不断。许科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铁锅，那认真专注的样子像是在对抗什么强大的敌人一样，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表情严肃中又带着点点畏惧，像是害怕被油溅到。他全神贯注地炒着菜，以至于连秦洛来了都没发现。直到楚四锦开口喊了一声：“你来了！”许科才回过神来，下意识地往秦洛那边看了一眼，然后紧张兮兮地喊了一声：“你来了！”秦洛，这宛如小媳妇做着饭等待老公归来的娇羞感是几个意思？他目光微妙地看了许科一眼，然后又和美食社的其他人打了声招呼，这才走到楚四锦旁边。在这个过程中，美食社的人都在用一种很复杂的目光盯着他看。秦洛也不知道那目光中是否带着杀意，总之就是有几个男的离菜刀挺近的，而且那跃跃欲试的样子实在是让人没什么安全感几个意思。秦洛小声询问楚四锦，说话的时候还往许科那边瞟了2眼。楚四锦眨了眨眼，小吃货难得聪明了一次，一下子就 get 到了秦洛的话中之意，小声解释道：“我也不知道啊，他从早上开始就一直跟在我旁边，刚才看我找你帮我炸薯片，就直接跟着我过来了。真就成背后灵了是吧？”秦洛忍不住咂了咂嘴，随即看向一旁的王小娜，意有所指的道：“昨天还没拍爽，今天又来了。”王小娜当时就愣了，颇有些难以置信的道：“你怎么知道我昨天去拍你了？”秦洛皮笑肉不笑的扯了扯嘴角，这就让王小娜有些尴尬，一时间也不知道该作何解释，频频朝许科投去求助的目光。可惜许科现在根本顾不上他，一门心思全在眼前的锅上。好在秦洛也没有刁难王小娜，只是转而看向许科，眼神中多了几分怪异。说实话，许科这2天的行为模式着实是有点诡异了。秦洛说不惊讶是假的，尤其是现在，他料到自己会接近楚四锦也就算了，但跟过来做菜是几个意思？是看了什么恋爱宝典，所以寻思着想要抓住男人的心，就得先抓住男人的胃吗？问题是他这副样子一看就是没有下过厨，做饭过程有多艰难暂且不说，做出来后真的能吃吗？秦洛的疑惑很快得到了解答。当许科端着一盘子黑乎乎的东西放到他面前后，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一旁的美食社成员也都齐齐捂住了脸，甚至连小吃货楚四锦都没能生出一点食欲。许科略显紧张地看着秦洛，一边递过筷子一边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做菜，做的可能不是太好，你要不要尝尝看？”他话语中带着明显的忐忑和期待，眼神微微躲闪，似乎眼下这个行为就已经耗费了他很大的勇气。秦洛看了他一眼，目光落在他的2只手上，许科的手指修长纤细，握在手里会有种微凉的舒适感。关于这一点，昨天把玩了他1个多小时的秦某人非常肯定。她本来是很漂亮的，但现在上面却多了一些名为创可贴的装饰。秦洛沉吟了2秒，然后接过筷子，默不作声地夹了一块疑似肉的黑煤球塞进嘴里。看着秦洛吃下了自己做的菜，许科脸上浮现出难以抑制的喜悦，并且这份喜悦还在不断扩大。
因为秦洛吃了之后没有立即吐出来，或者说些很难吃之类的话，反而是一副吃起来很香的样子，时不时还点一下头，似乎对这道菜的味道非常满意。这一幕把旁的人看得都有点懵了，心想莫非许科还是个做菜方面的鬼才？做出来的菜虽然不好看，但是很好吃，还行。秦洛咽下嘴里的肉，先是给了许科一句赞许，随后看向了其他人，你们要不要尝尝？他们闻言迟疑了一下，然后纷纷掏出筷子，各自夹了一口菜塞进嘴里。许科一脸期待地看着他们，似乎想要看到他们给出和秦洛一样的反馈。可很快他就看到这些人的五官皱成了一团，然后纷纷将嘴里的东西吐了出来。呸呸呸，舌头，我的舌头！秦洛你个狗，我真是信了你的邪。太奶，太奶是你吗？太奶，你来接我了吗？太奶。桥对面好像有个鼠鼠在向我招手，他说你所热爱的就是你的生活。他们嘴里骂骂咧咧个不停，个别人还开始发癫整活，只有楚四锦含泪将嘴里的东西咽了下去，但却愣是没敢再吃下一口。秦洛乐呵呵地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对许科说道，说实话挺难吃的，可以说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难吃的东西。他的点评毫不留情，直接将许科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给碾碎。许科脸上的表情完全僵住，强烈的羞耻感让他忍不住咬紧嘴唇，默不作声的就要端起那盘菜去倒掉。可他刚把盘子端起来，秦洛便一把抓住他的手腕，然后在许科惊讶的目光中把那盘菜拿了回去。端走干什么？秦洛问他。许科咬着嘴唇，低着头不去看秦洛，勉强从牙缝里挤出难过的声音，你不是说很难吃吗？是挺难吃的，不过我刚好有点饿了，来碗米饭。秦洛如此说着，又夹了一筷子菜放进嘴里。许科愣愣地看着他，过了好几秒才终于回过神来。只一瞬间，他满腔的羞耻和难过便被突然冒出来的喜悦感冲散，那清冷漂亮的脸上也露出一抹发自内心的喜悦笑容。他用力点点头，然后转过身去盛米饭了。美食社经常自给自足，锅里从来不缺大米饭。咔嚓咔嚓，清脆的声音不断响起，将记录美的瞬间刻进 DNA 的王小娜没有放过这个机会，相机的快门摁得啪啪作响。周围的美食社成员看了看秦洛，又看了看那盘菜，然后默默朝秦洛竖起大拇指，眼睛里流露出看壮士一般的敬佩。楚四锦知道那盘菜的味道很不好，但看着秦洛好像吃得很香的样子，他还是忍不住拿起了筷子，然后又放下，接着又拿起又放下，纠结的不要不要的。就在这时，秦洛突然夹起一口菜递到了他的嘴边。楚四锦的嘴巴快过脑子，张开嘴啊呜一声就吃进去了。下一秒，他那婴儿肥的可爱脸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扭曲起来，却又偏偏没有把嘴里的东西吐出去。那面目狰狞不断咀嚼的表情，着实看得人肃然起敬。而许科也没有因为这俩人亲密的举动而生出什么异样的情绪。秦洛肯吃下他做的菜，这实在是让他惊喜万分。此时的他仿佛再也没法去注意其他东西，满眼都是秦洛的身影。下午1点，秦洛漫步在校园内，许科隔着一个身位默默跟在他的身边。今天的天气很不错，万里空晴的蓝天一眼看去就能让人身心愉悦。纵然烈阳高挂，但甬道两旁枝繁叶茂的树木却起到了很好的遮阳作用。他们漫步在树荫下，周围尽是走来走去的学生，时不时用微妙的眼神看他们一眼，然后凑在一起交头接耳一番。王小娜坠在两人不远处，她手里时时刻刻拿着相机，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似乎在寻找着某个机会。许科走路的时候一直在低着头，时不时又用眼角的余光偷看秦洛的侧脸，明亮的阳光穿过树叶的间隙，在他的侧脸上映照出斑驳光点。他忍不住问道，我知道那盘菜很难吃，你为什么还都吃光了？秦洛随口应道，不是说了吗，刚好有点饿了，其实也不至于很难吃，是他们的反应太夸张了。许科有些郁闷，你骗我，我刚才都问小景了，他说那是他这辈子吃过第二难吃的一道菜。秦洛当时就惊了，这都只是第二，那第一是何等的恐怖。许科没说话，憋着嘴看他，眼神中流露出点点幽怨。秦洛笑了笑，随即收回目光，默不作声地往前走着。许科跟在他身边，止不住地去看他的侧脸，过了几秒才又是紧张又是羞怯的道，你要是喜欢的话，我下次还可以做给你吃。你这女人怎么还恩将仇报呢？想杀了我就直说，没必要整这些弯弯绕绕的。秦洛蛋疼地看了他一眼，终究还是没把心里的草吐出来，沉默着没有回应。许科见他态度敷衍，不由得抿了抿嘴唇，在开口时话语中又多出了几分扭捏。你上次跟我说的话我还记得，你当时说真心总能得到善待，但感情不应该被强求。感情的事先不说，但我想你应该是觉得我做得很认真，所以才强忍着把那些菜吃下去的。对不起，如果我能早点明白你的心意就好了，这样一来我们说不定早就能在一起了。他说着说着，柔弱的声音里便显现出几分明显的懊恼，情绪也明显变得低落起来。秦洛静静地听他说完，脸上的表情依然没什么变化，嘴里也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句，都过去了。不可以过去的，不可以过去的。许科像是在挽留什么似的，他停下脚步，用略带祈求的眼神看着秦洛，开口问道，秦洛，你告诉我，你现在到底还喜不喜欢我？秦洛跟着停下脚步，他静静地注视着许科的眼睛。这一刻，他能清晰地看到里面的忐忑、紧张与不安。秦洛没说话，就这样静静地与他对视了许久，
直到许科的眼神渐渐暗淡，他才反问了一句：为什么要这么执着于我喜不喜欢你？许科一时间有些说不出话来，他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只知道自打秦洛前2天表达出要彻底放弃他的意思后，自己就一直很难受。一想到今后再也得不到秦洛的关爱与照顾，一想到以前那样一个喜欢自己的人真的要放弃自己，许科就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了有秦洛陪在身边的日子，想起他一次次的陪着自己上课，想起他对自己毫无保留的爱意，许科就止不住的怀念。而如今这一切都已经变成了别人的。看着秦洛亲吻姚妍妍，看着他们在课堂上卿卿我我，看着秦洛和唐玉一起吃午餐，看着他们一起看电影，那一幕幕落在许科眼里，每分每秒都让他有种心痛到难以呼吸的感觉，强烈的不甘让他无法坐以待毙，于是只能用另外的方式参与其中。于是他开始争取，他想要让秦洛回心转意，想要让秦洛再次回到自己的身边。长久的沉默后，许科终于说道：我已经习惯了有你陪我的日子，我不想把你让给其他人，所以……他说着又抬头看向秦洛，眼眸中闪烁着希冀的色彩，似乎想要得到一个美好的答案。但秦洛却只是朝他笑了笑，然后一句话也没说，径直离去。看到这一幕，许科眼里那希冀的色彩又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浓浓的执念与不甘。他快步追了上去，开口问道：你之后还会约流年对不对？秦洛将他视为空气，不说理会，连看都没再看他一眼。许科咬了咬嘴唇，话语中显出几分倔强：我知道你还会去找流年的，到时候我会跟他一起去，哪怕你一直无视我，我也会想办法待在你的身边，就像你之前一直陪着我一样。他此话一出，秦洛总算是止住了脚步。少年微微侧过头来，他静静地看着许科，目光幽静而深邃，让人看不出其中氤氲着的是怎样一种情绪。许科倔强地与他对视，像是在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决心。几秒后，秦洛再次迈开脚步，嘴里轻飘飘地说了一句：随便你。他说完就走了，这次是真的没再看许科一眼。但许科并没有在意，他甚至没有再继续追上去，只是站在原地目送着秦洛离开。那简单的一句随便你，似乎包含了很多意思。许科不知道秦洛的本意是什么，他唯一的理解就是秦洛允许他陪在身边，仅这一点就足以让许科欣喜不已。喜悦的情绪自心头滋生，然后迅速扩散到各处。许科双手交叉置于胸前，一双眸子闪闪发亮，眸子目光始终定格在秦洛的身上，眼睛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期盼。周围的同学们见状，恍惚间觉得那朵昔日里一直被坚冰所覆盖的高岭之花，似乎正在骄阳的照耀下缓缓绽放开来。咔嚓，王小娜摁下快门，将许科和秦洛的身影一同纳入照片，永久地定格了这个唯美的瞬间。咔嚓，楚四锦咬下一块薯片，一边咀嚼一边露出满足且享受的表情。他现在吃的是离开美食社前秦洛帮他炸的薯片，又香又酥又脆，无论是口感还是味道，都和超市里卖的薯片不一样。很多吃过秦洛做的薯片的人也对其赞不绝口，但也觉得和超市里卖的薯片没有太大的不同。楚四锦对此持不同意见，反正相比起那些他吃了10多年的薯片来说，他还是更喜欢秦洛做的，以至于他现在吃的时候都是一片一片吃的，像是很舍不得一样。这与他之前大口大口吃零食的习惯完全不同。正在打游戏的楚流年刚刚攻略了一个 BOSS， 他长舒一口气，随即看向楚四锦，眨着眼说道：给我吃点儿。楚四锦看了他一眼，然后哼了一声没说话。昨天妹妹对他的敷衍显然还让他怀恨在心，为了能够建立长姐的威严，他决定以后不能对楚流年那么嬉皮笑脸了。楚流年眨了眨眼，然后不知从哪儿掏了一盒巧克力出来，笑嘻嘻地说道：我跟你换好不好？巧克力出现的瞬间，楚四锦的 DNA 就动了，他目光在那巧克力上定格良久，喉头上下涌动了几次，然后强制性的挪开目光，一边吃薯片一边假装不屑地说道：区区巧克力而已，和秦洛给我炸的薯片差远了，你休想用芝麻换我的西瓜。听到这话，楚流年明显有些意外，他没想到楚四锦居然能对零食无动于衷，尽管他现在手上有薯片，但这也不代表他就能无视巧克力的诱惑呀。难道是秦洛炸的薯片太好吃了，他已经变成秦洛的形状了？那也不科学啊，他炸的薯片我上次也吃了，好吃是好吃，但也没到这种夸张的地步吧。楚流年心里嘀嘀咕咕，转而提起了另一个问题：我听说许科跑去零食社给秦洛做饭了，是不是？他此话一出，正在吃薯片的楚四锦突然就打了个寒战，连嘴里的薯片都差点没能咽下去，直接哽在了喉咙里。几次咳嗽之后，他喝了一大口肥宅快乐水，这才一脸幽怨对楚流年说道：可不可以不要在我吃零食的时候说这么恐怖的事情？有这么夸张？楚流年一边说着，一边趁楚四锦不注意拿了片薯片过来。非常夸张。楚四锦点了点头，然后又看了看四周，确定宿舍里除了自己和妹妹之外就没了别人之后，这才小声说道：可以说是我这辈子吃到过的第2难吃的东西。啊这！楚流年惊讶地睁大眼睛，他似乎知道楚四锦认为的第1难吃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没有追问，只是一边拿来薯片一边好奇道：那你只吃了1口就没吃了？吃了好多口，秦洛一直在喂我，我控制不住。楚四锦委屈巴巴地瘪了瘪嘴，说着又把小手伸进袋子里，像是想要用吃东西的方式来忘掉自己的嘴巴刚才受到的蹂躏。结果这一伸，他发现自己的手和另一只手碰到一起了。姐妹俩目光交错，楚四锦开始龇牙咧嘴，
楚留年则是嘿嘿笑着把薯片塞进嘴里，然后果断转移了话题。说起来，那俩人还挺有意思的。秦洛追许科的时候，许科不答应；现在许科追秦洛，秦洛又不答应。许科那么高冷一人，跑去找秦洛上课也就算了，现在甚至还跑去给秦洛做饭了。这样的反转，就算是放到动漫里也是相当经典的。他一边说着，一边啧有声，脸上那兴致盎然的小模样，就像是在品味一出精彩好戏。楚四锦一边吃薯片一边说道：“我是不太搞得懂他们了。对我来说，他和谁在一起我都无所谓，只要以后还能给我炸薯片吃就好。你当然无所谓喽，毕竟他看上谁都不可能看上你这样一个小吃货。就算我是吃货，那你也是二次元啊，难道他还能看上你吗？二次元怎么了？二次元吃你家大米了？你吃我薯片了？”姐妹俩一个龇牙咧嘴，一个叉腰挺胸，瞪着眼就开始互对。而这个时候，楚留年突然感觉手机震了一下，他瞪了楚四锦一眼，随即掏出手机看了一眼，紧接着表情就变得有些古怪起来。怎么了？楚四锦关心似的问了一句。楚留年想了想，拿起手机面向他，乐呵呵地问道：“你猜他是不是看上我了？”周末一起逛展，看着呈现在楚留年手机里的信息，楚四锦歪了歪头，一脸疑惑地问道：“他这是什么意思？”楚留年顿时就朝他投去了一个鄙视的目光，说：“你笨你还不爱听，这不明显是想找我约会吗？”“我才不笨，我当然知道他是找你约会啊，我的意思是他为什么要找你？他不是应该找妍妍吗？笨蛋，他们两个又没有真的在一起，而且现在许科又在倒追他，这件事乱着呢，你还是别瞎想了，免得 CPU 冒烟。 CPU 又是什么东西？”楚四锦歪了歪脑袋，那一脸呆萌的目光着实让楚留年有些无奈，于是他就懒得再接笨蛋姐姐的茬，拿着手机啪啪打字：“你都和那么多女生纠缠不清了，干嘛还要招惹我？我都说过很多次了，我对3次元的男生不感兴趣，你要是真不喜欢许科了，那可以多在姚妍妍和唐钰身上使劲啊，或者找楚四锦也行，反正就是别找我。”一大段文字很快输完，楚留年正要点击发送，却突然感觉内心传来一阵心悸，他皱了皱眉，下意识捂住了胸口的位置，短暂的迟疑后还是点击了发送，果断且直接的拒绝了秦洛的邀请。楚留年虽然也是个没谈过恋爱的，还号称对3次元男人完全没兴趣，但他看过的恋爱动漫很多，见证过无数男女主的爱情故事，玩过的 gal game 也很多，攻略过无数美少女。也正因此，他比笨蛋小吃货更能看得清秦洛此时的情况，甚至在前2天目睹了秦洛亲吻姚妍妍的那一幕时，他就认为秦洛是在拿姚妍妍当枪使，为的就是彻底和许科划清关系。可秦洛显然没想到，许科居然会因此明悟内心，非但没有讨厌秦洛，反而还玩起了倒追的戏码。这也是为什么楚留年觉得他们的感情游戏很有趣。然而对楚留年来说，自己可以看戏，却绝不想成为游戏中的玩家之一，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秦洛的邀请，摆明了是不想去趟这趟浑水。甚至在拒绝秦洛的时候，他都脑补了秦洛接下来会怎么对自己施展死缠烂打的小技巧，然后自己再怎样见招拆招继续拒绝。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秦洛一条消息回过来，那简单一个字，直接就让楚留年有点发懵了。不是，你不是应该继续约我吗？不是应该想办法让我答应你吗？这回个是几个意思啊？楚留年一下子就被秦洛给整得有点不会了，他有心想要再给秦洛发消息，但又有种回信就输了的感觉，一时间纠结不已，以至于表情都显得有些狰狞了。楚四锦看了他一眼，眨着眼问道：“你便秘吗？”“你才便秘！”楚留年瞪了他一眼，随后拿着手机咬牙切齿道：“这家伙怎么都不按套路出牌的呀？这就显得我很呆哎。”“他说什么了？”楚四锦正要好奇地凑过来看，宿舍的门却在这时被突然推开，迎着姐妹俩的目光，许科大步走来，开口就对楚留年说道：“留年，秦洛有没有约你？”“这个。”楚留年的表情有些迟疑，他下意识地把手机收起来，有点不想让许科看到自己和秦洛的聊天内容。自打前几天的事情过后，许科的表现就有点诡异了，一到晚上睡觉就跟个怨灵似的盯着姚妍妍的后脑勺。别说姚妍妍浑身不自在了，就连楚留年都脑补了不止一次许科趁着大家都睡着，然后去叨了姚妍妍的画面。他之所以拒绝秦洛，不想掺和进这件事里，也是不想引来许科的仇恨。许科的脑回路明显和普通女孩不太一样，所以尽管楚留年刚才拒绝了秦洛的邀请，所以依然不太想和他说这个事情。而许科见他一脸犹豫的样子，一下子猜到了什么似的，问道：“他约你了对不对？”“啊这。”楚留年挠了挠头，迟疑着说道：“不关我事啊，你是知道我的，我对3次元的男人没有兴趣，你没道理盯上我。”许科似乎知道他在担心什么，闻言便是笑了一下，说道：“放心，你们姐妹俩和唐钰、姚妍妍不一样，我相信你们不会和秦洛有什么的。我之所以问你这件事，是想请你帮个忙。”楚留年觉得他这话有点怪怪的，莫名有种自己被冒犯到的感觉，想了想后才问道：“什么忙？”许科轻声道：“我想让你答应秦洛的邀约，到时候我会跟你一起去。”他此话一出，楚四锦吃薯片的速度顿时加快了，楚留年则是一脸的欲哭无泪：“别了吧，贵圈都乱成那样了，我就不跟着掺和了吧。”许科没有因为楚留年的拒绝而退却，转而就摆出一副诚挚的表情，话语中透出浓浓的恳求：“拜托你了，流年，现在能帮我的只有你了，我真的不能失去秦洛，求求你帮帮我好不好？”可是楚留年心里1万个不愿意，
但看到许科这副样子，他又有些难以拒绝。遥想当初，许科是那么骄傲的一个女孩，她对任何人都是不屑一顾，最多也就是能对他们这些舍友展颜一笑。可最近这些天，许科变得越来越不像她自己了，伤心、流泪、哭诉，从未对任何人低过头的她，甚至对着几个舍友开口哀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男人。秦洛那家伙简直就是动漫男主的模板嘛。楚留年心里嘀咕了一句，最终总算妥协，说道：那好吧，他刚才还问我周末要不要一起去逛展，我答应他就是了。听到这话，许科脸上的祈求顿时被喜悦所占据，他像是有些控制不住这份情绪，忍不住上前抱了楚留年一下，嘴里说着感激的话：真的谢谢你流年，真的谢谢你。好了好了，你先放开，我给他回消息。楚留年一边说着，一边掏出手机，脸上的表情甭提有多纠结了，这让一旁的楚四锦愈发肯定自己这个妹妹是便秘了，只不过因为女孩子的矜持，所以她不敢说出来而已。哼，妹妹就是妹妹，这点小事都不敢承认，果然还是我比较厉害。楚四锦如此想着，顿时就感觉自己身为姐姐的威严在无形中涨了一截。而楚留年此时则是纠结不已，毕竟就在几分钟前，他才拒绝了秦洛迎着许科期待的目光。楚留年犹豫了半天，终于还是给秦洛发了消息过去。周末一起逛展。尴尬和羞耻的楚留年选择性的遗忘了刚才的聊天内容，简单的一段文字就像是朋友间再正常不过的邀请。他觉得秦洛既然想约自己，那应该会果断的应下来，而不会再没节操的去提起刚才的聊天内容。结果秦洛只用了一句话就让他破防了：你都和那么多女生纠缠不清了，干嘛还要招惹我？我都说过很多次了，我对3次元的女生不感兴趣，你要是真不喜欢琼妹了，那可以多在炮姐和初音身上使劲啊，或者找雷姆也行，反正就是别找我，或者你帮我把琼妹找来。楚留年看着这和自己刚才发出去的那段相似度极高的消息，楚留年差点就绷不住了。这都是我的词儿啊，明明是你想邀约我的呀，我既然答应了，你就直接应下来嘛。还有这琼妹是几个意思啊？见了一次就惦记上了是吧？果然3次元什么的最讨厌了。他在心里一顿骂骂咧咧，连撤回消息的心思都有了。可就在这时，他感到内心再次传来一阵悸动，同时许科又一直在旁边用期待的目光看着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楚留年终于还是忍辱负重的应下了秦洛的要求。不就是琼妹吗？好说妥。周末见看到秦洛的回信，楚留年总算是舒了一口气，转而就对许科说道：搞定，谢谢你流年。许科喜笑颜开，说着就又要去抱楚留年。哎，先别急着谢。楚留年连忙躲开，说着就翻出了自己的行李箱，然后从中找出了一套被包裹在袋子里面的衣服，直接递给了许科。许科有些奇怪的把衣服接过来，询问道：干嘛？楚留年微微一笑，既然是去漫展，那肯定要穿 C 服啊，而且你不是想追秦洛吗？穿上这套衣服，我保证他看了之后连眼珠子都能瞪出来。这许科张着嘴一阵欲言又止。美貌攻势这种招数他之前其实已经用过了，比如他去姚妍妍班里找秦洛那次，他就穿上了此前从未穿过的 JK 黑丝，那是他在手机上查到的当下最受男生欢迎的女生服装搭配。只可惜秦洛对这些好像不太感冒，所以后来在电影院他又主动发起攻势，试图用肢体接触来拉近自己和秦洛的关系。包括今天亲自下厨给秦洛做菜，也是他从网上学来的，想要拉近自己和秦洛之间的距离的一种技巧。许科一开始也不知道这样做有没有效果，但想到当时在姚妍妍班里，秦洛似乎多看了自己2眼，在电影院里秦洛没有甩开自己的手，以及他今天也吃下了自己做的菜，许科就觉得可能是有效果的。于是他总算将衣服从袋子里拿了出来，想着这套衣服的效果或许比之前穿的 JK 黑丝会更好，因为他曾见过不止一次楚留年穿 C 服的样子。虽然他对 C 服不太感兴趣，但那些男生看了之后却都反应很大。秦洛也是男生，没理由会视而不见。许科如此想着，将目光落在了这套衣服上。几秒后，他耳根开始浮现红晕，眼睛里也显现出羞涩的情绪。流年，这套衣服会不会有点太……打住，你要是不穿的话就算了，我穿就是了。楚留年压根儿不给许科选择的机会，而许科也没有过于坚持，略显羞怯的拿着衣服在全身镜前比划起来。楚四锦在一边强势围观，眨巴着大眼睛夸赞道：很漂亮哎。许科笑了笑，正要道谢，就听楚四锦继续说道：就是有点太瘦了，我有的时候也想穿上试试呢，可惜总是穿不下去，胸口部分太窄了，会勒得我喘不过气。许科他忍不住对着镜子挺了挺胸，然后又沮丧地低下头，什么羞怯的情绪都没了。楚留年也是愤愤不平地看了楚四锦一眼，正要说些什么，却又感觉心口传来一阵悸动，于是他默默坐到一边，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小声嘀咕起来：真没出息，明明只是见过一面而已，至于这么开心吗？再开心也没用，我不想掺和他们的事，你也不能随便出来。别忘了，你根本不可能和他在一起。楚留年小声的嘀咕之后，心中的那抹悸动也就随之消失了，只是在消失之后，却又留下了持久不散的忧郁。感受着这股不属于自己的情绪，他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仰着头看向天花板，渐渐的有些出神。你的渣男人设深入人心，每日签到成功，你获得了奖励，金钱1万元。周日早上，秦洛一觉睡醒后，除了系统的提示音之外，还收到了来自老母亲的电话。喂，怎么了妈？
小洛，你快放暑假了吧？还有差不多半个月吧。哦，那正好，你爸正带我自驾游呢，这2天在长安，我们寻思正好一路玩到魔都去，到时候就接上你，咱们一块开车回家了。秦洛脑袋上蹦出俩问号，控诉道：你们亲爱的儿子还在学校天天埋头苦读，你们俩却到处游山玩水，这合适吗？电话里随即传来秦洛父亲的笑声：怎么不合适呢？你又不是我老婆，我老婆那可是我从她170个追求者里好不容易追到手的，你能比吗？大不了到时候给你带点伴手礼就是了。他说完，秦洛的母亲又接着道：放心，肯定给你带礼物，肉夹馍咋样？长安的肉夹馍有名啊。对了，我跟你说啊，这2天长安乱得很，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好像是有什么明星开演唱会了，那家伙现场乱的哟。啧，老秦紧跟着道：还有啊，前2天你妈听说沈芳在一档综艺节目上复出了，看的时候发现她唱的那首歌的原作者居然和你同名，你妈还问我那是不是你写的歌呢？你说搞不搞笑？反正我是差点笑死。听着他俩在那儿一唱一和，秦洛忍不住一阵牙疼。这2口子今年都40多了，结婚都21年了，却偏偏没什么稳重样，又爱吃又爱玩，时不时还背着秦洛偷摸出去旅游一趟，整一对不着调的父母。即使这么多年来秦洛已经习惯了，但偶尔还是会忍不住想要吐槽，合着你俩是真爱，我是那个意外是吧？还肉夹馍，你咋不给我带俩兵马俑呢？还笑死，我看你回头怎么射死。他没好气道：知道了，到时候你们来了给我打电话吧。顿了顿，他又想起来什么似的道：对了，月底我们学校有个校庆会，到时候估计挺热闹的，你们闲着没事儿可以一起看看，沈芳到时候也有节目。此话一出，电话里秦母的声音顿时拔高了几分：沈芳，她要去你们学校唱歌？真的假的？秦父也疑惑地问了一句：你小子不是在逗你妈呢吧？我怀疑你在骂我，但我没有证据。秦洛撇了撇嘴：爱信不信，反正你们要来的话就早点来，挂了。嘿，臭小子，怎么和你爹妈说话呢？秦洛懒得和逗逼老爹多避避，不等他说完便挂断手机，然后起床洗漱了一番，套上一身干净的休闲装，吃了早餐后才慢悠悠地出了学校，打车直奔附近的漫展会场。出租车平稳地行驶在公路上，秦洛依靠着车门，百无聊赖地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怔怔的有些出神。突然他叹了口气，抬手揉了揉眉心，脸上浮现出些许倦意。明明今天还什么事都没做过，但他却莫名有种疲惫的感觉。自打获得渣男这个人设以来，他每天都在扮演着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本来他觉得扮演一个渣男很容易，就像是一开始他放弃许科跑去接近姚妍妍，之后又去接近唐钰、楚四锦、楚留年，之后流言四起，很多人对他的印象都从舔狗变成了渣男。这是秦洛一手促成且乐见其成的结果，并觉得如果只是这种程度的话，区100天很快也就过去了。可自打上次在教室里和许科说了那些话，和姚妍妍那一吻之后，他觉得自己变得有点不像自己了。他当着许科的面亲吻姚妍妍，不单单是为了报复姚妍妍，也是为了拿他当枪使，想着彻底和许科断绝关系。他使用阴谋诡计将唐钰约出去，故意制造一个令他尴尬的场景，引起他的愧疚之心，让他无法拒绝自己的要求，也是为了让自己能够更加贴合渣男这个人设。看电影的过程中，没有甩开许科的手，去给楚四锦炸薯片的时候吃了许科做的饭，以及今天约楚留年一起逛漫展，所有的一切他都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渣男人设。相比起上个星期，这些天他做的事情可谓是变本加厉。如今学校里已经有不少人说他是渣男，包括他的3个舍友都没脸去维护他了。每当听到有人在背后唾骂这个渣男，他们也没法再去反驳什么。秦洛的确因此获得了很多，比如金钱，比如属性加成，继续下去的话还会有神奇的道具和技能。系统的神奇之处，秦洛早已用3个多月的付出领教过了，因此他觉得自己可以为之付出努力。可不知为何，他现在突然有种疲惫的感觉。姚妍妍的妩媚令人心醉，唐钰的温柔让人沉迷，楚四锦的呆萌让人喜爱，楚留年的怪异让人上瘾。但这些东西真的是我想要的吗？一声质问在秦洛心头响起，让他不由得有些恍惚。他觉得这些天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的人，也不仅仅只有许科一个，其中也包括他自己到了。司机的声音将秦洛让自己的内心世界中脱离出来。扫码付款后，秦洛走进漫展会场，一瞬间清凉的气息扑面而来，给人带来一阵阵舒爽的凉意，沁人心脾，让人感觉精神都为之一振，也顺势驱散了秦洛原本那有些烦闷的思绪。这边一个轻快的声音传来，秦洛循声看去，接着便看到2个俏丽的身影站在不远处，正是楚留年和许科。楚留年一身 JK 装，和他平日在学校里的打扮差不多，高挑的个子搭配瘦胳膊瘦腿，除了漂亮之外没什么好说的。倒是许科，他今天既没穿长服也没穿 JK， 而是穿了一身旗袍，旗袍通体白色，边缘线条则是黑色，整体都带有若隐若现的显色花纹，锁骨和下摆位置则是点缀着黑色的印花，华丽优雅的同时又不显得繁杂，反而能彰显出一种唯美的感觉。它包裹着许科娇柔的身躯，裸露出她白皙的手臂，旗袍开叉到膝盖上面一点的部位，侧面隐约能看到那覆盖着她大腿的白色丝滑。秦洛微微眯起双眼，因为如果他没看的话，许科今天居然穿了一双白丝，而且不是连裤袜，是过膝袜，
白丝的边缘直到许克的大腿部位，以至于部分腿肉在白丝的作用下勾勒出些许线条，在彰显出少女的纯美感的同时，又充满了谜样的魅力。饶是秦洛和女神团成员多有接触，见惯了他们的绝代风华，但看到许克以这样的一番姿态出现在眼前，还是难免被惊艳了一番。他一步步来到两人面前，许克显得有些含羞带怯，低着头不敢直视他的双眼，两只手微微握在一起，大拇指来回缠绕，满是小女儿姿态。秦洛对于他的到来丝毫不感到意外，见状也只是多打量了两眼，然后问了楚留年一句：“说好的琼妹呢？”楚留年似乎早就料到了他会这么说，当即指着许克说道：“这就是琼妹的旗袍版啊！”秦洛他一度有些无语，愣是没想到发消息时说让他把琼妹招来，结果他居然找来了这样一个琼妹。好看吗？许克突然开口问道，言语和表情都显得有些紧张。秦洛静静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诚实地嗯了一声。许克见状，喜悦的情绪便在心头滋生开来，带动着他的嘴角微微上翘，那含羞带怯时喜上眉梢的模样，在一瞬间看愣了周围不少人。楚留年嘿嘿笑道：“这可是我最喜欢的 C 服之一，当然好看了。可惜许克不愿意把手套和假毛也戴上，否则会更好看。”许克听后就有些无奈，穿着 C 服来漫展是楚留年的主意，按他的说法就是穿着 C 服逛漫展才最好玩，尤其是这样还能让许克展现出全新的姿态，给予秦洛不一样的视觉冲击。许克对漫展好不好玩没什么兴趣，但既然楚留年表示这样可以让秦洛喜欢，那许克也就愿意尝试一番。只可惜对于他这种连丝袜都是近几天才刚刚接触的小厨来说， C 服的难度还是太大了些。虽然这衣服的尺度并不大，但在他眼里还是属于那种奇装异服的范畴，所以在穿上之前也是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至于那袖套和假毛，他觉得就真没必要了，毕竟他只是为了能让秦洛夸赞自己而想着换一种穿衣风格，却不想真的去玩什么 cosplay。 在场唯一对许克的 cos 还原度不满的只有楚留年，秦洛也不在意这些，闻言只是说道：“就这样也不错，倒是你今天怎么没穿 C 服？”楚留年听后便撇了撇嘴：“你们玩你们的，我就不抢戏了。”抢戏可还行？秦洛撇了撇嘴，之前和楚留年接触过后，他大概猜到了楚留年身上的一些特殊情况，所以能理解他这句话所蕴含的深意。但既然这是人家的秘密，他没打算多说，秦洛也就没多嘴去问。而楚留年也是深刻贯彻了不抢戏的原则，打了招呼后便随便找了个借口开溜了，给秦洛和许科创造了一个独处的机会。楚留年走后，许科明显有点放不开了，不知道是因为这是第一次和秦洛约会，还是身上衣服的缘故，总之他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就低着头站在秦洛身边，时不时抬头偷看他一眼，那含羞带怯的样子直接令他往日的高冷人设崩了个稀烂。秦洛饶有兴致地打量了他一番，觉得他这样子倒是比以前冷冰冰的模样有意思多了。不过他依然没有和许科深入交流的意思，转身便要离开，像是打算自己去随便逛逛。许科见状顿时就有些急了，他连忙跟上秦洛的脚步，咬着嘴唇问道：“你就这么不愿意跟我待在一起吗？”他的声音中透着浓浓的幽怨和委屈，但秦洛却对他的话充耳不闻，只是自顾自地向前走着。秦洛如此冷漠的样子很直接地刺痛了许科的内心，以至于咬嘴唇的力度变得更大了，那粉嫩的嘴唇上隐约间显出压硬的痕迹。可他并未因此而气馁，从上次跑到姚妍妍班里找秦洛之后，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让秦洛回心转意。他这些天一直在为此努力，并且迫切地希望能够在今天迎来一个自己所期望的结局。于是他快步上前挡在秦洛的面前，待秦洛因此而停下脚步之后，他仰着头直视着秦洛的眼睛，但在触及到秦洛那淡漠的目光后，又有些心虚地低下了头，一时间也有些说不出话来。秦洛面无表情地问他：“你到底想干什么？”许科犹豫了半天，最后看向不远处的一个冰激凌摊位，小心翼翼地询问道：“我想请你吃冰激凌，可以吗？”秦洛他扭头看了眼那个摊位，随即目光又落回到许科身上。短暂的沉默后，他一言不发地走过许科的身边，失落的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但却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许科很快就发现秦洛是走向了那个冰激凌的摊位。他心头一喜，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跟上秦洛，开心的像是个心愿得以满足的孩子。两人来到摊位前，排在了一对情侣后面。这个摊位不是单纯卖冰激凌的，在客人购买冰激凌时，摊主会整活。比如他先将一个脆桶递给客人，然后把冰激凌球盖上去，等客人要拿走的时候，他又把冰激凌球掏回去了。这种游戏方式曾一度在网络上很流行，好多冰激凌摊主都有样学样，导致有那么一段时间里，你卖冰激凌不整两手活，人家顾客都不乐意跟你买了。哎呀，又没抢到，没关系的宝宝，看我的，哈哈，你也没抢到，再来一次。两个小情侣和摊主玩得不亦乐乎，时不时发出欢声笑语，气氛倒是显得甜蜜和谐。相比之下，站在他们身后却一句对话都没有的两人组，就一点情侣的样子都没有了，真肉麻。许科忍不住吐槽，接着看了看他们，又看了看秦洛，心里想着自己和秦洛成为情侣之后，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腻歪。想到自己一边傻笑一边和秦洛撒娇的样子，许科就感到有些羞耻，却又忍不住有些向往。只不过他希望这样的事情能换个场合发生，因为他对这种买个冰激凌都要花里胡哨的行为实在不太感冒。当那对小情侣离开后，许科上前一步，
年轻的女摊主笑着问道：“小姐姐你好，请问你要什么口味的？”“草莓的。”许科淡声道。“好的，请您拿好这个脆筒。”女摊主将一个脆筒递给许科，那上面还刻有蜡笔小新的图案，虽然有点潦草，但也看得出来摊主制作这些脆筒是花了心思的。许科手里拿着脆筒，静静地看着摊主将草莓球扣上，正要把手收回来的时候，那摊主直接一个回手掏，脆筒就又变得光秃秃了。“嘿嘿，小姐姐你的反应不够快啊！”女摊主露出一个阳光的笑容。许科没说话，只是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她，那眼眸中不带有丝毫感情色彩，冷得让人感到不适。相比起他在秦洛面前所展现出的紧张、胆怯，此时的他才是他本来的样子，骄傲、冷漠、傲慢。他不同意的面只会在另一个人面前展现出来，而在面对他人时，他始终都是那个孤傲的高岭之花。女摊主感受到他的目光注视，嘴角一抽，脸上的笑容渐渐显得有些尴尬，然后干笑着将草莓球又扣了上去，没敢再继续整活了。许科满意的把冰激凌拿了过来，然后走到一边等着秦洛。“小哥哥，你女朋友的眼神好凶啊！”女摊主有些幽怨的对走上前来的秦洛吐槽了一句。秦洛笑着应道：“不好意思，他性格就这样，麻烦给我来个巧克力的。”两人的对话声不算大，但一旁的许科也听见了，只是许科并没有因为女摊主的吐槽而生气，反而是抿着嘴唇把头低了下去。显然女朋友这个词汇让他有些高冷不起来了，尤其是秦洛居然没有纠正，反而像是默认了这一点似的，这就让许科的内心止不住的激动起来。他没有刻意解释，这是不是说明他心里还有我？我的努力有效果了，他已经打算慢慢接受我了。许科如此想着，然后咬了一口冰激凌，在那粉色草莓球的遮挡下，他嘴角的弧度透出明显的欣喜。另一边，女摊主也开始调戏秦洛了。女摊主丝毫没有因为许科的表现而放弃自己的职业技能，甚至还想要大显身手一番。因为她很看不惯许科刚才的高冷表现，又嫉妒他拥有秦洛这样一个又高又帅又温柔的男朋友，所以就想要通过调戏秦洛来气一气许科。女摊主将一个脆筒递给秦洛，然后笑眯眯地说：“小哥哥，拿好哦。”秦洛点了点头，将脆筒拿在手里。接着，女摊主把巧克力球扣在上面，待秦洛要把手缩回去的时候，直接一个回手掏把巧克力球掏走了。嘿嘿，女摊主笑了笑，转而看向许科，嘴角翘起一个挑衅的弧度。许科眉头一挑，当即就要说些什么，耳边却传来了咔嚓一声。两个女生同时看向秦洛，却发现他居然咬了一口那个脆筒。咀嚼的同时，他还乐呵呵地跟那女摊主说：“这脆筒味道不错呀，要不你多整几次活，说不定我光吃脆筒都能吃饱了。”这是什么骚操作？女摊主嘴角一抽，嘴里嗖嗖的倒灌凉气，心想这是遇上硬茬子了呀。她有些笑不出来了，毕竟她做的脆筒上面都是有图案的，制作成本和难度都要比普通的冰激凌大一点，可经不住秦洛这么霍霍。于是她连忙换了个脆筒，然后扣上巧克力球，收了钱就把秦洛打发走了。两人走后，她还忍不住吐槽了一句：“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离开冰激凌摊位后，秦洛漫无目的地走在漫展会场，许科安静地跟在他的身边。他时不时看秦洛一眼，见他始终没有说些什么的意思，便忍不住问道：“你刚刚怎么不跟他说清楚？”“说什么？就是我不是你女朋友的事。”许科声音有些紧张羞怯，说话的同时还在偷偷观察秦洛的反应。而秦洛听后则是脚步一顿，想了想说：“行吧，那我回去再跟他解释一下。”许科愣了一下，见他似乎真的要转身回去，连忙拉住了他的手：“没必要的，走都走了，再回去显得多刻意啊。”他有些焦急地说道，像是真的怕秦洛又跑回去澄清似的，却没注意到秦洛眼中那几分戏谑。而秦洛也没有再回他的话，只是微微低头，目光落在了许科的左手上。他的手抓着秦洛的手腕，秦洛能感觉到从他手心中传来的微弱热量，像是在传递着主人的紧张。许氏感觉到了秦洛的目光，许科看了一下自己的左手，眼神一下子变得慌乱，耳根也透出点点红晕。他下意识地想要把手抽回去，但最后却没有这么做，反而连带着秦洛的手一起拉了过来，随即咬了一口他的冰激凌球。一抹棕色在粉嫩的嘴唇上氤氲开来，感受着口齿间那股甜腻的微凉，那本来只存在于耳根处的红晕瞬间蔓延到了许科的脸上。这个就是间接接吻吧？他在心里如此想着，又抬头看向秦洛，微微泛红的脸上满是紧张和羞怯。秦洛看了一眼自己那被咬了一口的冰激凌，目光又随之落在许科那沾染着棕色的嘴唇上，眼神中透出几分微妙。许科不敢和他直视，便只好低下头，弱弱地说了一句：“我就是想尝尝巧克力的好不好吃。”说着，他又扬起自己手里的草莓冰激凌，问道：“你要尝尝我的吗？”说话的同时，他的眼眸中展露着不加掩饰的希冀，手里的草莓冰激凌也在一点点凑向秦洛的嘴巴。秦洛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看着那草莓冰激凌离自己越来越近，直到近乎贴到自己的嘴边。短暂的沉默后，他突然笑了一下，随即在上面咬了一口。这一幕落在许科眼里，他的眼睛慢慢睁大，原本的希冀也被惊喜所代替。此时此刻，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跳得好快，就像是一头被蒙上了眼睛的小鹿，咚咚咚的在胸口里撞个不停，撞得他思绪翻飞，久久难以平静。那一大一小两个齿印在两个不同的冰激凌上重合在一起，
恍惚间，许科觉得自己好像在经历一种从未有过的新奇体验。这个算是恋爱吗？他怔怔地看着秦洛的笑脸，觉得那冰激凌的甜味似乎已经沁到了心里。哇，那个小姐姐好美啊！看衣服应该是 cos 的穷妹，但她没带假毛啊。有什么关系？好看就行了呀。还有她旁边的小哥哥也很帅，光看着就很养眼。那男的怎么看着那么眼熟呢？我之前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卧槽，我上周才在漫展见过他，当时他身边也是带了个穷妹。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当时他俩还玩游戏对台词呢。话说，我感觉这个穷妹和上个穷妹好像不是同一个呢。错觉吧，应该就是同一个。这男的真该死啊，有这么漂亮的女朋友就算了，而且还是喜欢玩 cos 的女朋友，可恶啊！兄弟，你们先逛着，我去趟牙所，感觉后槽牙好像有点漏风。窸窸窣窣的议论声从周边传来，许科能感觉到周围人不断投来的目光。许科很清楚自己有着怎样的魅力，所以他早已经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但今天不同，因为他身边多了一个秦洛，且别人讨论的内容也不单单是和他的魅力有关，而是在说他们两个是情侣。我和秦洛是情侣。许科浅浅的笑了一下，只感觉喜悦的情绪全程都在心头缭绕，真恨不得以往那些让自己讨厌的议论声能够再大一些。并且在刚才的亲密互动之后，他已经将自己带入进了秦洛女朋友的身份。只不过他不知道秦洛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在和秦洛逛展的时候依然显得有些拘谨，以至于两人始终都没怎么说过话。可即使如此，许科也依然感到满足，因为此时此刻他们两个之间没有别人。这时两人来到了一个展台附近，穿着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的里3层外3层围了一大圈，人头涌动，各种声音嘈杂纷乱，热闹程度远超其他展台。秦洛定眼一看，哦，原神啊，那没事了。这边好多人啊。许科忍不住多看了2眼，然后说道，这个游戏我知道，流年最喜欢玩这个游戏了，里面似乎有个抽卡的功能，他每次抽的时候都大呼小叫，又哭又笑的，我也搞不懂这游戏到底哪里好玩了。秦洛想了想说，你说的对，但原神是由米忽悠自主研发的一款全新开放世界冒险游戏。许科愣了一下，然后呢？忘了。扑哧，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戳到了许科的笑点，他一下子忍不住笑出声来，还抬起白嫩的小手捶了一下秦洛的胸口。他力度不大，甚至可以说很轻，但反应过来后，他还是显得有些惊慌，连忙说道，我不是故意的。秦洛深深地看了他一眼，摇摇头没说话，抬脚向前走去。许科抿了抿唇，内心有些紧张，生怕秦洛因为自己刚才冒犯式的举动而生气，这让他心情变得有些郁郁，有心想要说些什么，却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于是只好默不作声地跟在秦洛身边。而就在两人即将路过原神展台的时候，里面突然传来一阵被话筒扩大的对话声。10万，这个小草神等伸手帮我买了。小妹妹，这个是非卖品，不卖的，20万，今天我势在必得。真不行，这个是我们整整一个团队费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才做出来的，不能用简单的金钱来衡量，30万一口价，行就行，不行拉倒。小妹妹，不得不说，你得真挚和诚信深深地打动了我，所以我决定以30万的价格将它卖给你，还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对待它。在一番对话之后，那围在展台周围的人们议论声更大了。卧槽，这哪来的富婆啊？关键是还长得还贼好看。妈妈，我恋爱了。3分钟，我要这个女人的全部信息。你们可以拉倒吧，没有我这般羞煞艳祖的颜值，怎么有勇气对人家富婆小姐姐起义的？和这小姐姐谈恋爱有多幸福，我想都不敢想。胆小鬼，我就敢想，我嘎嘎想。胆大鬼，你也就敢想想了，不像我，已经网购了富婆快乐球，主打的就是一个执行力。听着那嘈杂且充满惊叹的声音，秦洛和许科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刚才那个声音，楚流年，好像是他。两人话音刚落，就见簇拥在展台周围的人群自动分开，留出了一条宽敞的通道。一身 JK 装的楚流年蹦蹦跳跳地走了出来，娇俏的脸蛋上满是满足的神色。他刚一走出来，就看到了秦洛和许科，便立马跑了过去。我跟你们说，我刚才拿下了一个我喜欢了好久的手办，可惜太大了，没法放在宿舍里。我给他们留地址，让他们送回我家了。回头有机会你们去我家玩，我带你们看看我的收藏。他笑嘻嘻地分享着自己的喜悦，开心的像是个得到了糖果的小孩子。许科忍不住叹了口气，虽然知道你家有钱，但拿30万买一个塑料娃娃，有时候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楚流年听完，当即眉头一竖，不满道：什么话这是？什么话？那可不是塑料娃娃，那是我的精神寄托，是我在这个3次元世界仅有的一点温暖了。他这话说的颇为正经，让许科有点搞不懂他是在开玩笑还是什么了，一时间都不知该回些什么。秦洛看了楚流年一眼，一起逛逛。楚流年有心想要拒绝，毕竟他是真的不想掺和进秦洛和许科的事情之间，所以之前秦洛来的时候，他才会溜得那么果断。如果不是因为刚刚拿下了小草神等伸手办，又刚好看到了秦洛和许科，忍不住想要和他们分享一下内心的喜悦，他肯定会选择直接无视他们。然而秦洛没等他拒绝，直接就说道：正好有事找你。什么事啊？楚流年下意识问道。秦洛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带着他们往前走了一段距离，随后在一个漫画摊前停下脚步。这时他才说道：
上次你跟我说漫展的漫画摊里可以买到好东西，不会忘了吧？楚留年微微一愣，然后用怪异的目光看了秦洛一眼，这才点了点头。行吧，你跟我来。真是的，就那么喜欢那种东西吗？还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呢。喂，咱们熟归熟，你乱讲我一样告你诽谤啊！我有说错吗？明明身边有2个美少女，结果脑子里想的居然是买那种东西。你不是变态是什么？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啊！啊，就算你再怎么狡辩，也还是改变不了你是个变态的事实。秦洛和楚留年一边和谐地聊着天，一边走进漫画摊。许科站在旁边歪着头看着他们，出于心态的转变和对楚留年的了解，他倒也不至于吃醋，只是心里难免疑惑，搞不懂他俩在搞什么。秦洛倒是有点肝疼了，他没想到常态下的楚留年居然是这种性格，之前还觉得他挺正常的，没想到这小妞居然还有毒蛇属性，说起话来一股蟹味儿。这要是带上2句杂鱼，再搭配上他那鄙视秦洛的小眼神，活脱脱的就是个雌小鬼。不过仔细想想，秦洛觉得这也正常，就得是这样的楚留年才能不被那3个煤气罐子欺负，还反而骂得他们满脸黑线。听好了，我只说一遍哦，学会之后你去找摊主，但能不能买到我就不确定了。好的。秦洛连连点头，摆出一副好好学生的样子。没办法，人类的好奇心就是这么旺盛，而求知欲更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要素，即使是秦洛也很难脱离这个桎梏。你先这样，然后这样，接着这样，懂了吗？楚留年慢条斯理地道出一系列骚操作，4平8稳的样子尽显老司机本色。秦洛听的都是一阵肃然起敬，忍不住问道：为什么你会这么熟练？你到底是买过多少次了？楚留年丝毫没有因为谈论这种话题而害羞，坦言道：也没有很多次吧，毕竟我只看百合本，很多时候都买不到的。我要不是认识你，我都想象不到还有这种操作。秦洛忍不住感慨了一句：你去试试不就知道了。楚留年朝秦洛翻了个白眼，秦洛看着他这一脸谢模样，忍不住就说真的，还是穷妹的你更可爱一点。楚留年眉头一挑，先是瞥了眼许科，然后又笑盈盈地对秦洛说：那要不要我和许科换一下衣服啊？秦洛眨了眨眼，果真吗？想得美。楚留年瞪了他一眼，早都说了，我对3次元的男人不感兴趣，所以你最好收起某些奇奇怪怪的心思。走进漫画店的许科始终在关注着他和楚留年，对周围的漫画一点都不感兴趣。看着2人谈笑风的样子，他心里多少有些气馁，因为自己刚才和秦洛独处的时候都因为各种顾忌而没能说上多少话，而楚留年却能和秦洛这样自然的有说有笑。他多么希望现在和秦洛有说有笑的人是自己。好在这短暂的独处也不是毫无进展，想起刚才2人互相吃冰激凌的甜蜜互动，许科又止不住的嘴角上翘。与此同时，秦洛已经找上了漫画店的摊主，摊主和上周出摊时一样，还是一身灶门炭治郎的打扮。他还认出了秦洛，见状二话不说，直接就是朝秦洛拱了拱手：大佬，请受我一拜。什么玩意儿？您就别谦虚了，一拖二也就算了，还都是这么高质量的一拖二，真是羡煞我也啊！可怜我这样的死肥宅，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一个喜欢玩 cosplay 的漂亮女朋友。摊主叹了口气，满脸的唏嘘感叹。秦洛懒得和他扯淡，直接进入正题，沉声道：废话少说，我是来买货的。此话一出，那摊主顿时脸色一变，随即做贼似的左右看了看，这才拉着秦洛来到了一个桌子旁边。接着他压低声音问道：骑兵还是步兵？还 TM 真有啊？秦洛面色不变，反问道：你这货保色吗？摊主两眼一瞪：废话，我这卖本的还能卖你绿色本子？他说完便朝着秦洛伸出2只手，左手握拳，右手探出2根手指，一直一弯。秦洛摇了摇头，他同样伸出2只手，左手张开，右手的1根手指微微弯曲。摊主惊诧地看了他一眼，随即左手张开，右手的2根手指都变成了弯曲的。秦洛再次摇头，这次他左手不变，右手一共伸出5根手指，全部弯曲。摊主倒吸一口凉气，看向秦洛的眼神充满了敬意，随即伸出5根弯曲的手指和秦洛的手握在一起，2人指节一勾，相互会心一笑。这一幕被许克看在眼里，他脸色一变，连忙询问楚留年：流年，秦洛和那个摊主在干嘛呢？我怎么感觉他俩有点不对劲啊？楚留年往那边瞥了一眼，随口道：交易。交易什么 ？PY。许克满脑袋问号，他虽然英语成绩一般，但还是第一次觉得这2个英文字母这么陌生，不是很懂你们2次元。他心里忍不住吐槽了一句，然后就看到秦洛朝这边走来，手里还多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袋子被里面的东西撑得方方正正的，但因为颜色深邃，所以让人看不出里面装的是什么。许克忍不住问道：你买的什么？秦洛想了想说：好康的。是好看的吧？什么好看的？宅男宅女快乐本。许克脑袋上的问号又增加了，他觉得自己好像突然就和秦洛还有楚留年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这让他莫名有点不舒服，于是瘪了瘪嘴说：能给我看一下吗？此话一出，秦洛和楚留年的表情顿时微妙起来。楚留年还开口劝了一句：我劝你别看。许科有些吃味地问：为什么？难不成是什么只有你俩才知道的小秘密？哎，我这也是为了你的心理健康着想啊。楚留年叹了口气，
摇摇头不再说话。秦洛则是把那袋子递给许科，说：“就看一眼啊，千万别拿出来。”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许科嘀嘀咕咕的打开袋子，刚往里看了一眼，整个人便如遭雷击般愣在原地。下一秒，他的脸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个通透，然后丢炸弹一样将袋子丢给秦洛，通红的脸蛋上满是羞愤和惊慌。楚留年忍不住笑道：“说了让你别看。”我怎么知道是这种东西？许科慌得不行，只感觉自己的心跳比刚才和秦洛吃冰激凌的时候跳得还快，因为刚才他看到的东西实在是太大了，大到他只是看了一眼，那画面便缭绕在脑海中难以散去。毕竟那画面实在是太过刺激，人数足足有5个不说，而且还都是女的，这是许科连做梦都未曾梦到过的画面，着实令他难以承受。而这个时候，秦洛突然将袋子递给了楚留年，说道：“怒，送你了。”楚留年当时就愣了，给我？算是你教我怎么买这玩意儿的奖励吧。啊，这我都说了，我只看百合本的呀。你先看看再说。楚留年狐疑地看了他一眼，随即将袋子接过，打开后往里看了一眼。下一秒，他轻咳2声，收回目光，并不动声色地将袋子藏在身后，再看向秦洛时，一双漂亮的眸子里便流露出了几分欣赏。许科没有去注意他们2人亲密的互动，因为此时他脑子里的画面已经变了，从刚才那袋子里的东西所带来的冲击性画面，变成了他和秦洛2个人。没想到秦洛居然会看这种东西，还是说男人对这种东西都感兴趣？不知道如果我和秦洛在一起之后，他会不会对我做那种事，或者这其实是他对我的暗示。他暗示我，他想要和我一起做那种事。许科越想越脸红，心跳也越来越快，只感觉自己的脑袋瓜子都快要冒烟了。离开漫画店后，楚留年没有再刻意开溜，而是带着秦洛和许科一起逛展。只不过秦洛对逛展的兴趣不大，大部分时候都只是东看看西看看，许科则是一门心思全在秦洛身上，对周围的一切都毫不在意。楚留年就不一样了，作为一个老2次元，他到了漫展就像到家了一样，这里的人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他超喜欢这里的。直到时间来到傍晚，楚留年才有些恋恋不舍的和秦洛还有许科道别。他倒不是舍不得这2个小伙伴，而是在漫展里还没玩够。秦洛和许科目送着他坐上一辆奢华的劳斯莱斯，当车子离去之前，后车窗落下一半，楚四锦从车里探出头来，一脸傻笑的对着他们招了招手。秦洛隔着一段距离对楚四锦投以微笑，随即收起笑容，淡淡的对许科说了一句：“我也走了。”他说着就要离开，似乎无论是对漫展还是对许科都没有丝毫留恋。然而他才刚刚迈出一步，左手就被许科抓住。秦洛回过头看向许科的同时，也微微皱起眉头：“可以等我一下吗？很快就好。”许科一脸紧张地说道，眼眸中透出点点期许。他没有说要做什么，秦洛也没有追问，只是在短暂的沉默之后点了点头。许科见状，顿时开心地笑了：“我马上回来。”他说完便转过身小跑着离开，在路过一个手持相机的女孩时，直接伸手将其抓住，带着她就一起往前跑。秦洛看着他慢慢远去的背影，然后找了个条路边的长椅坐下，出神地看着遍染红霞的天空。过了约莫10多分钟，许科去而复返，那个手持相机的女孩却不知道跑哪去了。“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他一路小跑着来到秦洛面前，嘴里还气喘吁吁的，脸蛋微微发红，显然是一点时间都没敢耽搁。秦洛没有回应，只是看向了他手里多出来的一叠照片。许科注意到他的目光，略有些紧张的将照片递了过去：“这是我们的照片，我刚洗出来的，你觉得怎么样？”秦洛看了他一眼，随即将照片接过，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2人的一张合影。画面中，秦洛和许科相对而立，前者手持巧克力冰激凌，笑容温和，后者拿着草莓冰激凌，含羞带怯。再往下看，依然是2人同框的合影，只不过地点不太一样，有的是在校园的林荫路下，有的是在美食社里，还有班级教室内以及商场门口。秦洛的目光掠过那一张张照片，脑海中也自然而然地浮现出前些天自己和姚妍妍、唐钰、楚四锦相处时的画面。那些画面中有一个被秦洛故意忽略的身影，但他此时却以最直接的方式将自己呈现在秦洛面前。许科静静地站在一边，他没有去打扰秦洛，只是仔细地观察着他的表情变化，眼眸中流出浓浓的期盼。可秦洛始终都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样子，这就让许科有些失落。他不由自主地咬了咬嘴唇，终于张开嘴巴，毫无保留地开始诉诸自己的心意。这些都是我让王小娜帮忙偷偷拍的，我知道你不想和我相处，所以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制造一点属于我和你的回忆。你愿意和姚妍妍接吻，愿意和唐钰一起看电影，愿意给小景炸薯片，愿意和流年一起逛漫展，却唯独不愿意多看我一眼。你把之前只属于我的那份心意分给了其他人，我知道这是我咎由自取，但我现在已经明白我的心意了。直到你说要放弃我了，我才知道原来我早就不能没有你了。你上次对我说你不想再摘月了，你只要那奔你而来的月亮，现在我已经想尽办法走进你了，所以求求你看我一眼好不好？再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说到最后，许科的声音已经微微颤抖，甚至带上了点点哭腔。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秦洛，那满含期许的眼眸中甚至多了一丝丝的恳求。这是自打和秦洛认识之后，他头一次这样直接地表明自己的情意与决心。
她也是人生头一次以这样一副卑微的模样对一个男人发出祈求。秦洛将目光从照片上移开，转而落在许珂的脸上。他看到许珂的睫毛微微颤抖，看着他眼睛一眨不眨，看着他那白皙的双手在不知不觉间越攥越紧。可秦洛依然没有给出回应，他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许珂，让人猜不出他内心到底在想些什么。直到那双清丽眼眸中的希冀渐渐淡去，直到那抹紧张的色彩被悲伤所占据，突然，秦洛从那一叠照片中抽出一张，又将剩下的都递给了许珂。在许珂不断变换的目光注视下，他将那张自己与许珂吃冰激凌的合影收进钱包里，又指着他手里的那一叠照片说道：“小心点，这次可别再弄丢了。”他的声音传入许珂的耳中，让他的表情一下子变得有些茫然。渐渐的，他似乎读懂了这句话中所蕴含的意思，于是脸上瞬间绽放笑容，像是徐徐绽放的雪莲，比之天边的夕阳更具魅力。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弄丢的。他表明决心似的用力点头，同时将照片用力地抱在怀里。说完后，又忍不住问了一句：“话说，我之前有弄丢过和你的照片吗？不对，我之前好像没有和你一起拍过照啊。”秦洛摇了摇头，没多解释什么，慢悠悠地往前走去。许珂见状，连忙小心翼翼地将那些照片收好，和离开漫展前换下来的旗袍放在了同一个袋子里，迅速追上了秦洛。他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目光却又被前面的景象所吸引。夕阳西下，灼灼红霞，此时的魔都和白天比起来别有一番风采。行人往来如织，一辆辆公交车在停下与离开中交替，阳光在初夏的油绿树叶中穿插交错，拂过街道上的每一个路人。几个穿着高中校服的少女聚在一起，她们不施粉黛，素面朝天，手里拿着一杯杯奶茶，脸对脸的贴在一起，手机的屏幕中倒影出她们甜美的笑容，以及她们亲密无间的友谊。刚下班的男人拖着疲惫的身躯，明明是在夏天，却还穿着长袖衬衣。他把西装挂在臂弯，无神的双眼下是一声声叹息。随着一声娇俏的呼声响起，男人看到了乖巧的女儿和温柔的发妻，于是他褪去疲惫，张开双臂，拥抱向自己仅有的温馨。年迈的老两口沐浴在夕阳下，老爷爷坐着轮椅，老奶奶吃着香梨，他们静静地等着红绿灯，时不时面颊贴近轻声细语，满脸都是恬静的安逸。岁月静好，情意朝朝。看着眼前的一幕幕，许珂突然什么都不想说了。他就这样静静地走在秦洛身边，享受着当下的一分一秒，只希望和他能一直走下去。我回来了。许珂回到家里，第一时间便是和母亲打了声招呼，话语中洋溢着难掩的喜悦。回来了，珂珂，今天和舍友一起玩的怎么样？厨房里传出柳慧的声音，他知道许珂今天是和舍友约好一起去玩了。还好吧，我对漫展没什么兴趣，都是在陪流年玩的。许珂答得有些迟疑，对于欺骗母亲这个行为，他心里有些罪恶感，但他更清楚让母亲知道真相后会引发怎样的后果。柳梅对女儿向来信任有加，闻言也没多想，随口道：“你们宿舍那几个小姑娘都不错，唐玉看着就是个大家闺秀的样子，那对双胞胎家里似乎也挺有钱的，你多和他们亲近亲近，将来等你踏上社会了，会有很多好处的。”顿了顿，他又补充了一句：“那个姚妍妍就算了，长着一张狐妹子脸，看着就妖里妖气的，不像个好人。”许珂大一刚入学的时候是柳梅陪着一起去的，之后柳她也去看望过女儿几次，因此也是认识许珂的几个舍友的。许珂对母亲的话不置可否，随后应道：“妈，我先去洗个澡啊。”“去吧，等下洗完正好吃饭了。”穿过客厅，许珂来到自己的卧室，将装有旗袍和照片的袋子随手放在书桌上，转而拿着换洗的衣服去了浴室。不多时，浴室中传来淅淅水声，缕缕蒸汽缭绕开来，隐约还夹杂着几句轻快的哼唱声。愿我在60岁的时候陪你看看夕阳，愿我在想起你嘴角微微上扬。柳梅走出厨房，她听到浴室里音乐传来的声音，脸上露出温暖的微笑。心情不错吗？还唱上歌了。说完，她很自然地走进女儿的卧室，准备将她刚刚换下来的衣服收拾好。鲜少有人知道，学校同学们眼中的高岭之花，在家里其实是比较邋遢的。这倒不是因为她懒，而是柳梅把她照顾得太好。从小到大，柳梅对许珂的照顾可以用无微不至来形容，在家里的许珂可以用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形容。柳梅舍不得让自己的女儿受到一丁点的苦，偶尔许珂也会对母亲过于浓烈的母爱感到不适，但当她表达出自己的这个想法后，柳梅却会表现得很生气很伤心。久而久之，许珂也就不在意这些了。这是什么？突然柳梅注意到桌子上的袋子，她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是许珂逛街时买的衣服之类的东西，于是很自然地走过去想要看一看，结果只一眼，她的眉头便皱在一起。柳梅将白色的旗袍从里面拿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她还注意到了和旗袍放在一起的一双白色丝袜，于是一双眉毛皱得越来越紧。以一个女人的角度来说，她得承认这旗袍的款式和风格都很好看，穿在少女身上会显得纯美无瑕，穿在她身上也会显得雍容华贵。可问题是，她从未见过女儿穿这样的衣服，并且知道以女儿的性格应该也不会喜欢或者去试着穿这种风格的衣服，应该是她舍友给她推荐的吧。柳梅如此想着，同时又有些不满，因为她不愿意女儿穿上这样的衣服。身为母亲，她很清楚女儿有着怎样的魅力，平日里的许珂就已经足够夺目了，若是再穿上这种衣服，那群男人还不得疯了。回头说说她在家穿还行，穿出去就算了，
万一碰到色狼怎么办？柳眉自言自语了一番，随后将旗袍和丝袜卷起收好，正要转身离开时，她眼角的余光中却突然闯入了新的事物。柳眉定睛一眼，一双眼睛猛地瞪大，那清丽雍容的脸瞬间被难以置信的色彩所覆盖。这是她用颤抖的手将袋子里的照片取出，看着照片中自己的女儿穿着这身衣服和另一个男人站在一起，言笑晏晏的模样，她喉头不自觉地上下涌动，眼中满是震惊。随后这震惊之色又迅速褪去，转而被浪潮一般翻涌的怒火所取代。愿我在北方的冬天为你披件衣裳，愿我在一贫如洗能有你在身旁。许科一边哼着轻快的旋律，一边把身上的水渍擦干净，随后又对着镜子照了。看着镜子中自己那白皙完美的身躯，他不自觉得有些羞涩，嘴里忍不住喃喃自语，如果真的和秦洛在一起了，他会不会对我做那个本子里的那种事啊？不过那个本子里为什么都是女人？那种事不应该是一男一女做的吗？想想都吓人。他嘴里说着吓人，但羞怯的模样却并不显得厌恶，甚至他已经不由自主地开始期待起明天的到来，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回到学校，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秦洛纠缠在一起。尤其是他觉得今天和秦洛的关系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之后再和秦洛相处起来肯定会更加顺利。换上清凉纤薄的居家服，许科走出浴室，一眼看去却发现厨房和客厅里都没有母亲的身影。他不由叫道：妈，我洗完了，今晚吃什么呀？妈。突然他发现母亲正在坐在自己卧室的床边。柳眉静静地看着许科，虽然面无表情，但无论是那微微颤抖的双手，还是那眼眸中蕴含的怒意，都代表着他现在的心情绝不平静。妈，你怎么了？许科对母亲的愠怒似有所觉，一边走进卧室，一边弱弱地问了一句。柳眉听后冷笑一声：你还知道我是你妈？妈，你到底怎么了呀？怎么突然这么生气？你说我为什么生气？柳眉突然丢出一件旗袍和一沓照片，瞪着眼睛怒斥道：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和舍友去逛街了？哪个舍友？怎么逛街？穿着这种不知廉耻的衣服和男人逛街是吗？他话音落下的同时，那旗袍已经被丢在地上，一张张照片散乱一地，许科和秦洛的身影交相辉映，遍布在每一张照片里。在回家之前，许科还不断拿出照片反复观看，可现在再看，他能感受到的只有害怕和畏惧。许科心里止不住的懊恼，刚才回家时他的心中还缭绕着喜悦的余韵，以至于忘了将这些东 X 记好，随手就放在了桌子上，结果现在居然就被母亲发现了。他有些不敢去看母亲此时愤怒的面孔，低着头小声辩解道：衣服是流年的，我们去逛漫展了，他说逛漫展就得穿这样的衣服，所以还想糊弄我。柳眉一声呵斥，话语中透出强烈的攻击性。好，就当你说的是真的。那你说说这男的是怎么回事？他是谁？你的舍友吗？你们学校的宿舍已经可以男女混住了是吗？不是这样的，妈妈，你听我解释。许科连手带头一起摇晃，极力的想要解释清楚，但事情涉及到秦洛，他一时间有些说不分明。因为无论怎么自辩，他心里都很清楚，与秦洛的过度接触早已经忤逆了母亲对他的教导，他知道这件事会引起母亲的愤怒，所以哪怕之前就稍稍明悟了自己对秦洛的心意，却又一直没敢表明出来。直到秦洛在教室里的那些话给了他扎心的一刀，那一刻所产生的强烈刺激才压下了母亲给予他的枷锁。这段时间以来，许科一直都是在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动，但这并不是说明母亲对他的枷锁就不在了，他只是一直在选择性的忽略这一点而已。可现在事情好像有些瞒不住了。好啊，我听你解释，你倒是说说看，这个男的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么多张合影？为什么你们会表现得这么亲密？柳眉的声音显得有些咬牙切齿，因为当他看向那些照片时，看到的竟是女儿含羞带怯的笑脸，那是连他都未曾见过的模样，如今却对一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男人尽收眼底。对柳眉来说，这就仿佛一朵自己精心栽培的花，突然就对着别人绽放出了最美的一面，而这也正是令柳眉所难以接受的。许科咬着嘴唇，纠结了许久，这才有些弱气地回了一句：他叫秦洛，只是我的一个同学，只是同学，恐怕没那么简单吧。柳眉怒极反笑，凛冽的眸子直刺刺地盯在许科身上。只是同学，你们会表现得那么亲密？只是同学，你会穿着这种衣服陪他逛街？啊，我要是再晚发现2天，你是不是都要挺着大肚子回来了？许科还是头一次听到母亲对自己说出这样带有攻击性的话语，那愤怒的样子让许科不寒而栗。如果说之前柳眉质问他时表现的像是一座怒火内敛的火山，那现在这座火山无疑是已经开始喷发了。大肚子这个词没有许科感到羞愤，此时的他内心已经被畏惧和恐慌所填满，以至于脸色都变得苍白起来。不是这样的，许科试着想要解释，可却又怎么都组织不出一句完整的语言。柳眉皱着眉盯着许科，心里也是又生气又不解，因为在他认知中的女儿无疑是听话且乖巧的，她从小到大都没怎么和男生接触过，没道理这个时候会突然多了个疑似男朋友的生物。再看那散落满地的照片，有相当一部分女儿的脸色并不是很好，这让柳眉意识到自己可能误会了许科，于是问道：你告诉妈妈，是不是那个男生一直在纠缠你？许科嘴唇一阵嗫嚅，下意识地想要否认。尽管一开始与秦洛的相识就是源于他的不断纠缠，但这段时间许科已经明悟了自己的内心，与秦洛的一系列交互也是他主动的，
所以他没法承认母亲的说法。可看着母亲那愠怒的面孔，他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试图以沉默的方式来抚平母亲的怒火。柳梅见状，便当许科是默认了这点，于是脸色稍微好了许多，嘴上却不禁骂道：“哪里冒出来的臭男人，居然敢纠缠我女儿！被我逮到，非得狠狠地骂他一顿不可。”许科不敢直面母亲的怒火，闻言只能低头沉默。而这时柳梅又想起了一件事，盯着那旗袍问道：“那这衣服又是怎么回事？”啊！许科微微一愣，一时间又是欲言又止，根本没法解释这件事。他总不能说这是为了勾引秦洛而穿上的吧？那样一来就只能是火上浇油。从小就对母亲言听计从的他，根本不敢做出这样的事。而柳梅不等他开口解释，脑子便自动得出了一个合理的答案，撇着嘴说道：“我记得你有个叫楚流年的舍友，就喜欢穿这种奇装异服吧？看那些照片里，有的也有你舍友，是不是他们自作主张？表面上是约你去逛街，哄你穿这种衣服，实际上是想要撮合你和这个男生？不是这样的。好了，你不要再说了。”许科好不容易想要解释一句，但柳梅却根本不听，直接粗暴的开口打断。而紧接着他就又长舒一口气，脸上的怒气缓缓褪去，开始用轻柔的语气说道：“科科，妈妈知道你是个好孩子，你从小到大都很听话，这一点妈妈是知道的。你现在大了，已经是20岁的大姑娘了，这个年纪的女孩子会对男生有憧憬，这点妈妈也能理解。所以在我看来，你大概也是对那个叫秦洛的同学有点好感的。但是你要记得，你答应过妈妈大学毕业之前是不可以谈恋爱的。你也要知道，妈妈反对的不是你谈恋爱这件事，而是怕你遇人不淑，怕你被人欺骗，怕你落得一个和妈妈一样的下场。看照片，那个男生长得倒是挺帅的，可帅又有什么用呢？人心隔肚皮，谁都不会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写在脸上。外面的坏人太多了，你怎么知道他对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欢，或者是别有用心呢？”听到这儿，许科心里稍稍有点不服气，忍不住小声反驳了一句：“他喜欢我很久了，所以我才……”他话没说完，就看到柳梅眉头一竖，于是声音直接卡住，低着头再也不敢出声。柳梅阴晴不定地盯着许科看了一会儿，见他脸色发白，身体微微颤抖，不由叹了口气，悠悠道：“可可，你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谁会对另一个人无缘无故的好。你是我的女儿，妈妈不会害你，妈妈说的一切，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说完，他起身走向许科，然后温柔地将其搂在自己的怀中，轻轻地拍抚着许科的后背，安抚他恐慌的情绪。渐渐的，许科也就没那么害怕了，因为母亲又变成了平时那个慈祥温柔的母亲。他抽了抽鼻子，反手抱住柳梅，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道：“对不起妈妈，我知道错了，知错就好，以后不要再去接触那个同学，等你大学毕业，妈妈再帮你找个更好的。”柳梅后退一步，微笑着摸了摸许科的头，然后收拢起那散落满地的照片。许科下意识问道：“妈，你干嘛呀？既然你是觉得这些照片好看才带回来的，那就把它们都扔了吧，回头妈妈再给你拍更好看的。”“不要啊，妈妈！”许科下意识地阻拦了一句，随后又连忙补充道：“现在太晚了，等明天吧，明天我再拿出去扔掉好不好？”闻言，柳梅的动作一顿，然后将收拢的照片交到许科手上，微笑着说道：“妈妈相信你。”“我知道了，妈妈。乖，出来吃饭吧。”柳梅说完便走了出去。许科目送着母亲走进厨房，然后脱力似的坐在了床上。他低下头，盯着手里的一张张照片，眼眸中尽是难过和歉意，带着泪痕的脸上也满是犹豫。“妈，我出门了。”清晨，许科一边打开家门，一边和母亲打招呼。昨天晚上他睡得很不好，以至于那清丽的脸上布满疲惫，话语中也带着丝丝沙哑。柳梅循声走来，目光落在许科手里的黑色袋子上，意有所指地说道：“别让妈妈失望。”“我知道了。”许科应了一声，随后推门而出，迈着有些犹豫的步伐，一步步走进电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目光屡次瞄向手里的黑色袋子，那和秦洛的一张张合影都被放在里面。许科本打算将它们永久储存，当做自己最美好的回忆，却没想到只隔了一晚，居然就要失去它们。不多时，许科走出单元楼，来到了室外。今天的天气有些阴郁，像是要下雨，天空中笼罩着一层阴霾，偏偏空气还有些闷热，让人的心情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烦闷起来。许科看着不远处的垃圾桶，挪动脚步走了过去。他用颤抖的手将那一叠照片从袋子里取出，动作缓慢，眼神挣扎，尤其是当他的目光落某张照片中秦洛那温柔的笑脸上时，眼神中的挣扎就又变成了痛苦。他在垃圾桶旁边站了许久，终于还是没能忍心将它们丢掉，塞进袋子里后便低着头匆匆离开了。楼上，柳梅站在窗边，脸色已经阴沉到了极点，她冰冷的目光始终定格在许科的身上，直到许科的身影消失不见。许科并不知道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已经被母亲尽收眼底，对于现在已经对秦洛袒露心扉的他来说，想要放弃秦洛并非是一件简单的事。可母亲对他有着生养之恩，从小到大他都生活在母亲的爱护之下，他同样做不到让母亲伤心。所以最后他决定，照片不丢了，拿到宿舍里藏着就好了，这样也不会轻易被母亲发现。虽然这样有对母亲阳奉阴违的嫌疑，但许科真的太珍惜这些照片了。他喜欢看到照片里秦洛那样满眼温柔地看着自己，也喜欢和他站在一起顾盼生辉的自己。这是独属于他们两人的回忆，许科无论如何都不能轻易舍弃。不多时，许科一个人来到了宿舍，
楚四锦和楚留年似乎也是刚刚才到，他俩上午都有课，此时正在准备上课用的东西。姚妍妍上午没课，似乎还在被窝里呼呼大睡。唐玉今天上午也没课的，但他还是早早起来了，此时正在桌前伏案工作。他一向如此自律，其优秀的表现是很多人有目共睹的。有时候许科也会暗暗地佩服他，觉得自己除了长相之外，其他地方似乎都不如唐玉。还有姚妍妍也是，许科自认为比她更美，但在做女人的魅力方面似乎不如姚妍妍。尤其是他还亲眼目睹了秦洛主动去吻姚妍妍，随后还约唐玉一起去逛街看电影。这也是为什么他这几天都将这2位舍友视为眼中钉。不过现在的他对几位舍友已经没有敌视的念头了，这不单单是因为昨天他和秦洛的关系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更因为昨天母亲擅自将他和秦洛的事误以为有几个舍友插手，许科没能及时解释清楚，以至于现在回到宿舍后还有些心虚。大家早啊！许科开口打了声招呼，脸上随之扬起清丽的笑容。唐玉不禁下意识地打量他，眼神中透出几分惊疑不定。因为这段时间许科一直表现得都很阴郁，别说是主动和大家开口打招呼了，除了面对楚家姐妹俩的时候还带点笑脸，面对另外2人那简直就跟怨灵附身似的，满腔的怨念无时无刻不在透着眼神往外释放，让今天的他却好像重获新生了一样。尽管脸色看上去略显疲惫，但整个人却透出一股蓬勃的朝气。唐玉一下子就联想到了什么，不仅询问道：“你和秦洛，我们和好了？”不等唐玉说完，许科便一脸微笑地说道。与此同时，正在床上睡大觉的姚妍妍抬起头来，她隔着一段距离看向许科，许科也随之看向她，2人的目光触碰到一起，许科眉眼带笑，姚妍妍面无表情，眯着眼睛盯了许科一会儿就又躺回去了。唐玉则是没什么反应，对他来说，眼下的结局有些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当中。自打上次和秦洛一起看过电影后，唐玉就看出了很多东西。他看得出在秦洛那看似轻佻的外表下掩藏着的虚假，所以才说自己差点被秦洛骗了。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才知道秦洛眼下所做的一切都像是在做戏。他不知道秦洛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不是许科，但那也不重要了，因为结局已成定性。他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这2人以后不会再重蹈覆辙。于是他微笑着送上一句祝福：“恭喜你了。”一旁的楚四锦眨了眨眼，问道：“那要是秦洛和你在一起了，以后我是不是就可以经常找他帮我炸薯片了？”这个许科想了想，说道：“还是要看他愿不愿意吧。”楚留年对这些事情没什么兴趣，心里倒是还惦记着自己的衣服，毕竟那是他最喜欢的西服之一，于是开口问道：“我的衣服呢？”“这儿呢，已经洗过了。”许科将白丝和旗袍从袋子里取出，顺带着连那些照片也一起拿了出来。“咦，这些照片是？”楚留年显得有些意外，于是先将衣服放到自己的床上，然后又忙不迭地和同样注意到照片的楚四锦凑到了许科身边。楚四锦的目光定格在照片中的冰激凌上，忍不住咽了咽口水。“你们俩手里的冰激凌看上去好好吃的样子。”楚留年则是打量着许科身上的那身白色旗袍，止不住的点头称赞：“不愧是我最喜欢的西服之一，真漂亮。”很显然，对这2个脑回路清奇的人来说，照片里的主角只有食物和衣服。姚妍妍这时也有点躺不住了，趴在床上探出脑袋，居高临下的打量着许科拿出来的那些照片。她目光定格在秦洛那温和的笑脸上，眼神显得有些复杂，继而又躺了回去，随口问道：“你找我们班王小娜帮你拍的？”许科笑着应道：“她拍照技术蛮好的。”姚妍妍撇了撇嘴，看着天花板吐槽道：“我看好多照片的角度都是偷拍的，亏你想得到这种法子，简直跟变态一样。”放在往常，许科肯定要对回去，但这次他却笑着没有说话，一是因为他也知道这种偷拍的方式不好，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胜券在握，那就完全没必要再和姚妍妍掐架了。一旁的唐玉也好奇地凑过来看了一眼，并且还从其中的一张照片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地点是在商场里。虽然对此并不意外，但唐玉还是难免有些尴尬，忍不住说道：“以后还是不要干这种事了，既然秦洛回心转意了，那你们2个以后就好好在一起，再也不要出之前那种幺蛾子了。”“你放心，以后不会了。”许科点着头保证道。随后他目光扫过自己的几个舍友，突然露出一副震惊的表情，说道：“我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忙。”“什么忙？”唐玉、楚四锦、楚留年齐声询问，床上的姚妍妍也投来疑惑的目光。随后许科缓缓说道：“我想和秦洛参加校庆会，一起表演一个节目，一个以我们之间的故事为蓝本的节目。这不单单是为了纪念我们之间的故事，也是我想和他一起在舞台上互相表明自己的心意。我想只有这样，秦洛才能真的重新喜欢上我。”听到这话，唐玉不由得有些惊讶。他没想到许科的变化居然会大到这种地步，主动去倒追秦洛也就不说了，现在明明说已经和秦洛重归于好了，居然还能下定决心想要在众目睽睽之下表达自己对秦洛的心意，这是曾经的许科绝对做不到的事情，而现在的他却已经能够主动提出。唐玉将他的成长和改变看在眼里，尽管之前他的一些行为和态度也让唐玉感到不爽，但自诩成熟理智的他却不会因此而记恨什么。此时看到许科这副样子，甚至还有些欣慰，于是他开口说道：“你能有这样的想法是好的，我支持你。”“谢谢你，唐玉。”许科对着他笑了笑，转而看向楚四锦。楚四锦眨了眨眼，说：“
校庆会那天好像有好多好吃的，我本来就是要去的，帮你一下也可以的，只要不耽误我吃饭就行。放心吧，不会耽误你什么时间的。许科说完，转而又看向楚流年。楚流年略显无奈地叹了口气，这种主角团齐心协力准备要一起打倒大 boss 的既视感是怎么回事啊？好吧好吧，帮你就是了，谢谢你流年。一下子得到3位好友的支持，许科表现出了十足的自信心。最后他又将目光投向床上的姚妍妍，以诚恳的语气说道：妍妍，之前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请你帮帮我吧。姚妍妍嘴角一抽，她本来还想阴阳怪气儿2句呢，却没想到许科一开口就是道歉。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许科这一整直接就让姚妍妍有点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最后只能无奈地问一句：就算你说要帮你，可你既然说是要演一出以你和秦洛的故事为蓝本的节目，那我们能帮什么？站在旁边当吃瓜群众吗？许科听出了姚妍妍的话中之意，这让他脸上的笑容变得更加明媚了，嘴上则是解释道：很简单的，只要你们各自问他一个问题就好了。许科设计的是一出舞台剧，表演开始后需要许科站在舞台上，秦洛则是站在距离舞台99步的远处。接着秦洛要一步步走向许科，每10步的距离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问秦洛一个问题，这代表着他走向许科的路上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当他度过9个难关，抵达舞台之下，距离许科还剩最后一步时，就需要许科主动走下舞台。最后2人对视一笑，手牵着手走上舞台，由秦洛弹奏吉他，许科唱歌，所选的曲目是秦洛为许科所做的那首《你是人间四月天》。许科的剧本设计的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颇为简单，但其中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贴合他和秦洛的故事。秦洛对许科的追求长达3个多月，但确切的说是刚好100天。在这段时间里，他风雨无阻地对许科倾泻着内心的情谊，纵然得到的只有忽略和漠视，但他也未曾放弃。折射到表演当中，这就是他走向许科的路上所遇到的一系列难题。而在那第100天，秦洛突然改变了态度，这时候许科也渐渐明白了自己的心意，于是他不再傻傻地站在台上，而是主动走到舞台之下，走到秦洛的身边，这正对应了许科现在的情况。所以2人将在最后携手走上舞台，一人弹奏一人歌唱，算是个大圆满的结局，也就意味着2人终将走到一起。故事很简单，表演起来也没什么难度，群演只需要在秦洛每走10步之后问一个问题就可以，而作为主角的秦洛和许科则只需要本色演出。许科相信自己可以演好，更相信现在的秦洛不会拒绝自己。在场的另外几人听完许科的说明，皆是忍不住点了点头，因为在他们想来，这就是最适合许科和秦洛的剧本了。他将2人的感情纠葛完美的囊括其中，又以圆满的结局化作问号。许科缓缓讲完整个剧本的布置，另外几人听得也很仔细。待许科说完之后，唐钰第一个点头表示赞许，很不错的剧本，而且非常适合你和秦洛来演，看得出你的确是下了心思的。许科矜持地笑了笑，和秦洛一起参加节目的事也是他的一个突发奇想，而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纪念他和秦洛之间的故事，同时也是他想要和秦洛一起在舞台上互相表明对方的心意，因为他觉得只有这样自己才能以最直接的态度告诉秦洛自己对他的那份感情，而秦洛也一定会像以前那样再次真切地喜欢上自己。楚四锦眨巴着大眼睛说道：感觉好有意思的样子。楚流年则是摸着下巴说道：感觉剧情好像我看过的一个短篇动漫啊。什么动漫？许科下意识地问道。楚流年想了想说，大概的故事是骑士一直在追求公主，但公主不喜欢骑士，就跟他说，只要你能连续在城堡下告白100天，我就答应你。然后呢？许科好奇地问道。楚流年继续道，故事的结局是骑士连续告白了99天，在这个过程中公主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于是就期待着第100天后答应骑士的告白，但第100天时骑士却没有出现，所以说这个故事是个 B end。 许科听得颇为认真，最后忍不住点评了一句，那个公主好傻。顿了顿，他又有些自嘲似的说道，以前的我和她一样傻。他此时的表现实在是和以前差别太大，惹得另外几人心里都颇为感慨。姚妍妍嘴里啧啧有声，还不错，挺适合你们2个来演的，但是那些群演你打算怎么办？随便找几个人吗？所以我才想要找你们帮忙啊。许科微微一笑，目光扫过在场另外几人，他表达的意思很清楚，连楚四锦都 get 到了，于是第一个举手说道，我要演。他像是想要在妹妹面前树立起自己作为姐姐的高大形象，所以迫切的需要一些参与感。楚流年不甘落后，紧跟着举起手来，我也可以，带我一个。唐钰满脸欣慰地看着许科，轻声道，希望你们2个能有一个好的结局，你自己要加油啊，我也会帮你的。许科用力的点点头，转而看向床上的姚妍妍。小妖艳撇了撇嘴，随意道，行，不就是问个问题吗？多大点事儿，算我一个行了吧。谢谢你们。许科感激地看了看自己的几个舍友，其他人对此没什么表示，倒是姚妍妍皮笑肉不笑地说了一句，你谢什么？倒是我应该谢谢你，谢谢你前些天没趁着我睡觉叨了我。他话语中的调侃之意任谁都听得清，许科一时也是有些尴尬，挠着头说道，前些天是我不对，对不起嘛。说着说着，他又想到了什么，略显苦恼地说，虽然上你们才4个人，但是我准备了9个问题，还差5个人呢。姚妍妍说，把王小娜叫上呗，
你不是使唤他使唤的挺顺手的吗？不过这样一来还是差4个人。唐玉跟着道，秦洛有3个舍友，可以把他们也叫上。1、2、3、4，许科掰着手指头数了数，嘀咕道，好像还差1个。其他人面面相觑，居然都说不出最后一个人选了。女神团在学校里看似风光无限，实际上还真没几个朋友。即使是表面上看最受欢迎的唐玉，也没有能在这个时候可以推荐出来的人选。于是许科摇了摇头，说少1个就少1个吧，8个人也足够了。那秦洛那边呢？他会答应和你一起表演吗？姚妍妍开口问道，她似乎早就想问出这个问题了，而大家也知道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许科抿了抿唇，原本满脸的自信也跟着褪去。很显然他对这个问题也有些心里没底，但最后还是鼓起勇气，一边拿出手机一边说道，他应该会答应的，我这就告诉他。许科说完便拿出手机，噼里啪啦的开始给秦洛发消息。等过了几分钟，他脸上重新扬起笑容，一边将手机转向几个舍友，一边笑着说道，他答应了，不止这样，我还顺便问了他我准备的几个问题，他也全都答对了。几个少女看着那手机屏幕上的一段段对话，反应各不相同。楚四锦有点小小的羡慕，他真的好喜欢你。楚流年一脸赞赏的点了点头，你俩的故事要是改编成动漫，绝对是纯爱大作。姚妍妍略显不屑，嘴里啧啧有声，啧，还好你醒悟得快，不然他要就被别的女人抢走了。唐玉没有对聊天内容发表看法，只是一脸认真对许科说道，加油吧许科，从秦洛的种种表现来看，他现在已经重新喜欢上你了，就用这次的同台演出彻底表明你们2个的心意。许科用力的点了点头，心头的喜悦止不住的膨胀。他双手抓着手机置于胸前，脸上尽是满足，随后又拿起那些照片，一张一张的将它们贴到了自己书桌前的墙壁上。不多时，整张墙壁都被贴满密密麻麻的照片中，少年和少女的心似乎在逐渐贴近。其他人看得一阵摇头，只感觉这口狗粮来得有些猝不及防。许科对他们的反应毫不在意，先是拿手机将这个画面拍了下来，然后目不转睛地看着满墙的照片，美眸中流光溢彩，充满着对未来的期待。铁子，你是了解我的，我对女人没辙呀。洛哥，你是了解我的，我社恐啊，那么多人看着我紧张啊。老秦，你是了解我的，如果非要让我表演，那我希望演出地点能是在岛国校园大礼堂。秦洛和3个舍友站在一起，待他将意图表明之后，3个猎狗般的男人皆是表现得有些紧张，显然是对这突如其来的邀请有些猝不及防。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是个个身怀绝技啊。秦洛哭笑不得地看着他们，不就是一人问我一个问题吗？有什么好紧张的？3个舍友面面相觑，随后咬了咬牙，像是坚定了某种决心。行吧，为了好兄弟的幸福，我们豁出去了，好吗？问个问题而已，愣是让你们搞得好像要为我赴死似的。秦洛翻了个白眼，随即看向礼堂入口处，那边许科等女神团成员全部到齐，其中还带着一个手持相机的王小娜。他们乍一出现便吸引了现场的所有目光。秦洛注视着他们一步步走来，目光始终定格在许科身上，两人隔着一段距离对视，微微一笑。秦洛的3个舍友一脸嫌弃地躲到了一边，许科的舍友也都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不多时，他们来到秦洛面前，唐玉直言道，距离校庆会没几天了，时间有限，等下让许科把表演流程跟你们说一遍，然后我们就直接现场彩排，节目上报和审核那边就交给我吧。其他人都点点头，表示没有意见，毕竟许科的剧本本来也不是很难，他们这些做群演的只需要一人问秦洛一个问题就可以了，真正的主角只有秦洛和许科。大礼堂此时还有其他在彩排节目的人，见到女神团齐齐到来，表现的还有些意外，尤其是看到他们都和秦洛混在一起后，男同学眼中的那点酸意就甭提了，连几个女生都有些咬牙切齿，忍不住小声议论起来。秦洛等人对他们窸窣的议论声充耳不闻，很是认真的开始对其表演流程。1个小时后，他们开始了第一次彩排。许科立于舞台之上，秦洛站在距离舞台刚好100步的位置，他一步步向前走着，带走了20步后，李成刚出现在他的面前，问出了第一个问题。接着是王晨、吴轩、王小娜、楚流年、楚四锦、唐玉、姚妍妍。秦洛一路畅通无阻，答出了每一个问题。待走到舞台前面时，许科翩翩而下，两人目相视一笑，继而走上舞台。秦洛怀抱吉他，奏响悠扬的旋律，许科拿着话筒唱响轻快的歌曲。两人琴瑟和鸣，目光交织缠绕，眉眼间尽是柔情蜜意，看得旁人艳羡不已。待一曲终了，不少在旁围观的学生们都纷纷鼓起掌来。许科没有急着下台，而是快步走到秦洛面前，面带微笑地说道，秦洛，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不重要了。秦洛摇了摇头，即使许科突如其来地对他告白，但他依然没有给许科一个确切的答案，而是给了一个他曾经听过的说辞。许科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正要说些什么，秦洛却看着舞台下的人们说道，看他们的表情和眼神，其实在很多人眼里，我们早就已经在一起了。许科微微一愣，下意识地看向舞台之下，他看到了秦洛舍友们咬牙切齿却又满脸欣慰，看到自己的舍友们各不相同的笑脸，看到了其他同学们愤愤不平却又暗含欣然与祝福的表情。这一刻，许科明白了秦洛的意思，但他还是倔强地说道，可我想要听你亲口说出你喜欢我。
急什么？秦洛一本正经地看着他，等到表演那天，我会把我心意全部展现给你。那说好了？说好了。两人相视一笑，沐浴在他人的目光注视下，一起走下舞台。这天之后，魔都大学的很多学生发现秦洛和许科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一起。他们一起上课，互相间你来我往；他们一起吃饭，在食堂里撒满狗粮；他们并肩漫步，在校园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独属于他们的记忆。在这个过程中，秦洛与其他女孩的接触肉眼可见的变少了。他没有再去找姚妍妍上课，没有再去图书馆偶遇唐玉，没有再去约楚流年，倒是偶尔会去帮楚四锦炸点薯片。可即使如此，一部分人也依然怀着嫉妒的心理大骂秦洛渣男，只是在更多的人看来，秦洛和许科已经走到了一起。曾经的那个舔狗在冰冷的末世中倔强地坚持了3个多月，如今他的心意终于得到了回应。而曾经的那朵高岭之花，如今似乎也已经开始绽放，他身周那块化不开的坚冰已经被温暖和真情所瓦解，留下的尽是璀璨的芳华。他的这一生注定绽放，且只会为一人绽放。直到这一天，6月22日，很多人刚一睡醒就发现天空中不知何时已经阴云密布，滚滚雷霆连绵不断，像是在酝酿着一场狂风暴雨。然而再恶劣的天气也阻挡不住学生们在暑假前在学校里的最后一场狂欢。这一天，校庆会如期而至。你的渣男人设深入人心，每月签到成功，你获得了奖励，金钱30万元，演技加2，道具。呆胶布突然响起的系统提示音没能让秦洛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他两手捧着手机，面带微笑地发送着消息。秦洛，我有点紧张，怕等下的演出演不好，都彩排那么多次了，有什么好紧张的？嘿嘿，我跟你说哦，今天准备的衣服特别漂亮，等演出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了。我很期待，我也很期待。结束聊天，秦洛收起手机，脸上的表情稍稍有些恍然。已经1个月了，自打渣男人设绑定以来，这1个月发生了很多事情，对秦洛来说则是一个心态不断转变的过程，并且秦洛知道这段时间以来说自己是渣男的人越来越少，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人设也将在今天迎来终结。不知是想到了什么，秦洛突然笑了一下。他的3个舍友站在一旁，个个身穿西装，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比起平时，他们少了几分青涩和轻佻，多了一丝成熟与稳重。看着秦洛一个人坐在那儿傻乐，他们都是露出了嫌弃的表情。李成刚嘴里啧啧有声，啧，我怎么突然感觉这屋里有点酸味呢？你们闻到没？王晨一手捏鼻子，一手在面前拍打空气，不止，还有点臭。吴轩推了推眼镜，眼神犀利地做出总结，原来是恋爱的酸臭味。他们一开口，那点点的成熟和稳重就立即荡然无存，那酸意横生的样子像是恨不得上去帮给秦洛2拳。没办法，实在是现在的秦洛看着太气人了，那眉眼带笑春风得意的模样，简直就像是把人生赢家4个字写在了脸上，着实3条单身狗有些愤愤不平。放在平时，秦洛少不得要和3个逆子唇枪舌战一番，但今天他心情好，于是没跟他们一般见识，站起身来开始整理衣装。3个舍友耸了耸肩，也没再继续说笑。李成刚刚询问道，校庆会还有1个小时开场，你啥时候过去？你们先去吧，我等下去接我爸妈，然后就一起过去。秦洛随口应道。李成刚咂了咂嘴，也没再说什么，招呼着另外2人先一步离开，路上还在对着他们之后表演时需要用到的台词。他们走后，秦洛手上一动，手心里立即多出了一卷胶带。呆胶布系统道具，功能是可以让重量不大于100克的破损物件恢复如初。听说人的灵魂重21克，不知道这玩意儿能不能生效。秦洛把玩着这卷胶带，自言自语着调笑了一句，随后将其收好。唐玉，你帮我把后面这个拉链再拉一下。妍妍，口红涂浅一点的颜色就可以，太深了我觉得不好看。小姐，你帮我找一下我的水晶鞋。流年，你看我头顶的皇冠是不是戴歪了？女生宿舍606室，4个漂亮的姑娘正在围着许科团团转，时不时帮她捣鼓一下头顶的皇冠，时不时又整理一下裙子，忙得不亦乐乎。负责化妆的姚妍妍帮许科涂好口红，忍不住对了一句，有完没完啊，都整了1个小时了。我这不是怕不够完美吗？许科也不在意，踩上水晶鞋后原地转了一圈，笑盈盈地问他们，好看吗？唐玉温柔地说道，很漂亮，今天的你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漂亮，只要你出现在舞台上就是货真价实的公主。楚四锦连连点头附和，光是看着你这模样，我感觉我都能多吃2包薯片。楚流年没有想到什么合适的夸奖词，只好当起了复读机，俺也一样。谢谢。许科嫣然一笑，转而又对着镜子照了起来，时不时整理一下头发，时不时又对着镜子傻笑2声，哪里还有一点高冷校花的样子。另外4人面面相觑，这一刻他们感觉自己像是刚刚为好友穿上婚纱，然后等待着送她出嫁。他们见许科如此兴奋过。完美。许科对着镜子点了点头，转而对几个舍友说道，好了，你们帮我脱下来吧。其余几人眉头一挑，皆是露出了你特么在逗我的表情。姚妍妍第一个不干了，好不容易才穿上的，你脱下来干嘛？外面还下着雨呢，万一弄脏了就不好了。许科理所当然的道。姚妍妍气得嘬了嘬牙花子，还想说些什么，但最后却又忍住了没说，和另外几人一起帮许科把衣服脱了下来，装进了一个大袋子里。这时唐玉说道，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走吧。
许科点了点头，待把衣服换下来收拾好后，便要推门出去。然而就在他即将触碰到门把手的时候，宿舍的门却突然被人从外面打开了，一个雍容清丽的身影出现在门外。许科当即一愣，妈，你怎么来了？柳眉深深地看了许科一眼，转而露出一抹微笑，轻声道，你们学校今天不是有校庆会吗？刚好我最近挺无聊的，就想看看有没有意思的节目，结果搜了下节目单，发现最后一场刚好有你和你同学的表演，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告诉妈妈？是不想妈妈来吗？许科脸色瞬间一白，连心脏似乎都停跳了1秒，害怕的情绪在心头滋生开来。许科完全没了刚才的兴奋和喜悦，低着头一脸心虚的说道，没有，我以为你对这种活动不感兴趣呢，所以就没喊你。柳眉眯了眯眼，闪烁着凛冽寒光的眸子直刺许科，一般的情况下的确没什么兴趣，但你的节目就不一样了，尤其是你和那个叫秦洛的男同学一起表演的节目。许科他咬了咬嘴唇，一时间不知该说些什么好，只能低着头保持沉默。唐玉皱了皱眉，他之前见过许科的母亲，知道这是一个长相漂亮却爱女如命的女人，也听许科大概说过自己一直没接触过男人，是因为受到了母亲的影响。如今看来，许科的母亲虽然面对微笑，但那笑容中却一点温度都没有，凛冽的眼眸更是和平日里的许科如出一辙，显然是有点兴师问罪的意思。唐玉有心想要帮许科一把，但偏偏来的人是许科的母亲，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人家的家事，他也就不好随便插手。倒是姚妍妍一脸无所谓的说道，那就一起去看嘛，正好介绍阿姨你和秦洛认识一下，反正早晚都是要见见的。他说这话倒也没有什么深意，尽管他也知道许科的母亲不同意许科谈恋爱，但在他想来，秦洛和许科现在早就是名副其实的情侣了，而眼下这个社会，父母对小一辈的束缚又比较有限，或许柳眉会因此而生气，但生气又能怎样？只要许科不愿意，他还能不择手段的把他们强拆了？与其躲躲藏藏，还不如大大方方的表露出来呢。姚妍妍的想法算是理所当然的，但她显然是不够了解柳眉，以至于她话刚说完，柳眉那毫无温度的笑容瞬间就退了下去，直接化作一张冷脸。她面无表情的扫过许科的4个舍友，在开口时声音也显得冷硬了许多。你们都是许科的朋友，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的，但是我们家许科的事，可以请你们不要太操心吗？柳眉的声音就像她此时的表情一样，不带有丝毫温度，而那话语中所携带的攻击性更是能清楚地传达到现场所有人的耳中。唐玉眉头一挑，姚妍妍眯起双眼，楚家双胞胎一脸懵逼，只有许科明白是怎么回事，脸色唰的一下就白了，连忙哀求道，妈你别说了，你闭嘴。柳眉毫不留情地将女儿的声音打断，转而夹枪带棒地对唐玉等人说道，不管你们是出于好心还是什么，但我女儿答应过我，大学毕业之前是不会谈恋爱的，而且她也根本不喜欢那个叫秦洛的男人，所以请你们不要再自作主张的做什么撮合他们的事了，可以吗？面对柳眉的呵斥，姚妍妍的小脾气蹭的一下就上来了，她哪忍得了这个啊，当即冷笑着问了一句，我们多管闲事？你这意思是我们帮你闺女追男人？柳眉对她的话丝毫不以为然，只是冷冷地瞥了她一眼，难道不是？别说了，许科痛苦地哀求着，但在场根本没有人再去听她的话。姚妍妍正要再说些什么，唐玉却是上前一步，直接走到柳眉面前，阿姨，我尊敬您是长辈，所以叫您一声阿姨。许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他是个成年人，有自己的思想，也可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您不可能永远把他拴在身边，无论是谈恋爱还是做什么，您可以给他建议，但不能固执己见的去给他施加影响，否则这只会害了他。唐玉目光定定的与柳眉对视着，尽管年龄差了许多，但那凛然的气势却是丝毫不弱，说起话来更是不卑不亢，且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然而柳眉也不是个3言2语就能打发的，她甚至根本没把唐玉的话听进耳朵里，闻言只是淡淡的应了一句，我的女儿我自己会教，不麻烦唐玉同学说教。不可理喻，唐玉强忍着没有把这4个字说出来，毕竟柳眉是许科的母亲，他把许科当成朋友，也不想就这样和柳眉撕破脸皮。而正当他斟酌着还想要再继续开口的时候，许科终于压抑不住翻涌的情绪，低着头大声喊道，你们都别说了。他的声音略显尖锐，其中满是无助和惶恐，乍一出声便让室内陷入了沉寂。唐玉深吸一口气，终于还是没有再说些什么，只是深深地看了许科一眼，然后面无表情地离开了。掠过柳眉时，他甚至都没有打一声招呼，对于平日里端庄大气的他来说，这样的失礼行为极为罕见，由此可见他现在心里有多生气。姚妍妍则是没有唐玉那么多顾虑，路过柳眉的时候，他甚至还面带不屑地冷笑了一声，轻飘飘地留下一句，不可理喻。你说什么？你这小丫头怎么和大人说话的？柳眉竖起眉毛更是姚妍妍，但姚妍妍根本就懒得再搭理他，直接跟着唐玉扬长而去。见状，楚家双胞胎也是赶忙跟上，楚四锦低着头悄咪咪的开溜，一身 JK 打扮的楚流年则是瞥了柳眉一眼，然后笑着说了一句拜拜欧巴桑。他们走后，屋里也就只剩下了柳眉和许科母女俩。柳眉收回目光，有些不满地说了一句，我就知道那个姚妍妍不什么好人，长得妖里妖气的也就算了，说话也这么没礼貌。那个唐玉也是跟我说话一点也不客气，也就那个叫楚流年的还知道跟我打个招呼，就是没听懂他拜拜后面说的什么。说完他又看向许科，见他低着头在那哭个不停，当即喝了一句，
哭什么哭？妈，别说了，我求求你别说了。许克的话语中带着浓浓的哭腔，连呻吟都在跟着身体一起颤抖。这一刻的他脑子已经凌乱不已，填充的尽是惶恐和悔意。见许克这副模样，柳梅也没再说话，而是先把房门关上，然后绕过许克。他目光扫过这个寝室的每个角落，其中一个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书籍，一个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化妆品，一个铺满各类零食，一个是电脑和各类手办，剩下最后一个干干净净，没什么东西，只有那本该白皙一片的墙壁被一张张照片所铺满。看到这一幕，柳梅气上心头，险些就没能控制住自己的表情。她胸口一阵起伏，像是想要说些什么，但最后却只是无力地坐倒在了椅子上，然后有些失神地低下了头。不多时，她的身体也开始微微颤抖，顺带着还传出了阵阵哭声。许克微微一怔，有些茫然地回过头，惊讶地发现母亲居然哭了。从小到大，许克见母亲哭泣的次数相当少。儿时的记忆中，母亲每次提起那个抛弃他们的父亲时，都会怒气冲天，表现出强烈的悔意和恨意，但她却并没有为父亲而哭过，因为她是个坚强的女人。也正因此，她才能在生出许克后，独自一人在这个偌大的城市中将女儿养大，并给予了女儿衣食无忧的生活。许克没有当过母亲的经历，但却很清楚自己的母亲是付出了多大的努力才能将自己抚养长大。因此，当他看到柳梅开始哭泣之后，心里便不由自主地感到愧疚。妈，我知道错了，你别哭了。许克止住自己的哭声，连忙跑过去安慰母亲。相比起母亲生气时的愤怒，他更难以承受母亲伤心时流下的眼泪。柳梅对女儿的安慰充耳不闻，只是坐在椅子上不断抽泣着，豆大的泪滴不断从她的眼角滑落，在她那清丽的脸上留下一道道泪痕，不多时便打湿了她的衣襟。许克见状也是慌得不行，连忙说道：对不起妈妈，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我保证以后会听你的话，我不会谈恋爱，也不会再惹你生气了，你不要再哭了好不好？柳梅这次有了反应，她抽泣2声，稍稍止住哭声，但开口时还是传达着浓浓的伤感和悲戚。20多年前，妈妈遇到了一个这辈子都不该遇到的男人，妈妈曾以为他会是永远的依靠，可事实告诉我，那只是我的幻想。当他抛下怀着你的我的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人是多么的丑恶可恨。我当时甚至一度想要自杀，但又舍不得已经怀在肚子里的你。科科，妈妈知道有时候妈妈对你管得太严，有些过度保护，但我这么做真的都是为了你好。你还小，不知道这个社会有多阴暗，不知道有些人有多么丑恶。妈妈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不想让你再重蹈妈妈的覆辙而已。我的人生已经很失败了，但最起码我最爱的女儿不能再像我一样吃苦受累，哪怕你怨我恨我也没关系。说着说着，柳梅又开始抽泣起来。许克听得心痛难耐，他从未见母亲哭得这么伤心过。有那么一瞬间，许克觉得自己好像是犯下了什么滔天大罪似的，于是他抽着鼻子说道：妈，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知道你做这些都是为了我好，我向你保证，毕业前绝对不谈恋爱，也绝对不会和秦洛在一起，你别哭了好不好？闻言，柳梅抬起头来，露出一张有些哭花的脸，柔弱地问道：你说真的？你没有骗妈妈？没有骗你，我说的是真的。许克连连保证，当务之急只想尽快安抚好母亲的情绪。柳梅深吸一口气，她定定地看了女儿几秒，突然说道：能和我说说你和那个叫秦洛的男生的事吗？许克一时间有些诧异，按理说母亲厌恶所有一切与自己接近的男人，也不该对秦洛感兴趣才对。可既然母亲问了，为了安抚母亲的情绪，许克也就将自己和秦洛之间的事情简短地说了一遍。我之前不认识他的，大概是4个多月之前吧，他突然跑来找我告白，类似的事情我遇到过很多次，所以我也像是以前那样没搭理他。我本来以为他在那之后就不会再来自讨没趣了，结果没想到他居然还在一直追求我，而且还是连续了3个多月。一开始我对他都没什么感觉的，但后来许克回忆着秦洛对自己情谊的付出，想起他曾经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他就感觉心里好像有一股暖流在流动，嘴角也止不住的翘起。这时他悚然一惊，觉得自己的反应似乎不太合适，于是连忙补救道：我对他真的没什么感觉的，只是觉得他对我确实很好，毕竟他为我付出了很多。所以他咬了咬嘴唇，觉得自己越说越糟糕，脑子都有点不太够用了。柳梅静静地看着他，突然叹了口气，说道：他的确要比一般的男人强一些，你会对他的付出有所动容也是正常的，但是科科，你没有喜欢过一个人，所以你不清楚，你对他的感觉根本不是喜欢，更不是爱，而仅仅只是感动。最后2个字，柳梅说的异常用力。许克微微一愣，一时间有些茫然。感动？是的，感动。柳梅点了点头，淡淡道：就像是你在路边看到残疾的流浪汉时会同情，看到冻死的猫狗会可怜，人的情绪总是容易受到一些事物的影响，这一点在女人身上体现的就更加明显，因为女人是感性的。3个多月的时间，她一直都在为你付出，你一开始或许能视而不见，但时间久了就难免受到影响，偶尔你会觉得他真的对你很好，想过要不要答应做他的女朋友算了，但你要明白一点，这时候催生出你这个想法的不是喜欢，而是感动。你感动于他对你的付出，感动于他对你的坚持，可等你真的和他在一起了，而他又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你好了，这时那份感动就会迅速消失，也是直到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你并不是真的喜欢他，而仅仅只是因为感动。你好好问问你自己的心，你对他的感情
真的是喜欢吗？许科静静地听着母亲的话，当听到最后的问题时，他的表情时而疑惑，时而茫然。他那双往日里总是保持着清冷与高傲的双眸，却怎么都看不穿自己的内心。繁杂的情绪在他的心头滋生，他们扰乱着许科的大脑，最终汇聚成一个疑惑的声音：我对秦洛的感情真的是喜欢吗？来自灵魂的质问让许科陷入了冗长的沉默。想起秦洛曾为自己做过的点点滴滴，他心里的确会觉得暖暖的。而想起秦洛那天在教室里说的诀别话语，他就感觉伤心难过。于是他决定要把秦洛追回来，希望他还能像以前一样对自己好。当时的许科在做出追回秦洛这个决定时，他对舍友说过自己是喜欢秦洛的。可现在听了母亲的这些话之后，许科发现自己居然有些不确定了。因为当这段时间两人如甜似蜜的画面浮现在脑海中时，许科突然发现自己贪恋的似乎仅仅只是秦洛对自己的好。所以我对他并不是喜欢，只是感动。我想要和他在一起，并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不甘心。我不甘心他放弃我，我不甘心他离开我，我不甘心一个对我那么好的人不再喜欢我。许科得出了一个个合理的答案，但不知为何他没办法宣之于口，甚至当得出这些声音在脑海中响起的瞬间，他骤然感觉心脏一阵抽痛，像是灵魂与意识在进行抗争，某种微妙的情绪在否决他的想法，让他站在原地久久没能动弹。而这时柳梅突然抬手指向那一墙的照片，说道：清醒一点吧，你对他根本就不是喜欢，那只是一种错觉罢了。听我的话，把这些照片扯下来，然后断绝和他的来往，等过几天之后，你自然就能想明白了。许科表情一僵，眼神显得有些痛苦和迟疑。母亲刚才那痛苦的倾诉以及大脑中纷乱的思绪不断压迫着他，最终他强迫自己摒弃掉对秦洛的情谊，一步步走到了自己的书桌前，用颤抖的手扯下一张照片。在这个过程中，有些照片被不小心扯坏，许科不由露出痛苦的表情，却依然强制性地重复着自己的动作。等他把所有的照片都扯下来，柳梅又再次说道：全撕了。许科身体一僵，他眼睛不由得瞪大了几分，嘴唇张合着，像是想要说些什么，但不断滑动的喉头却是一个字都没法送上去。柳梅静静地看着许科，淡声道：妈妈不是要逼你什么，只是你已经骗过妈妈一次了，妈妈想要的只是你的一个态度，你明白吗？许科咬了咬牙，转而又咬住嘴唇，沉默了几秒后，他将一张照片撕碎，然后是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当撕到最后一张的时候，柳梅冷不丁问了一句：你应该已经清楚了，你对他的感情根本就不是喜欢，对吧？许科动作一顿，应道：我不喜欢他。话音落下的同时，最后一张照片也在许科的手中被撕成两半。柳梅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即将那些碎纸从许科手里夺过，继而走到了窗台前。打开窗户后，他甚至没有去看那些碎纸一眼，随手便将其丢了出去。窗外空气潮湿，小雨淅淅沥沥，在这种影响下，照片没有全部飘散出去，大部分都是散落坠地，也有几张碎片慢慢飘远，不知去往了何处。许科眼神空洞地看着那些碎纸，直到它们渐渐消失，连带着身体里好像也有什么东西跟着远去。对不起秦洛，我不想让妈妈伤心，反正只是几张照片而已，以后我们还可以再照。他在心中如此安慰着自己，但那种抽痛的感觉却怎么都无法平息。男生宿舍404，秦洛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他接起一听，手机里立即传来老爹和老妈响亮的声音：臭小子，你爹来了，你妈也来了。秦洛，有时候和爹妈说话真就挺无助的，可惜警察也不管这块。哪儿呢？秦洛没好气地问道。停车场，速速来接你爹，还有你妈。秦洛当即挂断手机，用力之大，敲的屏幕都发出了啪的一声。不多时，他拎着一把雨伞来到室外，抬眼望去，天空被厚重的阴云遮蔽，不见一点光亮，肆意地散发着阴郁的气息。云层中时不时传出一阵沉闷的声响，但却又迟迟不见闪电和雷鸣，倒是淅淅小雨已经簌簌而落，打湿了人们肉眼所见的一切。许多社会人士行走在校园当中，他们穿着西装礼服，仪态大方，此时正在朝着大礼堂的方向走去。魔都大学作为魔都的名牌大学之一，虽然算不上是最有顶级的那一批，但也是有着相当的底蕴和资历。本次30周年的校庆会面向全社会，因此自然是有不少社会人士前来参观的。他们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出身魔都大学，毕业后从事各行各业，在社会的某个角落中发光发热。当然了，也不能说从这儿毕业的就都是社会精英，其中当然也不乏一些泯然于众的庸才，但他们肯定不会在今天出现在这里就是了。否则万一碰见老同学，聊起天来，人家都是我股票涨了3个点，新买的房子刚装修完，我下个月就结婚了。到了自己这儿就成了刚辞职还没找到工作。魔都的房租真特娘的贵，女朋友是啥？那多尴尬啊！当然了，校庆会虽然是面向全社会举办的，但主要参加人员还是学校里的学生群体。学校在前几天已经放暑假了，很多大1、大2的学生们因为对校庆会不感兴趣而纷纷离开，留下来的大都是要参与到校庆会中的人。大3的学生则是大部分都留了下来，包括大4在校或者在外实习的学生也都纷纷聚集，因为他们即将走出校园，踏上社会，只要是稍微聪明些的都知道这场校庆会暗中隐藏的好处。对他们来说，节目可以不看，但那些前来观礼的社会人士是一定要想办法结交的，哪怕结交不成，也可以聊个天，结个善缘。但凡是想要在毕业后留在魔都，
那这份善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起上作用了。自身的努力和成长自然不可或缺，但在眼下这个时代，很多人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很多时候一个机会往往要比你自身的努力更加重要。秦洛将目光从那些人们的身上收回，撑起一把伞，漫步在清晰的雨幕之中，朝着停车场的方向走去。这边，小洛，熟悉的声音响起，秦洛循声看去，就看到停车场的边缘停着一辆老款奥迪，一个大叔正从驾驶位探出头来和他打招呼，副驾驶位置则是坐着一个笑容柔和的女人，此时也把手伸出窗外对秦洛招手。秦洛慢慢来到车边，对着阔别小半年没见的父母喊了一声爸妈。老秦上下打量着他，嘴里啧啧有声，行啊，你小子一段时间不见又帅了，有我当年的3分风采。副驾驶的母亲对了他一句，臭不要脸，我家小洛可比你年轻时候帅多了。瞎说，我年轻时候绝对比他帅100倍，否则我怎么从你那180个追求者里追到你的？你上次说的好像是170个，你那不叫帅，你那叫骚。我也不知道当初中了什么邪了，居然看上你这个骚包。对得好啊，我的好妈妈。好男不跟女斗。老秦强行给自己挽尊，然后升起车窗熄火，拿着一把雨伞便推门下车。蹭的一声，老秦将雨伞打开，又忙不迭地走到副驾驶位置。秦母这才下车，下车后还赏了老秦一个欣慰的眼神，乐得老秦嘴角子都裂开了。秦洛倒吸一口凉气，只感觉自己撒狗粮的水平比起父母来还是差远了。若不是老一辈都把生孩子当主线任务，他觉得自己估计都不可能出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因为老秦会觉得，臭小子，你分走了你妈对我的爱，就很离谱。这时，老秦和秦母走到秦洛面前，后者上下打量了秦洛一番，笑盈盈的道：“我儿子真帅，等回去后不知道得帅哭多少小姑娘呢。跟妈说说，谈女朋友了没？要是没有的话，回去妈给你说一个，刚好谈个2年左右，你也就毕业了，到时候直接结婚生娃，我帮你带。”秦洛听得一脸哭笑不得，一旁的老秦见状，顿时嘲讽道：“看你这表情就知道还是单身狗一条，不像我，直接大学时候就从你妈那190个追求者里脱颖而出，直接把你妈一举拿下。你牛逼行了吧？”秦洛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催促道：“行了，赶紧去大礼堂吧，校庆会再过一会儿就开始了。沈芳的节目在第一个，去晚了小心没得看。”秦母年轻时候就是沈芳的粉丝，闻言便是眼前一亮，但她毕竟不是10几20岁的小姑娘了，也不至于听到沈芳的名字就直接跑过去。她现在更好奇自家儿子的干感情问题，于是直接接着老秦的话茬说道：“先不急，你先说说你现在谈恋爱了没？”老秦闻言也是朝秦洛投去凝视的目光，似乎老两口对这个话题都很感兴趣。秦洛看得一阵哭笑不得，随即想了想，说道：“的确有个女孩想介绍给你们认识。”此话一出，老两口顿时瞪了瞪眼，一脸新奇地打量起了秦洛。秦洛虽然没有直接承认谈了女朋友，但他却是头一次说要介绍一个女生给父母认识，其表达的意思自然不言而喻。臭小子，你可以啊，说说啥时候开始的？那姑娘叫什么啊？长得漂不漂亮？性格怎么样？他们两眼放光地追着秦洛猛问。相比之下，作为偶像的沈芳就显得特别没排面。秦洛随口道：“一会儿到大礼堂见了你们就知道了。行了，先过去吧。”老两口虽然对儿子的初恋好奇的紧，但一想到等下就能在大礼堂看见了，也就不急于这一时，兴致盎然地跟在秦洛身边朝着学校的大礼堂方向走去。然而他们刚走了没几步，一张碎纸便在清风细雨的裹挟下悠然飘来，刚好粘在了秦洛脸上。秦洛随手将其取下，正要丢开，可当他看到那张碎纸上的画面时，脚步却是猛地一顿。这时他皱眉凝视着碎纸中的画面，微微动荡的眸光中隐约映衬出他自己的笑脸。秦洛是个很少拍照的人，就算拍照也基本是用手机，只有王小娜偷拍过他不少照片，但他们本应都保存在许科手里，而不是化作碎片融入这些风雨里。秦洛表情僵硬地抬起头，细密的雨幕之下，零散的碎纸正在随风飘荡，它们笼罩在秦洛的目光下，有些不知踪迹，有些则坠落在地。秦洛面容呆滞地看着这一幕，他手指不自觉地用力，将手里的那张碎纸紧紧攥起。云层中的雷霆剧烈翻涌，一道明亮的闪电划破阴郁的长空，映照出他那难以置信的侧脸。秦父和秦母一脸狐疑地看着他，不知道他突然间是怎么了。轰！一声闷雷炸响在天空，似乎让整片天地都为之一震。秦洛像是被惊到了，他身体猛地颤抖了一下，一阵狂风席卷而来，携带着潮湿的空气和点点水渍，一股脑撞在了他的身上。这一瞬间，明明有着远超常人的身体素质的他，居然一下子没能拿稳手中的伞。哗！暴雨倾盆下，毫不留情地砸落在秦洛的身上，一眨眼便将他淋了个透心凉。怎么了？小洛，你没事吧？老两口吓了一跳，连忙撑着伞走上前去。他们没有在意自己会不会被淋湿，而是先一步将秦洛的身体挡在了伞面之下。炸响的闷雷，狂风的冲撞，雨水的拍打，以及父母的关切的声音，他们连携在一起，唤醒了秦洛猛然的意识。还是弄丢了？他嘴角一扯，突然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那笑容不似往日那般自然温和，唯一显露出来的便是与他那黯然眼神相称的自嘲。接着他手上一动，不知从哪儿取出了一个胶带。短暂的沉默后，他又将这东西收了回去，
然后右手一甩，将手中的碎纸丢了出去。那碎纸几乎没有重量，但却在被抛飞的一瞬间便被风雨摁倒在地。它像是一具尸体，眨眼间便被泥水浸染得污秽不堪。秦洛没有再去看那些碎纸一眼，甚至没有去理会自己的父母，拿起掉落在一旁的雨伞便离开了。狂风携带着暴雨在他的身边张牙舞爪，他像是被什么无形的东西压弯了脊梁，身体略微佝偻，脚步略显踉跄，就连那把伞也微微倾倒，以至于雨水不断打湿着他的一侧肩膀。可他却好像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只是一步一步头也不回地走向大礼堂的方向。秦洛的父母没有立即跟上去，他们注视着儿子的背影，直到那背影彻底消失不见，他们才将那刚才被秦洛丢弃的碎纸捡起。当看到照片里的秦洛以及另一个从未见过的漂亮女孩后，他们先是一愣，随即对视了一眼。这一刻，他们都能清楚地看到对方眼中的疑惑与疼惜。这个女孩是不是就是小洛说要介绍给我们认识的那个女孩？她是不是小洛的女朋友？之前可能是，但按现在的情况来看，她应该是前女友了。你的意思是，这照片是被那个女孩撕了之后丢出来的？为什么啊？管他呢，走吧，去大礼堂。我估计臭小子现在很想喝一杯。短暂的交谈后，两人共撑一把伞，循着秦洛的身影渐渐远去。下午1点，大礼堂内人流涌动，觥筹交错，由学生们扮演的侍应生穿插在人群之中，为他们呈上各种需要的东西。前来观礼的社会人士言笑晏晏，他们西装革履，礼服加身，举手投足间尽显端庄气质。若是碰到互相认识的，他们会礼貌握手或者亲热地拥抱一番，然后聊些生活和生意上的事情。哪怕是不认识的，也能在相视一笑后展开自然的交谈。不多时，话题便又走向了工作方面，接着彼此留下联系方式，结下善缘。这正是许多前来观礼的学生们所向往的。他们三两成群地聚在一起，交头接耳的同时，又在不断朝着那些社会人士投去艳羡的目光。有的想要过去搭话，试图在那些看似大老板的人面前混个眼熟，但却又犹豫着不敢上前，直到那人脉从眼前溜走，才在松口气的同时又深感遗憾。也有颇有行动力的，主动上前与那些社会人士攀谈，很快就从自我介绍到谈笑风生。当然，也有个别人孑然一身的躲在角落，他们喝着小酒，目光怀念地打量着大礼堂的角角落落，像是在追忆自己的当年。一场校庆会尽显俗世繁华，不同人的不同表现也往往也能显出人生百态。这时，一个穿着正装的年轻公子哥走向了几个少女，他端着一杯酒，嘴角噙着一抹很有亲和力的笑容，开口说道：“几位美女，可以有幸请你们喝杯酒吗？”楚留年正在拿着手机打游戏，像是什么都没听到一样，看都没看那男人一眼，一边摁着手机，还一边祈祷似的喃喃自语：“卡夫卡妈妈，快投入我的怀抱吧。”楚四锦抬头看了男人一眼，但没说话，只是默默往嘴里塞了一口薯片。这搞得那男人有点尴尬，却也不怎么在意，而是将目光落在另外2位少女身上。因为相比起前2个看上去有些特别的女儿来说，这后2个显然更加极品。一个妆容精致，穿着时尚靓丽，另一个端庄大方，气质不俗，无论是哪一个都让着男人倾慕不已。只可惜他来的时机有点不对。姚妍妍因为柳眉的原因，本来就在气头上，见状直接就一眼瞪了过去。滚蛋，没看见姑奶奶烦着呢吗？男人嘴角一抽，表情顿时变得尴尬起来。唐玉倒是礼貌许多，但话语中也透着一丝疏离和排斥。不好意思，我的朋友心情有点不好，暂时不想和人聊天。这下子男人脸上那尴尬的表情也挂不住了。他要是听不出唐玉话里的内涵，那还真是白长了这么一副好皮囊了。当即讪笑一声，转身离去。他显然是有着一定涵养的人，干不出当场翻脸的事，因为那只会徒增尴尬。至于这几个少女，极品是极品，但显然都是不好相与的。与其在他们这里碰钉子，他不如去寻找其他目标。毕竟这可是大学，而大学里面从来不缺美女。烦人！姚妍妍忍不住抱怨了一句，接着又继续说道：“怪不得早先认识许克的时候，他就总是那副鼻孔朝天的样子，合着都是他妈教出来的。之前没见过几次，今天还真是长见识了。”姚妍妍满脸冷笑，语气充满嘲讽，显然是刚才被柳梅气得不轻。唐玉叹了口气，悠悠道：“许克说过，他出生之前，他父亲就离开了，是他母亲把他一手带大的。在我想来，他在他母亲的心里应该是比生命还要重要，所以他母亲的行为我倒也不是不能理解。”他像是在给自己一个不让自己生闷气的理由，但说完之后还是忍不住补充了一句：“只是这种母爱实在是有点过犹不及了，甚至可以说有些畸形了。再这样下去，他们母女俩迟早要出问题。”姚妍妍对此不予理会，只是愤愤不平地说道：“我管他们去死！我现在就想问问许克，他妈说的那些让我们别再自作主张的撮合他和秦洛是什么意思？明明就是许克想要倒追秦洛，现在还让我们帮他演节目，怎么到了他妈那儿就变成我们死皮赖脸的撮合他们了？哦，合着我们费力半天，最后还变得里外不是人了呗？”他说话的时候完全没了平日里那股妩媚从容，话语中充斥着怒气，显然是被柳梅气得不轻。唐玉闻言也是皱了皱眉，沉吟道：“他妈妈说的这话的确有点问题，我猜要么是他是自己脑补出了错误的猜测，要么就是许克给咱们甩锅。”姚妍妍有些咬牙切齿：“不用猜，肯定是他和秦洛的事被他妈妈发现了，然后他妈妈就找他对峙，他为了把自己摘出去，
所以就把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简直就是个白眼狼。他话音刚落，一旁的楚流年便突然发出惊喜的欢呼声：出货啦，出货啦！卡夫卡妈妈，我爱你！他声音有点大，以至于引来了周围不少人的注视，但大家都没怎么在意，只是对着这位活泼可爱的少女露出善意的笑容。姚妍妍被他喊得有些心烦，闻言便没好气地说道：流年，刚才许克他妈那么说咱们，你就一点不生气的啊？哦，我当然生气啊！那你现在还玩游戏玩得这么起劲？没办法呀，今天卡夫卡妈妈上线嘛，而且我临走前也对她了呀，你没听到吗？你对她了？怎么对的？我喊了她一声欧巴桑。姚妍妍下意识地问道：日语吗？什么意思啊？楚流年想了想，一边掰着手指头一边说道：大婶、大妈、老太婆，差不多就这些意思吧。姚妍妍听得一愣一愣的，最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一边拍着楚流年的肩膀，一边夸赞道：不愧是你。说完，他又看向楚四锦，问：你呢，小锦？看你吃的这么香，心里就没什么想法吗？还好吧，我没多大感觉，就是有点不开心。楚四锦有些郁闷地说着，然后又往嘴里塞了一把薯片，仿佛这样一来就能让他的心情重新愉悦起来。姚妍妍耸了耸肩，转而对唐玉说道：你觉得呢？是许克给咱们甩锅，还是他妈脑子抽筋？唐玉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因为他和姚妍妍一样的，都更倾向于是许克把责任甩给了他们。虽然不知道他和他妈妈具体说了些什么，但仅从刚才柳梅的态度以及许克的反应来看，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不过相比起姚妍妍，唐玉要更加冷静一些，他不至于被气得失去仪态，也知道眼下最重要的是情是什么。于是他说道：这种事等下许克来了之后就知道了，他如果在意我们，之后就会主动跟我们解释，现在最重要的。姚妍妍冷笑着打断：那如果他没解释呢？唐玉顿了顿，应该不会，现在最重要的是秦洛，等下许克和他妈妈来了大礼堂之后，肯定会碰到秦洛的，不知道到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只希望他妈妈能体面一点，不要闹得太难看才好。姚妍妍的笑容显出几分不屑和嘲讽，难说，就那泼妇性格，真生气起来肯定是不管不顾的。许克又是个怂货，一看见他妈就吓得跟个鹌鹑似的，自己的事情都不敢说明白，还把锅往我们身上甩，我最看不起这样的人。说到最后，姚妍妍竟然显得有些咬牙切齿。许克对她的反应有些意外，因为在他想来，姚妍妍平日里虽然爱和许克拌嘴，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装的生气，实际上她也是个大心脏的，对很多事情的态度都显得不甚在意。而这一次却不同，许克母亲的表现不知道是踩到了姚妍妍的哪颗地雷，竟让她生气成这样。唐玉皱了皱眉，正在说些什么，楚四锦就突然伸出沾有薯片子的手指，指着一个方向说道：秦洛来了。其余三人顺势看去，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朝这边慢慢走来的秦洛。他会出现在这里实属正常，但让人意外的是，秦洛现在的样子显得有些狼狈，头发湿漉漉的，身上的西装也沾染了大片的水渍，像是刚刚淋了一场雨。不过他本人似乎对这些并无所谓，一边走过来还一边朝他们摆了摆手，脸上的笑容显得轻柔且温和。看到这一幕，几名少女的表情皆是露出了疑惑的表情。姚妍妍第一个开口问他：你这怎么搞的？秦洛随口应道：风太大，伞都被吹跑了，不小心就被淋了一下。真是的，西装都被淋湿了，别忘了你还有表演呢。唐玉有些埋怨似的说了一句，然后拦住一个路过的侍应生，礼貌地说道：不好意思，可以麻烦你帮我拿一条毛巾吗？那侍应生是个大四的学生，这次过来也是为了能够结交一些人脉，眼见唐玉招呼自己，他连忙说道：好的，唐主席，我这就去。仅从他的态度和言语来看，就看得出他是认识唐玉的，且对于唐玉这样有官职在身的人颇为恭敬。不多时，侍应生取来了一条毛巾，唐玉道了声谢，接过后很自然地将其递给秦洛，给擦擦吧。秦洛看了他一眼，笑着问他：你不帮我？听到秦洛这话，姚妍妍当时就愣了，眼睛不由得瞪大了几分。唐玉也是眉头一挑，看向秦洛的眼神中透出一抹诧异。要知道，自打前段时间和许克和好以来，秦洛就开始刻意和许克之外的女孩保持距离，尽管偶尔遇到唐玉等人的时候也会开一些玩笑，但那些玩笑无伤大雅，不像是他这次说的话，明显带有一定的暧昧，这着实让唐玉有点意外，甚至让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秦洛和许科和好前的那副样子。他略显疑惑地看着秦洛，两人目光交织，这一刻，唐玉似乎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虽然依旧深邃，似乎有些暗淡无光，硬要形容的话，就像是动漫人物的眼中失去了高光，所以哪怕脸上带着笑容，给人看上去的感觉也有些怪异。一时间，唐玉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但他并没有说些什么，只是渐渐舒展眉头，带着温柔的笑容，轻轻地帮擦拭着秦洛脖子和衣服上的水渍，轻柔的动作像是在服侍心爱的丈夫。姚妍妍看着这一幕，表情显得愈发怪异起来，就连楚四锦和楚流年也停下了进食和游戏。秦洛似乎并未察觉到他们的怪异的目光，他没有对唐玉的行为并未表现出多大反应，只是安静地站在原地，任由唐玉拿着毛巾擦拭自己的身体，甚至他还很自然地夸了姚妍妍一句：今天挺漂亮吗？有没有人来跟你搭讪？姚妍妍眯了眯眼，突然嘴角一勾，扯起一抹妩媚的笑容：怎么，你要跟我搭讪吗？秦洛眨了眨眼，反问道：可以吗？
类似的对话，两人在刚刚有所交集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说上几句。这段时间，秦洛开始和许科之外女生保持距离，姚妍妍对此的感觉是异常清晰。有几次彩排的时候，她还偷偷调戏秦洛，但秦洛却只是笑而不语，不再像是以前那样和她斗智斗勇。从那时，姚妍妍就知道秦洛的心真的整颗记在了许科身上。可现在他却又突然一反常态，变成了之前那副模样，这又是为什么呢？姚妍妍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秦洛，那妩媚多情的眸子中闪烁着流光溢彩，不知在想些什么。秦洛也不在意，转而看向楚四锦，目光扫了一眼他手里的薯片后问道：“这里这么多好吃的，你就吃这个？”唐四锦闻言，下意识地看向了四周，眼神中流露出几分渴望和畏惧。今天的校庆会举办形式很像是那种高端聚会的样式，因此现场没有那种一排排的座椅，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长桌，上面摆着各类甜点美食和酒水饮料，以自助餐的形式呈现给在场的人们。如秦洛所说，今天这里有很多好吃的，按理说楚四锦应该会毫不留情的大快朵颐一顿才对，可他偏偏就是没有去吃那些东西，反而只是一口口的吃着自己带的零食。楚四锦收回目光，开口应道：“不用了，我吃零食就好。”他说完后想了想，又把薯片袋子递向秦洛，问道：“你吃吗？”秦洛看了看正在给自己擦拭衣袖的唐玉，无奈道：“手动不了，你喂我一口。”说完，他稍稍俯下身子，对着楚四锦张开嘴巴，发出啊的长音。楚四锦一下子就想到了当初自己在医务室里被秦洛投食的画面，于是就踮起脚尖，很自然地把一块薯片送进了秦洛嘴里。唐玉和姚妍妍看到这一幕，表情变得更加怪异了。楚流年则是朝秦洛投去一个鄙视的眼神：“你现在的样子就好像一个变态大叔。”秦洛看了他一眼，调笑道：“那你要不要跟大叔去看金鱼啊？”楚流年一脸嫌弃：“变态，金鱼什么的，你还是带楚四锦去看吧。”楚四锦眨了眨眼，咬着指尖，有些期待地问道：“金鱼也能吃吗？好吃吗？”他这话说的，其余几人都是有些忍俊不禁。姚妍妍把手放在他头上，一脸无奈地嘱咐道：“小锦，以后要是真遇到有男人说要带你去看金鱼，你直接报警就是了。”“为什么？虽然我没吃过金鱼，但金鱼也是鱼啊，难道不能吃吗？”楚四锦一脸天真地问道。这话问的姚妍妍有点麻爪，想了好久才勉强解释了一句：“因为金鱼有毒。”此话一出，楚四锦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苍白，他大大的眼睛中布满惊恐，甚至连说话都有些打哆嗦了。我知道了。一旁的楚流年皱了皱眉，开口说道：“金鱼没毒，但是很难吃，比许科做的饭都难吃。”他虽然没吃过许科做的饭，但那天一听说连楚四锦都对许科做的饭视若猛虎，心里就已经将其打成世界上最难吃的食物之一了。楚四锦闻言，脸色稍稍有所好转，心有余悸的用手拍了拍自己发育比妹妹好得多的胸脯。姚妍妍则是有些意外，她也没想到自己这句话的威力有这么大，本想安抚一句，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一脸慈爱的摸了摸楚四锦的脑袋瓜，以表安慰。好了，唐玉收起毛巾后退2步，打量了秦洛一番，说道：“刚好我们的节目是在最后，擦干净后再自然的晾一会儿，到时候应该就没问题了。”秦洛抓了抓已经干了不少的头发，乐呵呵的说道：“谢谢小姐姐。”不，唐玉刚要说声不客气，但不自刚出口，剩下的2个字就被生生咽了回去，看向秦洛的眼神也透出了几分幽怨和不满。显然，秦洛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小姐姐让他有些不适，也让他恍然间想起了自己和秦洛第一次有所交集的那一天。那时秦洛也是叫了他好几声小姐姐，但后来唐玉就没再听他那么叫过了，于是也就忘了这回事。直到现在，渐渐逝去的记忆突然开始攻击他，搞得这位端庄大气的小姐姐心头莫名羞耻，心里更是在不断大骂秦洛臭弟弟。啧，小姐姐。姚妍妍嘴里啧有声，用调笑暧昧的目光来回扫视着秦洛和唐玉。楚四锦也忍不住说了一句：“唐玉比我们都大，确实是小姐姐。”楚流年更是眨巴着大眼睛，萌萌地叫了一声：“欧奈酱死！”唐玉忍不住抽了一口凉气，只感觉内心的羞耻心正在迅速膨胀。他正要说些什么，可当再次触及到秦洛那暗淡无神的目光后，内心羞耻感便又突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阴郁。他沉默了2秒，突然问道：“秦洛，你见过许科的妈妈了吗？”“他妈妈？”秦洛眨了眨眼，没有表现出意外，还很自然地应了一句：“没啊，他妈妈也来了。”姚妍妍冷笑一声：“不止，刚才在宿舍里还训了我们一顿呢，知道的以为是许科他妈，不知道的以为是老佛爷诈尸了呢。”“好了，妍妍，毕竟是许科的母亲，你稍微收敛一点。”唐玉轻飘飘地说了一句，姚妍妍倒也没对回去，撇撇嘴就没再说话。秦洛笑了笑：“那待会儿得认识一下，能把许科生得那么漂亮，他妈妈应该也很漂亮吧？”听到这话，唐玉的表情又重新变得疑惑起来，因为在他看来，秦洛现在无论是表情还是言语都显得非常正常，和平日里那个温和随意的他并没有什么区别。可偏偏他的眼神暗淡无光，刚才的行为也有些奇怪，整个人透出一种莫名的诡异，就仿佛像在演戏一样。是他真的不对劲，还是说我受到了许科母亲的影响，所以想太多了？唐玉一时间有些看不分明，但最后还是提醒了一句：“许科的母亲很反对许科谈恋爱，如果他看到你
说不定会说些不好听的话，所以可以的话，最好还是别见了。是吗？那行吧。秦洛点了点头，似乎对这件事情并不是特别在意。唐玉觉得现在的他看上去愈发不正常，正要再说些什么，却看到秦洛突然朝一个方向招了招手。唐玉顺势看去，就看到一对约莫40多岁的中年男女，颜值都相当高，即使眉眼间已经有了些许岁月的痕迹，但也不难看出年轻时的他们是一对俊男靓女。秦洛在一旁说道：“刚好我爸妈也来了，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一听这话，唐玉下意识地收敛情绪，脸上露出一个自然且亲和的微笑。姚妍妍也不再像是刚才那样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而是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安安静静地站直了身子。楚四锦和楚留年也放下了手里的零食和手机，给予了秦洛的父母应有的尊重。不多时，秦洛的父母一起走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目光不断地在几名少女的身上打量着，眼睛里透出满意和欣赏。他们走到秦洛身边，很自然地和几名少女打了声招呼：“你们好，我们是秦洛的爸妈，你们都是我儿子的朋友吧？小姑娘们长得可真好看，又漂亮又有气质，也不知道小洛是怎么交到你们这么优秀的朋友的。”他们一句自我介绍，一句吹捧赞美，轻而易举的便在几名少女心目中树立起了温柔和蔼的形象。一时间，他们不由想起许可母亲的模样，都是忍不住在心里叹了口气。几个小姑娘有礼貌的陆续对两位长辈做了自我介绍，除了楚家双胞胎之外，大家都是情商比较高的人，聊起天来自然不会有太多隔阂，没多久就开始谈笑风生。对了，我听小洛说你们学校把沈芳请来了，她待会儿还要唱歌呢，是不是真的呀？秦母有些期待的问道，她年轻时候就是沈芳的粉丝，很期待待会儿能看到沈芳的演出。唐玉点了点头，是的，而且她的节目在开场第一个。秦母顿时放心了，又兴致勃勃地问道：“那我能不能找他去要个签名啊？”说完之后，他笑容又有所收敛，表情显得有些遗憾。应该是不能，毕竟他那么大明星，身边肯定有保镖守着。秦父听后立即站了出来：“有保镖怎么了？待会儿直接去找他，谁敢拦着我上去就是一脚。”秦父这耍宝式的发言让周围几个女孩都是有些忍俊不禁，同时唐玉还有些好奇地看了秦洛一眼。毕竟沈芳这次之所以能来，还是多亏了秦洛，而他的父母却好像并不知道这点。唐玉不知道秦洛是有意不说还是怎么的，反正他没有多这个嘴，只是笑着说了一句：“放心吧，阿姨，您要是找沈芳老师要签名，他肯定会很高兴的。”秦母闻言顿时有些惊讶，为什么？唐玉刚要说话，一旁的姚妍妍就突然说道：“您要是觉得不好意思，那我去帮您要吧。”真的？秦母表现得有些惊喜，一边说着，还一边从包里拿出来一张专辑，递给姚妍妍后说道：“这是沈芳的专辑，现在官网上都没卖得了。我之前听小洛说，沈芳这次要来你们学校唱歌，特意在来的路上找了个二手市场淘来的。你等下让他在这上面签字就行。”姚妍妍一手接过专辑，笑盈盈地说道：“没问题，放心吧，阿姨，保证帮你把签名要来。”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妍妍。她的乖巧和热情似乎让秦母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好感，一时间看向她的眼神愈发满意起来。而姚妍妍则是直接顺着杆子往上爬，抬手就把手机掏出来了：“咱们加个微信吧，阿姨，这里人太多，我怕等下拿到签名后找不到你。”没问题。秦母毫不含糊，拿出手就和姚妍妍互相加了好友。见着姚妍妍这一系列的骚操作，唐玉的表情显出几分狐疑，秦洛则是没什么反应，始终都是一副自然的笑脸。又是一番交流之后，秦父和秦母得知几个女孩等下都要和秦洛一起表演节目，兴致顿时变得更高涨了。秦母好奇地问了一句：“什么节目啊？”姚妍妍正要说话，秦洛便突然说道：“您到时候自己看看就知道了。”秦母也没追问，轻声道：“那我到时候可得好好看看。说起来，我年轻时候也可喜欢表演节目了，唱歌跳舞演话剧什么的，上大学那会儿还想着当明星呢，可惜被秦洛他爸把我的星途给毁了，刚毕业就带着我领证结婚，没多久就怀上小洛了，哎，都怪他。”说完，秦母还叹了口气，朝秦父投去了一个幽怨的小眼神，秦父则回以无辜的表情，然后和几人打了声招呼便开溜了。他们走到一张放有甜品的长桌旁，秦父拿着小夹子取了2块蛋糕，先是给秦母喂了一口，接着才把另一块塞进自己嘴里。秦母一边咀嚼着嘴里的食物，一边打量不远处的4名少女，等咽下去后才说道：“我看小洛现在情绪挺稳定的，你说会不会是咱们想多了？”秦父回忆了一下刚才秦洛在女生宿舍楼前的表现，摇摇头道：“肯定是有什么事，不过这小子藏得比较好罢了，等会儿我找机会问问他。”秦母点了点头，说道：“不知道那个和小洛合影的姑娘怎么样？不过刚才那几个小姑娘倒是都很不错，唐玉端庄大气又有气质，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小景很可爱，流年也挺活泼的，妍妍也是又热情又开朗，都是好姑娘。”秦父一边吃着蛋糕一边说道：“又不是你儿媳妇，你看得这么仔细干嘛？现在不是，不代表以后不是啊。你看他们一个个的明明那么漂亮，但身边的男生却只有小洛一个，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也对，而且臭小子现在是不是单身还不好说呢，要是能从这几个小姑娘里给咱们找个女朋友出来也不错，就怕你儿子是个渣男啊。你看他和每个姑娘都有说有笑的，跟你当初一个臭德行。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啊，
我当初可是对你一心一意，从你180个追求者里杀出来的，你怎么能质疑我的人品呢？你在停车场的时候就说的是180个啊？是吗？那就是190个。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聊着天，另一边的秦洛也没有继续和唐玉等人待下去，随口打了声招呼后便走到了一边，拿着一瓶香槟自斟自饮。楚四锦和楚流年没有在意，一个继续吃薯片，一个继续打游戏。唐玉则是定定的看了秦洛许久，然后有些不确定的问姚妍妍：“你有没有觉得秦洛刚才的表现有点奇怪？”姚妍妍随口道：“你指的是他调戏我们这件事？”唐玉觉得调戏这个词用的有点粗俗，但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到能替代的词了。他正要说些什么，眼角的余光却突然瞥到两抹熟悉的身影，于是下意识地朝大礼堂的入口看去。当许科和柳梅走进大礼堂的第一时间，便已经有许许多多的目光汇聚在了他们身上。许科今天穿了一件蓝色的连衣裙，裙身带有波浪式的涟漪，从腰身往下呈现出渐变色彩，微端纯白，搭配她那清丽绝美的容颜，使她整个看上去就宛如一条如梦似幻的美人鱼一般，美到让人惊艳。相比之下，柳梅的年纪就要大了许多，但她却把自己保养得很好，40岁左右的年纪，看上去就像是30岁上下。一身白色包臀裙包裹着她窈窕的身段，精致的妆容令她的颜值更上一层，表情清冷却又难掩魅力。他们俩往那儿一站，哪怕是什么都不做，都仿佛天生带有某种光环一般，很轻易的便引走了他人的注意力。那宛若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高冷模样，更是让他们的魅力倍增。无论中年还是少年，在看到他们的那一刻后，皆是不由自主的吞咽口水。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对母女花，恍惚间竟觉得那像是一对开在天山池塘中的并蒂雪莲，娇美冷艳，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好漂亮的女人，她们都是学生吗？魔大的女生质量现在都这么高了？哈哈，学长你都毕业好多年了，不知道也正常。年轻那个叫许科，是学校的校花呢。另一个我前几年刚入学的时候见过，好像是许科的妈妈。说实话，不知道的话真的很难相信，她看上去太年轻了。嗨嗨，学弟啊，刚才你跟我说的毕业后工作的事，我突然有点想法了，这样如何？你想办法帮我和那位许科同学搭个线，工作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不是我不愿意啊，学长，实在是我没那个能耐。且不说人家许科会不会看我一眼，就算我能和他说上话，那也没戏啊，人家现在都有主了。窸窣的议论声不断响起，社会人士惊艳于那对母女的绝世风华，忍不住的想要一探究竟，而了解情况的学生们则是充当起了现场解说。柳梅和许科忽视着周围的一切视线和声音，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在经历类似的情况，如今早已习惯。那冰冷的眼神和表情便是他们拒绝苍蝇最好的利器，也正是因为感受到了他们那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气质，很多人纵然心动，却也一直没敢主动上前攀谈。许科冷淡的目光扫过偌大的会场，最后停留在一个角落的圆桌旁。秦洛端坐于桌边，手里捏着一杯香槟，此时正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两人目光交织的一瞬间，许科的眼神一下子变得有些复杂起来。按照本来的情况，他现在本该是开心期待的，他想着能和秦洛一起在舞台上表演，两人琴瑟和鸣，共同抒发少年少女那最纯粹的心意。可柳梅的到来却是打破了许科心中所有的喜悦和期待。想起刚才在宿舍里母亲和自己说过的话，许科便感觉有些呼吸滞塞。母亲的话给他造成了太大的影响，让他一度有些迷茫，开始不确定自己到底是真的喜欢秦洛，还是只是因为对他的付出而感动所出现的情感错觉。他想不分明，甚至没有去多想，因为他知道无论自己的情感是怎么样的，有母亲的阻拦在前，他和秦洛都不可能光明正大的走在一起。所以许科想着暂时就先这样吧，一切就静待大学毕业后再说。反正秦洛对自己的喜欢是货真价实的，而自己也可以在这段时间里慢慢确认自己的心意。许氏感觉到了女儿此时复杂的情绪，柳梅循着她的目光看去，就注意到了坐在远处的那个少年。她突然问道：“那个就是秦洛吧？”她的声音打断了许科纷乱的思绪。许科抿了抿唇，用尽量平静的语气应道：“那走吧，带我去认识一下。”柳梅一边说着，一边迈步走去。许科惊了一下，连忙跟上母亲的步伐。他像是想要说些什么，却又因为诸多顾虑而没有开口。柳梅瞥了他一眼，淡淡道：“放心，我还不至于去为难他什么，我只是想让他心里有点数而已，这样对你对他都好，省得以后搞得大家都不痛快。”许科一阵欲言又止，最后点了点头，终究没说什么。关系不多时，母女二人来到了秦洛的桌边。在这个过程中，柳梅一直在细细地打量着秦洛，而秦洛也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一步步走来，没有太多的反应，始终保持着淡然的笑脸。他一身西装，头发略显凌乱，即使是坐姿，但也依然能看得出那身材是多么的修长且匀称，一张俊脸更是标致到令人挑不出丝毫瑕疵。尽管身上没有什么华丽的装饰，但在柳梅看来，他也依然有着不逊于自家女儿的魅力。怪不得能把科科迷成那样，长得确实不错。可惜你挑错对象了，你就是秦洛吧？柳梅站到秦洛面前，她双手抱胸，身姿站得笔直，以一种睥睨的姿态盯着秦洛，淡声道：“我是许科的母亲。”秦洛没有对她的身份表现出惊讶之类的情绪，只是很礼貌地笑着应了一句：“阿姨好，初次见面，很高兴认识你。”她这样淡定的反应和从容的应对方式，
让柳梅稍稍有些不满，因为在她想来，秦洛看到自己后应该要表现的害怕和畏惧才对，而不是这样一脸从容的面对着自己，这让她有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还没开始出招，气势就先莫名降了一半。柳梅沉吟了2秒，说道：“我听说你和我女儿的关系很好，可以请你告诉我，你们是什么关系吗？”关系啊？秦洛若有所思地想了想，然后看向许科，问他：“你说呢？”啊？许科愣了一下，他刚才也在一直观察的反应，见他对自己母亲的突然到来表现得这么淡定，心里纵然疑惑，但也觉得正常。因为秦洛平日里就总是一副姿态，说难听点是咸鱼，说好听点就是自然随和，处事不惊。许科对此倒也习惯，而听到秦洛将问题抛给自己之后，他几乎没怎么考虑，便直接说道：“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话音落得下同时，不知是不是错觉，许科看到秦洛眼神中有什么东西一闪而逝。然而不等他多想，秦洛便开口附和道：“对，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许科眉头一皱，不知为何，明明是同样的话，但从秦洛嘴里说出来，居然让他心里莫名的感觉有些不舒服。你们最好是……柳眉盯着秦洛，冷冷的道：“我听我女儿说起过你的事，你或许是很喜欢她，也比别的男生要优秀一些，但这并不能说明你就能配得上她。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还年轻，还很单纯，很容易被人欺骗。我不管你到底有什么想法，但你现在最好都把那些想法收敛起来。许科大学毕业之前是不会谈恋爱的，所以还请你收起那些多余的心思，别让我这个当母亲的难做，可以吗？”说到最后，柳眉虽然是问句，但话语中却透出不容置疑的意味。她希望用自己的强势来给予秦洛精神方面的压力，从而让女儿不再继续摇摆不定，也让秦洛可以知难而退。可让她失望的是，秦洛依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畏惧、胆怯以及难过之类的负面情绪，他始终保持着那张淡然的笑脸，仿佛无论听到什么话都无法动摇他的内心，淡然的仿佛像个人偶一般，就连开口说话也一样。您放心，我不会让您难做的。秦洛如此说道，那听上去很是轻松自然的应答，但却又让柳眉有种莫名诡异的感觉，就连一旁的许科都表现得有些疑惑。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问题，但却又说不分明，只是单纯觉得秦洛现在的表现有点不对劲，像是在演绎着一出戏。可偏偏他表现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不仅没有产生丝毫的过激情绪，一言一语也显得彬彬有礼，温和大方。不知为何，许科心里突然感觉有点失望，尽管这就是他最期待的秦洛能对母亲表现出的姿态，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不回家在两人中间左右为难。柳眉眯起双眼，静静地看着秦洛，他这全程一副淡然的姿态让柳眉略感不适，甚至有点不想再去直视秦洛的眼睛。于是他收回目光，放松似的将环抱于胸口，垂落在小腹前，淡声道：“当然了，我也不是有多么讨厌你，之所以和你说这么多，也是希望你能看清楚你和我女儿之间的差距。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他声音没了刚才的那般冰冷，但却又透出了一丝打压和蔑视，话里话外都透出一种你配不上我女儿的意味。许科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他只是在皱眉观察着秦洛，似乎是在试图找出他身上那股不协调的感觉是从那儿冒出来的。当然明白。秦洛很简单的应了4个字，表情淡然，嘴角带笑，依然没有表现出任何柳眉期望看到的反应。这让柳眉有些无奈，她叹了口气，愈发的觉得自己将秦洛视为威胁是个有点搞笑的事情，甚至觉得自己之前对女儿发那么大火都有点夸张了。就这样一个寡淡平庸的男人，说是喜欢许科，却又连一点困难都不敢面对，哪怕没有自己出面，许科也早晚会对他失望吧。柳眉摇了摇头，突然失去了再和秦洛说下去的兴致，想要叫着女儿离开了。不远处，唐玉和姚妍妍的目光始终定格在秦洛和许科母女身上，由于距离稍远，加上周围还有其他人的说话声，他们始终听不到那几人在说些什么。他们只能看到柳眉全程都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而秦洛则是时不时的应一声，情绪看上去相当稳定，脸上那淡然的笑容从未褪去。他看上去表现得很正常，可他越是这样，反而越是让唐玉和姚妍妍心里犯嘀咕。两人对视一眼，似乎都看出了对方和自己有着同样的想法。姚妍妍忍不住道：“看他那模样，也知道他没说什么好话。秦洛的性子倒的确不是那种会随便和人起争执的，但一直表现得这么淡定，也不正常吧？”唐玉淡淡道：“确实不正常，但现在说这些没用，我在想要不要过去掺和一下，免得出现什么问题。能出什么问题？还能打起来不成？打起来肯定不至于，但我总有种不好的预感。”两人对话间，那边的柳眉似乎有要带着许科离开的迹象，这让他们稍稍松了口气，并开始犹豫现在要不要过去找秦洛聊聊天。而就在这时，礼堂内的气氛却突然澎湃起来，人们像是因为某件事情而开始激动，以至于议论声都变得越来越大，隐约间似乎都在提起沈芳这个名字。沈芳老师，请问您近期已经宣布复出的事情是真的吗？沈芳老师，前段时间有看到您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这次来魔都大学的校庆会也是因为自己复出后想要重新聚集人气吗？沈芳老师，您之前唱过一首叫《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歌，收获了很大的好评，记得您在节目上说那是你在名叫秦洛的大学生那儿得来的，请问能详细说说吗？沈芳老师，请问当身穿礼服的沈芳出现在大礼堂的一瞬间，
那些早已潜藏在人群中的记者们便像是嗅到血腥味的鲨鱼一般冲了出去，一个个拿着长枪短炮，兴奋地抢夺着第一手新闻。像是他们这样的媒体工作者，对于一些自身带有话题性的人物都是趋之若鹜的。沈芳是旧时代的顶级歌手，退隐后就没了多少人继续关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没人气了，而他的那些粉丝们也还好好活着。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个情况，当前阵子沈芳借一档综艺节目宣布复出之后，那档平日里不温不火的综艺节目收视率直接爆表，话题度更是火爆，直接登上了当日的网络热搜。沈芳由此成功复出，引起了各方关注，他的粉丝们也开始活跃起来，纷纷期待起他的后续动向。媒体们当然不会对此视而不见，一个老牌顶级歌手的重新复出，这种新闻是颇有话题度的，所以他们通过各种手段打听到了沈芳将要出席魔都大学的30周年校庆会，并且还会在这里唱一首新歌。也正因此，他们齐聚大礼堂，就等着拿到沈芳的第一手采访资料了。大家稍安勿躁，这里是学校，可不是我的个人发布会，还是不要喧宾夺主的。沈芳从容地面对着来访的记者们，她仪态端正大方，举手投足间尽显老牌歌手的底蕴和气质。尽管已经是个年过40的老女人，但却依然有着不俗的魅力。经纪人刘明和一位校领导陪在她的身边，以防可能发生的任何意外情况。在和沈芳应付着记者们的同时，她还时不时地往周围的人群中扫一眼，像是在寻找着什么。一个记者这时说道：“沈芳老师，我们知道在学校里不好搞得太夸张，但您多少也回答我们一个问题嘛，不然我们回去也不好交差啊。”他一个开口，其他几个记者也纷纷附和起来：“是啊，沈芳老师，我爸妈都是您的歌迷呢，您这次复出可把他们高兴坏了。就一个问题，您回答完我们马上就走，保证老老实实的不打扰您。”沈芳见他们这样，也只好笑着应道：“那好吧，就一个问题，你来问吧。”沈芳像是随意的挑选了一个年轻女记者，对方很惊喜的耶了一声，然后平复情绪，一本正经的问道：“沈芳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关于您之前在节目里唱的那首《你是人间四月天》的事。那真的是一首很不错的歌，旋律轻快灵动，歌词纯粹唯美。我记得您当时唱完之后，节目组的官微下面好多人都在评论，说是听了这首歌就想起了自己的初恋呢。而据您当时在节目里说的，那首歌是您翻唱的一个叫做秦洛的歌手的作品。而据我们所知，华语乐坛里目前并没有哪个叫做秦洛的知名歌手。所以我的问题是，请您可以说说有关秦洛的事吗？”女记者一番铺垫之后，很自然地将话题引到了秦洛身上。话音落下的同时，她和沈芳还悄悄对了个眼神。周围的人们并不知道，沈芳会选她来提问，并非是一个偶然，因为这位记者本身就是魔都大学安排的。沈芳这次来参与魔都大学的校庆会，这能给她带来一定的关注是肯定的，但也同样能给魔都大学带来很不错的收获。为此，校领导甚至还专门安排记者，并准备好了一个特定的问题，为的就是借此来提升魔都大学的知名度。试想，只要把沈芳因魔大学子的一首歌而宣布复出的消息一放出去，哪怕大家都知道可能有夸大的成分，那也依然能给魔都大学带来良好的收益。而这起事件里的3位主角都能从中获益，沈芳收获粉丝，学校收获关注，秦洛则能收获人气，算得上是互利互惠的共赢局面。当然了，这份人气对秦洛来说有没有用还不好说，因为据做出这个决定的校领导所知，秦洛并没有想要当明星的意思。如果他想当，那他可以借着这个噱头达成一个完美的出道，如果真的不想当明星，那也没什么损失嘛。关于这个问题啊，面对一众记者的摄像头和录音笔，沈芳沉吟片刻，缓缓说道：“这其实是一个巧合。前段时间在我犹豫到底该选一首怎样的歌作为我的复出曲目的时候，我偶然间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在那个视频中，一个长得很帅气的男生站在教室里抱着吉他弹唱，他的歌声很好听，曲子弹得也很好，我不知不觉就听得入迷了。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循环了很多遍。于是我就开始从那个视频的评论区里面寻找蛛丝马迹，最后确定写这首歌的并非是什么知名歌手或者词曲作家，而仅仅只是一个大学生，并且就是魔都大学的大学生。我在与他接触之后，发现他是一个很有才华而且性格温良的好男人。在说明了我想要翻唱他的歌的意愿后，他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下来，还表示不收钱。哈哈，我虽然隐退很久了，但也不至于占一个小年轻的便宜嘛。后来的事情你们就知道了，我拿着他的那首歌去参加了节目。总的来说，我很感谢他，所以在这里还得对他说一声谢谢。几个记者听得很认真，录像的录像，拍特写的拍特写。见沈芳似乎回答完了，女记者似乎也没有再问下去的意思了，其他几个记者顿时着急起来，因为沈芳的话并没能满足他们，以至于其中一个记者忍不住问道：“既然是这一个有才华有潜力的人，您当时就没有想过带他进娱乐圈之类的吗？”刘明皱了皱眉，上前说道：“不好意思，沈芳老师等下还要登台演出，请各位。”没关系。刘明话音未落，沈芳便开口制止，随即说道：“我的确很看好他，甚至还跟他表示想要收他做我的弟子，可惜他志不在娱乐圈，所以我也只能对此表示遗憾。”顿了顿，他又笑着补充道：“对了，他在那之后还另外写了一首歌给我，这也正是我今天要表演的曲目，还请大家拭目以待，告辞。”沈芳说完便径直离开，记者们见状也终于是没再追问什么，因为仅从沈芳刚才的话来说，他们已经确定这一次的报道能够获得足够的关注度。
首先就是沈芳复出后参与到了魔都大学的校庆会演出这件事，其次就是有关那个叫秦洛的大学生的事。沈芳复出的歌是他写的，今天要在校庆会上唱的歌也是他写的。虽然不知道具体如何，但能被沈芳这样的老牌顶级歌手看中，那质量方面自然不用多说。而最劲爆的消息是，沈芳公然表达了对那个叫秦洛的大学生的欣赏之意，想要收他为徒，却又被拒绝了。这就让记者们很兴奋。虽然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对沈芳不怎么感冒了，但作为娱乐圈相关人士，他们很清楚沈芳有着怎样的底蕴和能量。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沈芳收了徒弟，只要他的徒弟足够争气，那起码在沈芳彻底退隐之前，他还能把他的徒弟推上至少2线的地步。对于普通人来说，那跟一步登天也没什么区别了。而如此前程似锦的康庄大道，居然还有人拒绝了，这让他们不禁对秦洛愈发好奇。尤其是在确定了秦洛就是魔都大学的学生之后，更是忍不住想要在人群里把他找出来，想要看看这位秦洛同学到底是何方神圣。另一边，沈芳和刘明在校领导的带领下，朝着舞台后台的方向走去。校庆会再过会儿就要开始了，沈芳得提前做些准备工作。校领导止不住脸上的笑容，开口说道：“谢谢沈芳老师了，您刚才的话对我们学校来说，已经可以算是一个很优秀的招生简章了。相信我们学校明年的招生情况应该会很不错。”沈芳矜持一笑，互利互惠罢了。倒是秦洛同学是个好苗子，就算他没打算跟着我混娱乐圈，学校对这样有才华有能力的同学可得重视起来啊。校领导当场应道：“那是当然。”这时，一旁的刘明突然指着一个方向说道：“沈芳老师，秦洛好像在那边。”沈芳脚步一顿，他循着刘明所指的方向看去，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圆桌边的秦洛，同时他身边还有2个无论颜值还是气质都10数上乘的女人。即使是沈芳在看到他们时也不禁有些感慨。走，过去打个招呼。沈芳一边说着一边迈开脚步。校领导稍稍有些惊讶，似乎没想到沈芳对秦洛居然真的如此重视，但还是迅速跟了上去。刘明倒是并不意外，因为他这段时间可是没少听沈芳叹气感慨，说秦洛无论是形象还是才能都非常不错，若是跟着他混娱乐圈，那将来的成就就是肉眼所见的。刘明对此深以为然，可惜的是人家志不在此。另一边，柳梅和许科目睹了沈芳的高调出场，他们不知道沈芳和那些记者说了什么，唯一能看出的就是沈芳现在已经汇聚了全场所有人的目光。柳梅忍不住感慨了一句：“沈芳真的很厉害，我当初也很喜欢她的歌，听说她16岁的时候就出道了，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娱乐圈新秀，是个非常优秀的女人。”说着，他又回头看向秦洛，淡淡道：“你今年也有20岁了吧？但你除了一个大学生的身份之外，却是什么都不是。喜欢一个女孩子，并非只是单纯的告白和几次真情付出就可以的，你还是太年轻了。如果你现在能有沈芳当年20岁时的成就，我倒是可以高看你一眼。”因为秦洛刚才的淡定表现，柳梅就很想看看秦洛生气恼火的样子，所以就忍不住开口打压，试图以此来干扰秦洛的情绪。可惜秦洛对此依然没什么反应，现在的他就好像一汪死水一样，任由别人说些什么都不会有丝毫的波动。倒是许科在听到母亲的话后，表情突然变得怪异起来。柳梅注意到这一点，忍不住问道：“我刚才说的话有错吗？你这是什么表情？”“不是的妈，我是想说……”许科正想说些什么，却又突然话锋一转，提醒道：“妈，他们朝这边过来了。”柳梅往一边瞥了一眼，果然看到沈芳正在带人朝这边走来，心里纵然疑惑，但也很快给了自己一个合适的理由，应该是看我们母女俩气质不错，想要过来认识一下吧。尤其是你科科，你这样的形象会被娱乐圈的人看中，太正常了，等会儿表现的淡定自然一点就是了。柳梅嘴角勾起矜持的笑容，心里对能够在秦洛面前展现出自己母女非凡的魅力这一点感到期待。许科闻言，表情变得更加怪异了，但他想说什么也来不及了，因为沈芳这时候已经走到了他们面前。柳梅适时上前一步，一边伸手一边说道：“他好字还没说出口，沈芳便突然从他身边掠了过去，然后一脸微笑的对秦洛说道：‘你好啊，小洛，又见面了。’”这一刻，柳梅的笑容僵住，伸出去的停顿在半空中，整个人陷入了尴尬当中。“沈芳老师您来了，刚才看到您在那边接受采访了，不愧是顶级歌手，就是受欢迎。”秦洛起身和沈芳打了声招呼，态度从容自然，不卑不亢，礼貌而不失分寸。沈芳就很欣赏他这一点，因为身份原因，无论是圈内人士还是圈外人士，大多数场合都会给他些面子，相处起来礼遇有加。这当然不是说他讨厌这一点，而是这种情况持续久了，会让人觉得与人交际是一件很累的事。尤其是娱乐圈，在这样一个大染缸里，人心就是最难琢磨的东西。你猜不透那些笑脸盈盈的人在和你聊天的时候，心里又在琢磨着什么阴谋诡计。沈芳对此不厌其烦，所以她很喜欢秦洛这种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而表现出格外恭敬的样子。这种简单的打招呼，就像是熟悉的长辈和晚辈之间，让沈芳感觉格外的舒服。她轻笑着说道：“你要是跟着我混娱乐圈，将来成就跟我比起来只高不低。”秦洛笑着摇了摇头：“您知道的，我对娱乐圈没什么兴趣。”沈芳闻言也是有些遗憾，她是真的很希望秦洛能跟着自己混。如果说一开始和秦洛相识只是觉得他形象出众，很有才华，那当秦洛给了他第2首歌之后，他就已经把秦洛当个宝了。因为
哪怕是以他的底蕴和眼界，也必须得承认，那首还未问世的歌是一首难得的精品。只此一点，他这趟被校领导视为做慈善的行程，在他心里就已经算是占了大便宜了。所以他刚才才会在记者们面前不遗余力地夸赞秦洛，在校领导眼中拔高秦洛的地位，为的就是让秦洛引起他人的足够重视，这样哪怕秦洛不混娱乐圈，以后干起别的也能收获些好处。可惜了，他叹了口气，转而又看向一旁的2个女人，也是直到这时他才发现，那个年长一些的漂亮女人刚才似乎要和自己握手打招呼来着，但因为沈芳没注意，所以他现在就显得有点尴尬。沈芳对此也不在意，那女人是气质不错，但还不至于让他因此而放下身段道歉什么的，毕竟本来就是那个女人想要结交他，而不是他想要结交那个女人。所以最后沈芳只是笑着和柳梅打了声招呼，你好。你好。柳梅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纵然心里觉得尴尬和不满，但也终究没有表现出来什么，只是说了声你好之后便没有再试图和沈芳搭话了。沈芳也没有多去关注他，更多的注意力则是放在许珂身上，表情显得有些惊异。这不单单是因为许珂足够漂亮，更因为他想起来上次和秦洛去咖啡厅，临走时惊鸿一瞥的一个少女，似乎就是眼前这人。当时秦洛和唐钰在一起，沈芳理所当然的将他们当成了是情侣关系，可如今看这个女孩陪在秦洛身边的样子，情况似乎和自己想的并不一样。沈芳在心里如此想着，笑着问了秦洛一句，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你女朋友？许珂正要说话，秦洛就先一步说道，普通朋友。他简单4个字，一下子让许珂的情绪变得有些不好。尽管许珂刚才也是想和他说同样的话，但不知为何，在听到秦洛说出这4个字后，他就感觉心里很烦闷。就像刚才秦洛在母亲面前承认了他们只是普通朋友一样，现在再听秦洛这么说，他那种莫名的烦闷感就变得更明显了。是吗？沈芳惊疑不定地看了看他们，然后笑眯眯地对许珂说道，那小姑娘你可得抓紧了，这么优秀的男生可不能轻易错过呀。许珂下意识的就想要说些什么，但看了看母亲之后，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矜持的笑了笑。一旁的柳梅没有做出什么反应，在从尴尬里面恢复过来之后，她便一直在用惊诧的目光看着秦洛，心中疑惑缭绕，怎么都想不明白这个男生为什么会被沈芳这么重视。倒是校领导适时开口，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柳梅心里的疑惑。只听他开口说道，秦洛同学，这次沈芳老师能来参加咱们学校的校庆会，你算是居功至伟啊，回头你可得好好发挥一下自己的才能，学校方面也会对你给予应有的鼓励和奖励的。秦洛看了他一眼，淡笑道，应该的。沈芳这是好奇地问了一句，你今天有节目吗？秦洛正要回答，许珂却突然说道，有的，我们2个要一起表演一首歌，就是他的那首你是人间4月天。他一开口，其他人的目光便都聚集在了他的身上，这让许珂意识到自己此时的表现欲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于是忙把头低了下去。沈芳倒也没在意，还很惊喜地说道，真的？那到时候我可得看好好听听，当时他唱歌那个视频我看了好几遍，一直遗憾没能现场听他唱歌呢，今天倒是可以弥补一下这个遗憾了。几人一番交谈之后，刘明适时提醒道，沈芳老师时间差不多了。沈芳低头看了眼手表，然后和秦洛打了声招呼，那我先过去了，你后来给我的那首歌我可是练过很多次了，等会儿唱完你看看有没有哪里不合适的，记得事后告诉我。秦洛乐呵呵地回应道，好的。沈芳点了点头，和校领导以及刘明一起走向舞台后台的方向。柳梅这时显得有些欲言又止，但终究没有说些什么，只是招呼着许珂离开。许珂看了秦洛一眼，抿了抿唇，跟在了母亲后面。没走2步，柳梅突然说道，那个秦洛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沈芳那么看重他？还有他刚才说的那些歌呀什么的，我怎么没听你跟我提过？许珂听出了母亲话语中的些许埋怨，心里不由有些委屈，讷讷道，那是他自己的事，和我也没有关系，而且您之前也没问啊。柳梅表情一僵，脸色显得有些不太好看了。许珂注意到这一点，于是就把自己的知道的事情说了出来。由于许珂也是听唐钰说的，所以讲解的不是很全面，但柳梅还是从中提取出了重要信息。首先，秦洛给许珂写过一首歌，然后那首歌被沈芳看中了，而沈芳之所以会来参加魔都大学的校庆会，也是因为秦洛又写了一首歌给他，并且沈芳还很看重秦洛，想要带他混娱乐圈，只是秦洛一直没答应。当确定了这些事情之后，柳梅有些沉默起来，因为她想起自己刚才和秦洛说的话，她说秦洛除了一个大学生的身份之外什么都没有，如果能在这个年纪有所成就，那她才会高看秦洛一眼。当时的秦洛没有任何的表态，表现得稀松平常，柳梅也没当回事儿，只觉得他没有能反驳自己的资本。可现在看来，秦洛似乎是真的有那个本事的，只是人家不说，所以柳梅就理所当然的把他当成了一个除了皮囊之外没什么特别的普通大学生。直到沈芳的出现，在无声中打了柳梅的脸，这就让他有一种自己好像变成了小丑的感觉。他甚至开始脑补秦洛当时在心里嘲笑他，以及现在偷偷骂他白痴的画面，这让他脸色变得愈发难看起来。眼看着母亲的表情越来越不对劲，许珂便小声问了一句，妈，你没事吧？柳梅看了他一眼，随后深吸一口气，面无表情地说道，只不过是有些才华而已，这世上有才华的男人多了去了，他这点能力也算不得什么。
而且他明知道自己有这份才能却不去发挥，明显是个没什么上进心的，所以他依然配不上你。他像是试图说服自己，又或者说是安慰自己，以此来平复刚才被打脸的后劲儿。许科也感觉到了，但他不敢明说，只能轻轻嗯了一声以作附和。接着柳梅又道：算了，你该干嘛干嘛去吧，今天之后记得和他保持距离就是。在母女俩来大礼堂的路上，许科表明了今天和秦洛有一场表演的事，柳梅倒也没在这种小事上过多纠缠，这就让许科松了口气。否则要是母亲执意不肯他和秦洛一起表演，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知道了妈妈，许科乖巧地应道。柳梅点了点头，没再说话，自顾自地去其他地方转悠了。许科看向不远处的秦洛，他有些话想要去和秦洛说，但又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心里甚至有点害怕在这个时候去面对秦洛。刚好这时有一对中年男女走到了秦洛身边，许科有些好奇他们的身份，想了想后还是没有直接凑过去，而是迈开步子走向了唐玉等人。在这个过程中，唐玉等人也在看着他，一个个表情都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像是在等着许科的一个解释。许科也知道之前母亲在宿舍里说的话有些过分，于是走到他们面前后直接就是开口道歉。对不起，之前我回家的时候被我妈妈知道了我和秦洛的事，她当时很生气，所以她像是有些羞于开口，说话的时候也不敢去看自己的几个舍友，所以了半天也没能说出个什么。姚妍妍见状忍不住讽刺了一句，你了不起，你清高，你自己追男人还把责任甩给我们，怎么我们看上去体格很硬朗吗？这么大的锅不怕把我们脊椎压断了。一旁的楚留年也忍不住说道，我倒是无所谓，但楚四锦本来就个子矮，这一口黑锅背下去以后可能就很难再长高了。本来没打算说什么的楚四锦不由震惊了，啊，真的假的？姚妍妍的冷嘲热讽在许科的意料当中，但连平日里对几个舍友都表现得比较佛系的楚留年都说了这话，由此可见他们现在心里的怨气有多重。许科深知自己做了错事，现在说再多也没用，所以只能是低着头继续道歉，真的对不起。姚妍妍撇了撇嘴没搭理他，楚家双胞胎也没再说话。这时唐玉走到了许科面前，用颇为冷淡的声音说道，这种事以后再说，眼下最重要的是秦洛。秦洛？许科下意识地看了眼秦洛所在的方向，问他，秦洛怎么了？你来大礼堂之前没见过他，没和他说过什么话？唐玉皱了皱眉，他对许科这样一副茫然不知的表现感到很不满。许科眨了眨眼，有些茫然道，没见过呀，也没说过什么话，你怎么突然问这些？唐玉憋着心里的无名火，质问道，你难道就没发现秦洛今天跟之前有些不太一样？许科回忆了一下秦洛刚才的表现，有些不确定地说道，确实有点怪怪的，但我想他应该是为了应付我妈吧，他应该也看得出来我妈是个不太好相处的人，为了不让我们尴尬，所以才表现得比较淡定。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词语来形容秦洛之前的表现，所以最后用了一个疑问的语气。唐玉闻言也是陷入了沉默，从表面上来看，他觉得许科的说法是正确的。他知道秦洛是个很聪明的人，而聪明人会知道在面对什么样的人时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所以秦洛用那样的淡然姿态去面对柳梅实属正常。可问题是，秦洛面对他们时的表现就很不寻常了，无论是主动让唐玉帮忙给他擦身体，还是和另外几人带有挑逗性质的话，这都显得有些耐人寻味。而最让唐玉在意的还是他的眼神，深邃平静，像是一汪死水，没有任何的光亮。每每想起，唐玉都感觉心里有些别扭，而这也正是他那种不好的预感的来源。希望是我想多了吧？唐玉叹了口气，淡声道，既然你母亲坚决不同意你和秦洛的事，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和秦洛一刀两断？许科犹豫了一下，对于这个问题他现在心里也很是纠结。母亲在宿舍里说的那些对他造成了太大的影响，以至于许科现在还没法理清楚自己的心思。于是他只好小声应道，秦洛那边我会自己和他说的，他那么喜欢我，应该会理解我的。他用词稍显含糊，但唐玉和姚妍妍都听懂了他这句话里所蕴含的意思。一时间唐玉又重新皱起眉头，姚妍妍则是忍不住发出一声嗤笑。许科下意识地问他，你笑什么？姚妍妍瞥了他一眼，什么话都没说话，只是那抹讥嘲的笑容变得愈发明显。唐玉的表情不太好看，就连楚家双胞胎此时也在用一种很微妙的眼神看着许科。看着他们此时的模样，许科心里愈发的有些不舒服，甚至莫名的感到心虚，有些不敢去面对自己的几位好朋友了。于是他转而问道，秦洛旁边那两个人是谁啊？唐玉往那边看了一眼，淡淡道，他父母。他父母也来了？许科表现得有些惊讶，同时心里蹦出来了一个想法。刚才因为有母亲在场，所以他不得不和秦洛划清界限，表示两人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并且他觉得秦洛也是这么想的。那现在母亲不在场，当秦洛面对他父母的时候，又会怎样解释两人的关系呢？许科明白秦洛刚才面对母亲时的处理方式是最正确的，但想起秦洛刚才说的普通朋友，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所以他现在就很想亲耳听到秦洛对自己的亲人表明他在他心里的重要性。他那么喜欢我，应该会跟他父母说我是他女朋友吧。如此想着，许科突然有些期待起来，迈开步子走向了秦洛。